清平县安乐村。胡子哥，赶紧出来，县衙的人来村里了。躺在篱笆院子中休息的王虎听到门外传来的呼喊声，陡然从竹椅上坐起。穿越过来20年，终于等到朝廷发媳妇了。王虎大步走到2扇门板组成的院门口，看到了李二牛正火急火燎地走来。胡子哥，赶紧跟我走，不然好婆娘都被赵大他们先给挑走了。李二牛走到王虎身前，一把拉住王虎的胳膊，就朝着村东头快步走去。这次官差带了多少婆娘过来？王虎一边走着一边问道。据说有上百人，全都是离国那边的女人，听说里面还有达官贵人的妾室和女儿，白白嫩嫩的，身体都能掐出水来。李二牛两眼放光地说道。那确实要走快点，绝不能让赵大他们捡了便宜。王虎脚下步伐加快，由他拉着李二牛朝着村头狂奔而去。很快两人就来到了人头攒动的村东头，村里的上百口老少爷们已经全部挤在了村头的大柳树下看热闹。都让开，都让开，胡子哥来了。李二牛用手蛮横地推开人群，为王虎开辟出一条狭窄的专用通道。哟，胡子下山了，这次又猎到了什么好东西？胡子，你上次在山上错过了朝廷发媳妇，这次一定要挑上2个婆娘。凭胡子哥的本事，别说2个婆娘，就是3个婆娘他也养得起。这话没毛病，论打猎的本事，王虎敢说第2，周围10里8村没人敢说第1。见到王虎到来，周围人群乱哄哄一片，而从周围那些小娘们火热的眼神可以看出，王虎在安乐村非常的有名气。安乐村背靠延绵千里的青牛山脉，村民自然靠山吃山，平时闲暇时都会组队进山打猎。而王虎今年已有20，自从17岁进山打猎，所猎杀的猎物比整个安乐村所有村民加起来都多，所以在村民们食不果腹的时候，只有王虎家里还有余粮，甚至存有肉干。这也让村里的小寡妇们没事就喜欢跑到王虎的家门口溜达晃悠，想要吸引王虎的注意。面对周围火热的目光，王虎面不改色，自顾自走到了村长赵田的身旁。胡子来了。手拄着一根木棍当拐杖的村长赵田见到王虎，满脸微笑地说道。村长，官差和大屁股婆娘呢？穿越到这方世界20年，王虎自然入乡随俗，说起话来也是粗俗不堪。别着急，这不是来了吗？村长手指着东边的山口，只见一队人马正浩浩荡荡地朝着村头而来。这次怎么来了那么多人，几乎是以往的好几倍啊！一名面色蜡黄，看起来弱不禁风的中年汉子双目吃惊道。咱们大前王朝这次打了胜仗，攻破了北离10几座城池，掳掠数10万人口，其中女人占据了90%，所以这次小崽怎么有福了？村长赵田右手轻抚3寸白须道，爹，这次我要2个婆娘，之前婆娘太不经折腾了，这次我要屁股和胸脯都大的。众人翘首以待时，一名膀大腰圆的浓眉汉子走到了村长赵田身边瓮声道。而这浓眉大眼、身材魁梧的黑脸青年，正是村长赵田的大儿子赵大。平日里，赵大仗着体型庞大和村长儿子的身份，没少欺负人，与王虎也是极为不对付。尤其是在进山打猎时，每次都要和王虎一争高下，可惜每次都不如王虎所获的猎物多。放心，这次婆娘很多，村里的男人都有份。村长赵田舔了舔嘴唇道。这老家伙难道也想找个婆娘，就不怕身子骨吃不消？看到村长一脸期待的模样，李二牛忍不住低声道。吃不吃的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等会咱们先挑几个再说。王虎嘴角勾起道。胡子哥，马上要立冬了，下次进山能不能带上我？我们家粮食根本不够一个冬天吃的。李二牛双手摩搓，憨厚的脸庞满是踌躇道。过2天你把狗娃和鱼儿都叫上，我带你们进山，保证你们满载而归。王虎毫不在意地说道。多谢胡子哥，今年冬天终于不用挨饿了。李二牛满脸的激动道。放心，跟我混，只要我有肉吃，保证你们有肉汤喝。王虎拍了拍李二牛的肩膀，眼神含笑道。没有人知道他其实是一名穿越者，并且在18岁时觉醒了猎杀系统，只要不断猎杀各种生物，就有机会获得随机属性点。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10里8村的第1猎人，依靠的就是猎杀系统的属性点加持。目前他身体在系统属性点的加持下，力量、敏捷、体力等远超普通人，虽然还做不到手撕虎豹的程度，但一般的猛兽根本伤不了他。这也是他最大的底气，是他在这个纷争乱世立足的根本。据他了解，他所在的这片疆域属于大前王朝的一处边州凉州。凉州地处大前、北离和羌胡的边界，常年遭受战乱，百姓困苦不堪。而为了吸引百姓留下，凉州每3年就会给州内的适龄男丁派发媳妇。当然，想要无条件获得媳妇，必须听候朝廷的征召，随时做好上阵杀敌的准备。好在这几年大前国力强盛，基本都是压着北离和胡人打，让凉州境内的百姓生活有所改善。但发媳妇的这个传统
却一直在大前边州实行着，基本没有中断过。哪个是村长？众人闲聊间，由10几名官差押解的队伍浩浩荡荡来到了村头。一名身材高大的捕头左手按住刀柄，满脸傲气地走过来大喝道：“这位官爷，老朽赵田，是这安乐村的村长。”村长赵田步履蹒跚地走到捕头面前道：“把你们村里18岁到40岁的男子都集中起来，本捕头有话要说。”高大扑头满脸的不耐烦道：“回大人，我们村的男人都在这村头了，有什么话您尽管说。”村长满脸陪笑道：“好，嘿嘿。”高大扑头清了清嗓子，方才站到村头枝繁叶茂的高大柳树下，大声道：“刺史大人有令，凡凉州境内18岁到40岁的男子，1个月内必须全部到郡城大营报到，违令者斩。”大人，咱们不是刚打了胜仗吗？怎么又要征召兵丁啊？村长赵田满脸的疑惑道：“哪来那么多问题？刺史大人的命令就是圣旨，你们按令听命即可。”高大捕头气势汹汹，双目圆瞪道：“是，都听刺史大人的。”村长不敢继续发问，在这凉州境内，凉州刺史的命令比圣旨还管用，他自然不敢质疑。这次因为掳来的女人数量众多，凡是没有领过媳妇的男丁，最多可以挑选2名婆娘，另外附赠2担粮食和2两银子。本官丑话说在前头，这2两银子乃是你们的安家费，1月之内若不能前往郡城报到，婆娘充公，男人问斩。高大捕头目光环视在场的村民，声音冷酷地说道：“大人放心，我们一定按时前往郡城报到。”村长赵田满脸严肃道：“好了，你来安排他们挑选，速度快点，本官还要继续赶往下一个村子。”高大捕头摆摆手道：“老朽遵命。”村长连连点头，眼神示意赵大仙去挑选媳妇。李山让他们排成4队，供这些泥腿子们挑选，粮食1人2担。高大捕头吩咐完，就一屁股坐在了柳树下的阴凉地上。诺。身穿捕快服饰的李山接到指令，立即带人驱使上百名蓬头垢面的女人们排成4队横列，开始供村民们挑选。我要这2个婆娘。赵大双目放光，在4排女人中挑选，最后选择了2个身体壮实、胸大屁股大的女人，一看就是属于好生养的那种。在这种战乱年代，身体能生养远比漂亮更受村民们喜欢。王虎，该你了。很快，村里的男人们都挑选完了，剩下的女人还有40-50个，并且大多是身姿窈窕瘦弱的那种。系统任务：每挑选1名伴侣，可获得1点随机属性。听到脑海中的系统声音，王虎不禁眼前一亮。猎杀野兽时，属性点都是随机给的，大多时候都没有属性点，而现在只要挑选1个媳妇，就给1点属性点，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了。官差大人，我若是不要那2两银钱，可以多挑选几个婆娘吗？王虎试探性地对高大捕头问道：“你想要几个婆娘？身子板吃得消吗？”高大捕头在王虎高瘦的身体上打量一圈，微微皱眉道：“殊不知王虎属于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那种，放眼整个安乐村也找不出身体素质比王虎好的男人，否则王虎也不会成天被村里的俏寡妇们觊觎。粮食我只要2担，但婆娘我想多要几个，马上就要上战场了，小人想努力给家里留个后。”王虎满脸诚恳地说道：“看在你一片孝心的份上，允许你多挑几个，但最多不能超过5个。”高大捕头估算着女人们的数量，最终点头道：“多谢大人。”王虎心中狂喜，抱拳低手：“5个女人就是5点属性啊，抵得上他猎杀几10头猎物了。这3个女人我要了。”王虎慢慢走到被挑剩下的一群女人前，手指着3个女人大声道：“3女虽然衣衫朴素，蓬头垢面，身材看起来也是非常普通，但凭借着两世为人的经验，王虎一眼看出3女都在藏拙。尤其是右手边的女人，身材高挑，胸脯看起来平平，但应该是裹了束胸，而且那一身宽大的衣袍，显然是故意想要掩盖自己傲人的身材。当然，最让他注意的是，女人拥有一双深邃动人的眼眸，只不过她一直故意低着头，才没有被人注意到。明珠自污，女人明显是在刻意隐藏自己，只不过她没有逃过自己的这一双火眼金睛。另外2名女子身材纤细窈窕，虽然同样弄得满身污秽，但那2双充满灵气的眼眸却暴露出2人的不凡。挺翘的琼鼻，精致小巧的五官，哪怕面容沾满灰尘泥土，也无法掩盖2女出众的容颜。相公，我们姐妹愿意做您的娘子。见到王虎慧眼识珠地挑中了萧家3姐妹，一名身段妖娆、满脸血污的女子娇声道：“哦，你们愿意跟着我？”王虎仔细打量眼前的2名女子，发现2女眼神柔情似水，眸深处似乎充满着数不尽的魅惑。“我们姐妹愿意跟着相公，不离不弃。”2女异口同声道：“好，那就你们俩了。”王虎点点头道：“挑选好了。”见到王虎挑选完成，高大捕头站起身来道：“回大人，都挑选好了。”王虎抱拳低手道：“这4个你带走，但是这个不行。
高大捕头手指着身材高挑、眼眸深邃的女子道：“我愿意跟着他。”高挑女子见到高大捕头眼神中流露出的淫秽目光，身体忍不住颤抖道：“本大人说不行就不行，再敢顶嘴，老子把你扔入军营当营妓！”高大捕头横眉怒目道：“相公，求求你救救姐姐，我们愿意给你当牛做马。”两名窈窕少女见到高大捕头不肯放人，连忙对着王虎双膝跪下道：“景月、景叔，你们好好活下去，不用管姐姐。”萧景之将萧景月和萧景书从地上拉起，眼眸含泪地说道：“把他带走，今晚老子要好好调教他一番，差点让他给蒙混过去了。”高大捕头也发现了萧景之身上的端倪，满脸冷笑道：“大人，稍等。”王虎见到两名如狼似虎的衙役走来，终于开口道：“怎么，你想抗命？”高大捕头转过头来，右手按住刀柄，眼神充满杀机道：“草民不敢，只是想跟大人做笔交易。”王虎略显清秀的面孔上露出一抹腼腆的笑容道：“哦，怎么个交易法？”高大捕头眼神充满玩味，他真不相信像王虎这样的山村野汉能拿出什么好东西与他交换。“我拿2担粮食把他买下来可以吗？”王虎眼眸略显紧张道：“哈哈哈，你觉得老子会缺2担粮食吗？”高大捕头眼神充满讥笑道：“那我再出5两银子。”王虎犹豫再三，右手伸出5根手指道：“5两银子可不算小数目，足够一家4口生活3月了。”吆喝，看来你还真挺稀罕这个娘们，竟然愿意拿出5两银子。高大捕头略显惊讶道：“草民只是不想看着她们姐妹分离，所以才愿意拿出全部家底买下她。”王虎诚惶诚恐地说道：“好，既然你这么有心，一口价10两银子，她就归你了。”高大捕头嘴角微翘道：“大人，能不能少点？草民真的拿不出10两银子。”王虎哭丧着脸道：“说10两就10两，少一文都不行。”高大捕头面无表情道：“好，10两就10两。”王虎咬牙切齿，蹲下身体，双手在脚后跟磨蹭半天，才从裤脚里面摸出了10两碎银。“小子，你真有种，本大人祝你们百年好合。我们走。”高大捕头示意一名衙役接过王虎手中的碎银，随后带着10几名衙役和剩下的女人粮车朝着下一个村子赶去。“王虎，你糊涂啊，这树干一样的女人哪里值得10两银子？”村长赵田见到衙役们走远，方才狠狠地跺了跺脚道：“嘿嘿，千金难买我愿意。婆娘们，跟相公回家。”王虎一脸张扬，让萧景之眼神闪过一抹莫名的神采。“姐姐，我们赶紧跟着相公走吧。”萧景月拉了拉萧景之的衣袖，急忙跟上了王虎的脚步。“爹，这王虎真是打肿脸充胖子，一次选5个老婆，我看他怎么养活。”赵大看着跟在王虎后面的5个摇曳身姿，满眼的嫉妒道：“凭王虎的本事，想要养活5个婆娘不难，但他马上就要去从军了，5个如花似玉的老婆放在家里，难免会遭人惦记啊。”村长赵田眼神悠悠道：“以他的老辣眼光，能够看出王虎挑选的这5个婆娘个个都不错，尤其是3姐妹中的老大，更是不可多得的大美人。只不过萧景之隐藏的太好了，差点连他都被骗过去了。要不是高大捕头突然要人，他还真没发现萧景之的特别之处。身姿玲珑，仪态不俗，一双如秋水般的眸子，细看之下完全是出自富贵人家的大小姐。爹，我不想去郡城，更不想上战场。”赵大眼神充满着担忧道：“放心，我会让你二叔想想法子，争取不让你去郡城。你也赶紧给我老赵家留个种。”村长赵田看了看赵大身后眼神有些呆滞的2个女人，发现赵大连女人都不会挑，若真生了孩子，怕不会是个傻子。回到院子，王虎坐在竹椅上，看着眼前站成一排的女人，淡声道：“你们先打点水，把脸上的脏污都清洗干净。”“是，夫君。”2名身段妖娆的女人主动去院子中的井边打水，使用现成的木盆清洗着脸上的血污。“你们3个怎么不去？”王虎目光看着眼前的3姐妹道：“多谢你救了我，10两银子我以后会还给你的。”萧景之开口道：“你拿什么还？还有，请注意你现在的身份，请称呼我为相公或者夫君。”王虎面露不悦，觉得要好好敲打一下眼前的高傲女人。“姐姐，相公是好人，要不是他，你真的会被拉去充当官妓的。”萧景月用手轻轻拉了拉萧景之的衣袖道：“这样的事情他们一路上见的太多了，要不是运气好，她们3姐妹根本走不到清平县。姐姐，我们家已经没了，再也回不去北离了，就好好留下来服侍相公吧。”萧景书也眼神怯弱地说道：“是景之错了，请夫君不要怪罪。”萧景之叹息一声，主动欠身，眼神复杂无比道：“这还不错，你们梳洗一番，厨房还有些腌肉和糙米，你们自己看着做点吃的。”王虎听到3女肚子中传来的咕咕声，嘴角微微勾起道：“多谢夫君。”
萧景之此刻真心把王虎当成了夫君，带着萧景月和萧景书去井边梳洗。不久，梳洗完成的舞女重新站在了王虎的面前，让王虎不禁眼前一亮。五位娘子果然貌美如花，看来我王虎没有选错你们。王虎看着五人各有千秋的精致面容，心里不禁乐开了花。舞女果真一个比一个漂亮，尤其是萧景之，高挑有致的身段配上一张闭月羞花的鹅蛋脸，说是倾国倾城一点都不为过。3000青丝垂至腰间，一身粗布麻衣也掩饰不住她身上散发的高贵典雅气息。一双深邃的秋水眼眸似乎还带着一丝不甘和屈辱，让王虎心中好笑。而萧景月和萧景书居然是一对双胞胎姐妹，两人小脸精致无瑕，身材纤细窈窕，模样看起来17、18岁，全身洋溢着青春的朝气。至于另外两女，不但身段妖娆，前凸后翘，两张脸庞也是格外的艳丽，哪怕不施粉黛，两女也是万里挑一的娇媚美人。我不管你们以前是什么人，但从今天开始，你们5个都是我王虎的女人了，都把自己名字和年龄都报一下。王虎大马金刀地坐在竹椅上，面容不怒自威道：夫君，我叫陆烟儿，今年22岁，夫君以后称呼我烟儿即可。嘴角带着一颗美人痣，秀发盘起的陆烟儿率先开口道：夫君，我叫梁诗诗，今年21岁，夫君以后称呼奴家诗诗就好。面容娇媚的梁诗诗也出声道：我叫萧景之，今年20有3。萧景之绝美容颜，神情淡淡道：夫君不要责怪姐姐，姐姐原本即将出嫁，没想到却被掳掠到了前朝，一时半会还没转变心态。萧景月见到王虎面露不愉，连忙为萧景之辩解道：哦，原来还是一位准新娘啊。王虎站起身来，左手搂住萧景之的柳腰，右手捏住了她雪白的下巴，狠狠吻了上去。直到萧景之快要喘不过气来，王虎才心满意足地松开了萧景之的身体，让周围的4女眼神充满了惊讶和羞涩。你！萧景之被王虎一顿强吻，羞愤交加，俏脸通红，一双秋水眸更是噙着委屈的泪水。我不管你以前有什么婚约，你只需要记住，我王虎才是你今后的男人。王虎眼神无比霸道地说道：你就算得到我的人，也得不到我的心。萧景之眼神无比哀伤，显然对之前的准夫婿还残留着几分感情。我不需要你的心，我只要你的身体，为我王家传宗接代。王虎嘴角冷笑，10两银子买来的女人，他可不会浪费。夫君别生气，我们姐妹是双胞胎，我叫萧景月，她叫萧景书，芳龄都是18，我们姐妹都会好生福，是夫君您的。萧景月满脸乖巧地抱住王虎手臂，轻轻摇晃道：还是你们姐妹懂事。王虎用手指轻轻刮了下萧景月的琼鼻，眼神充满宠溺道：傍晚红日西落，晚霞漫天，3年一度的发媳妇传统让夜晚的安乐村格外热闹，几乎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王虎的篱笆小院也摆上了2张桌子，上面简单的放着几样小菜和酒水。胡子哥，我们来吃喜酒了。李二牛带着几个小青年走进院子，大声的吆喝道：就等你们来了。王虎身着一身红色新郎服，面带微笑的从堂屋走了出来。胡子哥，5位嫂子呢？身材清瘦的小鱼儿手中提着2条3斤草鱼，目光四处张望道：胡子哥，你和5位嫂子拜完堂了吗？怀中抱着2个酒坛，中等身材的狗娃也满脸好奇道：虎哥，我娘让我给你弄来了2只老母鸡，祝你早生贵子。2手各提着1只老母鸡的张大山满脸憨笑道：多谢哥几个，都不用客气，我三叔还没来，等他来了，我再和几位媳妇拜堂成亲。王虎招待几人坐下，满脸笑呵呵道：大锅大锅，我要吃喜糖。王虎和李二牛几人刚坐下，院门口突然冒出一个扎着2个羊角辫的可爱小丫头，模样看起来只有7、8岁。田妞过来，你爹娘呢？王虎朝着小丫头招招手，从怀中掏出了一包早就准备好的蜜糖，爹娘在后面呢。小丫头看着王虎手里的纸包，蹦蹦跳跳走进了院子中。虎子，恭喜恭喜啊！不久，王老三夫妇来到了院门口，朝着院子里的王虎恭喜道：三叔三婶，就等你们来了。见到面容朴实、满脸沧桑的王老三夫妇到来，王虎连忙起身迎了上去。2位老人虽只有40来岁，但看起来却像是50、60岁的老人。而田妞算是2人的第3个孩子，之前生的2个儿子全都早夭，是以2人都把王虎当成亲生儿子看待。三叔三婶，李二牛几人也全部起身，朝着2人喊道：全都坐下，今天是王虎大喜的日子，招待不周，还请你们多多见谅。王老三满脸欣慰地说道：三叔你说哪的话，我们和胡子哥都是亲兄弟，他大喜的日子，我们肯定要来捧场啊。能说会道的小鱼儿满脸笑嘻嘻道：三叔一家都来了，是不是该拜堂成亲了？狗娃眼眸瞪得大大道：胡子哥今天一口气要了5个婆娘，可是震惊了整个安乐村。李二牛满脸羡慕道：胡子，你真的要了5个婆娘？虽然早就听说王虎要了5个婆娘，
但王老三还是有些不相信道：“寻常人家只要一个婆娘，像村长赵田那样的大户人家也最多敢要2个婆娘，他真不敢相信王虎居然会要5个婆娘。就算要为王家传宗接代，5个婆娘也有点太多了。5个婆娘就是多了5张嘴，一天需要吃多少粮食啊？”想到这里，王老三的眉头逐渐皱了下来。三叔，你放心，别说5个婆娘，就是10个8个婆娘我也养得起。王虎知道王老三是穷怕了，每年田里收的粮食交完税之后，勉强够一家3口吃的。而他虽然常年进山打猎，但想要养活6口之家，在王老三眼中显然不太现实。罢了，三叔说不过你，倒是真的养不活，大不了卖出去几个。王老三满脸无奈地摇摇头道：“三叔三婶，你们先去堂屋里面坐着，我这就带5个直系给你们磕头。”王虎话语说完，便朝着西面屋子走去，准备开始拜堂成亲。胡子哥，我来给你们做司仪。小鱼儿整了整满是褶皱的麻布短衫，一本正经地说道：“吱呀，五位娘子，我三叔三婶来了，跟我出来拜堂。等拜完了堂，你们5个就是我王虎真正的媳妇了。”王虎推开木门，朝着屋子里围坐在一张木桌前神态各异的舞女说道。舞女中，萧景之脸色漠然，似乎已经认命；而萧景月、萧景书2姐妹俏脸羞红，目光闪烁，更像是怀春少女的羞涩。至于见惯了大风大浪的陆一儿和梁诗诗，则嘴角含笑，目光大胆地看着王虎，眼神似乎隐隐带着几分期待。说实话，王虎模样可以说是不错，身高1.88米，体格健硕，五官硬朗中带着几分清秀，浓眉大眼。放眼整个安乐村，也找不出他这样的第2个帅小伙，要不然村里的俏寡妇和未出阁姑娘也不会天天惦记着他。之前有不少媒婆上门要给他说亲，可说的那些姑娘全都是5大3粗的类型，实在不是王虎的菜，所以才让他迟迟没有娶上媳妇。姐姐，把红盖头盖上吧，今后我们都是相公的娘子了。萧景月拿起桌子上的红盖头给萧景之脑袋盖上，然后又和萧景书相互盖上了红盖头。见状，陆烟儿和梁诗诗也是相互盖上了红盖头。说是红盖头，其实就是王虎给5人准备的5块红方布。至于新娘服，大家都没有。原本王虎是打算给5人每人弄上一身红色大喜服，但想想还是算了。目前家中银钱只剩不到10两，若是给每人弄上一身喜服，后面家里恐怕就要揭不开锅了。而且舞女目前只有身上的一身破烂衣服，王虎还想着等拜完堂，找个时间给每人定做2身新衣裳。他王虎的女人不但要吃饱饭，还要有衣服穿。拉着喜条跟相公我去拜堂。王虎拿起桌子上的一条红布条，让舞女每人都手牵着一段红布条，方才一同走出了屋子。来到堂屋，王老三夫妇已经坐在了主座上，李二牛几人则站在两边。胡子哥，准备好了吗？小鱼儿见到王虎牵着盖着红盖头的5位娘子进入堂屋，大声地询问道：“可以开始了。”王虎点点头道：“好，一拜天地。”小鱼儿满脸正色地高喝道：“2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在小鱼儿的主持下，王虎带萧景之舞女按部就班地完成拜堂仪式，接着舞女全被王虎送入了东边的喜房中。5位娘子先休息一会，等会夫君再来陪你们。王虎将萧景之舞女送入洞房后，便离开了房屋。我们这就算是成亲了。萧景书掀开红盖头，看着简陋的喜房，眼眸瞪得大大道：“我感觉我们的这位相公似乎早有预谋，否则怎么会提前准备一张如此大的床？”陆烟儿也掀开红盖头，看着眼前足够容纳10人同睡的大通铺，美眸带着惊讶道：“这足以说明我们相公志向远大，未卜先知。”梁诗诗掀开红盖头，笑脸盈盈地盯着眼前巨大床铺道：“什么志向远大，不过是好色成性罢了。”萧景之掀掉红盖头，看着眼前由泥砖砌成的巨大床铺，美目冰冷道：“姐姐，我们现在都已经是相公的娘子了，不能这么说相公，他会生气的。”萧景月拉着萧景之的手臂，眼眸轻眨道：“大姐，小妹说的没错，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还是把钱公子忘了吧，我们以后好好跟着相公过日子。”萧景月也劝说到：“萧姐姐，还是听2位妹妹的话吧，我和诗诗妹妹也算是阅人无数，眼光还不错，可以断定我们的这位相公是一位很不错的良人。倘若姐姐真的惹恼了夫君，可有想过后果？难道姐姐真的想被夫君卖入青楼或是别的村户人家吗？”陆烟儿嘴角轻轻勾起道：“哎，是我的不对，多谢烟儿妹妹的指点。”萧景之想起白天高大捕头看他的眼神，又想到王虎不惜花费重金将他买下，自己确实有点忘恩负义了。姐姐能明白就好，我们这位夫君无论人品和相貌都称得上上之选，能嫁给这样的一位夫君已经很难得了。陆烟儿媚眼轻笑道：“我观2位妹妹言谈举止都不俗，敢问2位妹妹是哪里人士？”想通之后，萧景之不再纠结，神情变得落落大方道：“我和诗诗妹妹都是清河郡首府上的歌姬，出身低贱，
让姐姐见笑了。陆嫣儿神态楚楚可怜道：“妹妹不可妄自菲薄，既然我们都是清河郡的可怜人，以后便是自家姐妹，理当相互扶持。”萧景之轻轻拉住陆嫣儿的一双玉手道：“以后我们姐妹都听姐姐的，一同照顾好相公和这个家。”陆嫣儿主动示好，将自己的姿态故意放低一头：“妹妹哪里话，我们姐妹以后不分彼此，大家好好相处。”萧景之心如明镜，自然明白陆嫣儿的言外之意。他乃是出身富良家，虽遗许给别人，但并未为真正过门，还保留着清白之身。而陆嫣儿和梁诗诗固然娇美如花，但毕竟是歌姬出身，清白之身早已不在，先天要比他们姐妹低上一头。来，各位兄弟，咱们今晚不醉不归。院子中被众人包围的王虎显然不知道洞房中发生的一切，热情地回应着众人。直到深夜，王虎才在众人的簇拥下半醉半醒地进入了洞房中。各位娘子，夫君我来了。王虎身体摇摇晃晃地走到桌边，拿起桌上的酒壶，将2个酒杯全部斟满。姐姐，夫君好像喝醉了。偷偷掀开红盖头一角的萧景书偷瞄了一眼站在桌子旁的王虎道：“不要动，等夫君过来给我们掀盖头。”萧景之还想保留点基本的规矩，对着萧景书小声娇斥道：“哦。”萧景书脑袋轻点，连忙放下手中的红盖头，静静等着王虎走过来。“各位娘子，我向你们保证，以后绝对会好好爱你们，不让你们吃苦，不让你们受罪，会让你们过上人人羡慕的神仙日子。”王虎端着2个酒杯走到最左边的萧景之身前，用端着酒杯的右手挑开了萧景之头上的红盖头。“夫君，你喝多了。”看着满身酒气的王虎，萧景之好看的柳眉轻轻皱起道：“嘿嘿，我没喝多，你是萧景之，年龄最大，以后就是我王虎的大老婆了。”王虎有些口齿不清地说道：“呸，谁是你大老婆？”萧景之俏脸通红的轻呸道：“景之大老婆，我们来喝一杯交杯酒。”王虎将手中的酒杯递到萧景之绝美的面前道：“罢了，这可能就是上天的安排吧。”萧景之接过王虎手中的酒杯，在王虎似笑非笑的眼神中与他喝下了交杯酒。接下来轮到另外4位老婆了。王虎紧接着将剩下4女的红盖头一一掀开，4张如花似玉的脸庞都是满眼娇羞地望着他。“5位娘子，天色不早了，我们该就寝了。”王虎看着萧景之5人的美丽脸庞，将桌上的红烛吹灭，直接将最左边的萧景之一把扑倒在床上。“夫君，你……”萧景之惊呼一声，口中还未来得及说出几个字，就被王虎充满酒气的嘴唇狠狠堵住了。“娘子，我会对你好的。”黑夜中，王虎松开萧景之甜丝丝的嘴唇，口中一边说着动人的情话，一边伸手解开了萧景之身上的宽大衣袍。“夫君，请联系奴家。”感受到王虎身上散发的狂野气息，萧景之轻轻闭上了双眼，2行清泪缓缓从眼角滑落。日上3竿，王虎才从睡梦中醒来，想到昨夜的疯狂耕耘，嘴角不禁流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1次5次郎也算得上非常牛逼了吧。王虎从床上坐起，看了眼床上留下的3点暗红，眼中笑意更浓。这次真是捡了大便宜，3姐妹竟然都未经人事。虽然心中早有猜测，但看到3点落红，王虎心中还是忍不住升起万丈豪情。他虽然没有处女情节，但对于女人的第一次还是比较看重的。至于陆嫣儿和梁诗诗2女，他倒不怎么在意，毕竟从2女的姿态就能看出，2女应该是出身青楼或是富贵人家的妾室，要是还保留处子之身才是怪事。可惜这种大被同眠的日子只有1个月。王虎摇摇头下了床，穿着一双黑布鞋走出了房屋。“夫君你醒了，饭菜马上做好，我先给你打水洗漱。”正在院落中打扫的萧景书见到王虎走出屋子，连忙笑脸盈盈地走上前道：“多谢娘子，让相公先亲一个。”王虎一把搂住萧景书的细腰，在萧景书羞涩的俏脸上轻轻啄了一下。“夫君，大白天呢？”萧景书紧紧握住手中的扫帚，眼神不敢和王虎对视。“夫君，午饭做好了，赶紧洗漱吃饭吧。”正当王虎想要好好调戏萧景书一番时，陆嫣儿和梁诗诗各端着2盘菜肴从简陋的厨房中走了出来。“萧景之和萧景月呢？”王虎没有看到萧景之和萧景月的身影，不由得询问道。“夫君放心，大姐和2姐去西边换衣去了，马上就会回来。”萧景书出声解释道。“那劳烦娘子去把你2位姐姐叫回来吃饭，夫君有话对你们说。”王虎松开萧景书柔软的身体，眼神温柔道：“是，夫君。”萧景书点点头，放下手中的扫帚，朝着院外快步走去。“夫君若是饿了，可以先吃，不用等我们一起吃食。”陆嫣儿将手中的菜肴放入堂屋后，方才走出屋子，轻声细语道：“不用，为夫要和你们一起吃，这样才是一家人。”王虎走到井边，拿起木桶中的木瓢道：“夫君，家里的粮食好像不多了。”在陆嫣儿心生感动时，梁诗诗不合时宜地走出堂屋道：“没事，等会我带你们去镇上走一趟，顺便给你们每人买上2身换洗的衣裳。”
王虎毫不在意地说道。多谢夫君。听到王虎要给他们买衣服，陆烟儿和梁诗诗满脸欢喜道：你们是我王虎的老婆，自然要打扮漂漂亮亮的，在这安乐村你们不用隐藏自己。王虎言语充满自信道。宿主王虎20岁，伴侣萧景之、萧景月、萧景书、陆烟儿、梁诗诗，每跟伴侣同房一次，有机会获得1点随机属性。体力20，正常成年者5；力量19，正常成年者5；敏捷17，正常成年者5；智力13，正常成年者5；幸运1，幸运点越高，宿主获得奇遇的几率越大。功法0，功法可依靠属性点提升品级。猎杀系统，猎杀各种生物，有几率获得随机属性点。昨晚的辛苦耕耘让他获得了不小收获，身体的力量和体力都各加了2点属性，敏捷则增加了1点。而最让他惊喜的是，只要他每跟伴侣同房一次，居然就有机会获得随机属性点。这么说，他只要不断的和女人同房，就会变得越来越强。而现在呈现在他脑海中的属性面板，就是他的猎杀系统。经过3年来的狩猎，目前他的体力、力量、敏捷都是成年人的数倍，一人可独自抗衡10几名成年男性。胡子，你的5位婆娘全都要登记造册上交县衙，让他们都出来报下姓名和生辰。王虎刚洗完脸，村长赵田就带着赵大来到了院门口，大声高喊道：村长，我知道他们的名字和年龄，直接念给你听。王虎走到院门口，拦住了想要进入院子中的赵田和赵大。不行，登记造册必须本人在场，更不许带人口述。没等赵田开口，看到陆烟儿、梁女的赵大就眼神直勾勾道：把你一双招子收起来，信不信我把他给挖了？察觉到赵大目光的王虎面色冰寒道：没出息的东西，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深知王虎厉害的赵田不敢和王虎撕破脸，只能大声训斥着赵大：爹，你怎么老是胳膊肘往外拐？不知道的还以为王虎是你亲儿子呢。赵大满脸不服气道：你个蠢货，再敢顶嘴就给我滚回家去。赵田脸色铁青，心里更是暗骂自己怎么生出赵大这个蠢儿子。看着眼前不怒自威、气宇轩昂的王虎，再看看赵大，他真想一巴掌拍死赵大。同样生长在一个村子，人怎么差距会那么大？赵大除了体格能和王虎一较高下，其他方面简直不堪入目，尤其是在智商方面，10个赵大都比不上一个王虎。夫君，我们回来了。正在这时，洗好衣服的萧景之3姐妹联袂朝着院门口走来，让赵田父子同时转过头来。仙女。赵大看着萧景之倾国倾城的如玉脸庞，眼神呆滞，一丝丝口水顺着嘴角流下。蠢货，收起你那腹不中气的模样。看着赵大一副没见过女人的模样，同样震惊于萧景之美貌的赵田反应过来，狠狠朝赵大肥大的屁股踹了一脚。村长，我的5位婆娘都回来了，你想问什么就问吧。王虎走出院门，双手抱胸挡住了赵大的目光。好好。赵田心中满是震撼，虽然早知道王虎挑选的5个婆娘都不错，但没想到舞女洗漱干净后，居然个个貌美如花。尤其是萧景之，简直像是画中走出的仙子，根本不像是凡间的女子。那绝美的脸庞，纤细高挑的身姿，如水的秋眸，让他的一颗老心脏都忍不住砰砰跳动起来。村长来给你们登记造册了，都把自己的姓名和生辰报一下。王虎对着站在门口的舞女不咸不淡道：是，夫君。舞女异口同声的回答，让一旁的赵大满眼嫉妒，心中更是升起想要将舞女占为己有的冲动。胡子，你真是好福气啊，居然娶了5位这么漂亮的娘子。登记完名册后，赵田满脸和蔼地说道：你的儿媳也都不错，胸大屁股大，一看就能给你生个大胖孙子。王虎回以微笑道：谢你吉言，那我们就先走了。想到家里比猪都还能吃的2个儿媳，赵田满脸尴尬的告辞。2个新娶的儿媳能不能生大胖孙子他不知道，但要是再这样放任2人吃下去，他们老赵家的存粮恐怕都要被吃光了。败家玩意，还不赶紧走。一想到这里，赵田就气不打一处来，又一脚狠狠地踹在赵大屁股上。爹，你怎么老踹我啊？赵大满脸不情愿地跟在赵田后面，走出10几步后，还忍不住偷偷转头看了眼王虎的院子。蠢货，看什么看？再看那也是王虎的婆娘。发现赵大偷瞄的赵田忍不住低骂道：爹，你说王虎要是战死沙场，这5个漂亮婆娘不就属于我们爷俩了吗？赵大目光悠悠道：你什么意思啊？赵田眉头轻皱道：昨晚二叔不是说了吗？现在安西郡非常危险，西山关已经被胡人攻破，咱们可以让二叔把王虎调到安西郡去当兵。赵大满眼兴奋地说道：你二叔不过是清平县的一名文书，你以为他是县太爷啊？想调谁就调谁，这次能把你留在村里，都是你二叔花了大价钱才办成的。
赵田虽然心动，但还是摇摇头道：“嘿嘿，不管怎么说，只要王虎离开了村子，以后这安乐村还不是我们爷俩说了算。”赵大似乎想到了什么，满脸猥琐的笑道：“蠢货，我可警告你，不要去碰王虎的那5个婆娘，要是王虎回来发现端倪，肯定会扒了你的皮。”赵田知道赵大心里的龌龊，肯定是想着王虎离开村子后就去骚扰欺负萧景之舞女。爹，你怕什么？现在去当兵，有几个能活着回来的？而且就算回来了，也肯定要落个残废，到时正好新仇旧恨一起算。赵大面容音恻恻道：“等过了这个月再说，最近你小子给我老实点，没事不要去招惹王虎。”赵田双目闪烁，边走边说道：“放心吧爹，我又不是傻子，大不了忍他1个月。”赵大满脸美滋滋，心中已打定主意，只要王虎前脚离开安乐村，他后脚就去扒了王虎家的院墙。萧景之5个婆娘，他赵大要定了，明白就好。赵田满意的点不点头，继续朝着新娶婆娘的下一家农户走去。2个狗东西，居然敢打5位嫂子主意，看我不让胡子哥整死你们！此刻，小鱼儿提着裤子从低洼的河边站起身，目光凶狠地盯着赵田父子俩走远的背影。胡子哥，你打算怎么整治赵田父子？篱笆院中，小鱼儿和李二牛几个人蹲在地上，朝着眼神冷冽的王虎询问道。此时，他已经将刚才偷听到的赵田父子俩谈话全都告诉了王虎，就等着王虎一声令下，提刀废了赵大父子。边州农户多凶悍，尤其是他们凉州4郡的农户根本不怕事。小鱼儿，你这2天给我盯住赵大，只要他一进山就来告诉我。王虎压低声音道。放心吧胡子哥，我一定盯死他。小鱼儿满脸凶悍道。胡子哥，那么麻烦干嘛？咱们晚上趁着夜黑风高扮成山匪，直接冲到老赵家，废了他们父子俩，我早就看他们不爽了。李二牛瓮声瓮气道。赵大的二叔在县衙谋事，老赵又是村长，若真杀了他们父子俩，必定会引来县衙盘查，到时我们根本瞒不住。王虎摇摇头否定道。其实他心里不是没有想过这种法子，但这种事情一旦泄露，他们一家6口难逃一死。以他目前的实力，最多能对付10几个衙役，若是来上一队官兵，那他必死无疑。胡子哥说的没错，咱们不能鲁莽行事，最好是制造点意外。狗娃面色认真道。狗娃，这2天找几个兄弟帮我把院墙砌起来，狗日的想爬墙头，我划破他的卵蛋。王虎爆了句粗口道。放心胡子哥，包在我身上。狗娃点点头道。下午我要带你们5位嫂子去趟镇上，你们要不要带上婆娘一起去逛逛？事情交代完，王虎对着几人说道。我家里粮食不多了，正想去镇上买上几担粮食。李二牛想了想道。那我也去，我那婆娘天天嚷嚷让我给她弄一件新衣服。小鱼儿满脸的苦恼道。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狗娃摇摇头道。好，那1炷香后在村东头集合。二牛，你把你家的牛车牵上。王虎一拍大腿道。几人点头，纷纷离开了院子。夫君，我们真的要去镇上吗？见到小鱼儿几人离开，萧景之舞女才从屋子里走了出来。怎么，你们不想去？王虎轻轻挑眉道。夫君误会了，只是我们5姐妹一起去镇上太过招摇，不想给夫君增添麻烦。萧景之双手合十放在小腹，声音淡淡道。无妨，青石镇的王巡检与我相识，何况为夫的拳头也不是吃素了。经过昨晚的耕耘洗礼，萧景之越发的美丽动人，一股初为人妇的轻熟风直扑王虎心间。若不是顾忌大白天，他真想拉着萧景之进入屋内云雨一番。是，都听夫君的。感受到王虎火辣辣的目光，萧景之面容微微发烫，不敢直视王虎的灼热目光。如今他已经彻底成为王虎的妻子，不再回忆过去，只会处处替王虎着想。等会我会给你们每人1两银子，不用给我省钱，衣服和鞋帽自己看着买。我王虎既然敢把你们娶回家，就不会让你们饿着冻着。王虎从竹椅上站起来，对着萧景之舞女说道。多谢夫君。萧景之舞女齐齐欠身感谢，尤其是陆烟儿和梁诗诗更是媚眼如丝，恨不得直接扑到王虎怀里。青石镇未时，太阳西斜，王虎一行人赶着牛车来到了镇上长街。青石镇虽然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像粮食铺、猪肉铺、裁缝铺、布庄、鞋帽铺、瓷器铺、胭脂铺、铁匠铺、饭馆、酒肆等等，拥有尽有。因为临近傍晚，街上行人稀少，王虎带着李二牛和小鱼儿先去了粮食铺，萧景之舞女则在李二牛媳妇和小鱼儿媳妇的引领下来到了布庄。几位小娘子想要什么面料，尽管挑选。张记布庄门口，布庄老板见到萧景之几女朝着店门口走来，连忙殷勤地走到店门口迎接。一下来了7位娘子，那可是一笔大单啊，他自然要好生侍候着。萧景之几女虽然穿着朴素，但舞女的气质可非常不俗，一看就是出身富贵人家。尤其是萧景之面若芙蓉，
仪态万千，哪怕全身被麻衣包裹，但那股从容不迫的高贵气质还是挥之不去。老板，这2匹面料帮我各取8尺，若是在店里缝制成衣，一共需要多少文？萧景之在柜台上的布匹挑选一番后，手指着一匹白色棉布和一匹灰色麻布问道：棉布1尺28文，麻布1尺16文，若是全部成衣，一共需要570文。老板心算了一下，回答道：好，那我将衣服尺寸告知，大约多久可以来取？萧景之点点头道：我们布庄裁缝的手艺又快又好，后天未时来取即可。老板笑容满面道：景月、景叔，你们挑选好了吗？萧景之转头对着萧景月和萧景书询问道：我们挑好了。2女异口同声回答，挑选的布匹也都是同样的颜色。那你们将自己的衣服尺寸也告知老板。萧景之点点头说道：姐姐，我们去鞋帽店看看吧，我的鞋子都露脚丫子了。众女离开布庄后，萧景书低头看着脚上的磨损布鞋道：夫君给我们的银钱还有剩余，足够我们每人再买上2双布鞋了。萧景月捂嘴轻笑道：你们的相公真大方，不像我们家的死鬼，才给了我们300文。小鱼儿媳妇满脸羡慕地说道：没办法，谁让人家王虎有能耐，我们家二牛要有王虎一半的本事就烧高香了。李二牛媳妇语气酸溜溜地说道：我们姐妹的银钱还剩下一些，等会2位娘子也各挑选1双鞋子，算是我们姐妹感谢2位的。萧景之眉目弯弯，嘴角含笑道：那就多谢大娘子了。听到萧景之要送给自己鞋子，小鱼儿媳妇和李二牛媳妇同时喜笑颜开道：不知道相公他们粮食买完没有，天色不早了。陆烟儿望着天边的火红晚霞，眼眸轻眨道：景之姐姐，那边94中的几个醉汉似乎在偷瞄我们，我们还是赶紧走吧。梁诗诗察觉到身后94中几名醉汉的目光，小脸怯生生地说道：这种目光他以前做歌姬时经常遇到，自然知道代表着什么。没事，我们这么多人，他们不敢放肆。萧景之拍了拍梁诗诗的玉手，然后几人朝着鞋帽店走去。大哥，这几个小娘子从哪里冒出来？以前怎么从来没见过？李家94中一名袒胸露乳的矮胖醉汉对着坐在主座的络腮胡大汉问道：估计是哪个村子的小娘子？这几天县衙不是在给各个村子发媳妇吗？坐在络腮胡大汉身旁的一名光头汉子喝了一口酒水道：大哥，要不要去看看？他们好像朝鞋帽店去了。坐在络腮胡大汉对面的刀疤脸青年嘴角勾起道：走，去瞧瞧。络腮胡大汉将手中的酒碗砰的一声重重砸在桌面，站起身来大声道：嘿嘿，哥几个，今天咱们有艳福了。满脸通红的矮胖汉子露出猥琐的笑容道：看他们几个衣着打扮，应该是嫁给了某个山村的破落农户，咱们能看上他们是他们的福分。5人中身高足有1米9的寸头壮汉满身酒气道：等会都悠着点，不要闹出太大动静，要是惊动了王巡检，咱几个都吃不了兜着走。络腮胡大汉对着4人叮嘱道：大哥你放心，我们又不是生瓜蛋子，之前调戏的那几个村妇不也没敢声张。刀疤脸青年满眼的不在乎道：没错，在这青石镇除了王巡检，谁敢招惹我们5兄弟？矮胖汉子神色嚣张道：走，今晚我们哥几个好好开开荤。络腮胡大汉想到刚才萧景之5女的身段和面容，彻底放下顾忌道：镇西头桥边，景之姐姐，是那几个94中的醉汉，他们跟过来了。桥头边买完鞋子的梁诗诗看着络腮胡大汉5人肆无忌惮地走来，满眼紧张地说道：不用怕，夫君他们马上回来了。萧景之看着络腮胡大汉5人满脸嚣张的模样，强装镇定道：你们看，夫君他们也来了。萧景月看到牵着牛车跟在5个醉汉身后走出镇子的王虎3人，满脸惊喜道：他们有5个人，夫君3个能打得过他们吗？萧景书满脸担心地说道：别瞎担心，或许那5个醉汉只是路过。萧景之自我安慰道：他们可不像是路过，明显是冲着我们来的，那种目光我和诗诗再熟悉不过了。陆烟儿感受到5个醉汉垂涎目光，轻轻摇头道：几位小娘子，你们是在等我们吗？矮胖醉汉一马当先冲到萧景之几女面前，口中吐着腥臭的酒气道：你们休要放肆，我们夫君已经来了。萧景书壮着胆子呵斥道：哈哈，你说的是那3个毛头小子吗？矮胖醉汉转过身来，手指着缓缓而来的王虎3人道：原来他们是你们的相公啊。几位小娘子，我们兄弟几个看上你们了，要想完完整整的回到村子，就乖乖陪上我们一晚。光头醉汉走到矮胖醉汉身旁，目光不善地说道，根本没把王虎3人放在眼里。老三，不要吓坏了几位小娘子，我们都是懂得怜香惜玉的人。身材最为高大的老二咧着大嘴笑道：不想死就滚开。王虎早就看到尾随萧景之几女的络腮胡5人，直接走到挡在桥头的刀疤脸青年面前，冷声道：小子还挺横，竟然敢让我滚。
刀疤脸青年从背后摸出一把短刀，在空气中耍出2个刀花道：“不滚，就打得你们满地找牙！”脾气火爆的李二牛食指交叉紧握，发出咔咔的响声。哈哈，就凭你们3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身材高大的老二转过身来，面露不屑道：“二牛、小鱼儿，你们和娘子先回村子，这里交给我处理。”王虎眼神冷漠道：“是，虎哥。”感受到王虎身上散发的寒意，李二牛朝小鱼儿使了个眼色，赶着牛车准备过桥。老子让你们走了吗？刀疤脸青年见到王虎3人竟敢无视自己，立即一步挡在了牛车前。找死！王虎见刀疤脸青年咄咄逼人，身体猛地冲到刀疤脸青年面前，一拳朝着刀疤脸青年腹部轰出。砰！一声闷响，刀疤脸青年面容涨红，身体如虾被般弓起，最后软趴趴地摔倒在地上。老五！老五！老五！络腮胡4人见到刀疤脸青年被王虎一拳放倒，满眼震惊地惊呼道：“要知道，刀疤青年虽然排行老5，但实力却是5人中最强的，而王虎竟然一个照面就把刀疤青年放倒，可见实力之强。你们先走。”王虎身体挡在络腮胡5人身前，示意李二牛带着萧景之几女先离开。夫君，赶紧走！萧景之见到王虎1人挡在桥头，连忙走到桥中间呼喊道：“娘子放心，你们先走，我马上就会追上你们。”王虎朝着萧景之咧嘴一笑，一脚将想要偷袭他的矮胖醉汉踢飞7、8米远。嫂子放心，凭他们5个家伙，还奈何不比虎哥？小鱼儿走到萧景之身旁，笑嘻嘻道：“夫君，他一个能打5个？”萧景之满眼不相信道：“胡子哥最强战绩，曾经1挑8，打得赵大他们满地找牙。”小鱼儿满脸自豪地说道：“1挑8。”闻言，萧景之5女都是面容一致，不敢相信王虎竟然那么能打。不过一想到王虎昨夜1人对战他们5女，身体素质确实非常强悍，若不是对他们每人缠绵时间有点久，他们觉得王虎还能再重新来上一遍。想到这里，5女面色都有些微红，心中的担忧也少了几分。5位嫂子，胡子哥让你们先走，是不想让你们看到接下来的血腥画面，你们还是赶紧跟我们走吧，否则胡子哥放不开手脚。李二牛一边牵着牛绳，一边说道：“我们走。”萧景之听到2人如此说，也不再坚持，带着几女跟随着牛车朝着安乐村缓慢走去。啊！萧景之5女走出100步后，身后忽然传来一道惊天惨叫，那凄厉的惨叫声让5女都是身体一震。你们看吧，我早就说了，你们若是在那里看着，胡子哥根本放不开手脚。李二牛看着萧景之5女脸色发白的模样，咧着嘴笑道：“5位嫂子，你们能嫁给胡子哥，绝对是3生修来福分。胡子哥在我们10里8村可是非常抢手的，不知道有多少位出阁的姑娘和俏寡妇盯着他嘞。”小鱼儿也在旁边说道：“这点我们俩可以作证，王虎确实非常讨女人稀罕，就光是我们的那几个小寡妇，没事就喜欢朝王虎的家门口跑。你们5个可要把王虎给看住了。”小鱼儿的媳妇扯着嗓子说道：“我们夫君这么厉害吗？”年纪最小的萧景书眼眸瞪得大大道：“那可不，王虎不但人长得俊，还非常会打猎，要不然他怎么会对你们出手那么大方？不像我们的这个憨货，养我一个都困难。”李二牛媳妇用手指戳着李二牛的脑袋道：“臭婆娘，在外人面前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李二牛满脸怒容道：“咋地？你还想打我啊？今晚是不是不想上炕了？”李二牛媳妇双手掐腰，满脸骄横道：“行，你厉害，我怕了你了。”李二牛不想和媳妇继续争论，只好低头认输。镇西头桥边，服了吗？王虎屁股坐在石桥墩上，满脸轻松地看着倒在地上络腮胡5人道：“大哥，我们服了，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你就把我们当成屁放了吧。”络腮胡大汉左手托着脱臼的右手臂，满脸凄惨地开口求饶：“虎爷，我们真的服了，我们发誓以后不会再多看嫂子一眼。”双臂被折断的老二双膝跪在地上，满脸冷汗直流道：“虎哥，我们真的知道错了，要不是多喝了几碗酒，我们根本不会做出这样的混事。”光头汉子也是满脸痛苦的求饶，他的模样最凄惨，满脸鲜血，鼻梁骨都被王虎一拳给打断了。马德，要杀要剐悉听尊便，老子皱下眉头就不算好汉。被王虎同样折断双臂的刀疤脸青年满脸倔强地说道：“你们也算是好汉。”王虎忍不住嗤笑道：“他们都是北黎的女人，老子玩一下怎么了？他们北黎的男人不也照样玩弄我们大钱的女人？”刀疤脸青年眼神愤怒道：“他们是北黎女人没错，但他们现在是我王虎的女人，以前的事我不管，但现在谁敢碰他们，我就灭了谁。”王虎眼眸冷冽，掷地有声地说道：“虎爷，我们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放了我们吧。”见到络腮胡4人默不作声，矮胖醉汉舔着脸道：“是谁先盯上我家娘子的？”
王虎目光扫视五人道：“怎么都不说是吗？”王虎见到络腮胡四人都不说话，而矮胖汉子身体轻微颤抖，眼神躲闪，瞬间明白是矮胖汉子的主意。好，既然都不说，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王虎起身捡起地上的短刀，慢慢朝着络腮胡大汉走去。别动，老大，是老四提议的。老二连忙说道。老二，你他妈的！啊！矮胖汉子脏话还没说完，忽然发出一声惊天惨叫，裤裆鲜血直流，命根子直接被王虎一刀斩断。今天只废手，下次再让我知道你们的肮脏事，我会把你们全都给废了。王虎扔掉手中的短刀，大步离去，只留下冷汗直流的络腮胡四人面面相觑。好险！见到王虎身影消失在夕阳下，光头大汉才忍不住用手摸了摸裤裆。啊！我的鸟！落日余晖洒下，裤子完全被鲜血浸湿的矮胖醉汉彻底没了酒意，只有嘴巴里不断发出痛苦的哀嚎。老四，这怨不得哥几个，你自己以后好自为之吧。络腮胡大汉从地上站起来，满眼复杂的说道：“这小子真狠，原来他就是安乐村的王虎，怪不得那么厉害。”高大汉子望着王虎身影消失的方向，心有余悸的说道：“今天的事情谁都不能说出去，老四的事情就说是自己不小心砍柴伤到的。”络腮胡大汉丢下一句话，转身朝着镇子里走去。活该，之前那几个北离村妇也是你先挑起的，这也算是报应了。刀疤脸青年朝着躺在地上的矮胖汉子怒骂一声，方才慢悠悠地朝着镇子里走去。夫君回来了。即将抵达村头的萧景书一步三回头，忽然看到王虎的修长身影自昏暗的夜色中走来。我就说过，那几个醉汉根本不是胡子哥的对手，这下五位嫂子相信了吧？见到王虎毫发无损地走到牛车前，小鱼儿满脸得意地说道：“夫君可有受伤？”萧景之上前两步，仔细端详着王虎的身躯，发现并无伤势后，才放下心来。让娘子们担心了。王虎看着萧景之充满担忧的眼神，握住他的双手，心胸豁然开朗，眼神充满了笑意。说实话，五位娘子中，无论是颜值还是情商，萧景之都是五人之最，而他最喜欢的也是萧景之，所以之前才对萧景之故作高冷。夫君，你把那5个家伙怎么样了？陆烟儿满眼好奇地问道。为首者断子绝孙，其余4人小成大戒，全部被我打断了双手。王虎毫不在意地说道。夫君将他们打得如此凄惨，会不会惹来官司？梁诗诗有些担心道。没事，青石镇的王巡检铁面无私，就算知道此事也不会怪罪于我。此事若真闹开，那5人更免不了一顿牢狱之灾，他们绝不会将此事宣扬出去。王虎胸有成竹地说道。平日里的私斗，只要不闹出人命，官府也懒得管，更何况他还站着里，就算真闹到官府那，他也不怕。另外，他马上就要去当兵了，官府才不会因为这等小事降罪于他。既然平安无事，我们速速归家吧。萧景之长出一口气道。走，我们回家。王虎左手牵着萧景之的玉手，右手拉着萧景书的小手，6人大步走在牛车的前头，引得牵着牛车的李二牛和小鱼儿格外羡慕。看什么看？老娘不好看吗？李二牛媳妇和小鱼儿媳妇各自用手揪住自己男人的耳朵，引来李二牛和小鱼儿大声惨叫求饶。说实话，李二牛和小鱼儿的媳妇姿色都算不错，只不过2人在萧景之舞女面前就有点相形见绌了。胡子哥，我们走了。回到院门口，王虎从车上搬下来5担粮食后，李二牛和小鱼儿就牵着牛车离去，走吧。紧接着，王虎二话不说，两边肩膀各扛着1袋粮食，满脸轻松踏入了院子中。我们夫君力气好大，关键身材还那么匀称。看着王虎轻松扛起2袋100斤重的粮食，萧景月满眼的惊叹道：“咱们相公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等会要不要好好研究一番？”陆烟媚眼如丝道：“才不要呢，那多羞人啊！”萧景月满眼羞涩道：“我们都已经是相公的娘子，夫妻房中事有什么可害羞的？”陆烟言辞大胆道：“你们去厨房整点吃的，不饿吗？”王虎去而复返，这次直接左边肩膀上扛了2袋粮食，右臂夹着1袋粮食，3担粮食全部扛进了西边屋子中。厨房里还有点青菜，我们简单的熬点粥吧。萧景之收回注视王虎背影的目光，出声提议道：“我和诗诗一般过午不食，但相公身体健壮，饭量恐怕不小，估计要多下点米。”陆烟点点头道：“有劳2位妹妹了，我们也会尽快学会烧火煮饭的。”萧景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姐姐说的哪里话，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陆烟嘴角轻笑道：“入夜子时，老婆，我回来了。”黑暗中耕耘完一圈的王虎重新摸回萧景之的身边，身体情不自禁地压在了萧景之的娇躯上。“相公，请节制身体。”感受到王虎口中吐出的灼热气息，萧景之借着窗外月光，用手轻轻抚摸着王虎棱角分明的脸庞。为夫越战越勇，
还能与娘子大战300回合。王虎感觉全身充满力量，刚才的努力耕耘让他收获颇丰，居然获得了2点随机属性点，让他力量和体力都各增加了1点。此刻他的力量已经达到20点，体力更是达到了21点，远超同龄人4倍。这种结果让原本想要休息的王虎按捺不住的又爬上了萧景之的身体。沐浴过的萧景之全身散发着迷人的幽香，让王虎如同失控的猛虎在山林间来回巡视，婉转悠扬的呻吟如同夜莺在低语，直到萧景之精疲力尽，王虎才心满意足的睡去。日上3竿，王虎才悠悠醒来。走出屋子，王虎看到萧景之3姐妹正撸起袖子帮着狗娃几人掺水和泥，递着砖石，众人正热火朝天的砌着院墙。另一边，炊烟袅袅，陆一儿和梁诗诗正在厨房中为众人准备午饭，一股浓郁的肉香从厨房中缓缓飘出。夫君，我来为你打水洗漱。萧景书见到王虎走出屋子，急忙走到井边打出清凉的井水，想要伺候王虎洗漱。你们都歇会，狗剩你去王婆那里弄几个西瓜回来，挂我账上。王虎瞧着头顶的大太阳，对着麦粒和着石灰泥浆的狗娃说道：好嘞，胡子哥。闻言，穿着短衫短裤的狗娃抹了把额头的汗水，放下手中的铁锹，大步流星地朝着王婆家走去。夫君，给。萧景书将湿了水的手帕递到王虎面前，眼中闪烁着崇拜的目光。怎么这么看着我？我脸上有花吗？王虎接过手帕，在脸上狠狠搓了几下，道：夫君，刚才狗娃他们都在谈论你以前的英勇事迹，他们说你曾经单手勒死过一只60斤重的山狼。萧景书绘声绘色地说道：呵呵，你的夫君上山能打虎，下海能擒龙，区区一头山狼算得了什么？王虎坦然享受着萧景之3女投过来的崇拜眼神，满脸傲然地说道：夫君就会吹牛，那山军可是无比凶猛，哪怕数十人围捕都不一定能将其猎杀。站在院墙边的萧景月满脸不信道：等哪天给你打一只老虎带回来，你就知道夫君是不是吹牛了。王虎满脸自信地说道：以他目前不断增长的实力，想要猎杀一头老虎并不算难事，关键青牛山脉太过辽阔，他打猎这些年还真从未遇见过老虎。不过村里老人曾说过，往青牛山脉深处30里曾经听过虎啸，似乎真的存在着老虎。晌午，烈日炎炎，众人吃饱喝足，又吃上几块井水浸泡过的西瓜后，王虎让狗娃几人先回去休息，等下午凉快些再过来修整院墙。两边院墙长不过20几米，5个人速度快点，2天时间足够了。夫君，我们想和二牛媳妇学习养蚕，你觉得怎么样？院子中手拿蒲扇轻轻扇着的萧景之对着躺在阴凉竹椅上小气的王虎开口道：当然可以。王虎不假思索道：夫君，那我们家可有田地？萧景之又接着问道：我家原本有3亩田地，但我将田地都交给三叔一家打理了，每年三叔会给我们家3担粮食作为用金。王虎回应道：夫君，可有想过我们一家6口以后的生计？萧景之目光有些复杂道：娘子有话不妨直说。王虎从躺椅上坐直身体，目光直视萧景之深邃的秋水眸子。夫君马上就要去从军，家中存粮不过5担，哪怕我们姐妹节俭些，恐怕也坚持不了多久。如今已经立秋，再过不久天气转凉，蚕事无法进行，我等也不会捕猎农事，家中生计恐怕难以维持。萧景之眸光闪烁道：我懂娘子的意思，之前我说过，绝不会让娘子们冻着饿着。在我离开村子前，我会继续购买储粮，另外这个月我会进山几趟，多捕些猎物，保证不会让娘子们为生计发愁。王虎看着舞女期待的目光，满脸认真地说道：夫君，还有一事。萧景之面色迟疑道：娘子请讲。王虎神色平静道：家中不可一日无主，若是夫君离开村子，这个家该由谁来主事？萧景之面色坦然道：我不在家时，家里一切开支用度全部由你来分配，几位娘子可有异议？王虎明白萧景之的用意，无非是想让他亲口承认他大娘子的地位，这样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家庭纷争。毕竟5位娘子的家庭若是没有一个主心骨，谁都不服谁，那可就热闹了。我和诗诗妹妹都没有意见，以后都听景之姐姐的。陆烟儿带着梁诗诗一起表态，她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心里也没什么落差。而萧景月和萧景书2姐妹更没有意见，2人原本就是萧景之的亲妹妹。夫君，我今天在院门口又看到那个色眯眯的村长儿子了，他还偷偷看我的胸脯呢。萧景月面色有些羞红道：放心，此事为夫会想办法整治他，你们无需担心。王虎眼中闪过一抹寒意道：3番2次觊觎他王虎的女人，看来赵大真是不想活了。5日后，青牛山脉，胡子哥，赵大他们已经进山了，我们现在怎么办？一处低矮山坡上，小鱼儿见到王虎、李二牛和狗娃来到，立即上前小声道：虎哥，这次一定把赵大整死，
我听说他找了关系，不用去当兵了。要是我们一走，安乐村还不成他的天下了？李二牛气势汹汹地说道。都是同村的，最好别闹出人命。王虎脸色平静道。我们都听胡子哥你的，你说咋整就咋整。小鱼儿带着几个兄弟满脸凶悍道。先远远吊在他们后面，不要让他们发现，到时候视情况而定。王虎眼中眸光闪烁道。好。众人纷纷点头，全都以王虎马首是瞻。走。王虎背着全村独一份的6弹复合弓，腰间别着一柄半米多长的短刀，手里还拿着狩猎专用的3叉戟。几人一同朝着山脉深处走去。未时3刻，青牛山脉深处20里茂密山林处，真晦气，猎物都跑哪去了？大半天只捕猎到3只野兔，2只山鸡的赵大满脸泄气的瘫坐在地上。老大，这方圆10几里的大型猎物早就被王虎他们几个捕猎完了，要想猎到好东西，恐怕还要往里面走。赵大的铁杆小弟唐小龙说道。那就再往里走10里，今天猎不到一头鹿，我就不回去了。想起早上赵天对他的怒骂，赵大满脸坚定道。老大，村里老人可是说过山林深处有大虫出没，咱们真要往里面去吗？一名手拿铁叉的小弟满脸害怕道。怕个锤子，我们8个人难道对付不了一只大虫？手里的家伙都是烧火棍吗？赵大虽然心里也害怕，但还是大声喝道。去看看吧，马上就要进入冬季了，要是真猎不到猎物，咱们回家免不了被婆娘抱怨。唐小龙想到家里的2个凶悍婆娘，满脸无奈的摇摇头道。早知如此，他当初就不要2个婆娘了，一个婆娘他觉得都快养不活了奶奶的，怕死的就滚回去，不怕死的跟我走。赵大站起身来，紧握手中的3尺叉，朝着密林中继续前进。30米开外，发现赵大等人继续深入山脉的王虎停下了脚步。胡子哥，赵大竟然越过20里红线，朝着山脉深处去了。蹲在一棵参天大树下的小鱼儿满脸惊讶地对王虎说道。他们既然敢去，我们也能去，有胡子哥在，就算真遇到大虫，咱们也不怕。李二牛满脸自信道。哥几个放心，真遇到大虫，我给你们殿后。王虎嘴角勾起，心里还挺期待着能与老虎来一场大战。想到这里，他脑海中的系统面板缓缓浮现而出。宿主王虎20岁，伴侣萧景之、萧景月、萧景书、陆烟儿、梁诗诗，每跟伴侣同房一次，有机会获得1点随机属性点。体力22，正常成年者5；力量25，正常成年者5；敏捷20，正常成年者5；智力11，正常成年者5；幸运2，幸运点越高，宿主获得奇遇的几率越大。功法0，功法可依靠属性点提升。猎杀系统，猎杀各种生物，有几率获得随机属性点。经过5天的努力耕耘，他的实力变得更强，体力、力量、敏捷全部突破了20点，尤其是力量已经达到成年男子的5倍。5倍力量让他一拳的爆发力可达到3000斤巨力，足以一拳打死一头牛了。他是真没想到，娶了5个老婆后，实力增长会那么快，这可比他打猎获取的属性点来得容易多了。早知如此，他应该早点娶媳妇，绝对比现在更猛。吼！王虎众人深入青牛山脉30余里后，一声穿透力极强的深沉虎啸震动山林，吓得李二牛几人立即停下了脚步。虎哥，真有老虎！李二牛满眼惊恐道。胡子哥，咱们要不要撤？小鱼儿也是满脸后怕，刚才进山时的勇气全都烟消云散了。没事，你们跟在我后面，听那虎啸距离我们还有数里之遥。王虎镇定心神，眼神充满警惕道。虎哥，那我们还要朝里面走吗？赵大他们该不会已经遇到大虫了吧？李二牛望着前方茂密的山林，眼神充满担忧道。这样，你们先退回20里红线，我自己去寻找赵大他们。王虎想了想道。虎哥，你一个人行吗？狗娃有些担心道。我若不行，就算你们留在这里也没用，我倒要看看这传说中山林之王到底有多厉害。王虎左手按住腰间刀柄，右手紧握3叉戟，眼中金芒闪烁道。好，那虎哥你多加小心。众人深知王虎的厉害，要是连王虎都不是老虎的对手，他们留在这里也是累赘。你们回去也小心点，多注意观察四周，发现不对立刻回来找我。王虎仔细叮嘱道。众人点点头，在李二牛、小鱼儿、狗剩的带领下开始原路返回。赵大，希望你还活着。王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小心地朝着山里深处继续前进。吼！啊！王虎走出大约300-400米，远处茂密森林忽然传来一阵低沉的虎吼和人类惨叫声，由此可以断定赵大一行人真的遇到老虎了。快跑，有老虎！王虎继续往前走，
被参天大树覆盖的原始森林中，突然冲出3道身影，正是跟随赵大一起打猎的3名安乐村村民。老虎在哪？王虎拦住其中一人，双目圆瞪道：就在前面的森林，赶紧跑，再不跑来不及了，黑子他们都被老虎给咬死了。被王虎拦住的青年村民满脸惊恐，说话都不利索，显然被吓得不轻。赵大呢？王虎此时最关心赵大的生死，想要把赵大勇远留在这片山林中。赵老大也跑了，大虫好像正在追他。青年村民脸色苍白道：你们赶紧原路返回，回去将此事告诉村长，我先去寻找赵大。王虎目光闪烁，左手抽出腰间短刀，右手紧握3叉戟，朝着虎啸的方向急速奔去。王虎他是不是疯了？竟然去救赵老大了！3名青年村民面面相觑，都觉得王虎疯了。整个安乐村谁不知道王虎和赵大是死对头，但王虎现在竟然不顾生死要去救赵大，这样的胸襟着实让3人敬佩不已。吼！王虎循着虎啸急速狂奔，很快来到了赵大几人被老虎袭击的地点。还有活着的吗？看着地上残破的4具尸体，王虎脸色难看道：救我！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唐小龙面部血肉模糊，身体更是被咬成了2半，右半部身躯从肩膀部位到腹部都被撕裂，内脏已经流出到体外。唐小龙，王虎俯下身体查看唐小龙的伤势，发现唐小龙根本就不活了，眼前也只不过是回光返照。虎哥，救我不想！话没有说完，唐小龙双目圆瞪的死去，眼眸中残留着恐惧和留恋。放心，我会帮你报仇。王虎伸手将唐小龙死不瞑目的双眼合上，继续朝着青牛山脉深处前进。不要吃我的肉很臭，都已经半年没洗过澡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下，赵大手拿3尺叉，眼神惊恐地看着慢慢靠近自己的老虎。吼！眼前的老虎身躯巨大，头尾长接近2.5米，满嘴鲜血，一双金色虎目正冷漠无比地盯着全身颤抖的赵大。谁来救救我啊！此刻赵大欲哭无泪，后悔不该冒险进入山脉深处，要不然也不会遇到眼前这头凶猛无比的巨虎。吼！老虎发出一声怒吼，巨大虎躯猛然扑向赵大壮硕的身躯，一口咬中了赵大的双腿啮处而赶。正当赵大拼命想要挣脱老虎的血盆大口时，手持弓箭的王虎突然出现在不远处的一棵大树的粗壮枝干上。王虎，虎哥救我！听到王虎的声音，赵大顾不得双腿的疼痛，嘶声力竭的大吼道：死！王虎左手如铁钳般握住弓身中段，右手3指勾住弓弦，手中的8弹复合弓被拉至满月。嗖！牛筋弓弦猛然颤动，锋利的箭矢如一道流星飞速射向猛虎的巨大身躯。吃！3角箭头准确射中老虎的后腿，吃痛之下，老虎血盆大口发力，直接咬断了赵大的双腿。啊，我的腿！整个大腿根部被咬断的赵大发出惊天惨叫，受伤的老虎则叼着他的2条大腿急速朝着密林中冲去。孽畜哪里逃！王虎眼疾手快，拿起身后的3叉戟用力掷出，一戟射中了老虎的粗壮脖颈。吼！老虎发出一声悲鸣，脖颈处鲜血直流，没跑出几步，巨大虎躯轰然倒地。王虎，救我！赵大见到王虎走来，脸庞无比苍白道：嘿嘿，有我在，你死不了。王虎看着赵大血肉模糊的下半身，眼中闪过一抹嗤笑。刚才的那一箭，他是故意射偏，就是要老虎情急之下咬断赵大的双腿。这样一来，赵大便会彻底成为废人，哪怕活着对他也将毫无威胁，并且赵大现在活着比死去更加的有用。谢谢。赵大此时双目充满感激，但因为失血过多，最终昏死了过去。算你命大。王虎简单的给赵大双腿包扎一下，方才起伸手持短刀朝着老虎倒下的密林走去。吼！当王虎走到身受重创的老虎身前时，发现这头猛虎已经奄奄一息，脖颈处的3叉戟几乎将他整个脖子洞穿，根本没机会存活。遇见我，算你倒霉。王虎将插在老虎毛茸茸脖颈上3叉戟拔出，鲜血喷涌之下，老虎也彻底失去了生机。还挺沉。王虎拖着老虎的巨大尸体来到赵大背靠的大树下，随即又在周围收集藤条和树干，编制了个简易的担架，等会再来处理你。王虎将赵大断了双腿的残躯用藤条绑在担架上，朝着山外走去。是胡子哥。大约走了10里，小鱼儿和赶来的村长赵田发现了拖着藤条担架的王虎。你们来的正好。王虎其实早就发现赵田等人，故意装作一副埋头赶路的样子。王虎，我赵大呢？赵田急忙上前问道。抱歉村长，我赶到时有点晚了。王虎一脸悲伤道。我的儿啊！赵田以为赵大被老虎吃了，顿时大声嚎哭起来。爹，我没死。大半截身体被绑在担架上的赵大发出微弱的声音道。村长，
赵大没死，只不过双腿被大虫咬断了。王虎解下肩膀上的藤条，将背后的担架放到地面上。我儿，看到失去双腿的赵大，赵田老泪纵横地扑了过去。村长，你赶紧将赵大送到县城医治，不然失血过多，恐怕就真的没命了。王虎对着赵田言辞恳切道：王虎，我老赵家欠你一个人情。抹了把黝黑老脸上的眼泪，赵田平复心情后对王虎极为认真道：我和赵大虽有过节，但大家都是同村兄弟，我自然不会见死不救的。王虎满脸感慨道：谢谢。赵田满眼感动，心中更是暗骂自己不是东西，之前居然还惦记王虎的媳妇，今日要不是有王虎，赵大根本活不了。二牛，你们跟我去把大虫的尸体拉回村子。赵田带人离开后，王虎才对李二牛几人说道：胡子哥，你真的一个人就把大虫给杀死了？李二牛满眼震惊道：等会你们看看不就知道了。王虎满脸傲然道：虎哥出手哪有失败的道理，从今以后虎哥就是打虎英雄了。小鱼儿拍着马屁道：行了，赶紧过去，等会别被其他野兽给吃了。王虎笑着道：虎死为犹在，那些野兽可不敢吃大虫的尸体。小鱼儿一边说着，一边紧跟在王虎身后朝着山脉深处走去。真死了！众人很快来到老虎的巨大尸体旁，望着死去的老虎，李二牛几人满眼惊骇，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找藤条和木棒绑上，帮我抬回村子去。王虎看着众人发愣，大声轻喝道：虎哥，你要发财了，这头老虎的尸体可以卖出天价。小鱼儿两眼放光道：放心，只要我王虎能吃肉，你们也会有汤喝，赶紧动手。王虎咧着嘴笑道：之前他听说过别的村有人猎杀过老虎，单是一张虎皮就卖出100两银子，其他虎肉和虎骨也能卖出几十两，确实价值连城。好嘞！听到王虎的话语，众人干劲十足，很快就找来藤条和大腿粗的树干，将老虎尸体的四肢绑在树干上。这大虫估计有400-500斤重吧。李二牛抬了抬树干，满眼的惊叹道：看这2米长的体型，健硕的肌肉，最少400斤有的。狗娃用目光打量一番后说道：你们先将尸体抬回村子，我再去打几只野鸡和野兔，给你们嫂子打打牙祭。王虎对着众人说道：胡子哥，你对5位嫂子真好。小鱼儿满眼羡慕道：相公爱娘子天经地义，你们赶紧走吧，路上小心点，我马上回去。王虎摆摆手道：大伙回村喽。李二牛大声吆喝道。望着众人离去的身影，王虎目光警惕地扫向一处密林，慢慢走了过去。什么人？出来！其实王虎并不是要打什么野鸡野兔，而是敏锐地发现有人躲在此处，为了不打草惊蛇，他才让李二牛几人先走，他留下来断后。蹭！王虎话音刚落，一道雪白刀光忽然从茂密草丛中急掠而出，目标直指他的咽喉。吭！王虎眼疾手快，身体后仰，左手短刀横荡，轻松挡下袭来的弯刀。蒙烟住手！一声娇喝传来，让王虎看清了眼前偷袭之人的容颜，赫然是一名年纪不大的16-17岁小姑娘。公主！名叫蒙烟的小姑娘急忙收手，身轻如燕地回到一名脸色苍白的胡人女子身旁。你们是羌胡人？看着眼前2名女子的衣着打扮，王虎眼神惊奇道。2名女子身着羌胡服饰，头戴胡锦，脚穿胡人皮靴，环手拿弯刀，明显不是大前人。我们是羌胡4大部落之一的纳兰部落族人，敢问这里可是大前境内？面色苍白，似乎身受重伤的女子声音虚弱道：没错，这里乃是大前境内的青牛山脉，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王虎眼神保持警惕道：我乃草原纳兰部公主纳兰琪儿，恳请阁下救救我们。纳兰琪儿眼神哀求道：纳兰琪儿在那里，一定要活捉她。王虎刚想开口拒绝，山林深处忽然出现一队胡兵，凶神恶煞地朝着他所在位置冲来。公主，白狼部的追兵又追上来了。蒙烟满脸焦急道：罢了，你赶紧离开，他们的目标是我，不会对你赶尽杀绝的。纳兰琪儿左手捂着被鲜血浸染的胸口，右手紧握手中的弯刀，眼神充满了决绝。纳兰公主，可终于让我们找到你了。一名胡人将领带着10几名胡兵将王虎3人团团围住，明显不想放走任何人。放了他们，我跟你们回去。纳兰琪儿嘴唇紧咬，眼中充满了恨意。公主殿下，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把他们2个带走，这个前人直接杀掉。胡人将领龇牙咧嘴道：你们抓人就抓人，为什么要杀我？王虎满脸的无语道：哈哈，你们前人在我们草原勇士眼中都是牛羊，想杀就杀，想宰就宰。听到王虎的话语，胡人将领忍不住大笑道：既然如此，那我只能把你们都杀了。王虎话音落下，手中3叉极猛的一戳，直接将最近的一名胡兵扎个了透心凉。杀了他！见到王虎竟然敢反抗，胡人将领怒吼一声，
10几名狐兵立即朝着王虎一窝蜂冲来。哈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今天我来杀得痛快！王虎咧嘴大笑，抽回来的3叉戟猛地一掷，巨大的力量直接将一名狐兵钉死在一棵大树上。好强的力量！这一幕让猛烟满脸震惊，明白刚才若不是王虎故意留手，他可能早就死了。这位前人是一位高手，我们似乎有救了。纳兰齐儿美目放光，神情振奋了许多。扑哧扑哧，王虎右手持刀，身影快如闪电，刀光闪烁，连续将2名靠近的狐兵轻松劈杀。猛烟，去帮他，不用管我。纳兰齐儿背靠着一棵大树，对着挡在身前的蒙烟说道：“是，公主。”闻言，蒙烟不假思索地提刀朝着王虎周围的狐兵杀去。区区狐兵，不过如此。王虎手持短刀大杀四方，不一会儿，10几名狐兵就被杀得只剩下3人，其中还包括那名嚣张的胡人将领。咕噜，胡人将领看着自己带来的人只剩下2个，眼神充满了恐惧，根本不敢上前和王虎拼杀。扑哧扑哧，王虎手起刀落，干净利落将最后2名狐兵斩杀，手提滴血2尺短刀走到胡人将领面前冷笑道：“喂，轮到你了！可恶的前人，本将跟你拼了！”胡人将领举起手中的弯刀，疯狂扑向王虎身体，想要凭借一腔热血斩下王虎的脑袋。扑哧，王虎一个侧身，手中短刀一划，血花绽放。胡人将领双目圆瞪，喉咙鲜血喷涌，扑通一声倒地而亡。多谢阁下救命之恩。见到10几名狐兵全被王虎斩杀，纳兰齐儿又惊又喜道：“你们是从哪里进入的青牛山脉？后面可还有追兵？”王虎坦然接受纳兰齐儿的感谢，眉头轻扬道：“我们是从草原逃入山林的，不过阁下请放心，后面没有追兵了。草原大军也不可能横穿这延绵上千里的山脉。”纳兰齐儿似乎明白王虎担心什么，连忙说道：“既然如此，你们走吧。”王虎点点头，然后蹲下身体，在死去的胡人将领身上不断摸索着。这是什么玩意？王虎摸索半天，只从胡人将领的尸体上摸出来一条粉色肚兜，满脸晦气的直接扔掉。阁下若能将我们带出这片山林，我愿意将这块金饼赠予阁下。纳兰齐儿美目闪烁片刻，从腰间布袋吃力地掏出一块孩童手掌大的圆形金饼。这……王虎看着纳兰齐儿手中的圆形金块，眼露迟疑，想着要不要直接抢了金饼跑路。阁下今日若能搭救我们主仆，我纳兰部一定没齿难忘。只要日后我能回到草原，一定赠予阁下万金。纳兰齐儿见到王虎不为所动，再次恳求道：“好，你们跟我走吧。”王虎伸手接过纳兰齐儿手中的金饼，掂了掂分量放入怀中，心中喜不自胜。今日不但猎杀了一头猛虎，还得到一块不低于10两重的金子，让他相当于一夜暴富了。傍晚时分，王虎才带着纳兰齐儿2人走出了山脉。望着山脚村落的点点星火，王虎停下脚步。等回到山下，你们先躲起来，我给你们找2身衣服换上，再跟我回村。好，都听恩公的。纳兰齐儿点点头道：“公主，你的伤势需要赶紧治疗。”蒙烟扶住纳兰齐儿摇摇欲坠的身体，满眼心疼道：“没事，我还能坚持。”纳兰齐儿身体瘫坐在地上，轻轻摇头道：“坚持一夜，明早我会带你们去镇上。”王虎回头看了眼昏昏欲睡的纳兰齐儿，方才疾步朝着山下的院子走去。胡子哥回来了。王虎刚走到家门口不远处，眼尖的小鱼儿就发现了他，立即高呼起来：“相公，你终于回来了！”萧景月、萧景书2姐妹见到王虎平安回来，情不自禁地冲进王虎怀抱中：“让娘子们担心了，看我给你们带回来了什么好东西。”王虎将回来时顺手打的2只野鸡拎到2女面前，让2女喜极而泣：“相公辛苦了，赶紧洗手吃饭吧。”陆烟儿和梁师尸守在院门口两边，满眼温柔地说道：“娘子们辛苦了，明日我带娘子们去镇上好好逛逛。”王虎走到2女身前微笑道：“多谢相公。”听到要去镇上，陆烟儿和梁诗同时喜笑颜开道：“夫君以后切不可行如此冒险之事，你若真出了意外，让我们5姐妹该怎么活？”直到王虎走到院子中央，萧景之才美眸流转地走出堂屋，扬怒道：“让娘子担心了，夫君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冒险了。”王虎走到萧景之面前，将萧景之高挑柔软的身躯搂入怀中，鼻子还在萧景之的秀发上使劲闻了闻。院子里还有那么多人，夫君注意点形象。虽然早已习惯王虎的又搂又抱，但被院子里那么多人看着，萧景之还是假装生气道：“都是自家兄弟，要什么形象？”王虎松开萧景之充满幽香的身体，悄悄将怀中的金饼塞入了萧景之的手中。这是……萧景之看着手中的金饼，满眼惊诧，随即快速将金饼塞入衣袖中。“娘子，你去找上2身女子衣服，跟我去一趟山上的小坡，等到晚上我再给你解释这金子的来源。”王虎小声地在萧景之耳边说道。萧景之没有多问，对王虎他是非常信任的，
尤其是相处时间越长，他越发现王虎与其他男人的不同。尊重妇女，待人和善，虽然有时有点小无赖，但那都是夫妻之间的小情趣。比如他提出的重女分房睡，王虎就死皮赖脸的不同意。胡子哥，老虎的尸体我们没动，就等你回来看看该怎么弄呢。小鱼儿走到院子中的老虎尸体旁道，不用麻烦，等明天直接抬到镇上，看看有没有人愿意收，到时换的银钱大家都有份。王虎大手一挥道，多谢胡子哥。听到众人都有钱分，小鱼儿几人满脸高兴地欢呼起来。打发李二牛、小鱼儿、狗娃几人离去后，王虎才带着萧景之离开院子。没过不久，两人去而复返。相公、金枝姐姐，他们是谁啊？院门口，陆烟看着王虎背上的纳兰旗儿和身旁满眼警惕的蒙烟，眼露好奇到山里捡来的，把院门关上。王虎走进院子中道：哦。听到王虎略显严肃的话语，陆烟赶紧把院门锁上，然后跟着王虎和萧景之进入了东屋。景月、景叔，去弄2盆温水来。萧景之看着躺在床上昏迷过去的纳兰旗儿，轻轻解开了那沾满鲜血的狐族精美衣服。一二，诗诗，你们去院子里守着，一旦有人靠近院子，立刻告诉我。王虎对着陆烟儿和梁诗诗嘱咐道：是，相公。虽然不知道纳兰旗儿的身份，但从纳兰旗儿的胡人服饰和王虎表情来看，纳兰旗儿身份一定不简单。王虎大人，你一定要救活公主。蒙烟见到纳兰旗儿昏迷不醒，泪眼婆娑的单膝跪地道：快起来，你家公主死不了。王虎黑着脸道：公主。听着王虎和蒙烟的对话，陆烟儿和梁诗诗美目圆瞪，没想到王虎进山一趟，居然捡了一个公主回来，而且看那蓝旗儿的打扮，似乎还是一位草原上的胡人公主。以后不许称呼公主，都叫她蓝旗儿。王虎没有隐瞒那蓝旗儿的身份，他对萧景之母女极为信任，知道他们不会出去乱说什么。姐姐，相公，温水来了。陆烟儿和梁诗诗前脚走出屋子，萧景月和萧景书后脚就端着2盆温水走进了屋子里。夫君，你先出去，这里交给我们就好。萧景之刚准备伸手解开那蓝旗儿被鲜血染红的白色内衣，忽然转头对目不转睛的王虎温声道：好，那就有劳娘子们了。王虎看着那蓝旗儿那张精致的俏脸，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屋子。咦，相公，你怎么出来了？陆烟见到王虎来到院子中央，美目轻眨道：出来欣赏夏月色，今晚的月光不错啊。王虎抬头望着夜空皎洁的明月，神色庄严道：哥哥喽，难道相公不是被金枝姐姐赶出来的吗？陆烟哪壶不开提哪壶道：大胆，竟敢嘲笑夫君，重打30大板。王虎一把将陆烟窈窕的身体抱在怀里，然后一屁股坐到竹椅上，抬起右手在陆烟的翘臀上轻拍了2巴掌。相公，奴家知错了。陆烟俏脸通红，眼神迷离，声音充满着无尽的魅惑。小妖精，今晚看我怎么收拾你。王虎兽性大发，抱着陆烟就朝着西边的屋子走去，只留下满眼羡慕的梁诗诗在院子中。翌日清晨，王虎提前让李二牛和小鱼儿几人准备了3辆牛车，一辆拉着老虎的巨大尸体，一辆拉着胸口受伤的纳兰旗儿，最后一辆则是他专门用来采办物资的。咦，胡子哥，这2婆娘是谁？李二牛几人来到王虎的院门口，见到王虎怀中抱着的纳兰旗儿，好奇问道：这2婆娘都是我捡的，以后就是我娘子们的使唤丫鬟了。王虎将纳兰旗儿放到铺着被褥的牛车上，满脸牛气哄哄地说道：胡子哥，还是你厉害，整个安乐村也就你们家能用上使唤丫头。闻言，李二牛满眼的佩服道：行了，少废话，去镇上卖老虎。王虎摆摆手，带着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朝着青石镇走去。青石镇距离安乐村不到10里地，众人用了大半个时辰便走到了镇口桥头。相公，桥边怎么那么多人？萧景书望着桥边聚集的大量镇民，眼眸惊讶道：应该是来看老虎的。昨天村长拉着牛车带着赵大赶往清平县城，关于胡子哥猎杀老虎的消息就在周围10里8乡传开了。小鱼儿满脸自豪地说道：快看，那真是大虫的尸体。王虎等人走到桥头，桥边等候的镇民看着牛车上的巨大老虎尸体，满眼震惊地惊呼起来。听说这头大虫是被王虎单枪匹马一个人杀死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昨天我遇到安乐村的村长赵田，他亲口说王虎自己一个人杀死了老虎，还将他儿子从虎口捡了一条命回来。没错，昨天我也看到赵天牵着牛车，拉着断了腿的赵大往县城方向去了。真是太厉害了，前些年赵家村为了捕杀了那头经常下山的老虎，可是付出了10几条人命，才最终将那头老虎杀死的。单独猎杀一头老虎，王虎就是画本中走出来的打虎英雄啊！这王虎不但生得俊俏，还能打死老虎，简直是我们清平县第一猎人。要是我家相公能有王虎一半本事，我们家也不会过得一贫如洗了。那5位蒙着面纱的小娘子，
该不会就是王虎的5位娘子吧？也不知道他介不介意娶第6房媳妇。随着王虎一行人牵着3辆牛车进镇，周围来看热闹的人群越来越多，许多女人朝着王虎狂抛媚眼，想要吸引王虎的注意。可惜王虎心中只有自家5位娘子，根本不假辞色。姐姐，我们的相公好受欢迎啊！萧景书看着街道两旁满脸花痴的女子，美目充满震撼道：咱们相公这下名声可是传遍整个清平县了，打虎英雄的名号可是非常响亮的。萧景月蒙着白纱的小脸高高扬起，像一只开了屏的孔雀，享受着周围女人羡慕嫉妒的目光。能嫁给相公，真乃三生有幸。梁诗诗有感而发，以往生活虽然奢靡，但和现在相比，我宁愿永远过着这样的清贫生活，永远跟着相公。陆烟儿看着周围热闹的场景，美目朦胧道：萧景之没有多少什么，只是一双秋眸紧盯着王虎高大的背影，眼中的情愫越发浓郁。王巡检来了，大家都让让。3辆牛车行至镇中央的街道口，几名衙役冲着王虎几人走来，周围人群纷纷避让。草民王虎见过王巡检。王虎看着唇上留着2撇8字胡，修剪整齐，颇具威仪的王忠，上前2步躬身抱拳道：若论起辈分，我和你父亲王山算是同辈，你应该称呼我一声二叔。王忠眼神带着几分赞赏道：侄儿王虎拜见二叔。对于王忠的主动示好，王虎欣然接受，对王忠又行起了晚辈之礼。哈哈，好，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王忠的侄儿了。王忠对于懂事的王虎非常满意，不介意和王虎做一对叔侄。二叔，侄儿昨日猎杀了一头大虫，不知二叔可有门路处理？王虎对着王忠小声道：有了叔侄这层关系，他自然要好好利用起来。王忠虽只是一位9品巡检，但在清平县城也算有点人脉，总比他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强。老虎的尸体可不是一般人敢买的，侄儿若是信得过二叔，这头大虫我帮你处理，傍晚银子就会送到你手里。王忠看着牛车上的巨大虎尸，略微思索道：侄儿当然信得过二叔，那就有劳二叔了。王虎满脸感激道：都是自己人，不用如此客气。王忠拍了拍王虎的肩膀，对王虎越发满意。他今天和王虎认亲，可不是心血来潮，王虎的名字他早有耳闻。今日又恰逢王虎带着老虎尸体进镇，他才下定决心和王虎结交。一位有能力猎杀老虎的侄儿，让他这位二叔在整个清平县的地位也是水涨船高。做了青石镇10年的巡检，他也想挪挪位置了。二牛，把牛车交给二叔，咱们先去粮铺看看。王虎转过头来对李二牛说道：大毛，牵上牛车，跟我去县城。王忠命令一名衙役牵着老虎尸体的牛车，又朝王虎点了点头，方才带人朝着清平县城而去。夫君不担心吗？见到王忠几人赶着牛车走远，萧景之才轻声低语道：众目睽睽之下，王巡检不会做出霸占打死大虫的功劳，况且我可是他的侄儿，长辈怎么会欺负晚辈呢？王虎嘴角轻笑道：夫君和这位王巡检真的氏族亲吗？萧景书满眼疑惑道：500年前可能是一家人吧。王虎耸耸肩，让众女莞尔一笑：虎子哥，我们先去粮铺嘛。李二牛挠了挠头道：你和大山先去粮铺，我和小鱼儿先去烫衣馆，等会跟你们会合。王虎看了眼牛车上的纳兰旗儿，轻轻摇头道：好。李二牛不疑有他，牵着另一辆空牛车朝着镇东头的粮铺走去。大家都散了吧。小鱼儿牵着牛车跟在王虎身后，朝着周围的人群用力摆手道。很快众人来到了镇南头的一处医馆，王虎将纳兰琪儿的身体从牛车上抱起来，踏步走进了医馆中。这姑娘怎么了？王虎刚踏入医馆，一名须发皆白的大夫就上前询问道：她胸口受了箭伤，被简单的上过药，麻烦大夫再帮忙看看。一同走进医馆的萧景之上前说道：箭伤，跟我进来吧。老大夫微微皱眉，朝着医馆后堂走去。医馆后堂，幸亏你们送来及时，若是在晚上半天，那就真的无力回天了。老大夫看着纳兰琪儿有些溃烂感染的伤口，声音无比肃穆道：那就请老先生好好治疗，银钱不是问题。萧景之急忙开口道，让一旁的蒙烟眼露感激之色：你们留下一人照顾病人即可，其余人可先离开，我要帮他清理伤口，涂抹草药，7日后视情况方可让他离开医馆。老大夫沉声道：我留下来照顾公小姐。蒙烟抢先开口道：麻烦老先生了，相公我们走吧。萧景之点点头，拉着王虎离开了后堂。没想到他伤得那么重，原本还想着让他赶紧离开安乐村呢。刚走出医馆，王虎眼神有些飘忽不定道：夫君是担心他的身份会给我们安乐村带来灾祸？萧景之心思玲珑，一眼看出了王虎的心思。还是娘子懂我。王虎咧嘴一笑道：夫君不用担心，你之前不是说过草原大军无法穿越青牛山脉，
况且青牛山脉延绵数千里，出口无数，没人会注意到安乐村的。萧景之出声安慰道：“娘子说的有道理，是我多想了。”王虎搂着萧景之的纤细柳腰，重重在萧景之白皙透红的脸颊上亲了一大口，道：“夫君，你……”萧景之被王虎偷袭得逞，又急又气，但看着王虎满脸无赖的样子，只能恨恨跺了跺脚掌。马上就要天凉了，为夫今天带你们去大采购，多购置几床棉被和冬衣，再多买些猪肉，这样就不怕冬季来临了。王虎笑着对舞女说道：“多谢夫君。”舞女除了萧景之，齐齐欢呼道。傍晚，一处茶馆，贤侄，我回来了。隔得老远，从清平县城回来的王忠，就看到在茶馆中休息的王虎一群人。二叔见到王忠几人走来，王虎兴高采烈地走出茶馆迎了上去。那200两标准官银。王忠从身后一名衙役的手中接过一大袋银两，嘴角微翘地递到王虎面前道：“这么多？”王虎双手接过钱袋子，满眼震惊道：“这次正好遇到刘员外过60大寿，所以便有人出高价买了整头老虎。”王忠笑着道：“多谢二叔，这银两我和二叔一人一半。”王虎点点头，想都不想道：“说什么呢？二叔其实那种见财忘义之人，快收起来。”王忠佯装声怒道：“这样吧，我也不多给，几位兄弟也辛苦了，每人10两茶水费，二叔就意思意思拿个20两。如果二叔连这点小钱都不拿，那这200两我也不要了。”王虎从袋中掏出7枚10两银子，一个一个塞到了王忠身后的衙役手中，最后又将3枚银锭强行塞到了王忠的怀里。“还不赶快谢谢我侄儿！”王忠推辞不过，将3枚银锭放入怀中后，方才大喝道：“多谢王兄弟！”4名衙役满脸兴奋地拱手感谢，10两银子顶得上他们1年的俸禄了。时候不早了，那二叔先回家了，等有时间，我们叔侄再好好喝上一杯。王忠看着王虎身后的一大群人，知道众人都等着回村，便没有说什么挽留的客套话。一定！王虎抱拳道：“哥几个，咱们有钱了，每人15两。”等王忠几人走远，王虎才转身对着李二人5人大笑道：“多谢胡子哥！”李二牛5人两眼放光道：“别说个小气，毕竟你们嫂子多，这15两银子也够你们一家3口生活1年的了，都给我省着点花。”王虎一边给几人发着银子，一边啰嗦道：“放心吧，胡子哥，我们不会乱花钱的。”小鱼儿拿着1大1小2锭银子，放在嘴巴里咬了几下，咧着嘴笑道：“这下回到家里，咱的腰板也能挺直起来了。”李二牛满脸牛气冲天的说道：“今年冬天，我爹娘也终于不用挨冻了，多谢虎哥。”狗娃双手捧着15两银子，强忍着眼中打转的泪水道：“都是兄弟，别给我煽情啊！”王虎拍了拍狗娃的肩膀道：“几个兄弟中，狗娃家里算是最穷的，再加上狗娃父亲残疾，母亲瘫痪在床，更是让贫穷的家里雪上加霜，许多时候都要靠兄弟们的接济，狗娃一家才能活下去。夫君，天色不早了，我们该回村了。”萧景之抬头望着昏暗的天空，发现月亮都已经出来了。“走，回家！”王虎大手一挥，众人浩浩荡荡地离开青石镇，朝着安乐村走去。安乐村，都回家吧。回到院门口，王虎将车上的粮食和被褥卸下后，便让小鱼儿和李二牛4人赶紧回家。“胡子哥，我也走了。”狗娃将最后一袋粮食搬进西屋后，方才走到院子门口道：“狗娃，这10两银子你拿着，不要让二牛他们知道，免得说老子偏心。”王虎将早就准备好的10两银子塞入狗娃手中道：“虎哥，你这是做什么？这银子我不能要。”狗娃将银子又塞回王虎手中，眼神坚定道：“臭小子，看不起你虎哥我啊！”王虎故作生气道：“虎哥，我知道你一片好心，但我真的不能要，你已经帮我够多了，那15两银子都够我家生活好久了。”狗娃还是不肯接受王虎的银子，满脸苦笑道：“我让你拿着就拿着，再敢说个不字，我真生气了。”王虎蛮横的将10两银子又塞入狗娃手中，接着又将陆一儿手上的5斤猪肉放到了狗娃怀里。“虎哥，我……滚！”没等狗娃话说完，王虎直接一脚踹在狗娃屁股上，将他一脚踹出了7、8米远。相公真是个大好人。几女将这一切都看在眼中，萧景书更是忍不住赞叹道：“我是个锤子。”王虎翻了翻白眼，锁好院门后，突然双目悠悠地盯着舞女道：“今晚那2个灯泡不在，我们是不是又能大被同眠了？”“今晚不行，今夜你自己睡西屋。”萧景之轻呸一声，面色微红道：“相公，我今天来那个了，不能陪你同房。”萧景书满脸羞涩道：“我也来了。”萧景月也不好意思地说道：“你们俩该不会也来了吧？”王虎双目圆瞪道：“我们没有。”陆烟儿嘻嘻笑道：“差点真的独守空房，那今晚就有2位娘子侍寝吧？”王虎嘴角勾起道：“是，相公。”陆烟儿和梁诗诗微微欠身嬉笑道：“
时间飞快，眨眼已到月中。娘子们，我去镇上瞧瞧蓝旗儿，你们中午吃饭不用等我。吃过早饭的王虎刚准备去镇上看看那蓝旗儿伤势怎么样了，就见到李二牛急匆匆地朝着院门口走来。怎么了？火急火燎的。王虎看着满头大汗的李二牛，眉头轻挑道：胡子哥，官差又来咱们村了。李二牛气喘吁吁道：咋的？又来我们村发婆娘了？王虎开着玩笑道：不是，是来让咱们去县城报道的。李二牛满脸愁苦道：这才半个月就让我们去县城？王虎眉头紧锁，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是啊，我也是这样问的，结果还挨了一个大嘴巴子。李二牛手捂着左边微微发红的黑脸道：走，去村头看看。王虎深吸一口气，带着李二牛朝着村东头快步走去。村东头，大柳树下，大量村民聚集。所有人听好了，凡是上次领了媳妇的人，明天必须前往县城军营报到，凡是不到者，杀无赦。一名马脸官差手拿着花名册，大声地高喊道：大人，不是说好了1个月吗？这才半个月时间，怎么就让我们去报到？我们的婆娘还没怀上重呢。一名30多岁的汉子满脸无奈道：懂不懂什么叫军令紧急？让你们几时报到就什么时候去，再敢多言推辞，按逃兵论处。马脸官差眼神不善道：胡子哥，我们真要上战场了。见到王虎到来，小鱼儿几人全都围了上来。没事，我陪着你们一起。王虎面容平静地走到大柳树下，朝着马脸官差问道：大人，我们前往县城报到，需要准备些什么吗？总算来个识相的，你们什么都不需要准备，只需带上少许银钱，够你们自己买点吃喝就行。等入了军营，若是成为战兵，则会统一分发兵器和军衣。马脸官差面无表情道：敢问大人，若是不能成为战兵呢？王虎继续问道：若不能成为战兵，就要自己准备兵器和衣服，还要带上被褥和银钱，以防被饿死冻死。马脸官差面露不屑道：不能成为战兵，那就是府兵。听说府兵在军营就跟奴隶似的，吃不饱穿不暖，但好在不用上阵拼杀，能活着回来的几率很大。府兵大多是些老弱病残，这次咱们村去的都是年轻力壮的汉子，应该都能选上战兵。不管是战兵还是府兵，都要看被分配到哪里，要是分到前线，啥兵都不好使。哎，明天就要战场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咱们村这10几年算过的不错了，有的村子根本就没有男人了。不管了，当兵要是当好了，或许咱们还能混个官当当。王虎听着众人的议论，眼中思绪百转，知道该来的还是来了。命令传达完，几名官差继续前往下一个村子。散了。见状，村头聚集的村民也陆陆续续返回家中，都回去好好跟家里告个别，明早晨时1刻在村头集合。王虎对着10几名并未离开的青壮汉子说道：胡子哥，你想做战兵还是府兵？小鱼儿有些害怕地问道。虎哥自然是战兵，凭他的本事早晚都能当上将军。李二牛斗志昂扬道：虎哥当什么兵我就当什么兵。狗娃表态道：行了，都回去吧，等到了县城再说。王虎摆摆手，独自朝着家中走去。院落，相公，你怎么回来了？没有去看蓝旗儿吗？陆烟见到王虎去而复返，满眼疑惑，并不知道官差来村的消息。去把景芝他们都叫回来，我有话要说。王虎一屁股坐在院中竹椅上，给自己倒了杯凉茶。奴家这就去西边唤他们回来。陆烟发觉王虎神色不对劲，连忙走出了院子。不一会儿，舞女全部怀抱衣盆回到了院落。夫君，发生什么事了吗？从陆烟口中得知王虎神情不对的萧景之放下手中衣盆，连步轻移到王虎身后，用手轻轻揉按着王虎的太阳穴道：明日我就要前往县城军营报道了。王虎轻轻握住萧景之的修长玉手，眼神带着几分留恋道：半个月的时间，他好不容易和5位娘子慢慢建立起了深厚感情，没想到就要被迫分开了。原本他想着再用半个月时间让萧景之舞女死心塌地地爱上他，为他生儿育女，可现在舞女肚子似乎都没有动静，还有接下来半个月获得属性点的同房计划也泡汤了，真是令人郁闷。不是说给1个月时间吗？为何才半月就要前往县城？闻言，萧景之面色微变道：半个月来，他早已习惯王虎的存在，若是王虎离开，他真不知道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具体情况不知，但若我猜想没错，可能要打仗了。王虎轻轻摇头道：打仗？难道又要和北离开战了吗？萧景月黑眸连连眨动道：也有可能是跟羌胡开战。陆烟嘴唇轻抿，想到了纳兰琪儿。不管是和谁开战，明天我都要走了，在这里我有些话要对你们说。王虎满脸正色道：夫君请说。萧景之贝齿轻咬红唇道：其实也没有什么好交代的，家中存粮和过冬衣物都已备好，若有1日
你们收到为夫阵亡的消息，可以自行选择离去嫁人。王虎深吸一口气道：夫君莫说此等言语，我们姐妹都会安心在家中等待夫君凯旋归来。萧景之双手紧握王虎的手掌道：夫君待我们姐妹恩重如山，若没有夫君收留，我等姐妹可能早已不在人世。若夫君真有不测，妾绝不苟活。梁诗诗突然美目含泪道：呸呸呸，别说这种丧气话，我们夫君有勇有谋，未来必会封侯拜将，说不定哪天我们就成将军夫人了。陆嫣儿语气轻松道：嫣儿姐姐说的没错，我们相公是最厉害的。萧景月俏脸高高扬起道：今晚就有劳娘子们好好做一顿家宴，我们好好吃顿团圆饭。王虎站起身来，手臂张开，将舞女全部搂入怀中道：对了，相公，蓝琪儿怎么办？陆嫣儿美目轻眨道：蓝琪儿伤势严重，估计需要静养2-3个月才能离开，到时不管是走是留都随他。王虎现在没心思关心那蓝琪儿的事情，眼下进入军中才是最要紧的。一旦进入军中，很多事情将身不由己。虽然他身体素质远超常人，但在万人军团大混战中，个人勇武很难发挥出绝对的优势。想要在军中活下去，光靠个人勇武可不行。宿主王虎20岁，伴侣萧景之、萧景月、萧景书、陆嫣儿、梁诗诗，每跟伴侣同房一次，有机会获得1点随机属性点。体力25，正常成年者5；力量29，正常成年者5；敏捷22，正常成年者5；智力13，正常成年者5；幸运2，幸运点越高，宿主获得奇遇的几率越大。功法0，功法可依靠属性点提升。猎杀系统，猎杀各种生物，有几率获得随机属性点。看着脑海中的属性面板，王虎蹑手蹑脚地下了床。昨夜的无尽缠绵让萧景之舞女还在床上熟睡，也让王虎身体第一次有了疲惫的感觉。因为即将分别，所以舞女昨晚都极力地配合他，就连萧景之也放下矜持，主动求欢。一夜耕耘让王虎又获得了2点属性，身体素质再次得到提升。如今他的力量接近成年男子6倍，体力5倍，敏捷4倍多，完全算得上超人体质了。只有智力和幸运点数增长缓慢，尤其是幸运点，他一直都不知道有啥用。目前为止，他似乎也没有获得过什么奇遇，最多在地上捡过几文钱。娘子们，再见了。王虎穿好衣服，最后看了眼床上玉体横陈的5双白花花大长腿，满眼不舍地走出了屋子。姐姐，相公真的走了。听到房门的关合声，早已醒来的萧景书搂着萧景之雪白修长的天鹅颈道：没事儿，夫君还会回来的。萧景之绝美脸庞上还残留着昨夜的红晕，想起昨夜王虎对自己身躯的迷恋和疯狂，秋水眸子中涌现出丝丝不舍和留恋。不知道相公什么时候能回来？陆嫣儿语气悠悠道，知道身旁的萧景月和梁诗诗其实也早就醒来了。村头大柳树旁，胡子哥来了。李二牛等人见到王虎背着包袱，手拿短刀的缓缓走来，满脸黑笑道：走，出发。王虎没有废话，大手一挥，带着安乐村最强壮的10几名青壮汉子朝着清平县城走去。清平县城距离安乐村大约30里路，众人用了足足2个时辰才走到了清平县城的西面城门口。前来当兵报道的人先来这边签字画押，不用进入城内。王虎等人走到城门前，就看到数十名士卒和衙役在城门口维持秩序，还有一名大头兵在大声吆喝着：你们是来当兵报道的吗？一名手持长枪的兵卒挡在王虎等人面前道：回军爷，我们是来当兵报道的。王虎拱手微笑道：去那边先登记，一会有人领你们去军营。兵卒对王虎的态度很满意，手指着旁边排场一条长龙的报名队伍道：多谢军爷。王虎点点头，带领着李二牛10几人排到了队伍的最后头。下一个。登记速度很快，会写名字的写名字，不会写名字的按手印。不到1炷香时间，就轮到了王虎等人赵县城、李县尉。王虎手拿毛笔，刚将自己名字写完，2道身影忽然走到了桌案前，让负责登记的青年书吏立刻站了起来。王虎，你是安乐村的那位打虎英雄王虎？身着县城官服的白净中年男子目露惊讶道：回大人，正是草民。王虎一本正经的躬身抱拳道：你可认识的本官？白净中年摆正身姿道：草民不认得大人。王虎目光轻轻打量眼前的白净中年，发现脑海中并无印象，不知道白净中年是什么人。哈哈，当初本官离开安乐村时，你才8、9岁，不认识也正常。本官赵贤，乃是你们村长赵田的二弟，赵大的二叔。赵贤背着双手，开怀大笑道：原来是赵贤叔，恕王虎眼拙没有认出大人。王虎诚惶诚恐地说道，心中更是疑惑，赵贤不是清平县的文书吗？怎么摇身一变成为清平县的2把手县城了？
都是同村，不用如此见外，称呼我赵叔即可。本官还要感谢你救了赵大呢。赵贤眼中透露出几分赞许道：“我和赵大亲如手足兄弟，救他是应该的。”王虎满脸真诚地说道，让身后的李二牛、小鱼儿几人嘴角抽搐，眼睛都快憋出了泪水。好，不错。赵贤点点头，越看王虎越顺眼。说起来，他能晋升为县城，跟王虎还有点关系。要不是县令得知打虎英雄跟他出自同一个村子，他这个县城职位恐怕还要熬上几年。说起来，王虎还真是他们老赵家的福星。赵县城，这位小兄弟难道就是你们村的那位打虎英雄？站在赵贤身旁的县尉李雄目光惊奇在王虎身上打量几卷道：“没错，他就是王虎。要不是他，我那大侄儿就命丧虎口了。”赵贤满脸感叹道：“真是少年英雄啊！小小年纪就能狩猎猛虎，若是进入军中，未来成就不可限量啊！”李雄看着王虎足有8尺的高大身材，眼露赞叹道：“李兄，这些都是我的同村子侄，麻烦多照顾一下。”赵贤对着李雄小声低语道：“赵兄放心，你的子侄就是我的子侄。”李雄心领神会道：“虎子，进入军中好好磨练，赵叔期待你为我们安乐村扬名争光。”赵贤伸手拍了拍王虎的厚实肩膀道：“王虎一定不会给安乐村和赵叔丢脸。”王虎神色坚定地抱拳道：“好。”赵贤大笑着同李雄离开，让周围前来报道的其他村民满脸羡慕。没想到兄弟就是那位打虎英雄，在下李子安，虎兄先找个地方歇歇脚，一会儿会有兵头带你们前往军营。站在桌案后的青年书吏李子安满脸笑容地对王虎和气道：“多谢大人。”王虎点点头，朝着城墙角的阴凉的走去，让周围排队等候的众人羡慕不已。所有人排成4队，跟本都头前往大营。傍晚，日落西山，一名都头带着10几名士卒来到了城门口，大声道：“陈都头，请等一下。”登记好名册的李子安走到身材略胖的陈峰身旁，手指着城墙角站起身的王虎，小声低语了几句：“多谢李兄弟告知，这个人情我老陈记下了。”陈峰抱拳低声道：“陈都头此行要多加保重。我听说羌胡的游骑已经冲到咱们南安郡地界了，安西郡更是被胡骑肆虐的不成样子。”李子安满脸愤懑道：“那也没办法，要是安西郡几座城池真被羌胡攻下，咱们安南郡也就完了。”陈峰摇摇头道：“罢了罢了，一切都看天意吧。”李子安摇摇头，怀抱着花名册朝着城门口走去。陈二狗，把队伍整理好，先带他们去军营领兵器和兵符。陈峰走到数百名村民队伍的前头，大声喝道：“诺！”一名满脸黢黑的兵卒大声应道：“都给我排好了。”紧接着，陈二狗左手按住腰间长刀，大步来回在队伍中巡走，看到排不整齐和不顺眼的，上去就是一脚。出发！很快，4支长长的新兵队列整理完毕，跟随着都头陈峰朝着县城东北角的一处军营前进。军营距离西城门不算远，大约只有4、5里，众人只花费半个时辰就赶到了营门敞开的大营前。头儿，天都黑了，要不明天再给他们发兵器吧？名叫陈二狗的兵卒走到陈峰面前小声道：“让他们在教场上休息一晚。”陈峰点点头，头也不回，朝着大营中走去。“都跟我来！”陈二狗满脸神气地走到队伍前头，大手一挥，将数百号新兵带到了营内的一片巨大空地，也就是他们口中的教场。“军爷，我们今晚就睡在这里吗？”一名膀大腰圆的新兵看着杂草丛生的教场，满脸不服气道：“怎么，这里不够你睡的吗？”陈二狗眼中闪烁着危险的光芒道：“够睡的，够睡的。”察觉到陈二狗不善的眼神，膀大腰圆的新兵连忙服软道：“都给我在这里好好休息，谁都不可以擅自离开军营，若是被巡逻的人抓到，按逃兵论处。都听明白了没有？”陈二狗左手按住刀柄，右手叉腰的大声道：“听明白了。”数百人有气无力的回应道：“都没吃饭吗？给我大声点！”陈二狗大声厉喝道：“听明白了。”这一次众人用出了吃奶的力气，声震天穹，方才让陈二狗满意的离开。“胡子哥，给！”陈二狗和10几名士卒离开教场后，数百新兵纷纷席地而坐。小鱼儿解开身上的包袱，从里面掏出了几个黑黄的玉米饼子。“我这也就有，还有咸菜。”李二牛同样解下包袱，从包袱里面掏出了几个黑不溜秋的窝窝头和2个黝黑的咸菜疙瘩入叶。众人简单的吃些自带干粮后，纷纷躺在地上合衣而睡。阿嚏！如今已到9月中旬，天气转凉，半夜很多人被冻醒，打起了喷嚏。当当当！清晨，朝阳出生，教场上响起了一阵刺耳的敲锣声，将熟睡的众人全部惊醒。“都起来，排队吃饭！”陈二狗手拿着一面铜锣，一边敲打着，一边大声喊道：“阿嚏！昨晚冻死我了，幸亏多带了2件衣裳。”
小鱼儿起身先打了一个喷嚏，然后才将身上的2件厚衣裳脱下塞进包袱里。所有人都听好了，一会自觉排好队，先去喝一碗热粥，吃上2个馒头，然后回到教场排队领衣服和兵器。都听清楚没有？陈二狗停止敲打金锣，走到教场前头的点将台下，方大声道：听清楚了。数百号人零零散散地回应道：看看你们一群无精打采的样子，要是上了战场还不被羌胡兵杀得屁滚尿流。陈二狗满脸不屑地说道：军爷，你和胡兵交过手吗？站在教场前头的李二牛满脸憨厚地问道：老子自然和胡兵交过手，还亲手斩杀过2名胡骑。陈二狗脸不红心不跳地撒谎道：二狗啰嗦什么呢？赶紧让他们吃饭，等会县尉大人要过来亲自操练他们。兜头陈峰见到陈二狗又在新兵面前吹牛，大步走过来呵斥道：是头儿。陈二狗点头哈腰，开始带领新兵们到火头军的营房前排队打饭。早饭很简单，每人1碗稀粥和2个杂粮馒头，再加上几片腌咸菜。不过对于这些乡村汉子来说，有的吃就不错了，自然不会挑挑拣拣。吃过早饭后，众人又全部回到教场列队站立，等候着县尉李雄的到来。县尉到。随着陈二狗一声大喊，李雄带着陈峰几名都头来到了教场。作为掌控200兵丁的县尉，李雄已经是清平县最大的军事主官，整个清平县也只有县令和县城地位在他之上。相当站兵的到左边，相当府兵到右边。李雄来到教场，没有多余废话，直接对着数百名新兵大声说道：胡子哥，站兵还是府兵？小鱼儿几人都看着王虎，明显要跟王虎一条道走到黑。站兵。王虎毫不犹豫地走到教场左边，让走到点将台上的李雄暗暗点头。那我也选站兵。见状，小鱼儿、李二牛、狗娃、张大虎等8、9号人都选择了站兵，只有4、5名年纪略大的汉子选择了府兵。站兵每人长枪1杆，站兵符1套；府兵每人1根长矛，府兵马符1件。站在点将高台上的李雄大喝道：诺！兜头陈峰接令，随即带领着手下50名士卒开始给众人分发兵器和军服。明显可以看出，站兵的长枪比府兵的长矛更加精良坚固，而站兵的衣服面料也比府兵的麻服要好上一大截。等到众人将领到的兵符全部换好，各自握着手中的兵器，方才有了点当兵的样子。从今天起，你们所有人会在这座军营训练3日，3天后，都头陈峰会率领你们前往安西郡城。见到众人排列整齐后，李雄才缓缓地朗声道：什么？不是应该去安南郡城吗？怎么要去安西郡城？是啊，我听说安西郡正在和胡人打仗，这不是让我们去送死吗？咱们都没有好好训练过，这要是遇到羌胡骑兵，怎么和他们打？羌胡骑兵个个悍勇无比，咱们大前向来是以守待攻，现在西山关被羌胡人占了，咱们根本无险可守啊！可不是吗？我听我二姑家的表哥说，羌胡骑兵都打到我们安南郡边界了，要不是安西郡的几座城池还在坚守，羌胡骑兵早就攻入我们安南郡了。听着教场上嘈杂的议论声，站在高台上的李雄面色发黑，最终忍不住大怒道：都给我闭嘴！都闭嘴！见到李雄发怒，以陈峰为首的4名都头同时上前一步大喝，让整个教场顿时安静下来。当兵就要打仗，你以为朝廷是白给你们发粮食、发银子、发女人吗？李雄目露凶芒，目光扫视全场，众人纷纷不敢与之对视。你们要是不想死，接下来的3天就给本官好好整训，本官也不会让你们直接上战场，会让你们走一条安全的道路前往安西郡城。到了安西郡城，你们还会接着训练，直到你们变成一名合格的战兵，才会让你们参加战斗。都听明白了吗？李雄大声怒喝道。听明白了。或许是刚吃过早餐，众人声音响亮了许多，让李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满意的表情。陈峰，接下来3天交给你了，3天后我再来看训练结果。李雄对着高台下的陈峰大声道：诺，属下一定好好训练他们。陈峰抱拳低手道：李雄满意的点点头，随后带着几名亲卫离开了军营。二狗，今天你来训练他们，告诉他们怎么结成战阵，明天我来看结果。陈峰将数百号新兵丢给了苦瓜脸的陈二狗，随即和另外3名都头离开了教场。每次都是这样。陈二狗小声嘀咕一声，然后整理心态，开始训练教场上的近400号新兵。3日后清晨，教场不错。站在点将台上的李雄看着操场上已经可以结成圆形战阵和方形战阵的数百新兵，满意的点了点头。整队肃立。随着都头陈峰挥动手中红色令旗，数百新兵迅速分散站成20乘20的正方形方队。禀报县尉，386名新兵全部在列。都头陈峰朝着站在点将台上的李雄大声道：很好，陈都头，这300多口本官就交给你了，7日内必须赶到安西郡城。李雄面色沉着道：属下遵令。
陈峰抱拳低手道：“所有人拿好自己的包袱，到营门口集合，准备前往安西郡城。”陈二狗大声陈喝道：“诺！”数百新兵大声齐喝，颇具一番威势。王虎，你留一下。众人散开时，陈峰叫住了想要离开的王虎：“都头，有何事？”王虎走到点将台旁，满脸疑问道：“你想留在县城吗？”陈峰小声说道：“都头，这是什么意思？”王虎目光闪烁，面露迟疑道：“你不用担心什么，我只问你想不想去安西郡，若不想去，我和李县尉会打点好一切，把你留在县城当兵。”陈峰目光惊忙道：“我去安西郡。”王虎看了眼李二牛几人的背影，斩钉截铁地说道：“安西郡现在很乱，羌胡骑兵肆虐八方，你确定要去吗？”陈峰眉头轻皱道：“我意已决，请都头成全。”王虎抱拳低头道：“好，不愧是打虎英雄，有胆魄。”陈峰目露赞赏，重重拍了王虎几下肩头离开。胡子哥，陈都头跟你说啥呢？神神秘秘的。见到陈峰离去，小鱼儿几人才围了过来问道：“没啥，他让我路上帮忙照看点，管好你们这帮家伙。”王虎笑着说道：“这陈都头真看不起人，哥几个才不会当逃兵。”小鱼儿满脸不忿道：“行了，都把各自的包袱背好，我们这次真的要上战场了。”王虎目光遥望北方昏暗的天穹，似乎隐隐听到万马奔腾的嘶鸣声。大营门口，赵县城、李县尉两位大人可还有什么嘱咐？站在数百名新兵前头的陈峰对着营门前的赵贤和李雄询问道：“一路顺风，沿途注意防范羌胡游骑。”李雄作为清平县军事主官，眼神带着几分凝重道：“属下遵令。”陈峰抱拳颔首道：“陈都头，我那几位乡村子侄到了安西郡城，麻烦多照顾下，都是乡村野汉，没有见过什么世面，不要让他们闹出什么笑话。”赵贤温声叮嘱道：“大人放心，属下会多加看着的。”陈峰点头道：“好了，天色不早了，出发吧。”李雄面色沉着道：“大军开拔，目标安西郡城。”手中扛着一面旗帜的陈二狗大喝一声，带领着王虎等一众新兵朝着北方大地缓缓前进。“李兄，这陈都头可是一位沙场老兵，你就这么把他送给安西郡了？”望着缓缓离去的队伍，赵贤目光惋惜道：“我若不将陈峰派出去，这些新兵蛋子恐怕根本走不到安西郡城，他们都是我们清平县的汉子，我希望能多活着几个回来。”李雄有感发道：“是啊，我们清平县不过3万户人家，如今可用的男丁只有2成不到，若再这么打下去，整个县城的男丁恐怕都要死绝了。”赵贤同样感慨万千道：“刺史大人也不知怎么想的，竟然只让我们安南郡征召几千新兵前往安西郡，难道他想放弃安西郡不成？”李雄越说越来气道：“李兄慎言，刺史大人的决断不是我等可以揣测的。”赵贤双目四顾，低声说道：“哼，我看他就是想保存边军实力，所以才不敢和羌胡正面交战。”李雄冷哼一声道：“好了，不说这些闹心的事，咱们去喝酒。县令大人应该快回来了，天塌下来也轮不到我们顶。”赵贤摇摇头，拉着李雄的手臂朝着城内走去。安西郡城，这就是安西郡城吗？好壮观啊！经过6天的艰苦跋涉，王虎、小鱼儿、李二牛等人终于见到了眼前的安西郡城。作为凉州4大城池之一，安西城的整座城墙全部由砖石夯筑而成，高耸而厚实。哪怕历经数百年岁月的洗礼，规模宏大的城墙依然散发着威严的气息。相比于清平县的低矮城墙，安西郡城的城墙足有20米高，是名副其实的巨城。不过此时的安西郡城4方城门紧闭，四通八达的官道上也不见人影，只有城墙上刀枪林立，人头攒动。“头儿，我们现在要进城吗？”陈二狗也被眼前的安西郡城所震撼，回过神来后对陈峰问道：“去东城门，这南门不会打开的。”陈峰看着城墙上如临大敌的守军，对着众人说道：“来之前他接到过军令，若是抵达安西郡城，需要从东城门进入城内。”“诺。”众人跟随着陈峰，在城墙上守军的监视下，快速朝着东城门奔去。都头是羌胡骑兵。奔跑前进的数百新兵，在距离东城门还有300多米时，一队气势汹汹的羌胡骑兵忽然从北方树林中杀来，正好堵在了大部队的前头。所有人举枪列阵，不要慌乱，组成圆形枪阵。陈峰暗骂一声晦气，没想到一路上没遇到羌胡骑兵，到城下了反而会遇到羌胡骑兵。好在前来的羌胡骑兵只有数十人，若是遇到大股骑兵，他们这几百号人今天就要全部交代在这里了。不过饶是如此，他也不敢大意，羌胡骑兵的战斗力他是知道的，一个打他们3、5个丝毫不成问题。尤其他手下的50名士卒和新兵其实也没什么两样，都没有上过真正的战场。望着烟尘弥漫，大地震动，越来越近的羌胡骑兵，
陈峰手持一面大盾和3米长枪，挡在了枪阵的最北面，直面羌胡骑兵。虎哥，我有点怕。看着越来越近的羌胡骑兵，还有马匹身上用绳子拴着的恐怖人头，小鱼儿哭丧着脸道：怕个锤子，都是肩膀上扛着一个脑袋，有什么好怕的？双手紧握长枪的李二牛有些言不由衷，连羌胡骑兵的一张张面孔都不敢直视大家不要怕，只要能挡住第一波冲击，我们就能将他们反杀。王虎目光紧盯着迅猛袭来的数十名羌胡骑兵，眼神充满了冷冽。之前他在青牛山脉一口气斩杀了10几名羌胡兵，所以对羌胡骑兵根本没有任何恐惧。只不过骑着战马的羌胡骑兵确实比步兵来的震撼许多，让他有点小紧张罢了。杀！数十名羌胡骑兵纵马狂奔，根本没把王虎这数百新兵放在眼里，手中高高扬起的弯刀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目的寒光。顶住！见到羌胡骑兵越来越近，陈峰横眉怒目，发出震天怒吼：杀光这些前人！领头羌胡骑兵百夫长放声大吼，一马当先冲入枪阵中，手中弯刀左劈右砍，接连砍翻数名新兵士卒。杀！数十名羌胡骑兵面容疯狂地紧跟在百夫长身后，战马嘶鸣，强势无比地突入到了圆形军阵中。砰砰砰！人马碰撞的瞬间，数十名新兵士卒被马头撞飞，鲜血飞溅，长枪断裂，羌胡骑兵也有数骑坠落马下。围住他们，不要让他们冲出去。陈峰使用手中长枪成功击杀一名羌胡骑兵，看着周围被冲得七零八落的新兵士卒，大声厉吼着：白狼勇士们，给我杀光他们！羌胡百夫长毫不在意被围困在军阵中，左手勒住马绳，右手高举着染血弯刀，高呼着：数十名羌胡骑兵在新兵包围圈中纵马横冲直撞，许多新兵士卒被吓得连连后退。勇士们，随我杀出去！羌胡百夫长一眼看出周围士卒都是新兵担子，率领着数十名骑兵准备突围出去，再折返回来冲杀。拦住他们，后退者斩！陈峰知道绝不能让这40-50名羌胡骑兵冲出去，否则等待他们的将是一边倒的屠杀。杀！羌胡百夫长悍勇无比，手起刀落，一刀将一名挡在马前的新兵斩杀，继续强行突围。二狗，拦住他！陈峰手持大盾和长枪，率领上百名士卒，不断朝着数十名羌胡骑兵挤压，根本无法抽身，只能将希望寄托在陈二狗和数十名老兵身上。老子跟你拼了！双手紧握长枪的陈二狗双目发红，勇猛无比的持枪刺向羌胡百夫长。找死！羌胡百夫长左手猛勒马绳，使得胯下马匹前半部身体高高跃起，手中弯刀对着刺来的长枪一刀奋力劈出。咔嚓一声脆响，陈二狗手中长枪顿时断成两截，同时羌胡百夫长胯下的马匹身影在他瞳孔中不断放大。去死吧，懦弱的前人！羌胡百夫长满脸狞笑，手中3尺弯刀残忍地朝着陈二狗脖子砍去，仿佛看到了头颅飞向半空的血腥画面。死的是你！说时急那时快，千钧一发之际，王虎脚踩地面，身影一跃而起，手中长枪化成一条毒龙，一枪刺向羌胡百夫长的胸口。噗呲一声轻响，马匹停止奔跑，羌胡百夫长低头难以置信地看着刺穿自己胸膛的枪头，最终身体从马背上重重摔下，一命呜呼。王虎，谢谢你！捡回一条命的陈二狗回过神来，对王虎满眼感激道：现在不是感谢的时候，先把这群羌胡骑兵解决再说。王虎神色从容地从羌胡百夫长尸体上抽回长枪，目光扫向面露恐惧的数十名羌胡骑兵。百夫长死了，大家快逃啊！一名羌胡骑兵大喊一声，满脸惊恐的纵马狂奔，想要冲破包围圈。今天你们都要死！王虎知道仅凭周围数百名新兵根本拦不住这群凶神恶煞的羌胡骑兵，只能亲自动手。好在自己一枪秒杀了羌胡百夫长，使得这群骑兵群龙无首，已经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大家一起上，杀一名羌胡骑兵可得5两银子，杀3人可封5常，杀6人封神长，都给我使劲杀！陈峰见到羌胡百夫长被王虎一枪刺杀，反应过来后仰天大吼道：杀！王虎带领着李二牛等人开始狩猎，一枪一枪的将羌胡骑兵从马背上挑下击杀。啊！惨叫声不断响起，一名羌胡骑兵被杀死，而新兵士卒也有不少人倒在羌胡骑兵的弯刀下。很快战斗结束，双方都是伤亡惨重，数十名羌胡骑兵留下了30多具尸体，只有10余骑逃出升天，而新兵士卒和老兵加起来也伤亡了70-80号人，可以说是非常惨烈。大家救助伤员，将那些胡人的脑袋割下来，所有人快速入城。陈峰担心羌胡骑兵卷土重来，简单交代2句，便带着剩余士卒朝着城门口快速冲去。城下何人？高大城墙上，
一名英气勃发的青年校尉对着陈峰大喊道：“卑职乃安南郡清平县都头陈峰，奉命前来贵郡增援。”陈峰在城门下高呼道：“口令！”城墙上青年校尉继续问道：“凉州必胜，安南清平。”陈峰大声回答道：“打开城门，速速入城。”闻言，青年校尉大声下令，高大厚重的城门从里面被缓缓打开，王虎等人跟随着陈峰迅速入城。咚咚咚，众人刚入城不久，城外忽然传来震天动地的阵阵马蹄声，仿佛有千军万马朝着安西郡城冲来。全军警戒，准备战斗。城墙上，青年校尉目光远眺北方大地，只见黑压压的羌胡骑兵如汹涌的潮水般朝着东城门冲来。幸好跑得快，不然真要死在城外了。听着城外的马蹄声和羌胡骑兵嘶吼声，劫后余生的陈二狗气喘吁吁道：“这次多亏王虎一枪杀死了那名羌胡骑兵百夫长，否则咱们还真不一定能活着进城。”陈峰看着面容镇静的王虎，出声赞叹道：“都是大家的功劳。”王虎满脸谦虚道：“谁是陈峰？”不等陈峰继续开口，青年校尉带着几名亲兵来到了城门口，问道：“回大人，属下是陈峰。”陈峰对着青年校尉抱拳低手道：“刚才你们打得不错，先随我前往北城大营，等后续各县人马到齐，郡守大人会对你们有所安排。”青年校尉将之前城外的战斗全部看在眼中，实在没想到陈峰带领着几百名新兵担子，竟然能挡住数十名羌胡骑兵的进攻，并且还成功反杀了一大半。尤其是王虎的那惊艳一枪，竟直接一枪秒杀了羌胡骑兵百夫长，使得战局发生了扭转。若没有王虎，今日这支数百号人的队伍，能活下来的人将不足1/10。多谢大人。陈峰知道刚才的城外一战获得了青年校尉的认可，否则对方根本不会对自己如此客气。若是他们没有抵挡得住那数十名羌胡骑兵的进攻，恐怕连城都进不来。进入城内，王虎等人发现城内挤满了难民，城墙下街道两边都扎起来简易帐篷，许多妇女和孩童双目茫然地瘫坐在帐篷中。那些羌胡骑兵真该死！看着街道两旁的穷苦难民，陈二狗满脸愤恨地说道：“我们一定要将那些羌胡骑兵全部赶出凉州。”李二牛也满眼愤怒地说道：“敢问这位兄弟叫什么名字？”青年校尉走着走着，忽然对身后的王虎询问道：“属下王虎。”王虎面容不卑不亢，抱拳道：“王虎，名字不错，确实勇猛无比。”青年校尉面露微笑，似乎对王虎非常看重。先停下。青年校尉带着王虎一行人走在长街大道上，突然停下脚步，目光冰冷地注视着前方。柳娘子，是谁让你在这里摆摊施粥的？不知道都尉大人有令，不准任何人在城内自发救助难民吗？一名身着校尉军服的魁梧青年，眼神轻佻地盯着一名站在街边施粥的蒙面白裙女子道：“周校尉，我大哥柳征北并未跟我说过此事，不知道这命令是何时下的。”蒙面白裙女子声音清冷如霜道：“呵呵，就在刚才。”魁梧青年校尉嘴角勾起，大手一挥道：“把摊子给我砸了，将这些贱民全部赶走，我看谁敢！”青年校尉带着几名亲兵走到粥摊前，目光冷冷地盯着魁梧青年校尉一群人：“柳征北，你不好好在东门守着，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信不信我告你一个擅离职守之罪？”魁梧青年见到青年校尉，先是面露惊讶，随即冷笑威胁道：“大哥，你怎么来了？”蒙面白裙女子见到青年校尉，先喜后惊道：“小妹，不用怕，有大哥在这里，没人敢动你分毫。”青年校尉眼神坚定道：“柳征北，你的职责是守护东城门，而我的职责是巡查城内，你是不是越界了？”魁梧青年单手按住腰间长刀，面露讥讽道：“周莽，少在这里狐假虎威，我怎么不知道都尉何时下令不许城内施粥救助难民？”柳征北义正言辞道：“呵呵，我叔父刚下的命令，怎么你不服吗？”被称作周莽的魁梧青年面露狂傲道：“安西郡城，谁不知道周都尉是你二叔？我柳征北岂敢不服？”柳征北眼露讥诮道：“知道就好，你妹妹不听劝告，公然违反禁令，我现在要将她带回衙门审查。”周莽对柳征北的态度非常不爽，目光淫邪地望向蒙面白裙女子道：“你敢！”柳征北蹭的一声拔出腰间战刀，挡在了白裙女子的身前。“柳征北，你敢对我拔刀？”周莽右手紧握刀柄，眼睛眯成一条线道：“你敢动我妹妹，我就杀了你！”柳征北知道周莽觊觎他妹妹美貌很久了，今天也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借口罢了。“柳征北，我是真心喜欢柳娘子，只要将你妹妹嫁给我，我们周柳两家以后就是姻亲，这样不好吗？”周莽目光火热地紧盯着柳征北身后的柳如雪道：“呸，你也配娶我妹妹？”柳征北吐了一口唾沫道：“来人，将柳娘子请到郡衙喝杯茶，谁敢阻拦，杀无赦！”见到柳征北不肯服软，
周莽也懒得废话，直接对身后10几名士卒下令道：“诺！”10几名士卒拔出长刀，迅速将柳征北和柳如雪几人包围。我看谁敢动我妹妹！柳征北面色铁青，知道今天要和周家彻底撕破脸了。拿下！周莽面色冷笑，一声令下，10几名士卒朝着柳征北几人持刀杀去。头儿，我们怎么办？陈二狗见到柳征北和周莽一群人打了起来，满脸蹉跎道：“再等等看，两人都是掌管1000人的校尉军官，不是我等可以轻易招惹的。”陈峰轻轻摇头道：“砰！”随着一声沉闷的响声传来，打斗彻底结束。柳征北身体被一拳打倒在地，嘴角流出丝丝鲜血。柳征北，你的3品断骨镜可不是我4品气血镜的对手，你妹妹我带走了。周莽满脸得意地看着倒地不起的柳征北，一步一步朝着美目颤抖的柳如雪走去。周莽，你敢动我妹妹，我柳家跟你周家不死不休！柳征北强忍着身体疼痛，想要从地上爬起，可惜刚才周莽的那一拳太过刚猛霸道，直接震伤了他的5脏6腑，让他彻底失去了再战之力。等我和你妹妹生米煮成熟饭，你们柳家自会将她嫁给我。周莽满脸嚣张，已经走到了柳如雪的身前2米处。你不要过来，我没有触犯郡城律法，你无权抓我。柳如雪身体不断后退，眼中惊慌之色尽显无疑。早就听闻柳家娘子才貌无双，乃我们安西郡第一美人，今天我周莽就要看看你到底有多美。周莽嘴角勾起，体毛旺盛的粗大手掌朝着柳如雪脸上的白色面纱摸去。你不要过来！柳如雪身体连连后退，双腿不小心被一条长凳绊倒，身体仰面倒。呀！柳如雪惊呼一声，摔向地面的身体忽然被人一把抱住，睁开双目，发现一张硬朗中带着3分清秀的面孔呈现在眼前。小姐没事吧？这张略显秀气的面孔正是属于王虎，要不是他眼疾手快，柳如雪就真要狠狠摔在地上了。多谢公子搭救，我没事。柳如雪双颊发烫，一双勾人的桃花眼不敢去看王虎眼睛。哪里冒出来的泥腿子，敢多管闲事？周莽见到柳如雪被王虎抱在怀中，面容大怒道：“大人莫生气，我们乃是安南郡清平县的新兵。”陈峰使眼色让陈二狗几人将柳征北扶起来后，才满脸肃穆地走到周莽面前拱手道：“又是一群没用的泥腿子兵，都给本校尉闪到一边，这里没有你们的事。”周莽想要依靠官职震慑陈峰等人，不许陈峰插手他和柳征北兄妹之间的事情。大人，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恐怕有点不妥吧？陈峰犹豫间，王虎手搂着柳如雪纤细的腰之意，正言辞道：“你算哪根葱，敢管本校尉的事情？”周莽眼神凶狠地盯着王虎，似乎想要将王虎一口给吞吃了。我只是一个敢杀死羌胡百夫长的新兵，自然入不了校尉大人的眼。王虎面容镇定道：“哈哈，你说什么？你杀了一名羌胡骑兵百夫长？”闻言，周莽先是一愣，随即仰天大笑道：“能成为羌胡骑兵的百夫长，哪个不是身经百战的高手？别说王虎一个新兵蛋子，就算是他，也要费些手段才行。准确的说，我刚才在城外杀了一名羌胡骑兵百夫长，还有13名羌胡骑兵。”王虎面容一本正经地说道：“柳征北，他说的可是真的？”看着王虎脸不红心不跳的严肃模样，周莽停止大笑，目光望向被陈二狗和小鱼儿搀扶着的柳征北道：“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擅离职守，亲自带着他们前往军营了吧？”柳征北嘴角露出一抹嘲讽道：“我不信，就凭他们这群泥腿子，能杀死10几名羌胡骑兵？”周莽满脸的不相信道：“大人若是不信，请看我们身后不多不少，一共34颗人头，城墙上的守军兄弟都可以为我们作证。”陈峰知道今天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示意身后士卒将一颗颗满脸血污的羌胡骑兵人头拎了过来。杀得好，终于见到羌胡出生的人头了，天佑我安西郡啊！爹娘，终于有人为你们报仇了。杀得太好了，我们前人不是懦夫，不是孬种，我要去当兵。大英雄，你们都是大英雄啊！新兵士卒手中的34颗人头彻底点燃了街道两边的难民情绪，无数难民朝着周摊位致涌来。周莽，你还要继续吗？看着周围群情激愤的民众，柳征北眼神冰寒道：“柳征北，今天算你运气好，下次你可就没有这么好运了。”周莽见到周围的难民越聚越多，眼神恶狠狠地带人离开，否则激起民变，他难辞其咎。公子，能松开奴家腰肢了吗？感受到王虎手掌越发滚烫，柳如雪白纱下的脸颊微微泛红道：“抱歉抱歉，忘记松手了。”王虎满脸的不好意思，可眼睛里却没有半分歉意。王虎兄弟，多谢你出手救下舍妹。柳征北对着王虎抱拳道：“大人客气了，举手之劳而已。”王虎嘴角轻笑道：“今日之事，多谢各位，我会将此事禀明郡守大人，不会连累到大家。”柳征北又朝着陈峰等人抱拳拱手道：“
大人言重了。陈峰抱拳回礼，同时心情轻松了许多，毕竟初来乍到就得罪一名校尉，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二虎，你拿着我的令牌，带兄弟们先去军营报道，我要先回府一趟。柳征北将腰间令牌解下，递给身后的一名亲卫道：诺。亲卫双手接过令牌，低头应道：诸位兄弟，你们在城外杀死羌胡骑兵的捷报，我也会带你们上报郡守和都尉，一定会为你们论功请赏。柳征北交代完，又对着陈峰和王虎神色坦然道：多谢大人。陈峰和王虎等人抱拳感谢，知道这次的军功是跑不了了。各位，明日大营见。柳征北点点头，目光转向柳如雪道：小妹，跟我回府。哦。柳如雪嘴唇轻咬，美目偷瞄了王虎一眼，才跟随柳征北离开了长街。别看了，走吧。看着王虎紧盯着柳如雪兄妹远去的背影，陈峰用胳膊捣了捣王虎身体道：哦。王虎耸耸肩，继续朝着位于城北的大营走去。城北军营，来者何人？王虎等人来到军营门口，便被军营的守门士卒给拦住了。他们都是安南郡清平县的新兵，刚在东城门外斩杀了数十名羌胡骑兵。柳校尉让我将他们带到大营。手拿柳征北令牌的柳二虎走到营门面前，出示令牌道：他们在城外杀死了数十名羌胡骑兵，真的假的？把守营门的都头李大山满脸狐疑道：34颗人头都在他们手里，不信你可以自己查看。柳二虎面色从容道：头儿，真是唬人的脑袋。一名士卒看到李二牛和小鱼儿手中提着的人头，满眼惊骇道：牛，兄弟们真厉害。李大山朝着王虎等人伸出大拇指，让陈峰数百号人进入了大营中。很快，清平县新兵在城外大战羌胡骑兵的消息就在整个军营传来，数千号新老士卒都跑到教场上观摩那34颗堆在一起的人头。同样是新兵，差距怎么那么大？昨天来的那支500人新兵队伍，可是被几十名羌胡骑兵杀掉了一多半，只有不到200人逃入了城内。可能安南郡的新兵比较能打吧？屁！昨天来的那支500人新兵就是安南郡来的。我估计这支新兵里有不少老卒，否则根本挡不住羌胡骑兵的冲锋。很有可能，不过就算如此，他们也非常厉害了。34颗人头，每颗人头5两银子，加起来是多少银子来着？一共170两。教场上，身体站得笔直的王虎等300多号人，满脸骄傲地享受着周围士卒的敬佩目光。副营主来了，都闪开！很快，副营主郑远山闻讯赶来，一眼就看到被堆成小金棺的数十颗人头。这些羌胡骑兵的人头，真是你们杀的？身材中等的郑远山走到陈峰面前，眼眸瞪得大大道：回大人，确实是我们在城外杀的。陈峰身体挺直，声音洪亮道：好好好，非常不错，等会交一份战报上来，将战斗过程详细写出来。郑远山连说3个好字，神色非常的激动。大人，属下不会写字。陈峰满脸尴尬道：哈哈，没让你亲自写，你负责口述，军营有文书代笔。郑远山忍不住大笑道：是，属下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陈峰连连点头道：今晚本将会将这份战报送到郡守和营主手中，你们就等着领赏吧。郑远山笑着道：多谢大人。陈峰面露惊喜，直到郑远山离开才站直身体。入夜，城北大营。今天虽然我们杀死了30多名羌胡骑兵，但自身伤亡也不小，老卒战死了13人，新兵士卒死了39人。营帐外，陈峰脸色凝重，篝火周围则坐着这次击杀羌胡骑兵的精锐士卒。我们竟然死了那么多弟兄。坐在王虎身旁的李二牛微微咂舌道：还有10几个重伤的弟兄没算上。不得不说，羌胡骑兵确实非常厉害。肩膀挨了一刀的狗娃脸色有些苍白道：羌胡骑兵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咱们这次能杀死那么多人，已经算是大胜了。陈二狗将长刀横于腿上，心有余悸地说道：今天要不是王虎那一枪，他现在根本见不到夜空的月亮了。步兵对骑兵本就是劣势，再加上我们都是新兵，能打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王虎做出战后总结道：王虎说的没错，这次大战王虎当居首功，按照朝廷战功标准，击杀一名胡人百夫长，可做都头，赏银100两。陈峰收拾好心态，开口笑道：胡子哥要做都头了，真是太好了。闻言，小鱼儿满脸兴奋道：还不一定，要等明天的结果。王虎微微摇头道：战报我已经呈报上去，白日柳校尉也说过要帮我们上报，想来没什么问题。陈峰拍了拍王虎的肩膀道：希望如此吧。王虎淡然一笑，没有多说什么。好了，大家都回去休息吧，明日自会见分晓。陈峰站起身道：睡觉。王虎也振衣起身，朝着营帐中走去。清晨，教场，郡守大人到。在数千名新兵士卒的注视下，
安西郡守秦卫宁和郡城都尉周尚一起走到了教场点将台上。谁是陈峰和王虎站到前来。郡守秦卫宁目光扫视全场，声音清朗道：“我等拜见郡守大人。”陈峰领着王虎走到教场前方，对着秦卫宁抱拳低手道：“你们谁是王虎？”秦卫宁目光凝视着王虎和陈峰道：“属下王虎。”王虎面色沉着道：“昨日就是你一枪杀死了白狼部骑兵百夫长。”秦卫宁眼神充满欣慰地看着王虎道：“是。”王虎神色从容道：“好，不愧是我凉州勇士。根据朝廷军功规定，杀胡骑百夫长者，赏纹银100两，封8品都头。王虎上台领赏。”秦卫宁声音铿锵有力道：“谢大人。”王虎双目凛凛，一步一步朝着点将台上走去。“郡守大人，营主，属下有话要说。”当王虎踏上点将台第一道台阶时，一身铠甲的周莽忽然站出来大声道：“哦，周校尉有什么话要说？”秦卫宁眉头轻皱，脸色淡漠道：“众所周知，胡骑百夫长都有着3品5夫的实力，末将不相信他区区一个新兵士卒能够一枪杀死白狼部的百夫长。”周莽手持腰刀，满脸不信道：“周莽，你休要胡搅蛮缠。昨日大战我亲眼所见，是王虎手持长枪杀死了那名胡骑百夫长，此事我已如实禀告过郡守大人了。”见到周莽站出来阻碍王虎上台领赏，脸色苍白的柳征北也连忙站出来大声道：“此事柳校尉确实跟本官说过。”秦卫宁点头认可道：“秦大人，会不会是柳校尉眼花了？毕竟数百人的混战，难免会看错。”站在秦卫宁身旁的都尉营主周尚适时出声道：“这倒也有可能。”秦卫宁目光闪烁道：“周营主，我柳征北对天发誓，绝没有看错。昨日城头的数百兄弟也可以作证。”柳征北目光直视周尚暗沉的脸庞道：“本官也没有否认王虎的战功，只是觉得王虎是否真有击杀白狼部百夫长的实力。”周尚面容淡漠道：“营主，此事非常简单，让他跟我比试一下便知。若他能胜我，本校尉便承认他有击杀胡骑百夫长的实力。”周莽嘴角上翘道：“王虎，你可敢和周莽较量一番，证明自己的实力？”周尚目光望向站在台阶上的王虎道：“王虎，不要应战，周莽乃是4品气血境5夫，你不是他的对手。”柳征北走到王虎身旁，小声说道：“多谢大人提醒。”王虎低声感谢，随即朝着点将台上的秦卫宁和周尚抱拳道：“属下愿意。”“哈哈哈，好，有种！”周莽听到王虎答应与自己比试，面露狂笑道：“王虎，你可想清楚了？”秦卫宁面容沉静道：“属下想清楚了，愿意用实力证明自己。”王虎仰起头，眼神坚定道：“有魄力，本官允了。”秦卫宁眼露赞赏，他也想看看王虎是否真的有斩杀3品5夫的实力。“小子，你若能接我10刀不败，我就承认你赢了。”周莽抽出腰间长刀，站到数千士卒的前方，用刀尖指着台阶上的王虎道：“拜你，只需3枪。”王虎从台阶上走下，伸手接过陈二狗扔过来的长枪，双脚微分道：“狂妄，我倒要看看你如何3枪击败我。”周莽双手握刀，身影迅猛无比地冲到王虎身前，手中长刀横斩而出，想要一刀斩下王虎的头颅。太慢了！面对袭来的凛冽刀锋，王虎身形侧闪，一个箭步来到了周莽的2米身后。找死！周莽震惊王虎的速度，身体猛地旋转半圈，手中长刀再次一刀斩向王虎腰部，是要将王虎斩成2截。还是太慢了！王虎脚下生风，身形急退，再次躲开周莽的凌厉刀锋。2刀了！教场上数千双目光紧盯着2人的战斗，更有士卒大声高喊道：“小子，有本事别跑，跟我真刀真枪的战上一场！”周莽发现王虎反应实在太快，再这样下去，别说10刀，就是100刀，他也打不赢王虎。好啊，那先试试我这一枪威力如何？王虎嘴角勾起，脚掌轻震地面，身影凌空一跃而起，手中长枪被他当成长棍，2尺枪头化成重锤，一枪重重砸向周莽的脑袋。来！面对从天而降的长枪，周莽发出怒吼，举刀横挡。吭！一道金铁撞击的巨大嗡鸣声响彻教场，恐怖的力量震得周莽身躯连退10几步，让观战的数千士卒满眼惊骇。你是燃血境5品5夫！周莽颤抖的双手几乎要握不住刀柄，脸色也瞬间变得铁青道：“什么燃血境？我不是什么5品5夫。”王虎身影从半空落下，右手持枪道：“你身上没有气血波动，难道你是天生神力？”周莽双目发红，心中又气又怒，没想到自己堂堂4品5夫，力量和速度竟然都不如一个新兵蛋子。天生神力，或许吧。王虎心中暗笑，自己拥有系统傍身，天生神力这个借口不错，正好可以遮掩自己身上的秘密。
天生神力可以理解，那你速度为何也那么快？周莽满眼嫉妒道：或许是我常年在山中与虎豹豺狼赛跑，所以才练就了这么一身速度吧。王虎装作若有所思道：你是猎户出身？周莽目露恍然，难怪面对羌胡骑兵时，王虎能够斩杀一名百夫长，原来是一名老辣的狩猎者。凉州军中不乏猎户士族，大多身强体壮，剑术高超，一旦进入军中，都会遭到各方哄抢。虎哥可是能单独猎杀猛虎的存在，他乃是我们清平县第一狩猎者。小鱼儿站在教场前头，大声高呼道：什么狗屁第一狩猎者，在我面前都要趴下！周莽大声怒吼，身体如炮弹般激射而出，手中长刀快如闪电插向王虎的胸膛。是你要趴下了！面对暴起发难的周莽，王虎手中长枪横扫，当的一声，一枪便将周莽手中的长刀击飞，紧接着一脚踹出，正中周莽的胸口。砰！一声闷响，周莽高大身躯凌空倒飞出10数米，最终身躯重重砸落在教场地面，溅起大量尘土。大人，你输了！当周莽满脸不服地从地上爬起，王虎手中寒芒毕露的长枪已经抵在了他的喉咙3寸处。你赢了！感受着枪尖带来锋芒寒意，周莽一字一句地说道：太好了，胡子哥赢了！太不可思议了，他真的是一名新兵吗？天生神力，反应敏捷，这个新兵也太强了吧！以新兵之躯击败1000人校尉，这在凉州军史上可从来没有出现过吧？真是太牛了！要是能在他手下当兵就好了。确实，跟着这样一位实力强横的都头，在军营都能横着走了。教场上的数千新兵士卒见到王虎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周莽，议论纷纷，全都用崇拜的目光看着王虎。承让了。见到周莽认输，王虎收起长枪，准备继续登上点将台领取封赏。去死吧！王虎刚转过身，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厉吼，他想都未想，一记回马枪猛然刺出，噗呲，枪头扎入身体的声音传来。王虎转过头，发现自己手中的长枪赫然刺入了周莽的胸口3寸。你敢杀我！周莽低头看着刺入自己胸口的雪白枪头，满眼不可置信道：大胆，竟敢公然行凶，给我将他拿下！见到王虎手中长枪刺中了周莽的身体，点将台上的周尚面容暴怒道：且慢！秦卫宁出声制止了周尚亲兵的行动，朝着台下朗声道：速速将周校尉抬下去医治。王虎只不过是本能反应，并无多大过错。小子，你的封赏没了！周莽伸手拔出胸口的枪头，满嘴鲜血的笑着，像是一个疯子。跟我玩阴的，日后必杀你！王虎看着周莽眼中的疯狂，心中暗怒，这才发现周莽手中并无兵器，刚才那一枪是周莽故意被他刺中的。秦大人，此子自是杀了一名胡骑百夫长，就目无上官，当众行凶，绝不能轻饶。周尚3言2句就将王虎定了罪，明显想要借题发挥。周都尉此话不妥，刚才的比试大家都看到了，若不是周莽认输后想要偷袭，王虎也不会回身刺出那一枪。秦卫宁微微摇头道：周莽手中并无兵器，只不过跟他开个玩笑，而他的那一枪却直刺周莽要害，明显是想借机杀人。周尚面容冷厉道：两位大人，王虎绝不是有意伤害周莽，请两位大人明鉴。柳征北也看出这是周尚和周莽叔侄2人的阴谋，故意想要陷害王虎，我等也可以为王虎作证，王虎绝不是有意想要刺伤周校尉的。看到周莽被几名士卒抬走，陈峰等数百名清平士卒也纷纷单膝跪地道：周都尉，众目睽睽之下，不可寒了将士们的心啊！秦卫宁对着周尚低声说道：全凭秦大人决断。周尚目的已经达到，恶人他自然不能继续当下去，将皮球踢给了秦卫宁。念在王虎是无心之失，但周校尉确实被他刺伤，经由我和周都尉商议，王虎功过相抵，由都头将魏师长赏银照发。王虎，你可服气？秦卫宁目光凝视着王虎道：王虎领命。王虎抱拳低手，谁都看不清他的真实情绪。好。秦卫宁点点头，继续为陈峰等人分发奖赏。周都尉可还有什么要说的？封赏完毕，秦卫宁对周尚询问道：秦大人，宁山堡和铜山堡已经多次派人来求援，军情紧急，我觉得应该速速派人前去支援了。周尚目光闪烁道：哦，周大人觉得应该派谁前往宁山堡和铜山堡支援？秦卫宁眉头轻皱道：我觉得柳校尉可以担任铜山堡新任校尉，让他率领500郡兵和1000府兵前往铜山堡即可。至于宁山堡，可以让清平县的300士卒前往支援，他们人数也刚好补足宁山堡的兵员缺口。周尚略微思索片刻道：派遣柳校尉前往铜山堡倒是没问题，可清平县300士卒都是新兵，能担此大任吗？秦卫宁目光闪烁道：昨日城外一战，清平县士卒已经证明了他们的实力，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况且宁山堡依山而建，
易守难攻，正好可以借机磨练他们一番。周尚笑着说道：“如此，就依周大人的意见。”秦卫将点点头道：“众将士听令，3日后由都头陈丰、时常王虎率领300清平县士卒前往宁山堡支援。另外，柳征北校尉同样由3日后率领500郡兵和1000府兵前往铜山堡驻防。都听明白了吗？”两人商议完后，周尚正式下达军令，让毫无准备的陈丰和王虎面色微变。虽然不知道宁山堡是什么地方，但他们前脚刚踏入安西郡城，后脚就赶他们走，明显不是什么好事。但现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王虎知道他们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属下遵令。虽然心中不快，但陈丰和王虎只能低头抱拳领命。而柳征北似乎早猜到这样的结果，脸上看不出多少情绪。很好，宁山堡和铜山堡都是我们安西郡的军事重地，尔等一定要坚守住，直到羌胡骑兵退出安西郡为止。周尚话语说完，便与秦卫宁一起离开，连看都未看王虎等人一眼。抱歉，王虎兄弟，是我连累了你们。见到教场上士卒离去，柳征北才脸色难看地走到王虎和陈丰面前道：“柳大人，这宁山堡到底是什么地方？”见到王虎低头不语，陈丰主动开口问道：“宁山堡位于西山关南路30余里处的宁山，位置险要，原本是一座大型铁矿冶炼之地，只是近几年铁矿开采量锐减，所有由1000人军保降级为了200人军保。如今宁山堡情况不明，但据我猜测，应该受到了羌胡部落袭击，否则周尚也不会让你们清平县300余新兵都过去支援。”柳征北面色沉着道：“目前安西郡全境都是羌胡骑兵，我们该如何前往宁山堡？”陈丰满脸踌躇道：“昼伏夜行。”王虎和柳征北异口同声道：“只能如此了。”陈丰点点头道：“王虎兄弟，我父亲想见你一面，不知今晚是否有空闲？”柳征北目光炯炯地看着王虎道：“好。”王虎点点头道：“那好，傍晚有事3刻，我让2虎来大营门口接你。”柳征北见到王虎点头同意，笑容满面地离开教场。“虎哥，咱们刚才应该跟郡守大人据理力争，好好的都头职位到手给飞了。”看到教场上只剩下清平县低士卒，小鱼儿满脸不爽地走到王虎身前道：“我们初来乍到，人微言轻，能得到这100两纹银和10掌的军职已经很不错了。”王虎嘴角露出一抹讥诮道：“虎兄弟说的没错，那周尚可是营主都尉，掌管城内数千兵马，就连郡守大人也要给他3分颜面。刚才要不是郡守大人出言阻止，虎兄弟恐怕连省长职位都保不住。”陈峰摇头无奈道：“虎哥，陈都头，咱们这300号人连训练都没几天，现在就把我们派到什么宁山堡，这不是让我们去送死吗？”陈二狗此时也忍不住说道：“离开安西郡城并不是什么坏事，至少我们不用担心背后被人捅刀了。”王虎眼神冷冽道：“有道理，在哪打仗不是打，只要能跟着虎哥，我哪都愿意去。”狗娃满脸认真道：“狗娃说的没错，虎哥去哪我去啊，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怕。”李二牛大声高呼道：“好了，大家都好好回去休息，3天后我们就去宁山堡。”王虎面色平静道：“都回营帐去，以后王虎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谁敢不听，别怪我刀下无情。”陈峰此刻完全把王虎当成了与自己平等的存在，知道假以时日，以王虎的本事，定能青云直上。诺！周围清平县士卒全都抱拳低首，接着3、5成群的返回各自营房，只有10几名得到赏银低士卒还留在教场。陈都头，这100两银子，你帮我分发给那些死去的兄弟家属和重伤兄弟们，这应该是属于他们的。王虎将手中红布包裹的100两银子全部递到陈峰面前道：“虎兄弟，你自己一文不要吗？”陈峰双手接过沉甸甸的红包裹，眼神复杂道：“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况且我们马上就要前往宁山堡，这些银子带着也没用。”王虎满脸洒脱道：“虎兄弟，我陈峰代表死去的兄弟、重伤的兄弟感谢你。”陈峰双手抱着红包裹，身体重重地朝着王虎鞠了一躬道：“陈都头不必如此，都是同乡兄弟，理应相互帮助。”王虎满脸认真道：“陈都头，我的这5两银子也不要了。”见到王虎送出自己的100两赏银，小鱼儿犹豫片刻，便将腰间的5两银子放到了陈峰双手的红包裹里。“虎哥100两都不要了，我这10两银子算个屁啊！”陈二狗边说，便将用2颗胡旗人头换来的10两银子也交到了陈峰怀里。“我这5两也不要了，我也不要了。我相信只要跟着虎哥和陈都头，以后能赚更多的赏银。没错，我们以后一定能升官发财。”在王虎的带头下，10几名得到赏银的新老士卒全部将赏银放到了陈峰的怀里。“我王虎在这里向大家保证，以后一定会带领大家多杀胡兵，让你们得到比今天多出10倍100倍的封赏。”王虎满脸肃穆地对众人说道：“感谢兄弟们，我陈峰也跟你们保证，以后大家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陈峰抱着数百两银子，满脸感动地说道：“若是放在以往，众人根本不会拿出自己的赏银，没有人会管别人的死活。但如今，在王虎的带领下，他们300多号人似乎渐渐被拧成了一股绳，有了主心骨。而这根主心骨就是王虎，其他人无可替代。陈都头，这几天叮嘱大家小心点，没事不要出营，以免被人抓到把柄，说我们清平县士卒不懂规矩。”王虎与陈峰边走边说道：“放心，我懂的。”陈峰明白王虎的意思是担心周尚和周莽故意又来找麻烦，后面让那200府兵和战兵一起训练。我们清平县以后没有府兵，只有战兵。王虎又提议道：“陈峰同意王虎的想法，现在安西郡到处都是江湖骑兵，他们可不会管你们是战兵还是府兵，只要照面，双方就是不死不休，所以有必要加强府兵的训练强度。有时日落黄昏，王师长，请上马车。”王虎刚走出军营大门，刘二虎就牵着一辆马车缓缓走到了军营门口。有劳！王虎拱手抱拳，动作麻利地爬上了马车。作为安西郡城望族之一的柳家府邸坐落在安静的西城区，距离北城大营并不算远。马车穿过几条安静的长街，就来到了刘府的大门台阶前。王时长，府门到了。刘二虎勒住马，对着车内闭目眼神的王虎沉声道：“多谢。”王虎睁开双眼，从马车一跃而下，目光望向眼前气派非凡的庞大府邸，眼中闪过一抹感叹：这就是古代有钱人的家啊！习惯了安乐村的草屋篱笆院，乍一看到这种豪门望族的奢华府邸，王虎发现自己还真那么点小嫉妒。虎兄！王虎抬起一双大脚，刚踏上台阶，2扇丈高的朱漆大门忽然打开，柳征北满脸喜色地从门内走出。见过柳大人。王虎抱拳低头道：“我应该比你年长几岁，若虎兄弟不嫌弃，以后称呼我为柳兄或者征北兄即可。”柳征北拉着王虎的手臂，边走边说道：“好的，征北兄。”王虎嘴角轻笑，任由柳征北一路拉着踏入了柳家大门，来到了柳家的一处会客厅中。奴家柳如雪，见过王公子。王虎刚走进客厅，就看到一身素白长裙、身姿窈窕的柳如雪早已在客厅中等候。此时柳如雪并未蒙面，一张精致无瑕的脸庞让王虎微微有些发呆。未施粉黛的脸庞白净透着薄红，嘴唇是天然的浅粉色，眼角微微上挑的桃花眼不含半分艳俗，黑亮的瞳仁如同浸在清泉里的黑曜石，散发着动人心魂的光彩。哪怕没有精心打扮过，柳如雪的颜值也能吊打前世的众多女神明星，不愧是安西郡城第一美人。王虎，见过刘小姐。王虎及时反应过来，抱拳低手，不想唐突佳人。王公子请坐，我父亲腿脚不便，马上过来。柳如雪裙摆微扬，伸手请王虎入席。我王虎一介粗人，当不起公子的称呼，就站在这里等伯父过来，不着急入席。王虎面色从容不迫道：“小兄弟无需拘谨，来到这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老夫来迟了，当自罚3杯。”王虎话音刚落，一道爽朗的笑声自院门口传来，只见一名身穿墨色玄衣、面容刚毅、手拄拐杖、右腿残疾的虎目中年大笑着朝着客厅走来。父亲！见到虎目中年走来，柳如雪和柳征北同时低手轻喊道：“晚辈王虎拜见伯父。”王虎也是主动躬身抱拳道：“小兄弟无需多礼，昨日你救下我这一双儿女，是我柳青山应该感谢你啊。”柳青山踏入客厅，朝着王虎拱手道：“伯父客气了，这是晚辈应该做的。”王虎起身笑道：“不错，果然是少年英雄。我听闻今日你在教场只用3枪就打败了周莽，还因此被周尚那家伙降了职，对吗？”柳征北率先坐到主位上，又伸手示意王虎、柳征北和柳如雪都坐下。王虎点点头，并未多说什么。此时在这安西郡城内，言多必失，不说话就是最好的默认。来人，把我给小兄弟准备的东西抬上来。柳青山也不废话，直入主题，大声朝着院外喊道：“是，老爷。”院外传来回应声。王虎目光看到2名人高马大的刘府家丁肩膀上抬着一柄通体黝黑的丈鱼长槊，进入了院中。在2人身后又跟进来2名家丁，一名家丁手持一张通体油绿的长弓，一名家丁双手抱着容纳数十支箭矢的皮质箭袋。伯父，这是？王虎看着院子中的长槊和长弓，站起身，满脸疑惑道：“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礼物，不知道小兄弟喜不喜欢？”柳青山嘴角含笑道：“这礼物太过贵重，晚辈受之有愧。”王虎心中自然想要，但面子功夫还要装一装的。这柄玄铁长槊乃我父亲当年所用兵器，在府上已经蒙尘30余年了，如今赠予小兄弟，希望小兄弟可以用它建功立业，重铸昔日荣光。柳青山眼神满是怀念道：“虎兄弟，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父亲也是听说你乃天生神力，才愿意
将这玄铁长寿送与你的，可不单单是因为你昨天救了我们兄妹俩。柳征北此时也站起身道：这柄玄铁硕重达100余斤，常人根本无法使用，只有五品武夫才能真正发挥出它的威力。王公子就不要推辞了，父亲将它赠予你，也是希望你用它多多杀敌。柳如雪也加入到劝说行列，让王虎只能勉强接受了。这青鱼弓也是我父亲当年的兵器，弓弦拉满可射杀800步之敌，今日也一并送与小兄弟。柳青山走到院中，拿起弓身轻悠油亮的长弓道：多谢伯父今日所赠，来日晚辈定当百倍还之。王虎抱拳道：不管是玄铁硕还是青鱼弓，一看都不是凡物，说是价值连城都不为过。人家如此待他，他自然不能没有表示。现在他的确一无所有，但他今天在教场展现出的实力明显获得了柳家认可，否则柳青山也不会将这2件兵器送给他。说到底，打铁还需自身硬，否则人家干嘛要对你示好？好，我柳家等着。柳青山面露欣慰道：爹，虎兄弟快来吃饭吧，饭菜都快凉了。看到王虎同意收下玄铁硕和青鱼弓，柳征北连忙笑着说道：哈哈，吃饭吃饭。柳青山大笑着重新回到座位，4人同时举杯畅饮，整个客厅一片欢声笑语。夜半子时，征北，你叫人把小兄弟送到客房休息，明日再送他返回城北大营。看着趴在桌上酒醉不醒的王虎，柳青山摇了摇发懵的脑袋道：放心吧父亲，我早安排好了。柳征北大手一招，后在厅外的几名家丁走进客厅，将柳青山和王虎都搀扶出了客厅。至于柳如雪，早早就离席回房休息去了。清晨，柳府大门前，虎兄，这柄玄铁硕可分为2段，即可马战也可步战，平时可将后段拧下，放置于剑袋中。台阶下，柳征北将沉重无比的玄铁硕一分为2，递到王虎面前道：多谢征北兄，那我先回军营了。王虎双手接过沉重的2段长硕，将1米长的后段柄身放入后背的剑袋内包中，右手持着长硕主体。完整的玄铁硕长达3米，哪怕除去一节，还有2米长。硕身通体黝黑，散发着古朴而又威严的气息。硕头长约60公分，两侧开刃，硕锋处还有破甲棱。硕刃4剑，共有8面，可轻易刺穿鱼鳞甲和锁子甲。望着寒光闪烁的硕头，王虎心中极为满意。这柄长硕绝对是他心中最完美的兵器之一。我们军营见。柳征北点点头道：告辞。王虎点头，背着青鱼弓和装着30根箭矢的牛皮箭袋，手上拿着2米长硕，坐在了马车前头。虎子哥回来了。王虎刚回到清平县士族所处的营房区域，手里端着稀饭的小鱼儿，就满脸激动地大喊道：虎哥，你咋现在才回来？我们还以为你出啥事了呢。李二牛率先从营房中跑出来，满脸担心抱怨道：昨晚在柳家喝多了，让你们担心了。王虎看着围过来的众多兄弟，满脸不好意思道：虎哥，你手中的是什么兵器？看着好威风啊。小鱼儿目光盯着王虎手中的长硕，满脸好奇道：这是长硕，土包子。陈二狗走过来，满眼羡慕道：看来这一趟柳家之行，虎兄弟收获不小啊。陈峰也闻讯走过来说道：确实有点小收获。王虎笑容满面道：大家都赶紧吃饭，等会还要去教场操练战阵，都给我打起精神，不要让其他郡县的兄弟看笑话。陈峰神色微压的大声道：陈都头，我有话要跟你说。王虎看到众人散去，目光闪烁道：虎兄弟有话直说，咱们之间不用拐弯抹角。陈峰满脸豪爽道：我想让你去跟军需处要些弓箭和箭矢，最好再要点大盾、长枪和马车。王虎眼神闪烁道：这些东西其实不用你说，我也打算去副营主那里走上一趟，毕竟想让我们去宁山堡卖命，也不能什么都不给我们。陈峰点点头道：还有3天我们就要出发前往宁山堡，东西越快到越好。王虎沉声道：我明白，等会我就去副营主的营帐。陈峰深以为然道：此次前往宁山堡路途凶险，若有弓箭和大盾，我们会安全许多。王虎眼神充满自信道：放心，要是他们不给，我直接躺在他们营帐门口不走。陈峰语气坚定道：就这么办，不请我带300兄弟也都过去躺着。王虎咧嘴一笑道：哈哈，那我这就去找副营主。陈峰开怀大笑，转身朝着郑远山的营帐大步走去。傍晚，教场，兄弟们，我回来了。一天未见的陈峰带着10几辆装满弓箭、盾牌和长枪的马车来到教场前。陈都头真的要来弓箭和盾牌了，还有2车长枪。看着10几辆马车上的弓箭、箭矢、大盾和长枪，陈二狗满脸兴奋道：100套弓箭，3000支箭矢，200根长枪，还有100面1.8米的大盾，够可以吧？陈峰走到王虎等人面前，满脸傲然道：辛苦都投了。王虎看着陈峰身上的大量泥土，嘴角勾起道：
会射箭的过来领弓，每人一把弓配30根箭矢，还有身高7尺以上的过来领取盾牌和长枪，这些都是你们以后保命的家伙。陈峰站在10几辆马车前头，大声嚷嚷道：好羡慕他们啊，竟然能领到那么多好东西。羡慕个屁，他们马上就要去宁山堡了，你愿意去啊？宁山堡距离安西郡城足有100多里地，最少要走上2天，要是沿途遇到羌胡骑兵，简直是九死一生啊。说的没错，而且他们都是新兵，训练还不到1旬，简直跟送死没啥区别。幸亏没轮到我们，否则再好的兵器也没用。清平县这300号人算是完了。教场上的数千新兵看着清平县300号人满脸兴奋地领着武器，纷纷摇头叹息，都觉得前往宁山堡是必死之局。3日后，南城门有17刻，兄弟们出发。随着高大厚重的2扇城门被缓缓拉开，陈峰和王虎带领着300清平县士族正式踏上支援宁山堡的路途。咕噜噜，300士族牵着10几辆马车，悄无声息地离开安西郡城，只有车轮发出轻微的声响。顶着夜色，沿着官道一路前行，直到天色放亮，300人才有惊无险地抵达一处村落边缘。小鱼儿、狗娃，你们去村子里探探。树林中，王虎对着身旁的小鱼儿和狗娃低声道：2人轻轻点头，各自手握一柄4尺腰刀，朝着村子慢慢摸去。半个时辰后，2人又悄悄地返回树林。陈都头、胡子哥，村里没有活人，只有几十具腐烂的尸体。狗娃面色微微发白道：那帮狗杂种竟然连3岁小孩都不放过。小鱼儿气得脸色铁青道：胡兄弟，现在怎么办？要进村吗？陈峰对王虎询问道：不进村，让兄弟吃点干粮，将马车隐藏好，马嘴堵上，就在这树林中休息。王虎轻轻摇头道：好，就按虎兄弟说的办。陈峰点点头道：300人的队伍，名义上都听自己的，但他心里明白，其实众人都把王虎当成真正的头。对此他毫不在意，只要能活着抵达宁山堡，他也愿意听从王虎的命令。二狗、小鱼儿、狗娃、二牛，你们4人各自带着自己手下的兄弟轮流警戒，每队警戒1个半时辰。王虎又对着同为师长的陈二狗4人说道：诺。陈二狗4人抱拳低喝。陈都头，跟昨天一样，我们等到天黑再出发。王虎又对着陈峰说道：好。陈峰点点头，众人也开始在树林中休息。5日后，宁山堡，敌袭，敌袭。山门警戒塔上的一名士卒目光眺望狭窄山道，缓缓朝着山门而来的军队，转身朝着营房林立的堡内放声大喊：他娘的，那些羌胡杂碎还敢来！一名身材魁梧的黑脸浓眉大汉，穿着一身黑色单衣，手持一柄环手大刀，骂骂咧咧地从一处营房中走出。全堡警戒，准备死战。紧接着又有一名身穿残破战甲的青年都头，手持长剑，快步跟上了黑脸大汉的脚步。弓箭手全部登上城墙，长枪兵堵住山门。很快又有一名半边脸被紫色胎记覆盖，身材修长的女都头从一间营房中走出，在他身后还跟着7、8名身高马大的女子士卒。白都头，你率领100枪兵抵住山门，留作预备队。李都头随我去城墙，我倒要看看是羌胡哪个部落的杂碎一大早就来赶来送死。黑脸大汉朝着依山而建只有不到50米长的城墙边走，边骂道：诺。白鱼双抱拳接令，有条不紊地聚集堡内长枪士卒，整个宁山堡内犹如一台巨大的战争机器缓缓启动。统领，好像不是胡兵，是咱们自己人。负责警戒观察的士卒仔细看着山道上行进的队伍，发现整支队伍的兵符都是大前王朝独有的暗红色兵符，根本不是羌胡士兵。你大爷的，这都能看错！闻言，魏猛朝哨兵屁股上踹了一脚，随即才将目光投向蜿蜒崎岖的山道上。魏头，好像真是咱们的人。面容清瘦的李俊站在魏猛身旁道：真是见了鬼，难道周上大发善心给咱们宁山堡送来支援了？魏猛怒目圆瞪，百思不得其解道：等他们过来问一问，咱们不就知道了吗？李俊笑着道：也是。魏猛点点头，示意城墙上的士兵不用紧张，静静地等着队伍靠近。而这支身着大前王朝暗红色兵符的队伍，正是一路从安西郡城赶来的清平县300新兵士卒。终于到了。看着近在咫尺的石头山门，陈峰收起手中的羊皮地图，满脸感慨道：这宁山堡的规模比我想象的要大上不少。王虎目光扫向100米开外的宁山堡，举手示意队伍停下，然后与陈峰一同朝着只有7、8米高的山门城墙走去。这山道崎岖狭窄，根本展开不了多少兵力，看来羌胡骑兵在这宁山堡没少吃亏。陈峰看着山道上断裂的各种兵刃和大量鲜血残迹，咧着嘴笑道：想要攻下这种依山而建的军堡，只能拿人命填，或者断水断粮，长期围困。王虎点头道：来者何人？报上名来。
两人距离石头山门还有不到30步时，城门上忽然传来一道浑厚有力的声音：“在下安南郡清平县都头陈峰，奉安西郡守秦卫宁和都尉周尚之命，率领300士卒前来增援宁山堡。”陈峰朝着山门大喊道：“李都头，你带几个人下去看看。”魏猛对身旁的李俊说道：“诺。”李俊点头，带着4名士卒朝着城墙下快步走去。吱呀，3米高的山门缓缓打开，李俊带着4名士卒朝着陈峰和王虎走去，身后白羽双率领的100枪兵则严阵以待。可有郡守大人手谕和军中文书？李俊走到陈峰和王虎面前，眼神警惕道：“有，请过目。”陈峰点头，从怀中掏出一个信封，递到了李俊面前。“你的腰牌呢？”李俊伸手接过信封，又对着陈峰问道。“腰牌也有。”陈峰从腰间拿出清平县都头的腰牌，上面清晰记载了他的身份和军职。“你们稍等片刻，我需要去验证一下。”李俊察看了一眼陈峰的腰牌，将其还回去道：“好。”陈峰点点头，同王虎耐心地等着。打开山门，让清平县的兄弟们进堡。城墙上确认完信封中秦卫宁手谕的魏猛大手一挥道：“秦卫宁的字迹和印章他都熟悉，至于周上的文书，他连看都没看一眼。”进堡。见到山门完全打开，王虎同样对着百步开外的300士卒挥动手掌，众人顿时浩浩荡荡地进入了山堡中。哈哈，真没想到，我写了那么多封求援信，周上还真给我宁山堡派来了援兵。见到陈峰，王虎率领300人马进入堡内，魏猛走到山门前大笑道：“给你们介绍下，这位便是宁山堡军使魏猛，魏统领。”李俊为陈峰和王虎介绍道：“属下陈峰、王虎拜见魏统领。”陈峰和王虎一同抱拳低手道：“以后大家都是自家兄弟，不用如此客气，以后称呼我魏头就行。”魏猛摆摆手，满脸豪爽道：“谢魏头。”王虎、二黄、陈峰同时大声道：“白都头，麻烦你先把300兄弟的营房安排一下，等会一起到主厅议事。”魏猛对着眼神冷漠的白羽双说道：“诺。”白羽双抱拳点头，带着8名女子士卒朝着营房区域走去。“兄弟们不要见怪，白都头性子就这样。你们先让兄弟们去营房吃点早饭休息，等会我再跟你们好好聊聊宁山堡的情况。”魏猛笑着对陈峰说道：“诺。”陈峰和王虎低手抱拳，方才带着300号人朝着营房区域走去。堡内营房众多，白羽双很快便将300人安顿完毕，最后将王虎和陈峰带到了一处毗邻山脚下的一排营房前。这一排营房乃是统领和都头的营房，可以单人一间，你们可以自行选择一间居住。白羽双目光淡漠道：“我不是都头，只是使长，好像没资格单独住一间营房。”王虎自我嘲讽道：“你若是没资格单独住一间营房，那我就更没资格了。”白都头，王虎兄弟虽然不是都头，但在安西郡城外独自斩杀了1名胡骑百夫长，另外还杀死了13名羌胡骑兵，你说他有没有资格独自住一间营房？”陈峰慷慨激昂道：“按大前军律，杀胡人百夫长可得都头职位，你为何只是省长？”白羽双一双深邃眼眸仔细在王虎高瘦身材上打量一卷道：“此事说来话长，主要是王虎兄弟得罪了人。”陈峰替王虎开口解释道：“莫不是得罪了周上那个老匹夫？”陈峰话音刚落，魏猛昂首阔步地带着李俊来到3人前：“算是吧，王虎在教场比试时刺伤了周都尉侄周莽，所以才从应得的都头降为了使长。”陈峰满脸惋惜道：“你竟然能打过周莽，还将他刺伤了，真是有种。”魏猛眼神赞叹地盯着王虎道：“你是4品武夫？”李俊突然忍不住开口问道：“我不是什么武夫，只不过天生力气大些，再加上常年在山中打猎，反应也比较敏捷。”王虎摇摇头道：“天生神力，又是老猎手，难怪能斩杀胡骑百夫长，又击败周莽。不过你放心，周上不让你当都头，我让你当，从今天起，你就是宁山堡的第4位都头了。”魏猛眼神格外认真地说道：“谢统领栽培。”王虎抱拳低手，一脸感激道：“在我们宁山堡，只要你有能力，我的位置都可以让给你坐，更不会有人给你穿小鞋。”魏猛豪气干云道：“魏头，你不会也得罪过周上吗？”王虎心领神会道：“别跟我提那个小人，当初要不是老子救他一命，他早就死在凉州城下了。”魏猛面色暗沉，显然和周上之间有着不小的恩怨。“魏头，我们还是去主厅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吧，堡里存粮可是不多了。”白羽双声音冷冰冰地插了一句道：“对，差点把正事给忘了，都随我去议事大厅。”魏猛大手一挥，王虎4人立即朝着议事大厅走去。所谓的议事大厅，不过是大点的木头房子，位置坐落在山门的正对面，距离山门不到200步的距离。大厅里摆放着10几张木椅，魏猛当仁不让地坐在了主位上。“都坐下吧，首先我代表宁山堡的所有兄弟
欢迎诸位兄弟的到来。这两位是我们宁山堡的两位都头，白鱼双白都头和李俊李都头。魏猛对着王虎和陈峰介绍道。见过白都头、李都头。王虎和陈峰对着两人拱手抱拳，四人也算是正式认识了。既然大家都认识了，现在我们步入正题。白都头，你来跟陈都头和王都头说下堡内的情况吧。魏猛面色微沉道。目前堡内一共有士卒307人，粮食不足100担，若是算上今日到来的300士卒，一共有600余人，粮食仅够维持半月。白鱼双眼神冷淡道。魏统领，早晨我们来时发现田地里还有大量谷子和玉米没人收，我们是否可以派人下山去收取？王虎出声询问道。王都头有所不知，在距离我们宁山堡10几里外有一处村庄，在那里有着300羌胡骑兵驻扎，他们一直负责监视我们宁山堡的行动，只要我们敢下山收粮，他们立刻会派骑兵前来阻拦。魏猛摇头无奈道。村里只有300骑兵吗？王虎目露惊芒道。胡骑战力强悍，个个以一当十，300骑你还觉得少？李俊嘴角冷笑道。正面厮杀，我们确实不是羌胡骑兵的对手，但若是夜间偷袭呢？王虎大胆假设道。谁去偷袭？就凭我们宁山堡的这几百新兵士卒吗？李俊眉头轻扬，觉得王虎是在异想天开。哪怕是夜晚偷袭，以宁山堡的这几百号人，也绝不是300胡骑的对手。之前仅来了1000胡骑进攻山门，堡内的新兵士卒就伤亡过半，并且还战死了2位都头。若是羌胡骑兵真的铁了心要将宁山堡拿下，他们这点人马根本守不住。王虎兄弟，你对我们宁山堡的情况可能还不了解，堡内的士卒其实80%都是新兵蛋子，别说让他们去偷袭胡骑，就是守个山门都困难。魏猛嘴角一咧道。我明白了。听到李俊和魏猛如此说，王虎算是对宁山堡的情况彻底了解透了。感情宁山堡的300多号人跟他们一样，都是新兵，能打仗的老卒连30%都没有。这样的军队确实很难将300胡骑吃掉。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嘛。粮食不是还能坚持半个月吗？说不定再过几天胡人就滚回草原了。魏猛感觉气氛有些凝重，不由得大笑道。魏头，明日我想下山去看看，能不能帮我找个向导？王虎起身抱拳道。向导的话，我看白都头就可以，他对周围村落的分布都很了解。魏猛想了想，一拍大腿道。那明日就有劳白都头了。王虎朝着白鱼双抱拳道。明日几时下山？白鱼双面色平淡道。吃完早饭就可以出发。王虎随口说道。好。白鱼双点点头，并未拒绝王虎的请求。既然如此，大家就散了吧。魏猛摆摆手道。我等告退。王虎和陈峰起身告辞，白玉双和李俊却无离开的意思。两位怎么看？望着王虎和陈峰离开的背影，魏猛右手时只轻轻敲打座椅扶手道。有勇无谋，难当大任。李俊面容冷漠道。胆大心细，脸皮厚。白鱼双想了想道。哈哈，白都头这话有意思，看来白都头对王都头印象不错啊。魏猛大笑说道。粮食之事确实需要解决，否则我们不被胡人杀死也要饿死。白鱼双没有理会魏猛的调笑，面色沉静道。我知道，等明日你和王虎回来，我们再重新商议。魏猛双目闪烁着丝丝寒芒道。翌日山门前，这柄长槊似乎是柳家的那根玄铁槊吧，还有这把弓似乎也是柳家的青鱼弓。魏猛看着王虎手中的玄铁槊和身上背着的幽青色长弓，满眼惊讶道。没错，这玄铁槊和青鱼弓正是柳伯父所赠，没想到魏头竟然识得。王虎嘴角轻笑道。真没想到柳青山居然会将这2件宝贝送给你，看来柳家非常看好你啊。魏猛有些羡慕嫉妒恨道。魏头有所不知，王虎之所以得罪周尚，就是因为帮了柳家兄妹的忙，当街坏了周莽的好事，所以才让周莽怀恨在心，这才有了后面的较长比试。陈峰在一旁笑着说道。原来如此，我说柳青山怎么那么大方？魏猛一脸恍然道。魏头，那我和白都头就先下山了。王虎没有多解释，直接抱拳说道。虎哥，我们哥几个跟你一起去吧。小鱼儿带着李二牛、陈二狗、狗娃几名师长围过来道。我们是去山下探查胡骑的踪迹，人多反而坏事，你们几个留在堡里好好训练。王虎直接拒绝道。走。白鱼双没有多余废话，直接牵着马匹走出了山门。赶紧走吧，夜半子时一定要回来。魏猛叮嘱道。王虎点点头，牵着马匹朝着白鱼双快步追去。李家村3里外树林，英姿飒爽的白鱼双左手猛勒马绳，右手紧握银色长枪，胯下马匹前蹄高高扬起，停止了奔跑。前方3里就是李家村，300胡骑就驻扎在村头。
白鱼霜用手中银枪指着树林右前方村子道：“这边地形如何？”王虎目光扫视周围的农田，发现田地里还有大量的玉米杆存在，遮挡住了两人大半视线，地形开阔，利于骑兵冲击。白鱼霜察觉到王虎的意图，给他直接泼了盆冷水。如此看来，想要偷袭他们，成功的概率非常小啊！王虎眉头紧皱道：“胡人好饮酒作乐，周围方圆数十里，除了我们宁山堡的数百士卒，根本没有其他军队存在。但胡骑军营周围地带开阔，便与哨兵观察，想要出其不意偷袭，只能从村子里行动。”白鱼双翼有所指道：“村子里吗？”闻言，王虎双目放光，打算等到夜晚亲自去探查一番。胡人一般黄昏时开始饮酒，入夜会进入营帐玩弄女人，如果真想偷袭，丑时深夜是最好的机会。白鱼霜翻身下马，将马绳缠绕在一棵大树上道：“白都头赞同我主动袭击胡骑。”王虎目光微动道：“我不想被饿死。”白鱼霜面无表情道：“这个理由不错，战死也比饿死强。”王虎笑着下马道：“夜幕很快降临，月光洒在了田野的玉米地中，窸窸窣窣。”背靠着大树闭目养神的王虎忽然睁开双目，目光望向数十米外的玉米地。白都头，做好战斗准备。王虎听到脚步声越来越近，右手握紧玄铁槊，身体弓起，朝着前方的玉米的慢慢走去。不用紧张，应该是附近的村民。白鱼霜手持银枪，走到王虎身边，轻声道：“村民。”王虎借着月光，看见十几道大小不一的身影从玉米地中走出，看起来确实不是胡人。不要喊叫，你们是什么人？等到十几道身影靠近树林，白鱼霜和王虎才现身挡住了十几道身影的去路。不要杀我们，我们是李家村的村民。一名少年声音惊慌失措地说道：“我们是官军，你们怎么会在这里？”白鱼霜开口问道：“我们是前天晚上从村子里的地窖跑出来的，这2天一直躲在玉米地里。”为首的少年声音颤抖道：“村子里可还有人？”王虎也出声问道：“没有了，村里男人和老人都被胡人杀光了，女人也全部被胡人抓走了，只有我们这群孩子藏在地窖中，没有被胡人发现。”少年低着头道：“穿过这片玉米地，能进入到村子里吗？”王虎沉默片刻，继续问道：“可以，玉米地都是连在一起，直接通到村子后面的小河桥。不过小河桥那里有一队胡人把守，需要从小河中趟过去。”少年认真回答道：“白都头，这些孩子该怎么处理？”王虎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方才对白都头询问道：“王都头觉得呢？”白鱼霜语气悠悠道：“我觉得可以将他们带回宁山堡好好培养，这些孩子可是我们凉州未来的希望。”王虎义正言辞道：“堡里粮食不多了。”白鱼霜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淡淡说道：“我们有粮食，村里藏了上千石粮食，我知道藏在哪里。”少年听到宁山堡，才彻底安心的焦急道：“哦，你叫什么名字？”王虎发现眼前的少年口齿伶俐，脑子灵活，倒真是个值得培养的好苗子。“我叫李长安，今年15岁，再过2年就能当兵杀胡人了。”少年李长安双目明亮道：“你恨胡人吗？”王虎温声道：“哼，我恨不得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我爹娘就是被他们杀死的，还有我姐姐也被他们掳走了。”李长安情绪激动道：“那你愿不愿意跟着我一起去杀胡人，帮我们带路？”王虎循循善诱道，觉得自己忽悠一个15岁少年实在是有点卑鄙了。不过非常时刻当用非常手段，如果有李长安带路，他和白鱼霜会省很多力气。“我愿意。”李长安眼眸坚定道：“好，等会你带我和这位姐姐一起去村子里看看，我们要摸摸胡人军营的情况。”王虎低声说道：“你们真的敢去杀胡人？”李长安有些不相信，在他印象中，安西郡的官兵根本不敢和胡人交战，胡人只要一来，官兵就全部躲到县城里去了。有什么不敢？前几天我还杀了1名胡人百夫长和13名羌胡骑兵，若是不相信，等你去了宁山堡打听打听，就知道真假了。王虎满脸臭屁地说道：“好，我相信你，只要能杀胡人，让我做什么都行。”李长安毫不犹豫地说道：“好，那等会你就先带我们穿过玉米地。”王虎伸手摸了摸李长安的脑袋道：“让你的小伙伴们先躲在树林中，等我们回来就带你们去宁山堡。”白鱼霜觉得自己对王虎的评价果然没错，胆大心细，脸皮贼厚。“是，大人。”李长安抱拳低手，转身快速走到10几名半大的孩子们前，嘀咕一通。10几人听后立即分开躲了起来。这小子挺聪明，还知道让他们分开躲藏。王虎眼露赞许道：“穷人孩子早开智，现在他又没了父母依靠，只能靠自己生存。”白鱼霜目光闪烁道：“白都头说的有道理。”王虎非常认可的点头道：“大人，我们可以走了。”将一群孩子安顿好之后，李长安走到王虎面前，眼神拘谨道：“
不用怕，你只需要带着我俩穿过玉米地即可，不用跟我一起进村子。王虎轻轻拍了拍李长安肩膀道：我不怕。李长安挺起瘦弱的胸膛道：白都头，走吧。王虎对着白鱼霜做出请的姿势道：带路。白鱼霜声音冷淡，让李长安在前头带路，他和王虎一左一右的跟在后面。擦擦擦，借着皎洁月光，三人穿行在茂密的玉米地中，身体穿过一根根秸秆，发出摩擦的声响。还有不到100米就能到河边了。李长安走到一处玉米秸秆被压倒大片的空地，手指着正前方黑漆漆的村子道：小河有多宽？你说的小桥在什么位置？王虎借着月光仔细观察前方的情况，但距离太远，根本看不清。小桥在那边，只要你们小心点，不会被他们发现的。而且他们非常喜欢喝酒，一到晚上就喝得烂醉如泥。李长安手指着左前方道：好，你在这里等我们回来，若是我们2个时辰之内没有回来，你就先返回树林。王虎对李长安嘱咐道：是，大人。李长安点头道：白都头，我们走。100米的距离，王虎和白鱼霜眨眼的功夫就来到河边，果真有湖兵在桥头把守。王虎身体蹲在河边草丛，目光望向桥头的篝火，隐约看到7、8个身影围坐在篝火旁。我们现在如何？白鱼霜美目闪烁道：再等等，等他们瞌睡了，我们再过河。王虎目测桥头的距离大约只有30米左右，若是贸然过河，很有可能被胡骑哨兵发现。白鱼霜点点头，单膝跪地，默默等待着。夜半子时，一片乌云遮住了月光，使得夜色越加朦胧。白都头，可以过河了。王虎用胳膊轻轻碰了下白鱼霜的身体，小声说道：白鱼霜手握2米银枪，轻轻摸到河边，先是用银枪试了试河水深度，方才慢慢将身体浸泡在河水中。河面并不算窄，足有5、6米宽，河水最深处达到了将近2米深。好在2人都会游泳，有惊无险地渡过了河面。咕噜，来到河对岸，望着衣衫湿透、身体婀娜曲线尽显的白鱼霜，王虎情不自禁地咽了咽口水。浸湿的衣裙紧贴着白鱼霜曲线优美的娇躯，挺翘的臀部曲线和胸前的伟岸弧度也在此时尽显无疑。若是没有脸上的胎记，单凭着傲人的身材，白鱼霜也绝对会受到许多男人的追捧。而据他观察，白鱼霜的右边侧脸极美，再加上一双深邃高冷的双眸，哪怕左脸被胎记遮挡，也比绝大多数女人更有吸引力。你在看什么？或许是察觉到王虎火辣辣的目光，白鱼霜双手环绕胸前，轻声呵斥，急忙将曼妙身姿隐藏在河岸草丛中。抱歉，我不是有意的。王虎蹲下身体小声道：现在我们衣服都湿透了，还怎么行动？白鱼霜极为恼怒，感觉自己就不该跟王虎一起过河。要不你先在这里待着，我自己去村子里看看。王虎有些不好意思道：滚！白鱼霜轻声娇斥，根本不想搭理王虎。好好，你自己小心点，我半个时辰内会回来。王虎不敢去招惹白鱼霜这头冰冷的母老虎，小心翼翼地爬到河岸上，身影慢慢消失在夜色中。这个可恶的混蛋！看着自己单薄的衣服完全被河水浸透，还有臀部、大腿内侧传来的黏湿感，白鱼霜忍不住低骂一声：这个院子为何有火光？进入村内的王虎沿着一排排院门朝着村头行进，忽然脚步一顿，发现前面的一处泥墙内竟有火光亮起。难道有情况？王虎知道胡人住不惯前人的屋子，所以才会选择在村头安营扎寨。你们这些前人听好了，谁要是再敢逃跑，我直接打断他的手脚。王虎刚靠近低矮的泥墙，就听到院子中传来胡人的咆哮声和鞭子抽打声。大人，这些铁匠和工匠都是万夫长点名要的，教训一下就算了，别真的打死了。2名胡人站在院落中，一名胡骑百夫长手拿着马鞭，狠狠抽打着一名躺在地上的男子，直到男子彻底昏死过去，才停止了抽打。这里竟然关押着如此多人！王虎身体放低，目光偷偷观察着院子内的情况，发现小小院子里竟然关押着近100号人。而从2名胡人的交谈中，他也知道了这些男子的身份，应该都是附近村子中的铁匠、工匠、瓦匠等手艺人。羌胡部落向来缺少兵器，所以每当羌胡部落进入前朝大肆劫掠时，女人、金银、粮食和铁匠乃是羌胡部落必抢的4样必需品。尤其是铁匠和女人，一个可以为他们打造兵器，一个可以为他们生儿育女。走，回营。胡骑百夫长用脚踢了下地上的男子，发现男子没有反应，方才离开了院子。给我看好这座院子，再发生有人逃跑的情况，我割了你们的脑袋！2名胡人走出院子，对着院门口看守的4名胡兵大吼道：遵命，百夫长！4名胡兵被骂得抬不起头，只能大声应道：看来要尽快行动了。王虎记在院子的位置，身影继续朝着村头的胡人军营悄悄走去。直到深夜丑时，
王虎将胡营的情况探查得七七八八，才原路返回。谁？听到河岸上传来脚步声，严阵以待的白鱼霜低声交喝道：“我。”王虎腿脚麻利的来到白鱼霜身边，小声说道：“怎么这么晚才回来？”白鱼霜忍不住抱怨道：“发现了点特别情况，我们先过河再说。”王虎低声道：“又过河？”白鱼霜刚把衣服上的河水拧干不久，又要过河，那他刚才的力气不是白费了？怎么了？看到白鱼霜迟迟不动，准备下河的王虎疑惑道：“没事，走。”白鱼霜轻咬嘴唇，扶着银枪慢慢将身体进入河水中。呼，这次收获不小，我们要赶紧返回堡里。刚上岸，王虎长呼一口气道：“你在胡营再发现了什么？”全身再次湿透的白鱼霜忍不住问道：“我发现胡营防守松懈，并且营帐周围也没有设置任何障碍。另外，我还在村里发现了一处关押着近100号匠人的院子。”王虎目光灼灼地盯着白鱼霜在月光照映下的完美身材道：“你在看什么？”察觉王虎视线紧盯着自己胸前，白鱼霜不由得恼怒道：“没看什么，咱们赶紧走吧。”王虎打着马虎眼道：“你刚才说村子里被关押着近100号匠人？”白鱼霜跟上王虎的脚步，右手用力拧着身上的衣裙道：“里面被看押的大多数都是铁匠。”王虎同样边走边拧着身上的衣服，大量的河水从衣服中被拧出。“是2位大人吗？”不知不觉，两人走到100米处的玉米空地，李长安竟然还在此处等他们。“是我们。”王虎低声回应道。“2位大人没事吧？”李长安走上前小声道：“你可知道周围有什么地方可以生火，又能不被胡姬发现火光？”王虎小声询问道。“树林深处有一座茅屋，那里不会被胡姬发现，我们原本打算今夜就去那里的。”李长安不假思索道。“好，就带我们去那里。”王虎点点头道。李长安点点头，迅速带王虎两人返回树林。回到树林，王虎和白鱼霜牵着马，静静地看着李长安将那些躲藏在树林中的孩子全部聚集起来。“2位大人，可以走了。”清点完人数后，李长安走到王虎两人面前，低声道：“带路。”白鱼霜言简意赅道。经过半个时辰的行走，王虎和白鱼霜来到了李长安口中所说的茅屋。“2位大人先在这里歇歇，我们在外面给你们守着。”李长安躬声说道。“辛苦你们了，马背上有些干粮，你们分着吃，不用给我们留。”白鱼霜声音清冷道。“多谢大人。”李长安听到有吃的，小脸激动无比。“坚持下，等回到宁山堡，肯定让你们吃饱饭。”王虎察觉李长安这些孩子可能饿了好久，声音温和道：“谢谢2位大人。”李长安再次低头连连感谢。“去拿吃的吧，再有2个时辰就带你们回宁山堡。”王虎仰头看了看夜色道：“李长安连连点头，但还是等王虎和白鱼霜走进茅屋，才快步朝着马匹走去。噼啪噼啪，茅屋中篝火燃烧，火光照亮了整个茅屋内部。“白兜头，你的脸！”此时借着明亮火光，王虎惊讶地发现白鱼霜脸上的胎记竟然消失不见了。“我的脸怎么了？”白鱼霜眉头轻皱，情不自禁地用手摸了摸脸颊道：“白都头，你的脸好美。”王虎看着白鱼霜如金雕细琢而成的绝美脸颊，眼神火热道：“什么？”白鱼霜面色微变，像是想起了什么，连忙用手遮住自己的脸庞。“白都头，原来你脸上胎记是假的。”王虎嘴角轻笑道。“蹭！”王虎话音刚落，白鱼霜迅速起身，拿起身后的银枪，用枪尖抵住了王虎的喉咙。“白都头，你这是做什么？”王虎神情自若，眼眸闪烁道：“你这个混蛋！”白鱼霜胸口起伏，眼神羞恼道：“骂我做什么？我又没对你做什么。”王虎嘴角抽动道：“要不是你让我2次浸泡在河水中，让我体内气息紊乱，药力怎么会消散那么快？”白鱼霜面容冰寒道：“原来你脸上的胎记是靠药力维持的，怪不得。”王虎一脸恍然大悟道：“我警告你，要是敢将今天的事情说出去，我一定杀了你。”白鱼霜声音冰冷道：“我王虎对天发誓，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会有第3个人知道。”王虎右手举起3根手指，指着茅屋顶部，铿锵有力地说道：“最好如此。”白鱼霜收起银枪，脸上怒气渐消：“白都头，其实我理解你，毕竟女子从军极为少见，你用胎记隐藏容貌，确实会减少大量的麻烦。”见到白鱼霜放下银枪，王虎这才松口气道：“你转过身去，我要烘烤衣服。”白鱼霜没有搭理王虎，冷声道：“好好，我转。”王虎背过身去，耳边顿时传来一阵解开衣裙的窸窣声音：“不许偷看，不然我杀了你！”白鱼霜将身上的外衣完全脱下，身上只留下一条白色抹胸，大片的白皙肌肤暴露在空气中。“放心，
我王虎可是有5位娘子，个个貌美如花，绝不会偷看你。王虎声音自豪道。5位娘子，个个貌美如花，就凭你？白鱼霜白里透红的脸颊上满是不信道。等以后有机会带你去我家看看，保证不骗你。王虎非常自信道。呸，谁要去你家？白鱼霜眼眸闪烁道。你先躺床上休息会吧，我来为你把风。王虎知道白鱼霜误会自己的意思了，也不解释，直接将身体挪到了茅屋门口。我睡一个时辰，下个时辰换你。白鱼霜不想占王虎的便宜，声音清冷道。好。王虎耸耸肩，不再说话。卯时，天色微亮。白都头，白都头。看着躺在草床上睡熟的白鱼霜，王虎轻轻呼唤道。白鱼霜睡眼惺忪的醒来，当看到王虎硬朗脸庞浮现在眼前时，美目圆瞪，身体立刻猛然坐起。别怕，我没对你做什么，只是时辰到了，我们该出发了。王虎看着白鱼霜双臂抱胸，满脸警惕的样子，哭笑不得道。我身上的衣服是你披的？白鱼霜看着身上的衣裙，美目冰寒道。是我披的，不过我绝对没有做出任何轻薄于你的事情，我对天发誓。王虎连忙举起手道。你为何不叫醒我？白鱼霜目光望向茅屋门口，发现天色微亮，明显早过了一个时辰。我看你睡得很香甜，就没叫醒你，反正我这几天都是夜间赶路，一点也不困。王虎笑着说道。他是真没想到，表面冷冰冰的白鱼霜睡梦中竟然会说梦话，而且说的梦话还有点可爱。什么糖葫芦、大肘子、糖醋鱼不断的从嘴巴里往外蹦，似乎是在梦里享受一场饕餮盛宴。你转过去。听到王虎如此说，白鱼霜脸色好看了很多。我去屋外等你。王虎目光不经意地从白鱼霜白皙肩头掠过，拿着玄铁硕和青鱼弓离开了茅屋，只剩下最后3粒了。看着王虎走出茅屋后，白鱼霜才从腰间摸出一个绿色小瓶，从瓶口倒出一粒红色小药丸。这就是宁山宝吗？气喘吁吁的李长安驻足山脚，仰头望着半山腰的宁山宝，满眼好奇道。没错。王虎点点头。王都头和白都头回来了。隐藏在山林中的暗哨发现山脚下的王虎和白鱼霜，立即朝着山门边跑边喊道。走。重新用紫色胎记遮住盛世容颜的白鱼霜冷冰冰说了一句，继续朝着山门走去。虎哥，你们咋现在才回来？李二牛、狗娃、小鱼儿、陈二狗等人率先冲出山门，跑到王虎面前担心道。出了点小状况，兄弟们不用担心。王虎笑着说道。虎哥，这些孩子哪里来的？小鱼儿看着白鱼霜身后的10几个孩子，满眼惊讶道。他们是李家村的孩子，父母都被胡人杀光了，无依无靠，所以我就将他们全部带了回来。等会你们安排下，先给他们弄点吃的，再找个营房让他们休息。王虎边走边说道。王都头、白都头，周围村子情况怎么样？站在山门口的陈峰朝着王虎和白鱼霜打着招呼道。先去议事大厅，我们有活干了。王虎看到魏猛和李俊站在大厅门前，沉声说道。会议大厅？王都头，你是说李家村关押着近100名铁匠？听完王虎探查到的情报，魏猛面露沉思道。没错，不管是李家村隐藏的铅弹粮食，还是那近100名匠人，我们都要把那300枪胡骑兵干掉。而且若是将那近100名匠人救出，我们宁山堡就可以自行打造兵器了。王虎目光闪烁道。前天刚来时，他就发现宁山堡竟然储存着大量铁矿石，但之前的矿工和铁匠早已经被临清县征召入城了。现在他们空守着一座矿山，却无人可用，简直白白浪费了这座宝山，还是太冒险了。羌胡骑兵早晚都要离开，至于那近100名匠人，也不值得我们兴师动众。李俊摇摇头道。白都头，你觉得呢？魏猛将目光投向有些走神的白鱼霜身上问道。我同意王都头的意见，打。白鱼霜思索片刻，眼神坚定道。陈都头你的意见呢？魏猛继续问道。干他娘的，都是2个肩膀上扛一个脑袋，有什么好怕的？陈峰面色发狠道。4比1，我也同意打。魏猛咧嘴一笑道。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也无话可说，那就死战吧。李俊摇摇头道。王都头，你有什么计划吗？何时动手？魏猛和白鱼霜3人此时全部将目光聚集在王虎身上。计划很简单，我和白都头亲自率领300长枪兵从村里偷袭胡骑大营，而大营门口正面则让陈都头和李都头率领100大盾兵和100弓箭手在玉米田中埋伏。等到300枪兵击溃军营中的胡骑主力，2位都头率领盾牌兵堵住营门，再命令弓箭手全力射杀，大局可定。王虎将心中早已准备好的计划全盘说出道。好，就按王都头说的办。魏猛一拍大腿，随即话锋一转道。还有，我要和你们一起行动。计划已定，我们何时动手？
陈峰摩拳擦掌道：“后天傍晚行动，这2天让兄弟们好好磨合一下，此战只能胜不能败。”王虎眼神坚定无比道：“若真能全歼李家村300强胡骑兵，我们宁山堡必将震动整个安西郡。”魏猛眼中闪烁金芒道：“3日后自现分晓。”白鱼霜神色从容道：“这2日我会严格训练新兵士卒。”李俊面无表情道：“他知道此战关乎宁山堡的存亡，一旦偷袭失败，宁山堡将荡然无存。还有一事，目前堡内士卒已有600之众，我自领200人，剩下400人，你们每人各领100，顺便各自选出1位副都头，以后也参与大厅议事。若是这次偷袭成功，我定当为诸位请功。”魏猛站起身来，满脸威严道：“谢魏头。”王虎4人一同起身，抱拳低手道：“二牛、小鱼儿、狗娃，你们3个是我最好的兄弟，现在空出来一个副都头，你们谁想做？”一处营房中，王虎坐在大通铺上，对着站在身前的3人问道：“虎哥，我不想做什么副都头，我就想跟着你。”小鱼儿首先表态道：“让狗娃做吧，他脑子比俺好使，也能帮上虎哥你的忙。”李二牛满脸认真道：“我实力在3人中最弱，不太适合。”狗娃摇摇头道：“行了，就狗娃你吧，以后你们的职位不会止步于此，副都头算个屁。”王虎简单粗暴地说道：“虎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打仗了？”小鱼儿小声问道：“没错，这2天你们好好训练，3天后别给我们清平县丢人。”王虎点点头道：“放心吧，虎哥，我们绝不给你丢人。”小鱼儿3人满脸正色道。一上午时间，4位副都头很快被选了出来。王虎手下的副都头是张娃子，外号狗娃；陈峰手下是无可争议的陈二狗。至于白鱼霜手下，则是一位人高马大、面容粗狂的女人，叫做孙大妞，外号孙大猛。李俊则挑选了一位老成持重的老卒，名叫李二平，人称老李头。最后，魏猛还在200名士卒中挑选出了2名副都头，乃是2名宁山堡老兵，一位叫沈峰，一位朱一刀。至此，宁山堡一共有600士卒，1位军使，4大都头和6位副都头。3日后傍晚，500士卒整装待发，每个士卒的脸上都写满着兴奋、激动和恐惧等神色。兄弟们，话不多说，今晚我们要去袭击位于李家村的胡人军营。在那里，胡人只有300人，而我们有500人，优势在我，此战必胜。老子把丑话说在前头，畏敌不前者，临阵脱逃者，皆斩。都听清楚没有？魏猛率领王虎4大都头堵在山门口，对着500士卒奋力大吼道：“听清楚了！”经过2天的磨合训练，500士卒士气高涨，纷纷大声应道。其实，在这2天训练中，堡内所有人都知道要去打仗了，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好在宁山堡的600士卒也算是见过血的，倒没有像刚参军的新兵士卒那样手足无措。尤其是300清平县士卒，在王虎这2天的忽悠中，更是信心满满，渴望杀敌赚取军功。毕竟，他们可都是在安西郡城外见识过王虎的勇猛。好，出发！魏猛对于500士卒的精神状态非常满意，大手一挥，带着王虎4人和500士卒朝着10几里外的李家村前进。虎哥，我跟你们一起去！500士卒刚走出山门，李长安就带着另一名15岁少年李长善跑到王虎身边道：“我们今晚是去打战的，你们年纪还太小，等过2年再说。”王虎边走边摇头拒绝道：“我们俩对村子周围的道路非常熟悉，可以帮你们引路。”李长安紧握手中的长枪道：“王都头，把这2个小鬼带上吧，晚上视野模糊，有2个熟悉路况的人带路，有利于行军。”陈峰在一旁说道：“那你们就跟在我身边，到了李家村后，长安跟我进村，长善跟着陈都头，不许私自参加战斗。”王虎点点头道：“诺。”李长安和李长善学着其他士卒的样子低头应道。行军中，所有士卒不许交头接耳，违令者斩。魏猛穿着一身黑色盔甲，手持一柄重达80斤的2.2米黑龙大刀，骑着马匹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至于王虎4大都头，并未骑着马匹，而是同500士卒一样用双脚赶路。夜色下，500士卒化作一条黑色长龙，悄无声息地走着。子时3刻，500士卒来到李家村外围的3里外树林中，也是前几天王虎和白鱼霜待过的地方。诸位，按计划行事，丑时3刻，我和王都头、白都头从村子里偷袭胡人大营后方，李都头、陈都头率领200人隐藏在玉米地中，等大营起火后立即封堵营门。魏猛目光眺望着远处的胡人军营，眼中杀意纵横道：“诺。”王虎4人点头接令。王虎，我们这一队由你来指挥，接下来由你下达命令。魏猛对着王虎沉声道：“王虎点点头，对着李长安2人道：“长安跟我一起行动，长善留在树林，
帮陈都头他们找一个距离营门最近的隐藏地点。诺。李长安和李长善点头道：“出发！”王虎一声令下，300士卒如长龙般快速地钻入玉米地中。很快，在王虎和李长安的引领下，300士卒全部来到了距离河岸100米的玉米地空地中。大家原地休息，等到丑时一刻再行动。王虎看着士卒递过来的漏壶，对着众人低声道：“诺。”众人低声应道。丑时来临，夜色越发浓郁。时间到，小鱼儿、二牛、狗娃，你们3个跟我去桥头，先把那一对胡妻解决，其他人在此待命。王虎低声道：“我跟你一起去。”白鱼霜忽然出声道：“你们3人继续留在这里，白都头一人跟我过去即可。”王虎这2天已经知道白鱼霜的实力，赫然是一位4品气血境武夫，实力在宁山堡中仅次于魏猛。虎哥，我都听王都头的安排。小鱼儿3人话没说完，就被魏猛出声打断。诺。小鱼儿3人低头应道：“走。”王虎和白鱼霜对这段100米道路早已熟络，很快来到了之前的河岸边。我先过河，切断他们的后路，你从河边慢慢摸过去，以我弓箭为号，一起动手。王虎目光望着桥头上的篝火，可以看到始终有2名胡兵在桥头处来回晃悠。好。白鱼霜点点头，将身上的弓箭取了下来，一手持枪，一手持弓。我先过河。王虎话语说完，直接脱掉身上的兵符，只穿着一件大裤衩子下了河。流氓！看着王虎当着他的面脱得光溜溜，白鱼霜忍不住清脆一声，还是光着膀子下河暖和点。感受到河水的冰冷，王虎用玄铁槊挑着衣服，迅速游过了河面。桥头上，篝火旁，莫尔干、托雷恩，你们别站着了，过来躺着多舒服。桥边树下，一名躺在毛皮毯上的大胡子胡兵朝着桥头上的2名胡兵大声道：“米尔干，睡你的觉吧！要是被百夫长大人发现我们偷懒，一定会拿马鞭狠狠地抽打我们。”名叫莫尔干的胡人摇摇头道：“好吧，那你们好好守着，我要美美的睡上一觉了。”大胡子米尔干闭上眼睛，将一床抢来的棉被盖在身上，开始呼呼大睡起来。咻咻，2道箭矢划破夜空，准确无误地射中了桥头上2名胡兵的胸口。敌袭！一名胡兵口吐鲜血，想要大声提醒熟睡的同伴，最终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哗啦！另一名胡兵的尸体则直接摔入了河水中，溅起大片水花，也惊动了刚睡下的大胡子胡兵。怎么回事？大胡子胡兵睁大双眼的坐起身来，发现桥上的2名胡兵全部消失不见了。噗呲！正当大胡子准备起身想要查看时，一支利箭忽然从河边激射而来，直接贯穿了他的心脏。有敌人！大胡子胡兵发出临死前的微弱呼喊，想要唤醒周围的同伴，可惜毫无作用。顺利射杀3名胡兵，王虎和白鱼霜成功在桥头处汇合。杀！看着5名还是大树下熟睡的胡兵，王虎低声冷酷道：“噗呲！”王虎话音刚落，白鱼霜手中的银枪就将一名胡兵的喉咙刺穿。你们是什么人？忽然，一名胡兵被尿憋醒，睁大眼睛紧盯着王虎和白鱼霜。杀你的人！王虎眼神冷酷，手中玄铁槊猛然刺出，一槊捅穿了胡兵的心口。噗呲！鲜血喷溅，王虎顺势拔出长槊，与白鱼霜联手将剩余的3名胡兵轻松击杀。我去通知魏头他们过来。将8名胡兵全部击杀后，白鱼霜主动开口道：“不用，我挥动火把就是信号，小鱼儿他们明白我的意思。”王虎拿起一根燃烧的木棒在夜空挥舞，躲藏在玉米地中的魏猛等人接到信号，立即率领300士卒朝着桥头赶来。这是他之前打猎时与小鱼儿几人约定好的信号，挥动火把就代表着安全，可以行动。很快，魏猛率领的300士卒赶到桥头，所有人严阵以待。魏头，我和白都头先去村里把看守院子的几名胡兵解决，还是以火把挥动为好。王虎对着魏猛低声道：“好，你们多加小心。”魏猛小声叮嘱道：“王虎点点头，带着白鱼霜迅速消失在夜色中。不到半盏茶功夫，守在桥头的小鱼儿就看到村里晃动的火把，顿时满脸兴奋道：“魏头，可以进村了！”所有人噤声，脚步放轻前进，尽量不要发出声响。魏猛对着众人叮嘱一句，随即带领300士卒朝着火把晃动的位置快速行进。见到300士卒从黑暗中走来，王虎上前2步：“魏头，前方100步便是胡人军营，你们跟在我后面即可。”好。魏猛紧握手中大刀，率领300士卒紧跟在王虎和白鱼霜的身后，朝着胡人军营推进。停！距离胡人军营还有30步时，王虎轻声喝道：“怎么了？”魏猛眼皮一跳：“前面军营有2处哨岗，待我跟白都头将他们拔除，继续以火把为号，你们便可直冲大营，
大开杀戒。王虎声音冷酷道：“大营四周没有围墙吗？”魏猛询问道：“大营周围只有一圈简易的木围栏，只要几人合力就能推倒数米。”王虎回答道：“好，我明白了。”魏猛点点头，目送王虎和白鱼霜的身影离去。呼！借着大营内火盆的亮光，王虎和白鱼霜迅速来到近2米高的围栏下。2个岗哨相邻很近，你射左边，我射右边，争取一击必杀。王虎蹲着身子，将青鱼弓从身上拿下来道：“好。”白鱼霜对自己的剑法很有信心，之前桥头上的胡兵就是被他相隔近30米射杀的。我数1、2、3，一起射箭。1，王虎从身后剑袋取出一根箭矢，缓缓拉开了弓弦。2，王虎和白鱼霜同时站起身，箭头瞄准格外对应的目标。3，嗖嗖，王虎口中3字吐出，2人手指瞬间同时松开，2根箭矢如流星般射向足有7、8米高的哨塔。噗呲，噗呲，2声轻响传来，箭矢准确无误地将哨塔上2名胡兵射杀，让他们的尸体缓缓倒在了哨塔上。走，我们先翻过去，占据哨塔制高点。王虎眼见2名哨兵被射杀，立即对白鱼霜说道：“白鱼霜轻轻点头，紧跟着王虎翻过围栏。1人1个哨塔，只要发现有胡兵聚集，优先射杀，绝不能让他们集中抱团。”王虎手指2座空荡荡的哨塔道：“明白了。”白鱼霜没想到王虎如此机敏，竟然连占据制高点这层都想到了。杀戮盛宴要开始了。王虎一手拿着青鱼弓，一手拿着玄铁槊，快速朝着右边哨塔走去。很快，远处躲在黑暗中的300士卒就看到胡人大营哨塔上挥动的火把。见状，魏猛压低嗓门道：“兄弟们，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随我冲入大营，将那些枪胡杂碎斩尽杀绝！”斩尽杀绝！小鱼儿几人眼中闪烁寒芒，紧跟着魏猛朝着胡人大营冲去。砰！上百人用力推倒围栏，巨大的闷响声惊动了不少熟睡的胡兵。嗖！一名光着膀子的胡兵走出营帐查看，直接被哨塔上的王虎一箭射杀。兄弟们，每10人一组，一个一个营帐给我杀！魏猛见到不少光着膀子的胡兵走出营帐，立即大吼道：“敌袭！敌袭！”当魏猛率领300士卒完全踏入大营时，一名胡兵才惊恐地大喊起来：“嗖嗖嗖，嗖嗖嗖！”占据哨塔的王虎和白鱼霜不断将冲出营帐的胡兵射杀，眨眼间就有10几名胡兵倒在了血泊中。不要慌，所有人向千夫长大帐集合。一名身着皮甲的百夫长冲出营帐，大声高喊道：“嗖！”铿锵，一根箭矢飞来，被百夫长手中弯刀直接挡下，但箭矢所含的巨力却将他连人带刀轰入了营帐中。兄弟们，给我狠狠地杀，一个不留！魏猛带人冲入一个营帐中，看到7、8名胡兵慌乱地拿起兵器想要反抗，结果被他3、2下劈杀。不要杀我们，我们是被胡人抓来的。借着火光，魏猛才发现营帐里还有10几名光着身体的女人。不用想，他也知道这些女人都是被胡人掳来的。你们待在营帐里不要动，等我们将胡兵杀光，再带你们离开。魏猛瓮声说了一句，继续带领士卒一个一个帐篷的杀去。可恶，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军队？一名赤裸上身的胡人千夫长站在中央大帐前，看着混乱的军营，满脸暴怒道：“木狼大人，敌人太多了，我们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还是赶紧撤吧。”一名胡兵亲卫牵着2匹战马来到营帐前道：“巴图和铁山呢？”名叫木狼的千夫长面容铁青道：“2位百夫长不知所踪，请大人速速离去。”胡兵亲卫语气焦急道：“这些该死的前人竟然敢搞偷袭，来日我一定将他们全部杀光！”木狼一边骑上战马，一边破口大骂。嗖！木狼刚准备骑马逃出大营，一根箭矢突然从他耳边划过，惊得他满头冷汗。杀！此时100士卒在狗娃的率领下排成长枪方阵，将冲出营帐的胡兵一一捅杀。都上马，随本将杀出营去。木狼身边此时聚集了10几名胡兵，全部骑上了战马，手拿弯刀朝着大营门口冲去。想走，问过我了吗？王虎站在哨塔上，将大营内的情况尽收眼底。嗖嗖嗖，将箭袋中的箭矢全部射光后，王虎手持玄铁槊从哨塔上一跃而下。砰！一声闷响，大地轻颤，王虎身体轰然砸落地面，挡在了10几名羌胡骑兵的正前方。杀了他！千夫长木狼大吼一声，右手高举弯刀，带领着10几名骑兵朝着王虎杀去。死！王虎目光紧盯着领头的木狼，身影一跃而起，手中长槊如游龙般刺向木狼的胸口。当！一声刺耳的金铁撞击声响彻夜空，
在王虎的巨力下，木狼的身体直接从马背上坠落。木狼大人见到木狼坠下马，10几名羌胡骑兵调转马头，齐齐朝着王虎继续杀去，找死！王虎原本想趁骑兵要骑命，结果10几名骑兵杀来，让他只能先转身应付。木狼大人，我们来了！正当王虎大开杀戒时，2名百夫长又带着数十名羌胡骑兵赶来，情况瞬间对王虎不利。给我杀了他！木狼骑上一匹战马，用刀指着王虎大吼道：“兄弟们，给我杀！”这时，魏蒙也率领300士卒围杀过来，让木狼不得不改变计划。黑山勇士们，跟随我一起杀出去！木狼看着周围气势汹汹杀来的前兵，只能选择优先突围，杀光他们，一个不留。魏蒙也下达进攻命令，打算将眼前的近100羌胡骑兵尽数斩杀。杀！杀！双方士卒同时发出怒吼，展开最激烈的碰撞，瞬间人仰马翻，惨叫声此起彼伏。结阵！魏猛发现不能硬碰硬，立即调整战术，让所有士卒集中进攻，一步一步向前推进。所有人冲出大营，外面才是我们骑兵的主场。木狼同样察觉不能在大营中死战，否则他这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近100骑兵，今夜就要全部交代在这里了。杀！近100羌胡骑兵发起冲锋，气势惊人，杀意冲天，就算是王虎也不敢轻易阻挡，直接闪身躲到了一边。嘘嘘！然而近100骑兵冲出大营，才发现等待他们的不是辽阔田野，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屠杀。放箭！随着一声冷酷的声音在黑暗中传来，羌胡骑兵惊恐地看到无数箭雨从天而降，嗖嗖嗖，噗呲噗呲噗呲，一轮箭雨落下，20-30名羌胡骑兵坠马死亡，全军列阵。紧接着，陈峰率领的100大盾枪兵也开始展露獠牙，呈现在羌胡骑兵的瞳孔中。木狼大人，怎么办？看着成半圆形将大营完全包围的大盾枪兵，一名百夫长满脸绝望道：“冲出去！他们人数并不多。”木狼眼光毒辣，发现围困营门的大盾枪兵只有100人左右，立即下令突围。遵命！百夫长点头接令，直接带头冲锋，率领着残余的数十名骑兵发起了冲锋，自由射杀。站在一排大盾枪兵身后的李俊冷酷地对100弓箭手继续下达射击命令。嗖嗖嗖！刹那间，又是一阵箭雨袭来，数十名骑兵眨眼间只剩下不足30骑。杀！眼见羌胡骑兵冲到眼前，沉着冷静的陈峰手持大盾和长枪，率领着100大盾枪兵严阵以待。噗呲噗呲噗呲，砰砰砰，一根根长枪刺穿羌胡骑兵的身体，10几名大盾枪兵也被马匹撞得倒飞10几米，骨断筋折。可恶的前人，拿命来！木狼带着几名亲卫冲到陈峰眼前，一刀将一名大盾枪兵劈杀，旋即被10几名大盾枪兵团团包围，杀光他们！陈峰看着被团团包围的10几名羌胡骑兵，眼神无比冷酷道：“杀啊！”这时，王虎、白鱼霜也带着上百名枪兵赶来支援，10几名羌胡骑兵彻底绝望。黑山勇士们，给我冲！木狼带着仅剩的10几名羌胡骑兵反向冲锋，想要冲出王虎和白鱼霜的包围圈。杀！王虎望着迎面冲来的木狼，脚下生风，手持玄铁槊直面冲去。死！见到王虎单人冲来，木狼眼中闪烁疯狂杀意，手中弯刀劈向王虎的头颅。死的是你！王虎手中玄铁槊横挡，当的一声，一击便将木狼手中的弯刀磕飞。死！下一刻，王虎身躯凌空一跃，手中玄铁槊一枪刺出，锋利无双的槊头轻松刺穿了木狼的胸口。可恶的前人！木狼嘴角流出大量鲜血，脑袋一歪，彻底死去。木狼千夫长！木狼大人！2名胡骑百夫长见到木狼被王虎一槊击杀，眼神惊骇，疯狂地朝着王虎杀来。还给你们！王虎手中玄铁槊用力一甩，将木狼的尸体砸向一名百夫长，顿时人仰马翻。王都头，好样的！看到王虎成功击杀了木狼，冲过来的魏猛大笑道：“让兄弟们可以打扫战场了。”王虎见到落马的胡骑百夫长被一群枪兵捅杀，剩余的1名百夫长和10几名羌胡骑兵也被白鱼霜带人围杀，整个战场已经看不到任何站着的胡骑。哈哈，这一战打得痛快，我们赢了！魏猛高举手中大刀，大声狂笑道：“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打赢了。”李俊与陈峰走过，看着满地的胡人尸体，眼神无比复杂道：“此战王都头当居首功，让兄弟快速打扫战场，将营内的马匹和粮草通运回宁山堡。”魏猛大声下令道：“诺！”王虎几人点头应道。大营内火光冲天，魏头，军营里的那些女人怎么办？小鱼儿将营帐中的女人全部聚集起来，发现足有400-500人之多，立即来到魏猛几人面前问道：“
先将他们全部带回堡吧。魏猛摇摇头道：“魏头，经过清点，我们一共收拢了300多匹战马，500多石粮食。”副都头沈峰满脸惊喜地走过来汇报道：“将所有能带走的全部带走，不能带走的直接一把火烧掉，一粒粮食也不能给胡人留下。”魏猛沉声道：“诺。”沈峰抱拳点头，带着手下士卒寻找板车，将一担食粮食搬上车，运往宁山堡。狗娃，让兄弟们把胡人的尸体全部收集起来，全部挂到大营的围栏上。王虎对着狗娃说道：“是，虎哥。”狗娃点点头，朝着搬运胡人尸体的士卒们走去。王都头，为何要将胡人的尸体都挂在围栏上？魏猛面露不解道：“一是为了震慑，二是为了吸引胡人来进攻我们宁山堡。”王虎目光透露出几分疯狂，道：“虎兄弟又有什么对付胡人的计策了？”闻言，魏猛双眼放光道：“此次我们斩杀300胡骑，胡人必定不会罢休。既然如此，何不主动吸引他们来进攻呢？我们宁山堡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只要胡人赶来，我保证让他们大败而回。”王虎言语充满自信道：“虎兄弟有什么计策来对付胡人大军？”魏猛十分好奇道：“等回到宁山堡，再告诉诸位。”感受到白鱼霜、李俊、陈峰几人的目光全部聚集而来，王虎故作神秘道：“这次我们虽然大获全胜，但兄弟们也死伤了数十人，真能挡得住胡人大军的进攻吗？”陈峰语气充满担忧道：“我们宁山堡之前就被胡人大军进攻过，兵力寡众，胡人也心中有数，所以不会来太多的兵马。如果我猜测的不错，胡人最多来4、5千人，或许会更少。而我们目前有600士卒，光是依靠死守就能坚持数十日，我们耗得起，胡人可耗不起，毕竟马上就要立冬了。”王虎目光闪烁道：“王都头此言有理，胡人要是敢来进攻我宁山堡，我一定杀他个片甲不留。”魏猛豪气干云道：“小鱼儿，你带着长安去把村里的存粮全部拉走，只要粮食足够，我们宁山堡就能立足不败之地。”王虎对着一旁待命的小鱼儿和李长安说道：“诺。”小鱼儿抱拳领命，带着小鱼儿和上百名士卒朝着村子里走去，还有那院子里的近100号匠人也一并带回去。王虎朝着小鱼儿的背影大喊道：“知道了。”小鱼儿大声回应道。清晨，宁山脚下，回来了。魏猛和王虎几人率领大军凯旋而归，长长的队伍延绵上千米，看上去颇为壮观。魏头，虎哥，这300多匹战马怎么办？负责看管马匹的李二牛小跑过来询问道。魏头，这附近可有适合养马的地方？王虎目光闪烁道：“往东南20里有一处废弃的养马场，那里有山谷草地，非常适合养马。”白鱼双出声道：“那里确实有一处废弃马场，好像10几年没养过马了。”魏猛也点点头道：“魏头，我有个提议。”王虎面露犹豫道：“有什么话就说，不用吞吞吐吐的。”魏猛摆摆手道：“我想组建一支骑兵。”王虎直截了当道：“王都头，你没开玩笑吧？骑兵那玩意，我们宁山堡可养不起啊！”魏猛眼睛瞪得大大道：“我知道，但若想将羌胡骑兵彻底打败，就必须有自己的骑兵军团。”王虎目光坚定道：“王都头，你可知道养一匹战马，一日需要消耗多少口粮？那可是比人还金贵10倍啊！”陈峰也语重心长地说道：“我支持王都头的提议，并且愿意担任第1支骑兵军都头。”白鱼霜忽然目光灼灼道：“我也支持。”李俊也开口道：“王都头，豢养战马需要大量的口粮，你真的想好了吗？”魏猛眉头紧皱道：“我想好了，目前这300多匹战马，我们还养得起，只需先组建一支100人骑兵即可。而这一支100人骑兵，就是我们宁山堡的王牌。”王虎目露惊芒道：“骑兵军的事情，全权交给你和白都头处理。另外，全堡士卒任由你们优先挑选出100人。不过骑兵的装备，你们要自己想办法，我可帮不了你们。”魏蒙满脸无奈道：“多谢魏头。”王虎满脸惊喜道：“所有人回堡。”魏猛大手一挥道：“白都头，你会训练骑兵吗？”并未跟随大军进入山门的王虎来到300多匹战马旁，对白鱼霜问道：“略懂一些。”白鱼霜神情不咸不淡道：“既然如此，我希望白都头半月内可以训练出一支临危不乱的100人骑兵，这关乎我们宁山堡后面的生死存亡。”王虎满脸正色道：“什么意思？”白鱼霜眼角上挑道：“这次我们灭了300胡骑，必定会引来胡人大军的报复，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要有还击的手段。”王虎嘴角勾起道：“你是想依靠100骑兵击败胡人的数千大军？”白鱼霜用看傻子似的眼神紧盯着王虎自信的脸庞道：“有何不可？”王虎面色从容不迫道：“好，半月内我可以为你训练出一支基础骑兵，但我想看看你怎么用100人击败数千羌胡骑兵。”白鱼霜话语说完，直接翻身上马，
带着300多匹战马，朝着东南方向的废弃马场而去。100骑兵正面战场肯定不可能，但若是放火，搞偷袭，应该可以吧？王虎右手捏着下巴，揣摩着心中的想法。虎哥，我们要跟着白兜头吗？小鱼儿牵着2匹战马走到王虎身旁道：当然要去。王虎回过神来，立即跳上马背，手拉着马绳，朝着白鱼霜的身影追去。虎哥，等等我骑马不太熟练。小鱼儿见到王虎纵马狂奔，立即也爬上马背，身体颤颤巍巍地骑着马匹奔跑起来。宁山堡巨大的露天采矿区，一座座高达数米的炼铁炉矗立在矿区内，大量的铁矿石堆积着，每座炼铁炉旁都配有人工拉力风箱，不断地朝炼铁炉中呼呼吹着风。炽热的温度让周围的铁匠师傅们汗流浃背，但每个人的脸上却洋溢着干劲十足的神情。师傅们加油，今晚魏统领给大家伙加餐，每个人都有肉吃。负责监工的副都头老李头对着正在加料、打铁、锻造兵器的上百名铁匠大声吆喝着。距离偷袭胡人大营眨眼间已过去10日。10日间，整个宁山堡无论是男女老少，都加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装备制造过程中。所有人都知道，胡人大军将至，只有多打造一些兵器和箭矢，才能杀死更多的胡兵。而在王虎的业余指导下，经过多次尝试，堡内的上百名铁匠师傅终于掌握了灌钢法。有了灌钢法，就可以打造出更加锋利坚固的兵器，这也是王虎有底气对抗胡人大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为了拖延胡人大军的进攻，在王虎的建议下，并未将偷袭胡人大营的消息传递给周围任何县城和安西郡城。虎哥，你猜的没错，今天早晨果真有几名胡骑前来李家村胡人大营探查，结果直接被我们用箭射成了刺猬。议事大厅中，小鱼儿满脸兴奋地说道：时间差不多了，最多5日，胡人大军应该就会来了。听到小鱼儿的回报，王虎不喜反忧道：他们敢来，我们就杀他个片甲不留。陈峰大声喝道：王都头，白都头的骑兵训练怎么样了？坐在主位上的魏猛面色凝重道：目前进度尚可，虽无法和胡骑正面厮杀，但搞偷袭骚扰应该还行。王虎有些不自信地说道：虽然挑选出的100人大多都是猎人和会骑马的，但想要短时间内上阵杀敌还是有点不现实。在这个问题上，他之前还是想的有点简单的，目前来看还是用步兵更稳妥些。最近又有不少村民来到我们宁山堡，再这样下去，我们宁山堡的人数就要突破2000人了。坐在王虎下手的狗娃眉头轻皱道：没事，人越多越好，目前我们的粮食还能坚持多久？王虎面色从容道：如果不算上马场那边的消耗，还能坚持3个月，若是算上那300多匹战马，最多坚持半个月。狗娃嘴角抽搐道：目前我们确实养不起300匹战马，我有个提议，想卖出去100匹战马，魏头觉得如何？王虎目光看向魏猛道：马场的事情我不管，说好了由你和白兜头负责，你们自己看着办。魏猛连连摇头道：既然如此，就这么定了，先卖出去100匹，缓解下粮食压力。王虎右手大拇指不断摩搓食指和中指道：魏头，虎哥，既然胡人很快会知道李家村胡人大营被灭，我们是不是也该向郡守大人和州上请功邀赏了？小鱼儿两眼放光道：没错，明日一早我就派人将战报送往安西郡城，我真想看看州上知道战报后的嘴脸是什么样子的。魏猛面露冷笑道：魏头，我们现在拥有士卒近1000人，赏银他们肯定送不过来，但宁山堡的军队编制是该动一动了。王虎义有所指道：我明白，此事我会对秦大人和州上说明，想来他们不会反驳，至少现在不会。我们打了胜仗，他们脸上也有光，不然等羌胡骑兵退回草原，他们2人都免不了被朝廷问责。魏猛嘴角冷笑道：守土不利，丢了西山关，若是在没有拿得出手的战绩，哪怕刺史大人想保他们，恐怕也难。陈峰微微摇头道：没错，所以他们现在巴不得我们打胜仗，还会不留余力的支持我们，只可惜他们自身难保，现在也帮并不了我们什么。魏蒙满脸可惜道：只要名义上的封赏能下来即可，至于其他东西，我们自己会向羌胡骑兵索取。王虎目光灼灼道：对了，你让我挑选的200士卒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准备让他们做什么？魏猛朝着王虎询问道：这200士卒和马场的100骑兵将会是我们宁山堡的一支骑兵，我准备胡人大军到来时给他们一个惊喜。王虎嘴角轻笑道：你该不会又想夜袭胡人大营吧？魏猛双目微瞪道：有何不可？王虎嘴角微咧道：算了，以后作战计划由你来敲定，我只负责杀敌。魏猛一拍大腿，做起了甩手掌柜。魏头，你这有点不妥吧？王虎有点哭笑不得道：有什么不妥？我说过宁山堡谁有能力谁说的算，只要能打胜仗，让我做个大头兵我也愿意。魏蒙满脸霸气道：王都头，
你要的环手刀成品出炉了。魏猛话音刚落，老李头就双手捧着一柄崭新的长刀走入了议事大厅中。我看看。见到老李头手上的1米余长的环手刀，王虎疼的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这就是用灌钢法新打造出来的长刀，看起来似乎跟我们大前战刀也没什么区别，就是刀身更加笔直，血槽更长了些。见到王虎爱不释手的环手刀拿在手中观察，李俊语气淡淡道：李都头，要不要拿你的佩剑来试一下？王虎看着李俊腰间的佩剑，嘴角轻翘道：有何不敢？李俊豁然起身，猛然拔出腰间长剑，一剑朝着王虎手中的环手刀劈如。铿锵一声金铁交鸣的撞击声响起，李俊身体微微后退2步，巨大的反震之力让他脸色微微一白。李都头，你的剑！老李头看着李俊手中长剑竟然被环手刀蹦出一小块缺口，不由得眼神惊讶道：这灌钢法炼出的钢铁居然真能达到百锻钢的强度。李俊举起手中长剑，看着剑刃处的缺口，面容极为震撼道：老李头，让铁匠师傅连夜打造，一定要在5日之内打造出200柄环手刀。另外让女子营尽快将200面圆盾和300套皮甲缝制完成，刻不容缓。王虎看着手中完整无缺的精致环手刀，眼中金芒闪烁道：诺。老李头接令，转身离开了议事大厅。这环手的坚硬程度应该可以媲美的我的黑虎大刀了。魏猛目光如炬地盯着王虎手中环手刀道：魏头，以后这环手刀就是我们宁山堡的制式装备了，必须人手1柄。而这第1柄就先给李都头吧。王虎将手中环手刀倒提着递到李俊面前道：给我。李俊没想到王虎会将第1柄刀送给他，心神忽然有些恍惚。你的佩剑被这柄环手刀损坏了，自然要将这柄刀赔给你。王虎微微一笑道：谢谢。李俊没有扭捏，直接一把握住黑布缠绕的刀柄，感谢道：自从王虎来到宁山堡以来，他和王虎的关系算不上好，也算不上坏，甚至心里有些瞧不起王虎，觉得王虎不过空有一身力气，再加上运气好些，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但王虎赠刀的举动让他对王虎印象大为改观，觉得王虎似乎也不是一无是处。小鱼儿，这几日斥候延伸至30里外，一旦发现胡人大军动向，立即来报。王虎最后对小鱼儿下令道：诺。小鱼儿满脸认真道。翌日，宁山堡东南20里青阳谷马场山谷中一处营房。白都头，关于卖马的事情我已经跟魏统领提了，全凭我们自己做主。刚回到马场的王虎坐在木桌前，先给自己倒了杯茶水，方才望向目光紧盯着桌子上环手刀的白鱼霜说道：好刀。白鱼霜右手拿起环手刀，左手手指轻弹刀身，发出清脆的回音，顿时让他有些爱不释手。白都头。见到白鱼霜没听到自己的话语，王虎嗓门陡然提升数倍音量：我知道了，马匹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自会派人处理。白鱼霜放下手中的环手刀，眼神微凝道：胡人大军即将到来，我又向魏头要了200人过来，准备将他们作为一支骑兵使用。王虎点点头，又继续说道：100骑兵加上200步兵，算是一股不小的力量了。白鱼霜点点头道：这200人也算是后续骑兵的预备役，等我们将胡人彻底赶出安西郡，就能真正组建一支属于我们的骑兵军团了。王虎野心勃勃道：组建骑兵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白鱼霜美目复杂道：没关系，我们只要有人、有钱、有马，早晚能打造出一支精锐骑兵军。王虎信心满满道：希望如此吧。白鱼霜眼神闪过一丝期待道。转眼间又过去4日，宁山堡铁匠们昼夜不停地打造兵器，女子营每天也在赶制王虎定制的超简易版明光铠。超简易版明光铠胸口有一面经过反复捶打过的轻薄百锻钢作为核心护甲，周围铠甲则用缴获的胡人皮甲暂时顶替。虽然样式有些不伦不类，但经过测试确实能起到不小的保护作用。而这300副明光铠会优先配给马场的300士卒，堡内的700士卒依然穿着单薄的暗红色兵服。青阳谷马场，沙沙沙，宽敞的山谷中，200刀盾兵分成2个方阵展开实战对抗，双方气势如虹，杀声震天。架架架，谷外草场，100骑兵不断朝着数十米外的靶子投掷标枪，并练习使用长枪纵马飞奔刺杀周围的草人，越来越有模样了。看着纵马驰骋的100名骑兵，骑在马背上的王虎眼露满意道：是谁教你在马背上使用标枪的？白鱼霜对王虎脑子里不断冒出的想法感到好奇。马背上投掷标枪确实要比在马背上射箭简单多了，我自己想到的，要不是时间不够，我能给他们每人配一把诸葛连弩。王虎随手说道：弩我知道，诸葛连弩是什么？白鱼霜发现王虎说的话又触碰到自己的知识盲区了。在王虎面前，他发现自己脑子永远追不上王虎的想法。
嘿嘿，等以后你就知道了。王虎故作神秘道。4天时间中，他一直待在青阳谷马场中，不是陪着100骑兵不分昼夜的练习骑术，就是和200刀盾兵练习合击战术。骑兵教官当仁不让的自然是白羽霜，而刀盾兵教官则是此时跟在他身旁的王武。王武，一名退役了10几年的大前进军独臂老卒，今年47岁，面容黝黑，身材精瘦。虽然王武缺失了一条左臂，但仅凭一条右臂，竟然能跟白羽霜鏖战数十回，和而不败。而据王武所说，大前进军和各州士族都拥有各种成熟战阵、刀法、枪术等等，只不过宁山堡大多都是新兵士卒，根本没机会学习那些东西。这几日，王虎也跟在王武屁股后面，学习了大前军队中刀兵的血战13式，并且在远超常人的智力下，将原本的13式刀法浓缩成了8式，改名为血战8刀。血战8刀与他前世曾学习过的破风8刀有些相似，但血战8刀更加适合古代战场，每一刀劈出都极具杀伤力，刀刀都是要害。简化过的血战8刀获得了王武认可，认为可以大大缩短刀盾兵的训练时间，并且还不耽误实战威力。学习了新版血战8刀后，王虎发现系统面板也有了变化。宿主王虎20岁，伴侣萧景之、萧景月、萧景书、陆烟儿、梁诗诗，每跟伴侣同房一次，有机会获得1点随机属性点。体力28，正常成年者5；力量30，正常成年者5；敏捷25，正常成年者5；智力15，正常成年者5；幸运2，幸运点越高，宿主获得奇遇的几率越大。功法0，功法可依靠属性点提升品级。武技血战8刀，熟练度5，武技无法使用属性点提升，只能自行修炼提升。猎杀系统，猎杀各种生物，有几率获得随机属性点。注：当体力、力量、敏捷、智力4项属性点全部提升至100点时，新获得属性点可以保留3日，并可以自由增加某种属性，或者用来提升功法品级。注：幸运属性和武技熟练度无法使用属性点数提升。此时呈现在王虎脑海中的系统面板就是他最新的系统属性。之前杀死的羌胡骑兵只得到了很少的属性点，让他实力并未有实质性的提升。王都头是我见过最有天赋的人，不但学习能力强，勇武之力也是冠绝3军，假以时日必定名扬天下。骑在马背上的王武满脸微笑道：是吗？白羽霜嘴角轻翘，美目望向王虎，如刀削般的侧脸道：王都头、白都头、魏统领让2位都头速速赶往宁山堡议事。王虎查看脑海中的系统面板时，一名传令兵骑着马匹急速来到他的面前道：魏统领，可有说是何事？王虎散去脑海中的面板，眼神微凝道：魏统领没有说，但堡内都在传胡人大军来了。传令兵脸色苍白道：知道了，你先去休息会，我和白都头这就赶回宁山。王虎神色凝重道：该来的还是来了。白羽霜美目中杀机隐现道：老王，这里交给你了，我和白都头先赶回宁山议事。王虎对着王武交代道：2位大人放心离去，马场由我守着。王武满脸坚定道：二牛、狗娃，跟我速回宁山堡。王虎又朝着练习骑术的李二牛和狗娃大喊了一声，便立即和白羽霜朝着宁山堡纵马而去。二牛，别练了，赶紧跟上虎哥和白都头。狗娃看着全神贯注练习马术的李二牛，大声高喝道：啊，我这就来。李二牛回过神来，立即拉住手中马绳，与狗娃一起朝着王虎的方向追去。宁山堡议事大厅，魏头，我们来了。王虎和白羽霜刚走进大厅，就发现气氛不对，在场每个人的脸上似乎都写满了凝重。坐，想必你们应该也猜到了为什么喊你们回来。魏猛目光闪烁道：胡人大军还有多久抵达？王虎坐到左手边第1把木椅上，白羽霜主动坐到了他下手的第2把木椅。最多半日，傍晚应该就会抵达到山脚。魏猛沉声道：这一次胡人大军来势汹汹，似乎做好了不将我们宁山堡拿下誓不罢休的准备，还专门带来了投石车和工程车。陈峰接着说道：投石车和工程车。王虎面色一愣，没想到胡人居然连这种玩意都带来，真把宁山堡当成县城攻打了。除此之外，这次的胡人兵马也接近5000之众，远超我们士卒数倍。李俊也开口道：看来这次是一场真正的恶战了。王虎手指轻轻敲打着木椅扶手道：王虎，你可有什么计划吗？魏猛目光紧盯着王虎面孔道：暂时只有一个计划，拖。王虎眉头紧皱道：怎么个拖法？陈峰询问道：我需要宁山堡坚守最少5日，5日之后
我将亲率马场骑步300人夜袭胡人大营。王虎声音冷酷道：以宁山堡的防御工事，想要在5000人马的不断进攻下坚持5日，非常困难。李俊摇摇头道：胡人也是人，只要在前3天的防守中狠狠挫败他们的气势，后面就会越来越好守。其实我担心的不是宁山堡的防御工事，而是堡内700士卒的士气和意志力。防守之战最重要的比拼就是意志力和执行力，双方谁先崩溃，谁就败了。王虎目露金芒道：王都头，若是坚守5日，你有几成把握击败胡人大军？魏猛目光灼灼道：5成。王虎深吸一口气道：那我若坚守10日呢？魏猛此话一出，引得众人纷纷侧目。李俊欲言又止：8成。王虎斩钉截铁道：好，我就给你10日时间，此战若不能胜，我就与宁山堡共存亡。魏猛豁然起身道：多谢魏头。王虎知道魏猛这是在拿宁山堡的1000余人性命在赌，赌他最后可以打败胡人大军。好了，坏消息说完了，现在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安西郡城来信了。魏猛洒然一笑道：什么好消息？坐在陈峰下手的陈二狗满眼好奇道：我当千人校尉了，你们也都各升1级，不对王虎是连升2级半，从师长升到副校尉了。魏猛咧嘴大笑道：哈哈，那我现在成军使了。陈峰忍不住大笑道：众将听令，从此刻起，王虎就是我们宁山堡的副校尉，若我战死或者不在期间，就由王虎接替我的职位。魏猛大声宣布道：诺！众人纷纷抱拳领命。另外，白鱼霜、李俊、陈峰、张娃子、陈二狗晋升为军使小统领。魏猛接着宣布道：没想到我陈二狗也能混到军使的位置。陈二狗听完命令，满眼痴痴地说道：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只要这次打赢了，你就能当校尉了。陈峰忍不住笑骂道：真的吗？陈二狗两眼放光道：若这次真能击败胡人5000大军，我保证你能晋升为1000人校尉。魏猛眼神肯定道：太好了，我一定要当上1000人校尉。陈二狗双拳紧握，牙齿咬得咯咯作响道：魏头，如果没事的话，我现在就要将打造好的环手刀、皮甲和标枪全部带走。王虎起身说道：环手刀目前只有100多柄，皮甲300套已经制作完成，至于标枪只有800-900根，你全部带走吧。魏猛点点头道：足够了，10日深夜我会带人偷袭胡人大营，宁山堡全仰仗各位了。王虎对着众人抱拳道：放心吧，人在宝在。陈峰右手握拳捶了捶硬邦邦的胸大肌道：10日深夜就是决战之日，从此刻起，宁山堡封闭，任何人不得私自下山。魏猛下令道：诺！众人点头抱拳应道。傍晚，胡人大军如期而至，而在1个时辰前，王虎和白鱼霜已经返回了青阳谷马场，随行者还有狗娃、李二牛、小鱼儿和李长安。低沉的号角声在落日余晖中响彻整个宁山堡，站在山上可以清晰看到胡人大军开始安营扎寨，上千名游骑在周围的田野上来回巡逻。看来他们的架势是打算跟我们打持久战了。山门楼上，魏猛、李俊、陈峰等人站在城墙垛口，望着山脚下灯火通明的胡人大营，语气轻松道：你看他们竟然放出了上千游骑，看来真是被我们偷袭怕了。陈峰笑着说道：最多还有1月时间，他们就会滚回草原，只要我们顶住这次进攻，就能享受半年的太平日子。魏猛双手按压冰冷的石墙，眼神深邃道：他们正在组装投石车和攻城梯，明天一早恐怕就会发起进攻。李俊面容冷漠道：王虎临走前跟我说过，要小心他们深夜偷袭，你们3位军使每人负责1个半时辰的值守，要小心胡人墨黑爬上城墙。魏猛面容严肃道：诺！陈峰、李俊、陈二狗3人抱拳低手道：弓箭手分成3队，每队100人，你们3人各自率领1队。另外，我以下利用沙袋堵住城门，哪怕胡人真将攻城锤推上来，也无济于事。所以最后的决战还是在这50多米长的城墙上。魏猛心神澎湃道：魏头，你放心，只要我陈二狗在，绝不让一个胡人爬上来。陈二狗紧握手中的环手刀道：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守住宁山堡。魏猛也神坚定道：魏猛话音刚落，山脚忽然再次传来低沉的号角声，无数火把在山下汇聚，似乎有大量的胡兵正在集结。他们搞什么？该不会现在就要进攻吧？看着山下逐渐模糊的景象，陈二狗面色陡变道：全军戒备，准备战斗。魏猛没有多余废话，直接下达作战命令，所有士卒各就各位，2排弓箭手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射杀来犯之敌。真正的战争要开始了。山脚下，巴尔干，你率领500勇士率先进攻，今天晚上本将军就要攻下这座小小的宁山堡。
万夫长莫干山骑在马背上，拔出腰间的弯刀，指着半山腰灯火通明的宁山堡道：“是。”千夫长巴尔干点头接令，紧接着率领500黑山部落勇士朝着半山腰的宁山堡快速走去。巴特利，你率领200弓箭手掩护巴尔干进攻，今晚必须将宁山堡拿下。莫干山又对着一名千夫长下令道：“是，莫干山大人。”身材高大的巴特利接令，立即率领200名弓箭手紧跟在巴尔干500人的后面。大人，前军居高临下，我们的弓箭手根本够不到他们，不如等到投石车组装完成再进攻不迟。一名千夫长建议道：“达瓦尔，你是在质疑我的命令吗？”莫干山目光森冷道：“卑职不敢。”被称作达瓦尔的千夫长低头说道：“本将早已打探清楚，这宁山堡内不过只有1000余老弱妇孺和几百新兵士卒，要是连这样的地方都拿不下来，你们也不用回草原了。”莫干山无比自负地说道：“大人说的没错，是卑职多虑了。”达瓦尔满脸惭愧道：“要不是木狼那个蠢货太过大意，怎么会被区区一些郡兵击败？真是丢我们黑山部落的脸。现在白狼部落和铁蛮部落都在盯着我们黑山部落，若不能以雷霆手段毁灭宁山堡，我们黑山部落将彻底成为草原的笑话。”莫干山声音嘶哑地说道：“是卑职考虑不周，我们黑山勇士一定能轻松拿下这座宁山堡。”达瓦尔眼神狂热道：“之前白狼部尝试进攻过这座宁山堡，仅仅损失了100余人就选择了撤退，而现在我们黑山部就要用实力告诉白狼部和铁蛮部，他们啃不下来的骨头，我们黑山部的勇士可以啃下来。”莫干山声音高亢道：“黑山部万岁！”达瓦尔情不自禁地大声喊道：“黑山部万岁！黑山部万岁！黑山部万岁！”数千名黑山部骑兵放声大喊，声浪震天，一阵阵地传进了宁山堡中。他们真的来的！城墙上看着崎岖山道上出现的一道道黑色身影，李俊眼眸闪烁道：“把他们放近点再射箭，我要他们有来无回。”魏蒙冷声说道：“黑山勇士们，攻下这座山堡，里面的女人和金银全部属于你们，给我杀！”仅仅可以容纳7、8人并排行走的山道上，千夫长巴尔干大声高喝道：“杀！”500黑山勇士发出震天怒吼，扛着10几个梯子，疯狂地朝着宁山堡冲去。放箭！在数十名胡兵冲到山门前的大片空旷空地时，魏猛一声令下，分成2队的100名弓箭手开始不断交叉朝着城墙下射击。嗖嗖嗖，2轮箭雨落下，冲到城门前的数十名胡兵刹那间倒下一大半，剩下的人也几乎个个带伤。勇士们压制筑城墙上的前人弓箭手，巴特利率领200弓箭手拥挤在500胡兵的身后，准备远距离攻击山门城墙上的弓箭手。给我继续冲！见到数十名勇士几乎全部死亡，巴尔干满脸疯狂道：“放箭！”李俊开始接管弓箭手的指挥权，面容冷静地不断下达射击命令。嗖嗖嗖，每一轮箭雨落下，都是10几20几名胡兵倒下，剩余的胡兵扛着10米高的云梯，疯狂地想要靠近城墙再射。眼见冲到城门前的胡兵越来越多，李俊面容冷冽道：“嗖嗖嗖！”噗呲噗呲噗呲，箭矢插入身体的声音不断在胡兵耳边响起，同伴的惨叫声让后方的胡兵动作开始缓慢起来。后退者斩，都给我冲！巴尔干一手持刀，一手拿着圆形盾牌，快速冲到了城门前的开阔空地上。此时空地上已经躺下了上百具胡兵尸体，而更多的胡兵正源源不断朝着空地涌来。李统领长枪兵已经就位，在魏猛的授意下，都头孙大猛带着100名长枪兵来到了城墙上，严阵以待。长枪兵上前，弓箭手一半集中到门楼上，自由射杀山道上敌兵，另一半弓箭手继续射杀城下敌兵。李俊冷静地下达命令，数十名弓箭手快速集中到中间城门楼的最高处，剩余一半弓箭手则继续在长枪兵身边不断拉弓射杀着云梯上和城下空地的胡兵。夜半子时，随着胡人的号角声响起，历时2个时辰的惨烈厮杀戛然而止。这帮狗杂种终于退了。望着如潮水般退去的胡兵，站在垛口处的陈二狗狠狠抹了妈脸上的血渍道：“二狗，李俊，你们带伤员下去休息，这里先交给陈统领和朱一刀。”魏猛身躯如铁塔般站在城门楼上，目光注视着山脚下的火焰长龙。诺。李俊和陈二狗领命，拖着疲惫身体，带领城墙上的伤员走下了城墙。这一战应该杀死了300、400胡兵，不知道深夜他们还会不会来偷袭。陈峰手持一柄钩镰枪，站在魏猛的身旁道：“应该不会，这次只是胡人的一次试探性进攻，明后2天才是重头戏。”魏猛目光炯炯道：“从今天的战斗来看，咱们士卒的素质确实无法和胡兵相比。胡兵悍勇无畏，我们士卒大多没见过血，一旦被胡兵彻底占领城墙，我们恐怕很难守住。”陈峰直言不讳道：“你说的没错，
但只有鲜血才能加速他们成长。等他们经历过血与火之后，必定不会弱于任何胡兵。这几天继续督促铁匠打造环手刀和钩镰枪，另外箭石也要大量制造，想要守住10天，武器必不可少。魏猛声音低沉道：诺。陈峰几人抱拳低首道：山脚下胡人大营，卑职首战不利，请大人降罪。千夫长巴尔干刚回到营帐，就对着主位上的万夫长莫干山单膝下跪道：起来吧，这次进攻本就是一次试探，你来说说宁山堡的防御如何？莫干山面容平静道：宁山堡防御非常完备，不但拥有大量的弓箭手，还配有刀斧手和长枪兵，我们的儿郎数次登上城墙，都被他们赶了下来。巴尔干满脸遗憾道：你预计宁山堡有多少战兵？莫干山眉头紧皱道：卑职预计最少500人。巴尔干眼神肯定道：我就算他有800人，明日一早你继续进攻，这次我给你2000人。莫干山大手一挥道：卑职遵命。巴尔干右手放置于胸前，低头应道：巴特利，明日你带500弓箭手和投石车协助巴尔干进攻，务必要将宁山堡拿下。莫干山又对着坐在大帐中的千夫长巴特利说道：遵命。巴特利起身应道：达瓦尔、野速达、蒙加尔，你们3人率领本部人马在方圆10里巡查，我不希望看到一个来支援宁山堡的前兵。莫干山大声喝道：卑职遵命。3人连忙起身低手领命。小小的宁山堡，本将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多久。莫干山眼神狠厉道：安西郡城郡守府报，快进来。听到外面的声音，坐在大厅主位上的秦卫宁脸色难看道：启禀大人，胡人5000人马齐聚宁山脚下，我等斥候无法靠近，不知战况如何。一名斥候进入大厅，单膝跪地道：再探。秦卫宁大喝道：诺。斥候领命，快速离开大厅。秦大人不必着急，宁山堡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想来魏猛还是能守得住的。坐在左手边第一位的周尚嘴角轻笑道：话虽如此，但胡人此次聚集了5000人马，宁山堡士卒不过几百人，并且大多数都是新兵，拿什么来抵挡如狼似虎的胡兵？秦卫宁摇头叹息道：目前羌胡3大部落在我们安西郡驻扎着6万大军，就算我们想要去支援，也是有心无力啊。郡城李长先摇头叹息道：此战只能靠宁山堡自身了，附近的临清县城正被黑山部落1万多人马围困，根本抽不出手来帮忙。长史孙守望同样满脸无奈道：秦大人可否让铜山堡的柳征北率军支援宁山堡？副都尉郑远山提议道：不行，铜山堡战兵不过1000人，就算加上府兵也不过2000人，这点人马还不够5000羌胡骑兵来回一个冲锋，你这不是让他们去送死吗？周尚大声反对道：周都尉说的没错，况且铜山堡也需要兵马守卫，要是连铜山堡也丢了，那我们的罪责可就大了。长史孙守望右手轻抚3寸胡须道：罢了，先观察几日再看，目前围困郡城的胡人还有多少兵马？秦卫娘手扶额头道：还有铁蛮部和白狼部的2万人马，看样子他们是不打算走了。郡城李长先满脸郁闷道：刺史大人让我们坚壁清野，不要主动出击，而胡人也只在我们安西郡劫掠，并没有去进犯安南、安北和金沙3郡，你说会不会是刺史大人和胡人商量好了什么？郑远山目光闪烁道：正副营主，请注意你的言辞，刺史大人高瞻远瞩，他只是不想我们徒增伤亡。至于胡人兵马为何不敢进犯安南、安北、金沙3郡，无非是担心战线过长，遭到我们半路伏击罢了。周尚眼睛微眯道：是吗？郑远山嘴角露出一抹讥讽，明显不相信周尚的说辞。好了，今天议事到此为止，各位都回去吧。秦卫宁看出周尚和郑远山之间的火药味，立即起身大声道：我等到此。见状，众人纷纷抱拳离去。入夜，青阳谷马场，灯火暗淡的木屋中，王虎坐在长桌的主位，白鱼霜、头娃、小鱼儿、李二牛、王五等人坐在长桌两侧。宁山堡那边已经打起来了，接下来的日子，小鱼儿率领斥候严加注意胡人兵马的动向，但不要被他们斥候发现。一旦被胡人斥候发现，不要返回马场，要朝安南郡的方向跑。听明白了吗，小鱼儿？王虎朝着正襟危坐的小鱼儿说道。听明白了。小鱼儿起身大声回应道。白统领、五教头，这几日骑兵只能在谷内训练，不得走出山谷，训练时禁止发出巨大声响。还有200步兵，100人继续训练血战八道，另外100人训练枪阵，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王虎目光炯炯地对白鱼霜和王五说道。诺。白鱼霜和王五同时起身抱拳道。卯时，天明。杀！天亮不久，宁山堡山门前再次上演惨烈的大战，杀声震天。勇士们给我冲！
千夫长巴尔干手举弯刀，率领上千名黑山部胡兵朝着宁山堡山门冲去。兄弟们，给我狠狠地射！城门楼上，陈峰望着山道上急速冲来的10几架云梯和胡兵，大声怒吼道：嗖嗖嗖！一阵箭雨落下，10几名胡兵倒在血泊中，紧接着后面胡兵迅速补上，抬着10米云梯继续朝着山门城墙迅速靠近。很好，就这么射，让这些胡人杂碎全部死在宁山脚下。陈峰看着一个个胡人被箭矢射杀，双目圆瞪道：魏头说的果然没错，白天的胡兵确实比昨晚上多了数倍，攻势也更加猛烈了。站在陈峰身旁的都投出一刀说道：白天更加利于我们弓箭手射击，他们上来多少就要死多少。陈峰声音冷酷道：没错，我们有300弓箭手，数万箭矢，不信杀不光他们。朱一刀信心十足道：儿郎们，给我杀！山道上，巴尔干再次发出怒吼，100多名扛着云梯的胡兵已经冲到了山门前的空地。不过因为昨夜的尸体太多，导致100多名胡兵行动困难，很快就被城墙上居高临下的弓箭手射杀。混蛋，给我把所有的尸体堆起来，我要用黑山勇士的尸体当作阶梯，彻底踏平宁山堡。巴尔干看着不断倒下的胡兵，放声大吼道：准备火油！见到城下的胡兵开始堆积尸体，陈峰面容冷静地下令：诺！周围清兵领命，紧接着一罐罐装满黑色油脂的瓦罐被绳子吊到了城墙上。火箭准备！看到数十罐火油准备完毕，站在陈峰身旁的朱一刀大声喝道：儿郎们，给我杀！城墙下方，见到尸体已经被堆积在城墙下方，站在开阔空地边缘的巴尔干再次下达进攻命令：杀！刹那间，上百名胡兵踩着同伴的尸体爬上云梯，朝着城墙上发起进攻。倒油！看着下方堆积的数百具尸体，陈峰大手一挥道：哗哗哗！数十罐火油立即朝着城墙下方的尸体倾泻而下，许多胡兵身体都被火油浸湿。放箭！紧接着朱一刀又命令严阵以待的数十名点燃箭矢的弓箭手放箭。嗖嗖嗖！一根根火箭落下，瞬间点燃下方的数百具尸体，熊熊烈焰化成火焰长龙，将周围100多名进攻的胡兵全部吞噬。啊啊！刹那间，惨叫声传遍整个宁山堡。山道上见到这一幕的胡兵纷纷目露恐惧，脸色发白，不敢再往前一步。可恶，混蛋，让巴特利的投石车给狠狠的轰！逼人的热浪让巴尔干连连后退，看着那些全身被火焰油脂覆盖的胡兵，他忍不住大声厉吼道：大人，巴特利大人让我告诉你，投石车距离过远，可能无法提供准确支援，想让你带兄弟们退到山道上。火焰渐渐熄灭，一名胡兵传令兵小跑到巴尔干面前说道：废物，全军退后100步。不知道是骂巴特利废话，还是在骂自己的属下，巴尔干最终选择了退后100步。投石车发射！站在5架重型投石车旁的巴特利见到巴尔干带人后退，立即下达了射击的命令。嗡嗡嗡！5架投石车依次发射，5块100斤重的石头朝着宁山堡急速砸去。砰砰砰！5块大石头接连落下，可惜全部砸落在城墙前的空地和一旁的山壁上，没有一块砸中城墙。这样的结果让巴尔干忍不住破口大骂：蠢货，一群没用的蠢货！调转角度，继续发射。巴特利也没想到5块石头1块都没砸中，只能下令继续瞄准发射。城墙上，胡人竟然用上了投石车，是想把我们宁山堡轰成废墟啊！看着落在城墙下方的3块大石头，朱一刀面露讥讽道：不可大意，他们正在校准角度，让兄弟们注意躲避。陈峰面色微凝道：诺。朱一刀抱拳点头，命令传令兵去传达陈峰的命令。砰砰砰！又是连续5块100斤巨石袭来，只有1块石头砸到了城墙根本，溅起了漫天火焰。砰砰砰！随着投石车的不断调整，10块的准确率也越来越高，已经可以正面轰中城墙表面和山门。可惜，无论是宁山堡的城墙还是山门都坚不可摧，100斤石头的轰击力稍显不足，给我冲！一定要攻下宁山堡。见状，巴尔干只能再次带领上千名胡兵发起冲锋，并让巴特利带领弓箭手压制城墙上的前兵弓箭手。惨烈大战持续了整整1天，直到落日余晖洒落在宁山堡的山门楼上，不甘心的巴尔干才下令撤退。今日一战，胡兵伤亡接近1000人，就连巴尔干胳膊都中了1箭。胡人大赢，中军大涨。明日，达瓦尔、巴特利、蒙加尔，你们3人一起进攻宁山堡，必须一鼓作气将他拿下。莫干山看着垂头丧气的巴尔干，大声下令道：遵命。达瓦尔3名千夫长低头应道：也速达，周围县城的前兵可有动静？莫干山又对一名千夫长询问道：周围的临清县和阳山县毫无动静，不过我们的游骑在附近发现了一些前朝斥候，好像是安南郡那边来的。
千夫长也速达起身回答道：“一些看热闹的斥候不用理会，安南郡应该是担心我们会进攻他们。说实话，我还真想带你们去安南郡狠狠地劫掠一番。”莫干山双目放光道：“大人，要不我们直接挥兵南下进攻安南郡，不要在这里跟宁山堡死磕了。”巴特利小心翼翼地说道：“闭嘴！大汉已经跟凉州刺史郭奉贤达成了协议，不会南下进攻。你想让大汉治罪于我不成？还有，宁山堡必须拿下，否则你们都不用回草原了。”莫干山面容大怒道：“是卑职说错话了，请大人息怒。”巴特利表面请罪，实则心里暗骂不已。不是你刚说要南下劫掠的吗？众将听令，明日全军轮战，务必将宁山堡拿下。莫干山大声怒喝道：“遵令！”五大千夫长纷纷又全放置于胸口，低头大喝：“巴尔干，这几日你好好养伤，就不用出战了。”莫尔干看着左臂还在渗血的巴尔干，淡声道：“多谢大人体谅，属下还能再战。”巴尔干面色发狠道：“好，不愧是我黑山部的勇士，那你就做预备队，跟在蒙加尔三人的后面。”莫干山点点头道：“属下遵命。”巴尔干满脸憋屈，但也不敢违抗莫干山的命令，都各自回营。明日辰时3刻继续进攻，不拿下这小小的山堡，本将绝不撤军。莫干山双目圆瞪道：“是。”众人点头，纷纷离去。宁山堡会议大厅，今日白天一战，我们算是见识到胡人真正的实力了。接下来的9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都要顶住胡人的进攻。魏猛对着大厅中众人说道：“诺！”众人起身抱拳道：“明天胡人的进攻恐怕会更加疯狂，我们要做好准备。”满眼血丝的陈峰声音沙哑道：“陈统领说的没错，明日我会亲自坐镇门楼指挥全军死战。”魏猛眼神坚定道：“我等誓死追随魏统。”众人纷纷抱拳大喝道：“哈哈，有诸位鼎力相助，我就不信守不住。”魏猛咧嘴大笑道：“咱们打得越狠，王头那边成功的机会就越大。”陈二狗出声道：“没错，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一定要将他们打痛，打得他们身心疲惫。”陈峰点头附和道：“如果我们守得太厉害，他们会不会主动撤军？”李俊忽然开口道：“应该不会，从这2天的进攻来看，胡人不将我们宁山堡拿下，肯定不会走的。”魏猛摇摇头道：“他们现在伤亡近1000人，要是就这么灰溜溜的撤军，恐怕会遭到草原各部的耻笑。所以我觉得，哪怕硬着头皮，他们也必须把我们宁山堡拿下。”坐在陈二狗对面的朱一刀说道：“老朱说的有道理，所以我们绝不能轻敌，更不能放水，否则一旦城破，咱们堡内的1000多妇孺孩子都将被屠戮殆尽。”魏蒙满脸严肃道：“是啊，现在胡人死了那么人，一旦咱们败了，堡内的这些人谁都别想活。”老李头满脸肃穆的点头道：“老李头，环手刀现在有多少柄了？那玩意真好使，一刀就能将胡兵头盔和脑袋一起劈开。”陈二狗抚摸着腰间的皮质刀鞘道：“目前只有30多柄，今夜努力锻造，应该能再出10几柄。”老李头略微盘算道：“50柄环手刀，再配合50杆长枪兵，足够守住城墙了。”陈二狗双目放光道：“环手刀可以让兄弟们接替使用，只要胡人敢爬上来，就将他们一个一个全部砍杀。”陈峰眼中杀意充盈道：“好了，今日军议到此为止，大家都回去好好休息，迎接明日之战。”魏猛站起身道：“诺！”众人纷纷起身抱拳，结伴离开了大厅。青阳谷马场，今日宁山堡的战况非常惨烈，胡人连投石车似乎都用上了，不过最后还是以惨败收场。小鱼儿一边大口喝着茶水，一边说道：“跟我所料不差，明后2日，胡人应该会发动全面进攻，就看魏头他们能不能顶得住了。”王虎目光深邃道：“据我观察，目前胡人还有4000多可战之兵，宁山堡不知伤亡如何？”小鱼儿继续说道：“堡内伤亡应该不大，胡人的投石车用上了吗？”王虎轻轻摇头道：“用上了，可惜准头太差，还砸死了好几个自己人。”小鱼儿忍不住笑道：“没有投石车的威胁，接下来的2日就是双方比拼意志力的时候了，谁先崩溃，谁就输了。”王虎目光闪动道：“有魏头在，宁山堡不会输。”白鱼霜冷不丁的开口道：“白统领说的没错，只要魏头在，咱们就不会输。”王虎笑着道：“魏头确实是我们宁山堡的定海神针，以他的资历，其实早都可以升任到营主或者军主了。”狗娃满眼崇敬道：“魏头确实很厉害，那天偷袭胡人大营的晚上，我亲眼看到他一刀斩杀了3名胡兵，那样子如同杀神附体。”李二牛煞有其事地说道：“魏头的实力远在我和李俊之上，应该有5品燃血境武夫的实力。”白鱼霜轻轻抿了口茶水道：“白统领，我一直有个疑问，你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极品武夫到底是什么？”王虎满眼好奇地问道：“你真的不知道武夫9品境界
也从来没有修炼过功法。白鱼霜美目微微愕然道：“我真不知道。”王虎有些哭笑不得道：“那你的实力为何能媲美五品燃血境武夫？这不合常理。”白鱼霜双目疑惑道：“不是说了吗？我是天生神力，也可能是因为我天天锻炼。”王虎眼眸连连眨动道：“算了，你怎么样跟我也没关系。”白鱼霜摇摇头道：“白统领，快来讲讲呗，我们也想听听。”小鱼儿舔着脸说道：“武夫境界一共分为9品，每一品代表一个境界。第一品开窍境，若想打开人体穴窍，需要不断用草药浸泡，或者由7品枷锁境强者帮助其打开体内穴窍筋膜。第二品炼皮境，经过长期磨练，皮肤得到强化，同时自身力气也会得到大幅增长。第三品断骨境与第二品炼皮境，号称铜皮铁骨，一般兵刃难伤其根本。第四品气血境，需要领悟气感，将外界灵气吸入体内，化为自身所使用的气血之力。第五品燃血境，通过功法燃烧自身气血，可使自身战力短时间暴涨数倍。第六品开脉境，开人体7经8脉，气血之力可达万斤，一拳可轰破万斤巨石。第七品枷锁境，冲破人体8门，气血之力可达数万斤，多为武道强者和义军之主。第8品山河境，第9品宗师境，这2大境界具体如何我也不知。白鱼霜一口气说道：“白统领，你现在是什么境界？”小鱼儿满脸好奇道：“我和李俊都是出入武夫4品气血境，实力在宁山堡仅次于魏头。”白鱼霜面色平静道：“那虎哥的实力相当于几品武夫啊？”小鱼儿紧接着问道：“他估计在5品和6品之间，我也不太清楚。”白鱼霜美目斜看了王虎一眼道：“虎头的实力应该能和5品巅峰武夫相媲美，甚至略胜一筹。”王武目露惊忙道：“虎哥那么厉害吗？竟然和5品武夫一样强？”小鱼儿满脸震惊道：“5品武夫虽强，但面对数百枪胡骑兵也只有逃命的份，算不得什么。”王虎面容平静道：“不知道8品、9品的武夫能不能独自抗衡数百枪胡铁骑？”李二牛好奇道：“8品、9品我不知道，但我亲眼见过7品武夫在数千兵马中3进3出，最后带领数百精兵将数千人马杀得亡命奔逃。”王武眼露崇敬道：“你说的可是20年前的梁山之战？镇国公武长河以800兵马击破平阳王的7000精锐。”白鱼霜美目闪烁道：“没错，正是梁山之战，我就是当年镇国公麾下的800战兵之一。”王武满脸自豪地说道：“镇国公是谁？”王虎弱弱地问道：“现在的你还没资格见镇国公，等你将所有的羌胡骑兵赶回草原，或许有机会见到镇国公。”白鱼霜面无表情道：“好吧，那我们来说说后面几天的计划。”王虎嘴角微微抽动，发现白鱼霜特别喜欢对自己。残阳如血，时间眨眼过去9日，宁山堡残破不堪的城墙上，魏头距离和王虎约定的坚守10日只剩下最后1天了。背靠着城墙，满脸血污的陈峰有气无力道：“最后1天，死也要守住。”全身多处受伤的陈二狗咬紧牙关道：“李俊，咱们还有多少能打的兄弟？”魏猛一屁股坐在门楼台阶上，声音沙哑道：“除去死亡和重伤的兄弟，差不多还有300兄弟。”李俊脱去身上的残破铠甲，面露痛苦道：“此时他的左臂有一道深可见骨的刀伤，大量的鲜血浸湿了整条衣袖。饶是如此，他也坚决不下城墙。300人够了，胡人的可战之兵应该也不足2000了。”魏猛眼露惊忙道：“魏头，胡人又冲上来了！”一名门楼上负责警戒的士卒大声喊道：“真是一群疯狗！所有人准备死战！”魏猛拔出腰间的环手刀，踏步走到一处城墙垛口，目光望向崎岖山路上的黑压压胡兵。弓箭手准备。李俊胳膊上伤口经过简单包扎后，立即走到了魏猛身旁，大喝道：“刷刷刷！”整齐的步伐声响起，数十名弓箭手张弓搭箭，等待着射击的命令。勇士们杀进堡内，鸡犬不留。城墙外传来胡人千夫长的怒吼，数以百计的胡兵开始朝着城墙涌来。惨烈攻城战再次展开。城墙上的众人已经不知道这是胡人发起的第几次进攻，他们只知道人在城墙在，哪怕是死也不能让胡人踏入堡内一步。放箭！随着李俊拔刀怒吼，数十名弓箭手满脸麻木地松开弓弦。嗖嗖嗖！伴随着一根根箭矢落下，一名胡兵倒在血泊中。继续射！李俊此时像是一具没有感情的杀戮机器，不停下达着攻击的命令。几轮箭雨落下，上百名胡兵冲到了尸体遍地的城墙下，展开了血腥的登城战。战斗从傍晚一直持续到深夜，胡人再一次无功而返。不过经过连续9天的厮杀，胡人已经看出宁山堡外强中干，只差最后一击了。
胡人大赢，中军大涨。整整9天了，5000人马损失过半，竟然还没有将宁山堡拿下。坐在主位上的莫干山强忍怒气道：莫干山大人，再给我3天，不，最多2天，若不能攻下宁山堡，卑职愿剃头来见。巴尔干面容发狠道：我愿意和巴尔干千夫长一起立下军令状，2天之内必破宁山堡。身材魁梧的蒙加尔站出来大声道：我等也愿意。其他3名千夫长见状，纷纷异口同声道：好，就再给你们2天时间，若2天后还没有攻下宁山堡，到时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莫尔干声音森寒道：我等遵令。5人齐齐大喝道：青阳谷马场，小鱼儿，明天早上你带几个兄弟，引几个胡人斥候到天水河畔，记住了，不要跑得太快，也不要跑得太慢，就一直吊着他们。王虎对着小鱼儿嘱咐道：诺。小鱼儿一本正经的抱拳点头道：虎哥，我们引胡人斥候过来干什么？李二牛满脸傻傻的问道。虎哥是想抓几个舌头，询问胡人大营内的情况。没等王虎开口，狗娃就主动解释道：看到没，多向人家狗娃学学，没事多动动脑子，不然以后怎么带兵打仗？王虎手指着李二牛，恨铁不成钢道：我不想带兵，就想跟在虎哥你身边。李二牛小声嘀咕道：看你那没出息的样，以后别说跟我是一个村出来的。王虎满脸无奈道：虎头，明天晚上是不是就要动手了？王吴满眼期待道：老王，明晚你就别去掺和了，好好留守马场，这里可是我们的风水宝地。王虎知道王武内心的想法，但还是出言拒绝道：虎头，你这是看不起俺老王啊？你信不信就这3小子加一块也不是我的对手？王武手指着狗娃、李二牛、小鱼儿3人道：瞧瞧，你们3丢不丢人，害不害臊？3人加一块都打不过一个独臂老王。王虎看着头低着快磕到桌面的狗娃3人，满脸的无语道：老王，他不是看不起你，而是担心你若真出了意外，以后谁来训练新兵，谁来教新兵血战八刀。白玉霜轻轻开口道：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老王你可是我们的宝贝，万万不能有事。王虎暗暗给白玉霜竖了个大拇指，引来白玉霜一阵白眼。哎，既然虎头如此看重我，那我就不去了。被王虎和白玉霜如此吹捧，王武重重一叹道：狗娃、二牛，明天就不训练了，让兄弟们好好休息，晚上准备和胡人决一死战。王虎对着狗娃和李二牛说道：诺。狗娃和李二牛满脸严肃道：白统领，明天骑兵队也一样，不用训练，晚上把马蹄包裹住，马嘴堵上，明晚能不能大破胡营，就看你的骑兵队伍了。王虎眼神充满期待道：白鱼霜点点头，这次没有反驳王虎，显然也知道明晚一战的重要性。老王，明晚我们离开马场后，可能数日都不会回来，你带领府兵要守住谷口，不能放任何人进入谷内。王虎又对王武下令道：虎头请放心，只要我王武还活着，就没人能踏入山谷半步。王武用手拍着胸脯保重道：我自然是相信你的，谷内的200府兵也可以展开训练了，就让他们跟着你练习血战八刀吧。王虎嘴角含笑道：诺。王武点头道：好了，大家今晚回去好好休息，养精蓄锐，明日亥时大军开拔。王虎站起身冷喝道：诺。众人纷纷起身应道。天水河畔，河边草丛中，虎哥、小鱼儿他们来了。半人高的草丛中，腿都快蹲麻的李二牛收回四处张望的脑袋道：让兄弟们准备好，不许放跑一个。王虎一手持弓，一手持刀道：吁。此时小鱼儿5人骑着马匹冲到了天水河畔，才手拉缰绳，让胯下战马停止奔跑。驾！紧接着北方田野出现10几名胡骑斥候，正满脸兴奋地朝着小鱼儿几人冲来。拔刀，准备战斗。小鱼儿面容冷静，若不是谨记王虎的叮嘱，他真想冲过去和10几个羌胡骑兵厮杀一番。他想看看是他手底下的精锐斥候厉害，还是胡人的斥候更胜一筹。哈哈，愚蠢的前人竟然自己跑到河边，这下看你们往哪逃。一名胡骑百夫长率领10几名骑兵将小鱼儿几人团团围住，满脸嚣张的大笑道：谁包围谁还不一定呢。小鱼儿嘴角勾起一抹嘲讽道：大人，你看后面。一名胡骑斥候发现一队大盾枪兵突然从河边草丛中冒出，并封死了他们的退路。狡猾的前人，他们是故意将我们引到这里来的。胡骑百夫长看着上百名大盾枪兵列队出现，脸色难看道：放下武器，饶你们不死。小鱼儿手持环手刀，骑着战马慢慢走到胡人百夫长面前道：你以为就凭这点人马能拦得住我们黑山部勇士吗？胡人百夫长眼露嘲笑道：我不能，但他可以。小鱼儿目光望向从大盾枪兵后面走出的王虎，咧嘴一笑道：勇士们，随我杀出去。
胡人百夫长不想和小鱼儿多费口舌，直接调转马头，带着10几名骑兵朝着王虎身后的2排大盾枪兵冲去。找死！见到10几名骑兵冲来，王虎松开弓弦，一支利箭迅猛无比射向胡人百夫长的胯下马匹。噗呲，鲜血迸溅，恐怖无比的箭矢直接一箭洞穿了马匹的脑袋，让胡骑百夫长瞬间从马背上滚落到地面。拿下！王虎上前一脚踩住胡人百夫长的胸膛，让李长安带领几名士卒将其绑了起来。杀！把百夫长抢回来！一名胡骑大声呼喊，右臂高举弯刀，朝着王虎冲杀而来。找死！王虎身形一跃而起，手中环手刀蹭的一声拔出，一抹寒光乍现，冲杀而来的胡骑直接人手分离。放箭，不要射人，全部射马！王虎身体跳到一匹战马背上，对着大盾枪兵后面出现的数十名弓箭手说道：嗖嗖嗖！王虎话音刚落，数十支箭矢立刻飞向10几匹战马，顿时人仰马翻，10几名骑兵全部从马背上摔落。放下兵器，饶你们不死！王虎手持环手刀，纵马冲到10几名胡人斥候面前，手起刀落，将一名想要反抗的胡兵击杀。杀死他！身体被捆绑住的胡人百夫长大声怒吼，让10几名胡人斥候立即举刀朝着王虎杀去。不知死活！王虎从马背上跳下，右手持刀直面10几名胡人斥候。噗呲噗呲噗呲，一阵血肉分离的声音响彻河畔，10几名胡人斥候转眼间被王虎独自斩杀大半。放下武器，否则死！此刻王虎如同杀神般用刀尖指着剩下的5名胡人斥候，吓得5人全部扔掉了手中武器。哈哈，谁说胡人不会投降？他们这不是被虎头下破胆了吗？看到王虎大发神威，轻松解决了10几名胡人斥候，小鱼儿忍不住放声大笑道：把他们都绑了，全部带回马场，剩下的马匹和尸体全部丢入河水，不要留下任何痕迹。王虎对着走过来的李二牛和狗娃吩咐道：诺。李二牛和狗娃抱拳低首，随后带着一众士卒打扫战场。很快，王虎带领着俘虏的6名胡人斥候回到了青阳谷马场。老王，这几个胡人交给你了，我想知道胡人大营的所有信息。回到谷内，王虎直接将嘴硬的6名胡人丢给了王武，自己则朝着白鱼霜的小木屋走去。好嘞，保证完成任务。王武满脸兴奋地走到6名胡人面前，眼神悠悠地盯着6名胡人身体，有种把我们都杀了，我们是不会背叛黑山部落的。为首的胡人百夫长大声叫嚣道：原来是黑山部落的杂碎，想死岂不是太便宜你们了？把他们全部带到马房，不能把教场弄脏了。王武嘴角一咧，笑容森冷道：你想做什么？看着王武满是皱着的老脸上露出的阴森笑容，胡人百夫长便体声寒道：我们大前有108道酷刑，我想看看你们能坚持到第几道。你们最好什么都不要说，这样我才能玩得久一点。王武嘴角玩味道：我说，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还没开始用刑，胡人百夫长就彻底投降，完全背断了一条手臂的王武吓懵了。简陋的木屋中，听着王武拷问出来的胡人大营信息，王虎目光凛然地扫视众人。胡人大营的信息，各位都听清楚了吧？东北角是胡人粮草辎重的集中区域，也是防守最薄弱的地方。现在我来做如下部署：第一，亥时3刻一到，大军立即开拔，人衔枚，马衔铁，不许发出任何声音。第二，100骑兵由我和白统领亲自统领，大盾枪兵由二牛统领，刀盾弓箭手由狗娃统领。第三，大军抵达胡营东北3里处，将由我和白统领的骑兵军率先发起偷袭，大盾枪兵和刀盾弓箭手列队紧随其后。诸位，这一战关乎宁山堡的生死存亡，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们主要目的，先烧毁胡人的粮草辎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杀伤他们的有生力量。狭路相逢勇者胜，成败就在今夜。都听明白没有？王虎最后掷地有声的冷喝道：明白了。木屋中的众人纷纷大喝道：好了，大家全部回去准备，嘱咐士卒检查武器装备，虚时吃饭，亥时出发。王虎眼眸冷冽，全身散发不怒自威的气息。诺。众人抱拳低首，纷纷离开了木屋。你跟我说实话，今晚夜袭到底有几成把握？木屋中众人离去后，白鱼霜美目凝视着王虎的冷峻脸庞道：怎么，你怕了？王虎低头俯身，眼眸距离白鱼霜的面部不到半尺，一股暧昧的气息在两人之间流转。你别转移话题，我白鱼霜从小到大就没怕过什么。白鱼霜扭过头去，不敢和王虎眼神对视，耳根处肉眼可见的红了起来。放心吧，6、7成把握还是有的。王虎重新坐下来，语气轻松道：胡人大营目前还有差不多2000骑兵，你觉得我们300人真的能成功吗？
白鱼霜转过身来，眼神复杂道：“不管能不能成功，都要试一试，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宁山堡被胡人攻破吧？”王虎轻轻摇头道：“时间太短了，若是给我3个月时间，我一定可以训练出一支不弱于任何羌胡骑兵的精锐铁骑。”白鱼霜眼眸深处流露出一丝丝自责道：“放心，你的愿望早晚都会实现。”王虎眼神真切道：“我先回去盯着他们了，亥时谷口见。”白鱼霜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来道：“好。”王虎点点头，目送白鱼霜身影离开。夜深人静，丑时3刻，一条黑色长龙在夜幕下缓缓前行，最终来到了距离胡人大营东北角3里的一处树林中。虎哥，周围没有发现胡人斥候，可以行动了。手臂上绑着一条白布的小鱼儿走到王虎的身旁，低声道。骑兵牵着马，距离大营200米时，上马发起全力冲锋。王虎转身对身后手臂上都绑着白布条的100名骑兵轻喝道：“诺！”100骑兵低喝应道：“二牛、狗啊，你们跟在骑兵身后，等我们冲入大营后，你们负责收割营帐内的胡兵，不要过于分散，列阵前行。”王虎又对着李二牛和狗娃嘱咐道：“诺！”2人抱拳低手轻喝道：“白统领，等会随我先行拉开大营围栏，为大军疏通障碍。”王虎牵着马绳，对着身旁的白鱼霜说道：“好。”白鱼霜手持银枪，英姿飒爽地应道：“出发！”万事俱备，王虎率领众人朝着胡人大营缓缓逼近。夜幕下，胡人大营的篝火染红了整个夜空，大营周围岗哨上的胡兵都在打着瞌睡。那几个斥候说的没错，果真没有胡兵巡逻。此时，王虎和白鱼霜偷偷来到大营围栏处，将一根根绳索缠绕套在一根根木栅栏上。走！将绳索套牢后，王虎和白鱼霜迅速撤离，回到了马背上。哗啦！随着王虎、白鱼霜和几名骑兵用力拉动绳索，简易的木栅栏瞬间被拉开一道10几米宽的大口子。什么声音？木栅栏被拉倒的声音惊动了周围哨塔上的2名胡兵。咚咚咚！紧接着，马蹄声震动大地，上百骑兵如黑夜中的死神，迅猛无比地朝着胡人大营中冲入。敌袭！敌袭！周围哨塔上的胡兵全部反应过来，大声地厉吼道：“嗖嗖嗖！”冲在最前面的王虎和白鱼霜使用弓箭不断射杀哨塔上的胡兵，但整个胡人大营都已经被震天动地的马蹄声所惊醒。什么情况？哪里来的骑兵？中央大帐内，万夫长莫干山从睡梦中惊醒，满脸惊疑不定道：“大人，有不明骑兵夜袭大营，请大人速速上马撤离。”2名亲兵走入营帐内，大声道：“速速集结人马，给我顶住！”莫干山眼神无比愤怒道：“大人，敌人来势凶猛，正在四处放火烧营，很难集结兵马。”一名亲兵满脸无奈道：“废物，赶紧备马！”莫干山骂骂咧咧地穿好盔甲，扭动着略显臃肿的身躯走出了大帐。杀！此时，王虎和白鱼霜率领的100骑兵如同猛虎下山，不断猎杀着从营帐中走出的胡兵，并将大营中的火盆全部打翻，点燃了一座座营帐。兄弟们，给我狠狠地杀！大营外，李二牛和狗娃的200步兵开始进入大营，将一名名走出营帐、惊魂未定的胡兵击杀。混蛋，是前人！一处营帐前，千夫长巴尔干认出了李二牛、狗娃所率领的200步兵，眼神又惊又怒道：“嗖嗖嗖！”一阵箭雨从天而降，覆盖了整个营帐区域，将行动不便的巴尔干直接射成了刺猬。所有人上马，把这些前人全部杀光。又有一名千夫长蒙加尔发出怒吼，手持弯刀，率领10几名骑兵，眼神凶悍地朝着王虎及一众骑兵杀去。白统领，你继续带骑兵放火烧营，我来挡住他们。王虎单人单骑，手持3米长的玄铁槊，眼神无畏地朝着蒙加尔和10几名胡骑冲去。好！白鱼霜点点头，带领100骑兵绕过迎面而来的蒙加尔，继续在大营中纵火，猎杀那些刚走出营帐的胡兵。宁山堡城门楼上，魏头、虎头和白统领真的开始夜袭胡人大营了。望着山脚下胡人大营燃起的冲天火光和激烈喊杀声，陈二狗满眼激动道：“李俊，我们还有多少能战的兄弟？”魏猛眼神冷酷道：“还有200人。”李俊似乎知道魏猛要做什么，大声回应道：“好，立即将200兄弟组织起来，我要下山杀人了。”魏猛手持大刀，龇牙咧嘴道：“诺！”李俊面容冷峻道：“山脚下，胡人大营。”噗呲，仅仅一个照面，千夫长蒙加尔就被王虎一击秒杀，胸口被半米多长的锋利槊头直接洞穿大人。周围10几名胡骑见到实力强悍的蒙加尔居然不是王虎一合之敌，纷纷面色大变。你们的大人还给你们？王虎要的就是这种震慑效果，手中玄铁槊猛地一甩，将蒙加尔魁梧的尸体砸向周围的羌胡骑兵。大家一起上，
为蒙加尔大人报仇！”一名胡骑高声大喊，高举手中弯刀，勇敢地朝着王虎杀来，不知死活。王虎眼眸冰寒，手中长槊轻扫，一颗人头立即高高的飞到半空，失去头颅的躯体喷洒着温热的鲜血。快逃！他不是人！10几名胡骑被王虎的恐怖手段彻底镇住，纷纷纵马朝着营外逃去。今夜你们都要死！王虎眼神森冷，心中升起嗜血的渴望，手持玄铁槊朝着10几名胡骑追去。噗呲！王虎纵马直追，沿途从营帐中走出的胡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一一击杀。所有人到中军大帐集合。千夫长野速达骑在马背上大声呼喊，试图聚集慌乱的羌胡骑兵。驾！王虎发现了被一群骑兵围住的野速达，立即纵马朝他冲去，拦住他。野速达也发现王虎朝他冲来，立即大吼道：“挡我者死！”此时王虎犹如天神下凡，手中玄铁槊不停挥舞，一名名想要靠近的羌胡骑兵纷纷失手分离，落马而亡。所有人一起上！见到王虎如此勇猛，接连击杀10余骑，在大营中如入无人之境，野速达顿时被吓得大惊失色。死！王虎左手猛勒缰绳，快下马匹，前蹄高高扬起。王虎手中玄铁槊左右猛刺，又连续杀死数名胡骑。野速达，快到万夫长营帐这里来！当野速达被王虎的绝世战力所震撼时，巴特利带着一群骑兵围在中军大帐前，高喊道：“撤！”回过神来的野速达不敢和王虎纠缠，直接带领几名亲卫骑兵朝着莫干山和巴特利的位置快速逃去。虎头，我们来了！这时，小鱼儿率领数十骑重新回到王虎身边，眼神充满了兴奋。白统领呢？王虎眼中杀意盎然，声音冷酷道：“白统领正率领骑兵主力，协助二牛和狗娃他们猎杀营中胡兵，他让我过来协助你。”小鱼儿连忙说道。他还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王虎，此时的王虎仿佛化身成了一尊绝世凶神，全身散发着嗜血狂暴的气息。好，随我冲阵！王虎目光紧盯着不远处的胡人中军大帐，知道那里便是整个大营的中枢。诺！小鱼儿和数十名骑兵大声应道，一股冲天杀意席卷夜空。杀！王虎双目赤红，手持玄铁槊，骑着胯下战马，凶猛无比的朝着上百人的羌胡骑兵冲去。万夫长，就是此人杀了蒙加尔和巴尔干2位千夫长。见到王虎带着几十名骑兵冲来，野速达满脸惊恐道：“所有人一起上，谁能砍下他的人头，我封他做千夫长！”莫干山举刀大喝，声音响彻夜空。杀！上百羌胡骑兵发出怒吼，满脸凶狠地朝着王虎冲去，爆裂马蹄声震动大地，让小鱼儿和数十骑眼眸猛缩。挡我者死！王虎一马当先，手中玄铁槊横扫，猛冲而来的3名羌胡骑兵直接被一槊秒杀，3颗头颅抛向夜空，震慑全场。所有人投枪！见到这一幕，小鱼儿和数十名骑兵心神俱震，纷纷从马腹处的皮囊中拿出1米长的标枪，朝着前方的羌胡骑兵投掷而去。扑哧扑哧扑哧，30余根标枪化成巨大箭雨，刹那间刺穿了10几名羌胡骑兵的身体，让整个羌胡骑兵队伍的冲锋速度陡然慢了下来。死！王虎纵马冲入羌胡骑兵人群中，手中玄铁槊疯狂挥舞，凡是靠近他4、5米范围的羌胡骑兵非死即伤。兄弟们，杀！见到王虎一人就杀的数十名羌胡骑兵阵脚大乱，小鱼儿趁机带着30余名骑兵左右包抄，猛冲猛杀。噗呲噗呲噗呲，短短数十息，王虎一人就斩杀30、40名羌胡骑兵，小鱼儿率领的骑兵也斩杀了20、30余人。撤！快撤！莫干山没想到王虎如此凶猛，连手下的前人骑兵也个个勇猛无畏，立即让剩下的数十名羌胡骑兵赶紧撤退。想跑没门！见到剩下的几十名羌胡骑兵想要逃走，王虎纵马直追，轻松又击杀10几人，杀光这些胡人。小鱼儿率领30余骑紧跟在王虎身后，一路追杀，很快追杀到胡人大营的营门口。胡贼哪里逃！正当莫干山、巴特利、野速达带着数十名羌胡骑兵逃到营门口时，忽然惊恐地发现营门外竟然出现了上百名大盾枪兵和上百名弓箭手，而这严阵以待的200士卒正是宁山堡最后的力量。随本将杀出去！莫干山双目暴怒，大声厉吼道：“杀！”野速达和巴特利2位千夫长带头冲锋，他们宁愿面对营外的前人士卒，也不想和后面紧追不舍的王虎战斗。放箭！站在2排大盾枪兵后方的魏猛大声下令，上百支箭矢如流星般射向冲锋的羌胡骑兵。嗖嗖嗖！上百支箭矢落下，冲锋的数十名羌胡骑兵直接半数落马，剩下的骑兵则转头朝着东南方向逃去。撤！快撤！莫干山在10几名亲卫骑兵的掩护下，
也朝着东南方向急速奔逃。追！王虎带领数十名骑兵，没有丝毫停留，径直朝着莫干山的10几名骑兵追去。刚才那是虎头吗？望着急速消失的背影，陈二狗狠狠揉了揉眼睛道：是他。李俊眼神复杂道：仅凭300人，王虎真的做到了，并且还杀得胡人主将落荒而逃，这简直是大前战争史上的奇迹。仅凭今夜一战，王虎必将名留青史。所有人入营，将营内胡兵斩尽杀绝，一个不留。魏猛大声陈喝道：诺！众人领命，纷纷列队进入胡人大营中，对营内零散的胡兵进行清理绞杀。是白统领他们。很快，魏猛率领的200士卒遇到了从胡人大营内部一路杀出的白鱼双、狗娃和李二牛等人。魏头，王虎呢？白鱼双率领数十名骑兵来到魏猛身旁，眼眸深邃道：王虎带人去追杀胡人主将去了。魏猛笑容满面道：朝哪个方向去了？白鱼双眼中露出一抹担心道：朝东南方的临清县去了，胡人主将应该是想逃往临清县的黑山部大营。魏猛略微思索道：魏头，大营中胡兵已经被斩杀10之8九，剩下的交给你们了，我去接应王虎。白鱼双话语说完，不等魏猛回答，就带领数十名骑兵冲出了大营。所有人以20人为一队，给我挨个检查营帐，绝不能放过一个胡人。魏猛对着数百士卒大喝道：诺！众人领命，开始分头行动，将躲在营帐中的零散胡人一一击杀。夜幕下，王虎带着数十名骑兵紧追不舍，很快追上了莫干山的骑兵队伍。巴特利、野速达，给我拦住他！见到王虎纵马追来，莫干山面色阴沉的大声下令：是，大人。巴特利和野速达虽然极不情愿，但也不敢违抗莫干山的命令，只能硬着头皮带着所剩不多的羌胡骑兵拼命阻拦。死！王虎眼神冷冽，手中玄铁槊不停挥舞，一名鸣羌胡骑兵坠马身亡，没有人是他的一合之敌。杀！面对即将追上莫干山的王虎，野速达和巴特利手持弯刀，一左一右朝着王虎杀来。哼，萤火之光也敢与皓月争辉！王虎今夜击杀上百羌胡骑兵，已经获得10几点随机属性，武力值暴涨，根本不把野速达和巴特利2大千夫长放在眼里。噗呲，噗呲，2声轻响传来，王虎出手如电，手中玄铁槊寒芒闪烁，轻松将2人全部击杀。好快！可恶！巴特利和野速达双手捂住喉咙，大量鲜血从指缝喷涌而出，最终2人身体同时坠马身亡。把他们的头割下来，继续追！王虎下完命令，继续纵马朝着莫干山的10几骑追去。双方人马你追我赶，很快来到了临清县城的外围。速速打开营门，我乃莫干山万夫长。莫干山看着不远处的黑山部大营，满脸激动的大吼道：剧烈的马蹄声惊醒了整座黑山部大营，低沉的号角声响起，一团团篝火照亮了整个夜空。发生什么事了？此刻临清县城墙上的守军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搞懵，不得不叫醒所有人，严阵以待，以防胡人大军攻城混蛋。速速打开营门，我乃莫干山万夫长。莫干山率领10几名亲卫骑兵，看着不远处的营门迟迟没有打开，气急败坏地大骂着：胡贼，你的死期到了！王虎一人一马冲到莫干山的身后不足20米处，手中玄铁槊在夜光照映下散发着冰冷的寒芒。快快拦住他！看到王虎如枯骨之躯般紧追不舍，莫干山面露惊悚道：杀！10几名亲卫骑兵调转马头朝着王虎杀去，杀声震天，勇猛无畏。给我滚开！一个冲锋噗呲噗呲声响起，王虎的玄铁槊下便又多了几具亡魂。快打开营门！看到王虎距离自己不足10米，莫干山一边纵马狂奔，一边朝着100步开外的大营放声嘶吼：死！王虎眼眸冷酷，手中玄铁槊一枪刺出，扑哧一声，一槊洞穿了莫干山的胸口。啊！莫干山发出惊天惨叫，臃肿的身躯被王虎一槊挑落马下。周围剩下的几名亲卫骑兵见状，纷纷朝着黑山部大营逃去。唰！王虎骑马来到莫干山的尸体旁，用长槊将他腰间的黄金令牌挑到手中，正面写着万夫长莫干山6个小字，令牌背面还有一座大山图案。王虎将马匹驻足在黑山部大营100步之外时，白鱼双策马急速地冲了过来。白统领，你来得正好，给你看样好东西。王虎不顾白鱼双冷若冰霜的脸庞，直接将手中黄金令牌扔到了白鱼双的手中。万夫长！白鱼双满眼震惊，没想到王虎竟然击杀了一名胡人万夫长。在大前军律中，击杀一名羌胡万夫长可是能封爵的。小鱼儿，将这位万夫长的头颅割下来，准备回营。王虎看到小鱼儿带着近100名骑兵也赶了过来，大声笑道：
当王虎带人准备离开时，黑山部大营中再次传来一阵长长的号角声。不好，他们骑兵要出来了！白鱼霜听出号角的指令，俏脸大变道：“你们先走，我来断后。”王虎望着被打开的胡营大门，还有耳边响起的沉重剧烈马蹄声，眼神冷冽道：“不行，要走一起走。”白鱼霜满脸决然道：“白统领，我现在以副校尉的身份命令你快点走，你们在这里只会让我放不开手脚。”王虎眼中杀意充盈道：“好，我们走。”白鱼霜面容冰冷，带领小鱼儿和近百骑兵朝着宁山堡方向快速狂奔。谁敢与我一战？面对凶猛而来的数百名羌胡骑兵，王虎大声怒吼，声音传遍整个黑山部大营和临清县城。何人如此勇猛，竟敢在胡人大营前叫嚣？临清县县令孟之温站在城墙上，目光眺望着黑山部大营的方向，震惊道。城墙上睡眼惺忪的临清县士族全都双目眺望数百米外的黑山部落大营，刚才此人似乎在追杀胡骑，难道是宁山堡的士族？县尉张华站在孟之温一旁猜测道：“宁山堡不是正在被胡人大军围攻吗？怎么会有人跑到这里来？”孟之温满脸不解道：“或许天明，我们就知道发生什么了。”张华同样摇头不解道：“黑山部大营，营门外，区区一个前人，竟敢跑到我们黑山部大营挑衅，真是活得不耐烦了。”一名胡骑千夫长率领数百名羌胡骑兵冲出大营，并将王虎团团包围了起来。“大人，此人杀死了莫干山万夫长，绝不能让他逃走。”一名莫干山的亲卫骑马来到胡骑千夫长面前，大声道：“什么？他杀死了莫干山万夫长？”胡骑千夫长面露震惊，莫干山万夫长可是这次黑山部落出征的2大万夫长之一，没想到居然被人杀了。不但莫干山万夫长被杀了，蒙加尔、巴尔干、巴特利、野速达4位千夫长也全部死在了他的手上。亲卫骑兵声音越说越颤抖道：“怎么可能？安西郡什么时候出现这么厉害的武将了？”胡骑千夫长满眼惊骇，一时间都忘记了下达进攻命令。“你们万夫长的人头我带走了，有本事就追过来！”王虎趁着胡骑千夫长愣神之际，割下莫干山的人头，随即纵马朝着周围的羌胡骑兵突围而去。“拦住他！”胡骑千夫长回过神来，大声怒吼：“拦我者死！”王虎将莫干山的人头塞入马腹皮带，手持玄铁硕沙向周围冲来的羌胡骑兵。噗呲噗呲，长槊横扫，2名冲过来的骑兵直接人手分离，2颗头颅高高飞向夜空，洒下漫天的血雨。都给上，一定要抢回莫干山万夫长的人头！此时胡骑千夫长想的不是击杀王虎，而是一定要抢回莫干山的人头。低沉的号角声再次从胡人大营中传出，数以千计的羌胡骑兵冲出大营，对王虎展开了围追堵截。痛快！面对周围羌胡骑兵的围杀，王虎纵马狂奔，手中玄铁槊每次挥舞都能轻松击杀2-3名羌胡骑兵。一人一骑在空阔的荒原上飞奔，身后数千羌胡铁骑穷追不舍。“大人，不能再追了，前面就是安南郡，再追下去我们就越界了。”连续追出数十里后，一名胡骑亲卫对着千夫长朱尔猛大声道：“停止追击！”朱尔猛大声猛喝，数千羌胡骑兵缓缓降下速度，但还是有上百名羌胡骑兵对王虎穷追猛打。真当我是软柿子吗？王虎察觉到胡人大部队停止了追击，但还有上百骑兵对他不依不饶，让他心中升起无限杀机。王虎猛拉马绳，让胯下战马强行调转了马头，随后静静地等待着上百骑兵到来，杀了他！一名胡骑百夫长见到王虎停止了逃亡，面露大喜，高举着弯刀大吼道：“谁杀谁还不一定！”王虎双目悠悠，右手紧握玄铁槊，纵马冲锋。死！王虎暴喝一声，一槊刺出，狂暴的力量将迎面而来的2名羌胡骑兵身体猛然洞穿，来了个一穿二血葫芦。杀！击杀2人，并未震慑住周围的羌胡骑兵，更多的骑兵高举弯刀朝着王虎杀来。今夜我要杀个天昏地暗！王虎感觉体内的血液在沸腾，全身肌肉膨胀，仿佛有用不完的力量。当一名胡骑想要从背后偷袭，被王虎敏锐的察觉，一槊挡住了锋利的刀刃。全都给我死！王虎凶性大发，手中玄铁槊疯狂挥舞，胯下战马左冲右突，一连击杀了10几名羌胡铁骑。这还是人吗？看到无可匹敌、大杀四方的王虎，躲在一旁的胡骑百夫长狠狠咽了咽唾沫。来啊！王虎杀得兴起，开始主动追杀周围的羌胡骑兵，一瞬间场面彻底混乱起来。撤！快撤！这家伙不是人！见到王虎朝着自己所在的方向杀来，胡骑百夫长被吓得面容惨白，立即纵马朝着大营方向狂奔。死！夜色下，滑稽的一幕出现，原本追着王虎的上百骑兵
现在竟然被王虎单枪匹马一路追杀，什么情况？准备回营的朱尔猛发现数十名逃回来的骑兵，满眼疑惑，以为前方有埋伏。大人，那个前人太恐怖了，简直不是人。捡回一条命的胡记百夫长来到千夫长朱尔猛面前，满眼恐惧道：他真的有那么厉害吗？千夫长朱尔猛眼神凝重道：他的力气仿佛无穷无尽，我们上百人围杀他，反被他杀死了半数人马。胡记百夫长编织谎言，想要摆脱自己先逃跑的事实。谁敢与我一战？王虎单人单骑驻足在数千枪胡铁骑的百步外，声音响整个夜空。我就不信他一个人能挡得住千军万马。朱尔猛深吸一口气，刚准备下令进攻，王虎竟然直接转身离去，并且胯下马匹越跑越快，眨眼就消失在夜幕中。你们这些蠢货都被他给骗了，他早已经是强弩之末。朱尔猛又气又怒，想要下令追击，又担心被前军埋伏，最终只能下令回营。卯时，天色微亮，宁山脚下胡人大营，虎头回来了。大营门前，众人翘首以望，最终看到王虎一人一马从白蒙蒙的雾气中冲出。我就说虎头绝不会有事的。李长安抹了抹发红的眼眶，使劲抿着嘴巴道：虎头，虎头，虎头！数百士卒整齐列队，高呼着王虎的名字，声音响彻整个宁山堡。兄弟们，我回来了！王虎骑着马匹快速冲到众人面前，大声喝道：虎哥，胡人骑兵没追过来吗？小鱼儿、双目猿瞪到我带他们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将他们暴杀一顿，他们哪里敢追来？王虎咧着嘴大笑道：自作聪明。听到王虎的话语，白鱼双冷着脸，显然还在为之前王虎强行让他撤退的事情生气。虎哥，你要是再不回来，白统领都准备带人去寻你了。李二牛走到王虎身旁，小声地说道：抱歉，让大家担心了。王虎对着众人抱拳，目光看着白鱼双嘟起的嘴巴，心中莞尔一笑，刀子嘴豆腐心的女人。好了，既然王虎平安回来了，大家都回堡吧。魏猛手拄着黑虎大刀，朗声高喝道：魏头，虎哥，我抓到一个自称是千夫长的家伙，他说要见你们。众人刚准备离开，狗娃忽然带着几名士卒捆绑着一名胡人走到了王虎和魏猛的面前。你是何人？魏猛双目威严地盯着蓬头垢面被捆绑着的胡人道：回大人，我叫达瓦尔，乃是黑山部落的一名千夫长。达瓦尔无比恭敬地回答道：杀了吧，一名千夫长的人头可是价值1000两白银。魏猛还不在意地说道：诺！狗娃抱拳喝道：大人，大人，不要杀我，我知道黑山部落的很多情报，我愿意归顺你们。听到魏猛要杀自己，达瓦尔满脸惊慌地说道：哼，尔等胡人穷凶极恶，杀我前人，淫我前女，留你何用？魏猛怒目圆瞪道：我没有杀过前人，也没有奸淫过前人女子，并且我身上还流淌着一半前人的血，求大人饶我一命。达瓦尔直接双膝跪地，大声求饶道：魏头，先将他带回宁山堡，我有些话要问他。王虎目光闪烁道：好，大军回营，把所有能带上的物资全部带走，不能带走的直接烧掉。魏猛点点头，随即大声道：谢大人不杀之恩，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达瓦尔对着王虎连磕3个响头道：魏头，虎头，这缴获的1000多匹战马咋整？小鱼儿手指着大营中的上千匹战马道：分批带回马场，注意沿途的胡人斥候。王虎略微思索片刻道：诺。小鱼儿抱拳点头，转身朝着营内走去。王虎，你们是跟我回堡，还是先回马场？魏猛出声询问道：我和白统领先留下，让小鱼儿和骑兵军先回马场。王虎目光扫视着狼藉不堪的胡人大营道：好，那我们回去吧。魏猛点点头，率领众人返回了堡内。议事大厅，众人依次落座，看着站在大厅中间全身发抖的达瓦尔，王虎嘴角轻笑道：别怕，我们不杀你。多谢大人。达瓦尔连连点头道：现在说说，你有什么情报要告诉我们？王虎面色平静道：我有一个重大情报。达瓦尔支吾半天，忽然双目一亮，伸出一根手指道：说说什么重大情报？王虎嘴角微撇道，众人则是满眼怀疑。还有1个月，3大部落就会返回草原，但在最后的10天，3大部落会分别偷袭一座县城。达瓦尔放出一个重磅消息，让魏猛等人面色大振。你说的可是真的？魏猛沉声道：小人说的都是真的，黑山部要攻打的就是临清县，白狼部要攻打沙河县，铁蛮部则会攻打临近铜山堡的北山县。达瓦尔满脸认真地说道：王虎，此事关系重大，如果他说的是真的，临清县、北山县和沙河县恐怕要遭殃了。魏猛眉头紧锁道：如果3大部落真要攻打3座县城，我们也无能为力。满身鲜血的李俊眼露疲惫道：我们赶紧将此事上报刺史大人，
让他赶紧发兵救援三县啊！陈二狗满脸焦急道：“没用的，刺史大人若真想和三大部落开战，早就发兵了。”陈峰摇摇头道：“难道我们就坐看3座县城惨遭胡人屠戮吗？”李二牛满脸憋屈道：“三大部落各有多少人吗？”王虎神色镇定道：“黑山部原本有2万人马，调来了5000人攻打宁山堡，目前在临清县城外还有15000人。铁蛮部跟黑山部一样，这次都来了2万人，只有白狼部来了3万人。”达瓦尔认真地回答道：“三大部落竟然来了7万人，难怪刺史大人不敢发兵。”陈二狗满脸震惊道：“这次只是一次试探，明年春季三大部落将会聚集20万大军，与大前全面开战。”达瓦尔小心翼翼地说道：“20万大军，整个凉州顷刻间就会被踏平吧？”朱一刀倒吸一口凉气，眼露惊恐道：“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拿下西山关的？”王虎眼眸深邃道：“因为草原和大前数年没有发动战争了，所以西山关对我们草原放松了极大警惕。后来三大部落假扮成纳兰部落的商队，陆陆续续朝西山关派遣了7、8支20-30人的队伍，趁西山关防守松懈之际发动偷袭，打开了关门。”达瓦尔满脸谨慎地说道：“纳兰部落现在如何了？”王虎想起被他捡到的纳兰旗儿，不由得好奇道：“纳兰部主力被三大部落击溃，只有少量人马逃到了天山深处。”达瓦尔虽然好奇王虎为什么对纳兰部落感兴趣，但还是认真回答道：“从今天起，你就叫王灭狐，暂时留在宁山堡。如果你敢逃跑，后果不用我多说。”王虎嘴角微微勾起道：“是，多谢大人赐名，我以后就叫王灭狐，绝不会逃跑。”达瓦尔满脸激动道：“二牛，带他下去换身衣服，以后他就归你管了，要是被他逃了，我拿你试问。”王虎对李二牛大声道：“诺！”李二牛起身抱拳，随即双眼瞪着王灭狐道：“老小子，跟我走。”王虎，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魏猛面露犹疑，完全把王虎当成了主心骨。2次大胜，若没有王虎的谋划，宁山堡早就毁于一旦了。在他的内心中，王虎绝对是宁山堡的第一猛将加副将。暂时按兵不动，继续收拢躲进山林中的流民，有多少收多少。另外要派出斥候，严密监视黑山部大营的动向。如果他们真的要攻打临清县，必然会储备大量的攻城器械。王虎仔细分析道：“我们是否要将这个情报告知3座县城，让他们早做防备？”李俊皱着眉头道：“可以派人告诉他们，另外铜山堡和秦郡守那里也要派人去通知一声。”王虎眉心拧成一个川字纹道：“3座县城，每座县城的战兵不足1000人，就算加上一些府兵，也根本挡不住胡人大军的进攻。”魏猛面容凝重道：“目前我们自身难保，更不用说去帮忙了。”坐在末位的沈峰开口道：“魏头，这次缴获了多少物资？”王虎询问道：“这次收获很大，总共有2000多石粮食，同时还缴获了数万两白银、几万贯铜钱和1箱黄金，保守估计总价值高达30万两。”魏猛说到最后，声音都有些沙哑起来。他当了大半辈子的兵，也没见过30万两白银，这已经相当于10万大军1个月的粮饷了。这么多？王虎也是满脸惊讶道：“没错，几箱白银和黄金都是从中军大帐里搜出来的，应该是那个莫干山万夫长的私藏。”魏蒙点点头道：“差点忘了，那位万夫长的人头还在我的皮带中。”王虎嘴角轻笑道：“你真将那个胡人万夫长杀了？”魏蒙眼眸圆瞪道：“真杀了，令牌在白铜岭那里，人头在我战马身上。”王虎语气轻松道：“哈哈，杀得好，单凭这颗万夫长的人头，兄弟你就能封爵了。”魏蒙满眼的羡慕道：“什么爵位？”王虎开着玩笑道：“自然是县南爵位。你还想要什么爵位？”魏猛翻着白眼道：“哈哈，我还以为能给个子爵或者伯爵呢。”王虎忍不住大笑道：“你想得美。”白羽双美目斜了一眼王虎道：“我们这次覆灭了黑山部5000人马，你们说黑山部会不会不打临清县城，转过头来打我们宁山堡了？”狗娃给众人泼了一盆冷水道：“不会，这次偷袭大胜必定会让黑山部投鼠忌器，在摸不清我们底细的情况下，他们绝不会冒险来进攻我们宁山堡。而相对来说，临清县城比我们宁山堡有价值多了，漂亮女人、金银财宝、壮丁人口，临清县城就像一个巨大的宝藏，在等着他们挖掘。并且我怀疑现在的临清县城已经被他们渗透了不少细作。”王虎目光如炬道：“这样说来，我们更要提醒临清县城了。”李俊面容冷冽道：“此事不急，若是让3大部落发现端倪，反而会打草惊蛇，最好等半月之后再提醒他们。”王虎目光闪烁道：“王虎说的没错，现在各大县城流民众多，必然隐藏着很多胡人细作，一旦走漏了风声，3大部落必然会改变计划。”魏猛非常赞同王虎的提议，
大声说道：“魏头，这段时间要督促铁匠师傅们继续锻造钩镰枪和环手刀，另外缴获的皮甲也要让女子营缝制成明光铠。”王虎对着魏猛说道：“好，我会让老李头盯着的。”魏猛点点头道：“既然如此，大家都回去好好休息，这几日要严加防范，以防胡人前来报复。”王虎起身说道：“诺。”众人起身抱拳，纷纷离开了议事大厅。魏头，我这是不是有点越俎代庖了？见到众人走后，王虎满脸不好意思地对魏猛说道：“臭小子，跟我假客气什么？我说过，只要你能力强，我都愿意听你的。而且就凭今晚的这场大胜，你的职位马上就要比我高了。”魏猛满脸感慨地说道：“魏头，这次的战报先不要着急往上报，等等再看。”王虎深知木秀于林峰必摧之的结果，他这场战斗要是上报朝廷，必定会引来各方注意。现在他的实力还太过弱小，并不想过早的进入那些大人物眼中。好，都听你的，战报我会如实写，该要的封赏我们后面一定要拿到。魏猛点头道：“接下里应该会安稳几天，你和兄弟们把伤养好，后面还有大战等着我们呢。”王虎看着魏猛身上的4-5处包扎伤口，眼神敬佩道：“放心，我身体扛得住。”魏猛咧嘴一笑道：“3日后，青阳谷马场。虎哥，有人来找你。”谷内，小鱼儿刚踏入木屋，就看到王虎正坐在白玉霜身旁查看安西郡的地图。什么人？王虎头也不抬，身体几乎紧贴着白玉霜身躯，让白玉霜柳眉轻皱。他自称是西山关副将雷千山。小鱼儿眼睛眨动道：“西山关副将，走去看看。”王虎来了兴趣，与白玉霜放下手中地图，一起走出了木屋。很快，3人来到谷口，看到了身材高大魁梧、面容刚毅不屈的雷千山。“你是西山关副将？”王虎走到雷千山面前，看着眼前这位身高比他还要高出半头的古铜色2米巨人，眼神疑惑道：“末将雷千山之前确实是西山关副将，但现在只能说是一名罪人。”雷千山眼眸深处闪过一抹悲戚道：“西山关早已陷落，你为何会出现在这里？”王虎面露不解道：“当日西山关城破，我带领兄弟奋力拼杀，最终因寡不敌众，撤出了关口。后来为了躲避胡人追杀，便率领残部人马进入了宁安山脉中。近日听闻大人连破羌胡2座大营，斩杀数千胡贼，特此来投靠大人，还望大人不弃收留。”雷千山抱拳单膝跪地道：“将军不必如此，快快起身，是谁让你来这里找我的？”王虎将雷千山扶起，但还是心有疑虑问道：“是魏猛校尉让我来的，他说只要你点头，西山关剩余的800边军就可以加入宁山堡。”雷千山眼露希意道：“丢失了西山关，守关所有将士按罪当诛，老魏这是让我顶缸啊！”王虎心如明镜，暗自诽谤：800名战斗力不俗的边军，他不想要是假的，但收留了800边军，也就等于窝藏朝廷重犯，站在了大前朝廷的对立面。要想摆脱朝廷追责，就必须要拿出更大的军功来兑换，否则日后必定落人话柄。你们800人，我王虎收下了。王虎思索片刻，掷地有声道：“多谢大人，我800兄弟日后必以大人马首是瞻，无论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绝不皱半个眉头。”雷千山抱拳感激道：“把你的人都带到马场，有多少人会骑马？”王虎询问道：“大多数都会骑马，除了我那800兄弟，还有3000多村民也在山林中。魏校尉让我问您怎么处理。”雷千山脸庞有些不好意思道：“3000多村民。”王虎眉头轻皱，没想到安宁山脉里藏了那么多流民。大人放心，这3000多村民大多都是年轻力壮的青年男子，只有少量的老弱妇孺。雷千山担心王虎不肯收留，连忙解释道：“挑选1000精壮男子前来马场，剩下的2000人全部送到宁山堡。”王虎思索片刻道：“多谢大人。”雷千山满脸惊喜的抱拳低手道：“小鱼儿，你率领骑兵军和300匹战马，跟雷将军一起去接人，沿途注意胡人的斥候。”王虎沉声道：“诺。”小鱼儿抱拳接令，迅速朝着训练场走去。2日后，宁山堡兵器锻造区，随着大量流民涌入堡内，铁匠师傅也从刚开始的100号人激增到了300余人。人数充足下，锻造兵器的效率也逐渐翻倍，各种刀、枪、剑矢、盾牌被大量的锻造出来。虎头，现在铁匠人数充足，20天之内应该能完成你的要求。采矿区边缘，老李头满脸尊敬地对王虎说道：“辛苦了。”王虎看着光着膀子热火朝天锻造兵器的铁匠们，有感而发道：“辛苦是辛苦了点，但在我们宁山堡能吃饱饭，还有工钱领，又不用担心被胡人抓走。师傅们对虎头你是非常感激的。”老李头情真意切地说道：“同是大前子民，这都是我分内之事。”王虎嘴角轻笑道：“虎头，白统领人都挑选好了，问你回不回马场？”
李长安走到王虎身旁询问道：“走，回马场。”王虎毫不迟疑道。回马场的路上，王虎和白玉霜骑着马并排而行，孙大猛和李长安则带着100名身强力壮的女兵跟在2人身后。100人够吗？王虎主动打开话匣道。够了。白玉霜神情淡淡道。你打算把他们训练成骑兵还是步兵？王虎好奇道。上马可冲锋，下马可杀敌。白玉霜声音清冷道。厉害。王虎对白玉霜竖起一根大拇指，没想到白玉霜要将这群女兵训练成2栖战士。你是不是打算帮助临清县城抵御黑山部？白玉霜转过头来，美目紧盯着王虎脸庞道。不是抵御，而是要消灭。王虎野心勃勃地说道。就凭我们马场的2000多号人。白玉霜觉得王虎又在异想天开，2000对15000，简直是开玩笑。宁山堡不是还有1000吗？应该是3000对15000。不对，临清县还有几千人，大概是6、7千部族对战15000骑兵。王虎咧嘴一笑道。你该不会又想来一次夜袭胡人大营吧？白玉霜眉头紧皱道。偷袭1次2次还可以，第3次肯定不行。黑山部连续吃了2次亏，不会再毫无防备了。王虎摇摇头道。那你想做什么？跟黑山部15000骑兵正面对决？白玉霜强压心头火气道。你当我傻？我怎么可能跟他们硬碰硬？王虎哑然一笑道。那你究竟想做什么？白玉霜觉得自己快要被王虎折磨崩溃了，真想一脚把王虎从马背上踹下去。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驾！王虎故意卖了个关子，纵马朝着马场快速奔去。臭家伙，真是让人讨厌。白玉霜嘴里嘟囔一句，也纵马狂奔起来。青阳谷马场，800边军，1000新兵，300老兵，全部整齐地排列在谷内宽敞教场上。虎头道。见到王虎骑着马匹进入山谷，站在教场前方的王武大喝一声道：拜见虎头。以雷千山、狗娃、李二牛为首的2100士卒纷纷单膝下跪，大声喝道：都起来！王虎被眼前的场景微微震撼，心中豪气顿生。2000人虽然不多，但也足够震慑一方了。诺！众人全部起身，所有人看向王虎的目光都充满了敬佩和感恩。都是自家兄弟，搞那么隆重做什么？王虎翻身下马，走到王武、狗娃、李二牛和雷千山几人面前道：这是给他们立规矩，让他们知道是谁在给他们饭吃，又是谁在打胡人。王武低声说道：这要是让朝廷知道，还以为我要拥兵自重要造反呢。王虎语气调侃道：非常时期当用非常手段，我已按照大人的吩咐，将一封密信和莫干山的人头秘密送往黄州永安城，但会不会有回信，很难说。王武目光沉静道：没有回信或许更好。王虎嘴角神秘一笑道：不回信更好。王武有些不明白王虎话语的含义，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雷将军，经过我和魏头商议，决定让你暂领军使一职，先委屈将军了。王虎走到雷千山这位从五品西山官副将面前道：两位大人能收留我这个罪人，已经是仁至义尽，雷某不敢有任何奢求。雷千山抱拳低首道：雷将军不必自责，当初西山关一战，罪责不在你，而你能带领兄弟们杀出一条血路，已经很难得了。王虎出声安慰道：多谢大人理解，以后雷某这条命就是虎头你的了。雷千山眼神充满感动，眼眶甚至有些泛红。这段日子他曾四处派人向安西郡城和周围几个县城求援，但都遭到了严词拒绝，没人愿意收留他。众人都骂他守关不力，才让羌胡大军进入安西郡，从而造成万千百姓惨遭胡人的劫掠和屠戮。若不是他身后还有800袍泽兄弟，他早就自刎谢罪了。如今遇到王虎这样理解他的人，顿时让他对王虎有种肝脑涂地、誓死相随的想法。你的命要留着收复西山关。王虎用拳头轻轻捶了捶雷千山坚硬的胸膛道：我一定会夺回西山关，为死去的兄弟和百姓报仇。雷千山双目发红道：一定会的。王虎点头道：让他们也都入殓。白玉霜走到王虎身边，对着身后的孙大猛说道：诺。孙大猛大喝一声，让进入山谷的100名女兵走到教场上列队，排成2排。雷统领，你从800边军中挑出400人加入骑兵军，另外400人分成2队，一队加入大盾枪兵，一队加入刀盾兵。王虎登上教场的2米高点将台上沉声道：诺。站在台下的雷千山大声应道：新来的1000士卒，300人划入大盾枪兵，300人划入刀盾兵，300人组建刀工兵，剩余100人由我亲自训练，作为亲卫突击兵。500骑兵外加100斥候，由雷千山和江小鱼负责统领；600大盾枪兵由李二牛统领；600刀盾兵由张娃子统领；300刀工兵由张大山统领。另外，我若不在马场，
马场所有事宜将由白鱼霜统领决断。倘若我和白统领都不在，马场则由总教头王武处理一切事宜。都听明白没有？王虎面向教场上的2000余士卒，大声喝道：“听明白了。”2000余人奋力大喝，声震九霄。接下来的日子，我希望你们努力训练，因为更残酷的战争即将到来。自明日起，我会陪着你们一起训练。现在解散。王虎大手一挥道：“真没想到，才短短不到1个月，我们的军队就壮大了那么多。”看着教场上解散的2000多士卒，李二牛满眼惊叹道：“别感叹了，给你们1天时间，将各自队伍整顿好，大战就在眼前，不用说，你们也知道该做什么。”王虎从点将台上走下道：“诺。”众人纷纷抱拳点头。白统领、王教头，接下来的日子就要辛苦你们了。王虎对着白鱼霜和王武说道：“虎头，我们是不是又要打仗了？”王武满脸踌躇道：“胡人还有6、7万大军待在安西郡，不是我们打他，就是他来打我们，战争是避免不了的。”王虎眼眸深邃道：“我明白了。”王武神情凝重道：“大猛，明日你们与他们一起训练，上午练习骑术，下午练习血战8刀。”白鱼霜转身对孙大猛说道：“诺。”孙大猛抱拳应道：“李长安，明日你和100亲卫也与大军一起操练，上午练习骑术，下午练习血战8刀，傍晚练习剑术。只要你能比100亲卫练得更好更强，我就让你当亲卫队长。”王虎转身对着李长安说道：“诺。”李长安小脸激动得通红道：“加上宁山堡的1000人，我们现在人马超过3000人了，马匹还卖吗？”白鱼霜美目盯着王虎的脸庞道：“再卖个300匹吧，不然口粮维持不了多久。”王虎满脸无奈地说道：“好。”白鱼霜轻轻点头道：“3000人马，放眼整个凉州，也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了。”10月中旬，临清县城，夜晚，城门楼。张县尉，你说这信上的内容是真是假？门楼中，县令孟之温看着手上的信件，面色阴晴不定道：“应该是真的，魏猛不会跟我们开这种玩笑。”县尉张华忧心忡忡道：“按照信上所说，黑山部5日后便会来攻打我们县城，这该如何是好？”孟之温面色暗沉道：“大人，如今之计，只能全城加强戒备，并且暗中提防胡人细作打开城门，另外派人向安西郡城求援。”张华提议道：“安西郡城外驻扎着白狼部1万大军，秦大人和周都尉恐怕不会派兵前来支援。”县城周延摇摇头道：“周县城所言有理，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孟之温深吸一口气道：“大人，我觉得可以向宁山堡求援。”张华双目陡然一亮道：“宁山堡的那点人马，自保都够呛，哪有兵马来帮我们？”孟之温摇头叹息道：“大人有所不知，根据外面探子来报，现在的宁山堡可谓是兵强马壮，并且还把西山关的800边军给接收了。另外，上次在黑山部大营前叫阵的人，正是宁山堡的副校尉王虎。我听说前2次带人偷袭胡人大营的人，都是这位王虎副校尉干的。”张华越说越兴奋道：“这王虎是何人？以前怎么从未听说过？”孟之温满眼好奇道：“这位王校尉只是一名来自安南郡的新兵，入伍不到2月，已经独自斩杀上100名羌胡骑兵了。我还听说，当初王虎刚到安西郡城报道当日，就在城外斩杀了1名胡人百夫长，名震整个安西郡城。”张华继续说道：“一个新兵竟然如此勇猛！”县城周延满眼不可置信道：“如果真如张县尉所说，我们确实可以向宁山堡和这位王副校尉求援，不过人家会来吗？”孟之温满面愁容道：“大人，我觉得不管成与不成都要试一试，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张华语重心长道：“张县尉此言有理，我提议大人立即修书一封，恳请宁山堡出兵相助。”周延抱拳拱手道：“罢了，我且试试。你们也要加强防备，尤其是隐藏在城内的胡人细作，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孟之温沉声道：“是。”张华和周延同时起身拱手道：“宁山堡派人用箭射出的3封信件，让临清县城、沙河县城、北山县3座城池一夜无眠。经过一夜商酌，天色刚蒙蒙亮时，3座城池分别向宁山堡、安西郡城和铜山堡派出了求救信使。宁山堡会议大厅，王虎，你猜的没错，临清县果然派人来了。”大清早，王虎带着白鱼霜、雷千山几人刚走进大厅，魏猛就大笑着走到门口道：“周围有能力出兵帮他们的，也只有我们宁山堡。只要他们不是傻子，自然会派人来求援。”王虎笑着说道：“那我们真要出兵帮助他们，一起抵抗黑山部的进攻吗？”魏猛询问道：“暂时不急，打起来再说。”王虎摇摇头道：“临清县孟县令的意思是希望我们派人入城，帮他们一起防守城池。”魏猛面色从容道：“魏头，
想要入城？王虎嘴角似笑非笑道：“我自然是不愿意。临清县城哪有我们宁山堡好？”魏猛连连摇头道：“魏头可以让信使转告孟县令，就说我们会出兵帮助临清县对抗黑山部。至于什么时候出兵，怎么打，那就是我们的事了。”王虎眼眸平静道：“好，我明白了。”魏猛点点头道：“5日后，临清县城烽烟起。”随着低沉的号角声响起，整个临清县城的城墙顿时慌乱起来。黑山部果真要开始攻城了。望着城外黑压压的胡人大军，县尉张华满脸暗沉道：“大人，我们能守住吗？”看着城外缓缓聚集而成的10个巨大1000人步兵方阵，还有周围游走的数千骑兵，一名都头眼神惊颤道：“守不住也要守，若是城破，咱们谁都别想活。”张华眼神决绝道：“胡人要开始攻城了吗？”县令孟之温听到号角声，满脸镇定地从城门楼中走出道：“宁山堡给的消息确实没错，黑山部早有准备。你看工程云梯和工程车，他们都准备好了。”张华手指着城外的大辆工程梯和3辆工程车道：“胡人细作都抓起来了吗？”孟之温望着城外的上万胡人大军，脸色微微泛白道：“4方城门都安排了弓箭手，只要他们敢出现，立即格杀勿论。”张华眼露凶芒道：“好，让所有人打起精神，人在城在，城毁人亡。”孟之温拔出腰间的一柄3尺长剑，大声道：“诺！”张华抱拳低手，开始巡视城墙上的防御。城外，全军准备进攻。望着临清县城10几米高的城墙，万夫长尤达山骑着马匹，带着10几名千夫长来到了中央步兵方阵的前头。“大人，我们的勇士早已经等不及了，只等您一声令下。”一名身材魁梧、满脸大胡子的千夫长恭敬道：“告诉勇士们，谁先登上城墙，赏1000金，封千夫长。”万夫长尤达山举起手中的马鞭指，向临清县城的高耸城墙道：“遵命。”大胡子千夫长右手成拳放于左胸，大声应道：“全军准备，第1、第2方阵进攻！”随着尤达山身旁一名千夫长高举弯刀放声大吼，2个胡人步兵1000人方阵扛着20几台云梯，朝着临清县城墙呐喊着奔跑前进。弓箭手准备！城墙上见到2000胡人步兵发起进攻，县尉张华大声厉吼道：“300步，200步，100步，50步，放箭！”嗖嗖嗖！伴随着县尉张华一声令下，数百名弓箭手开始疯狂地朝着城下倾泻箭雨。噗呲噗呲噗呲，几轮箭雨落下，数以百计的胡人部族倒下，但还是有大量的胡兵冲到了城墙下。一场血腥的攻城战彻底拉开序幕。与此同时，北山县和沙河县正有着同样的遭遇，全都遭到了胡人部落的全面进攻。好在2座城池也早有准备，纷纷挡住了胡人的第一波进攻。什么情况？不是说县城防备松懈，轻松就可拿下吗？还有我们潜入城内的勇士呢。看着2000部族眨眼间就阵亡了近1000人，尤达山面色铁青道：“5天前城内送出的情报并无异常，属下也不知道临清县城的防备怎么突然加强了。”一名掌管情报的矮瘦千夫长满脸疑惑道：“混账，这几天城里没有情报送出来吗？”尤达山满脸愤怒，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这几日城内忽然戒严，只许进不许出，所以并没有任何情报送出来。矮瘦千夫长也意识到不对，满脸惭愧道：“蠢货，愚蠢！连续5天没有情报送出，城内又戒严，这不是明显知道我们要攻打县城吗？”尤达山气急败坏道：“那我们还要继续进攻吗？”一名千夫长小心翼翼地问道：“开弓没有回头箭，本将就不信15000人攻不下一座小小的县城。命令全军猛攻，不把临清县攻下来，誓不罢休。”尤达山满脸冷酷地下令道：“是。”周围一众千夫长满脸恭顺应道：“夕阳西下，宁山堡。”报，黑山部大军已经撤回军营，临清县城并未被攻下。坐在大厅中等候的众人听到斥候的汇报，同时松了一口气。虎头说的没错，胡人第1天还真没有攻下临清县城。陈二狗满脸佩服道：“黑山部第1天准备不足，又以为会有城内细作协助，所以并没有做好全面进攻的打算。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明天和后天，如果明天临清县还能守住，我们就要准备出兵了。”王虎目光闪烁道：“明天若是临清县守不住呢？”陈峰面露迟疑道：“若是守不住，就该轮到我们防守了。”王虎嘴角勾起一抹自嘲道：“临清县战兵府兵加起来将近4000之众，城内还有上万青壮流民，如果连2日都守不住，也没有必要发兵救援了。”李俊面色冷冽道：“临清县县令孟之温和县尉张华都不是庸人，坚持2日问题应该不大，关键是真到了第3日，我们该如何行动？”魏猛将目光凝聚到王虎身上道：“
我们大前最厉害的骑兵是哪一支？王虎忽然出声问道。自然是驻守皇都永安城的2万黑骑军了。魏猛不明白王虎为何这么问，但还是认真回答道：那么后日我们就让黑骑军前去驰援临清县城。王虎嘴角上翘道：哪来的黑骑军？李二牛傻傻问道：你是想让我们的骑兵假扮成黑骑军，然后进攻黑山部？魏猛恍然大悟道：没错，我们现在有600骑兵，到时只要在马尾后面绑上树枝，造成千军万马冲锋的假象，就算不能直接吓退黑山部，也能狠狠地震慑住他们。王虎将心中的计划说出来道：如果黑山部不上当呢？我们难道真的要用600骑兵和黑山部数千骑兵正面厮杀吗？白鱼霜听到王虎要假扮成黑骑军，眼眸深处闪过一抹不忿道：狭路相逢勇者胜，如果真的被对方识破，那只能拼死一战了。王虎面色坦然道：我觉得虎头说的没错，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我们能击败黑山部的第一波骑兵冲锋，就能完全遏制住他们的进攻。雷千山站起身说道：各位觉得王虎的计划如何？魏猛觉得王虎的计划有些冒险，但目前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同意虎头的计划，大不了一死。小鱼儿站起来大声道：我虽然不是骑兵，但我也同意虎头的计划。李二牛举起手道：我也同意。狗娃出声道：我同意，我同意，我同意。见到众人纷纷同意，最后只剩下魏猛和白鱼霜没有表态，我也同意王虎的计划。魏猛举起手道：放心，有我在，绝不会让兄弟们白白送死。王虎对着紧咬嘴唇的白鱼霜轻声道：我同意。听到王虎的保证，白鱼霜深吸一口气道：好，既然如此，就这么定了，全军上下包括我都要听从王虎的调遣。魏猛大声陈喝道：诺！众人纷纷抱拳低手应道。2日后，临清县城中午，艳阳高照。大人，兄弟们伤亡惨重，快要顶不住了。一名满脸鲜血、身材中等的都头走到县令孟之温和县尉张华面前，声音沙哑道：顶不住也要顶，让预备士卒都登上城墙，一定要坚持到胡人退兵。张华充满血丝的双目瞪得圆滚滚道：诺！身材中等的都头抱拳领命，将县城的最后一支800人预备士卒调到了城墙上。胡人连续3天的进攻，让临清县战兵和府兵几乎伤亡殆尽，目前只剩下最后一支800人的预备士卒。大人，这最后800人拼完，就只能让城内成年男丁顶上来了。张华看着城外再次聚集的胡人步兵方阵，眼神无奈道：宁山堡可有什么消息？孟之温目光眺望西南方向道：没有任何消息，胡人大军目前还有上万人马，就算宁山堡派人前来，恐怕也无济于事。张华目光看向城外的8个千人部族方阵道：黑山部现在也是彻底拼了，已经将9成骑兵换成了步兵，看来不把我们临清县拿下，是不会善罢甘休了。孟之温面露愁容道：他们兵力损失并不比我们小，一旦城池被攻破，必定会屠城发泄。张华眼眸深处涌现出丝丝绝望道：所以我们绝不能输，哪怕全城青壮全部死光，也不能让胡人大军踏入城池半步。孟之温举起手中3尺长剑，眼神决绝道：大人放心，我张华拼死也会挡住他们。张华目光望向城外缓缓涌动的胡人大军，牙齿咬得咯吱作响。低沉的号角声再次响起，8000胡兵如潮水般对临清县城发起冲锋。投石车、弓箭手开始疯狂压制城墙上的临清县士卒，让孟之温、张华等人连头都抬不起来。今天必须将临清县城拿下，我要用临清县令的头盖骨当酒杯。城外，万夫长尤达山面色铁青，下达了全面进攻的命令。连续3日的攻城战让黑山部损失惨重，可战之兵已不足万人。此刻，除了负责巡守警戒的2000游骑，所有人都加入了攻城战中。今天，他要一鼓作气将临清县城拿下，然后入城狠狠发泄心中的怒火。他心中已经想好，凡是男子，无论老幼一律杀死，年轻女人全部带回草原，接着一把火将整个临清县城付之一炬。杀！战场上杀声震天，双方箭矢如暴雨般落下，不断有胡人士卒在奔跑中倒下，也有临清县士卒从城墙上跌落。城下兄弟们，绝不能让胡贼登上城墙，给我狠狠地杀！城墙上，张华冒着箭雨大声怒吼，预示着惨烈的攻城战彻底拉开序幕。这一次，双方似乎都明白是最后一场大战，都拿出了最后的预备力量。战斗持续了一整个下午，西面城墙作为主战场，数度失守，但又被张华率领敢死队数次夺回。渐渐的，西面城墙的临清县士卒越来越少，几乎被胡人大军彻底占领。孟大人，我们要败了。此时，张华率领上百名士卒已经退守到城门楼处，满脸颓然地对孟之温说道：罢了，我孟之温做了3年临清县令，
今日就与林清县共存亡。孟之温话语说完，就欲拔剑自刎。孟大人且慢，你看城外。张华一把夺下孟之温手中的长剑，手指着城外的西南方向道：咚咚咚，震天动地的马蹄声响起，像一面面无形战鼓，敲打在战场所有人的心头。此刻，无论是城墙上还是城下的胡人大军，都将目光望向了西南方向出现的黑色洪流。黑色的战甲，黑色的马匹，黑色的长枪，黑色修罗面具，所有的一切都是黑色。黑旗出，天下惊，是我们大前最精锐的黑旗军。太好了，我们临清县有救了！兄弟们杀啊，将这些胡贼全部赶下城去！朝廷没有放弃我们临清县，天佑我临清县！突如其来的黑色洪流让临清县城墙上的士卒看到了希望，眼中纷纷重新燃起了斗志。真的是黑旗军吗？孟之温眼中闪过一抹疑惑，作为大前最精锐的骑兵，真的会从数千里之外赶来救援他们一个个小小的临清县城？孟大人，我们的援军来了，是时候反击了。张华心中虽有疑虑，但明白现在不是考虑黑旗军真假的时候，他要趁此机会将胡人大军彻底从城墙上赶下去。众将士，随我杀敌！孟之温也反应过来，高举手中长剑，大喝道：杀敌！杀敌！杀敌！城墙上的临清县士卒发出震天怒吼，爆发出惊天战意，开始奋力拼杀，准备将城墙再次夺回来。大人不好了，前朝的黑旗军来了！城外，一名胡骑千夫长满脸慌张的骑马来到万夫长尤达山面前道：放屁！黑旗军远在永安城，怎么可能突然来到这里？尤达山满脸不相信道：大人，卑职句句属实，真的是黑旗军。胡骑千夫长满脸肯定道：他们来了多少人？尤达山眉头紧锁道：保守估计有5000人。胡骑千夫长吞口水道：你先带2000游骑阻拦他们的进攻，另外命令所有部族返回大营，骑上战马投入战斗。尤达山快速下令道：是，卑职领命。胡骑千夫长转身离去，开始聚集城池周围的游骑，准备阻拦黑旗军的冲锋进攻。咚咚咚，沉重的马蹄声越来越近，围绕在临清县城周围的羌胡骑兵已经可以看到黑旗军为首骑兵的冰冷眼眸。杀！一声冷喝响彻战场，为首的黑旗军手持一柄3米长槊，单人单骑朝着数百名聚集在一起羌胡骑兵冲去。杀了他！一名胡骑百夫长见到仅仅一名黑旗军就敢朝他们冲来，不由得大怒道：死！为首的黑旗军单人冲锋，仅仅一个照面，手中长槊就一连击杀了3名冲锋的羌胡骑兵。挡我者死！为首黑旗大声怒吼，胯下战马发出嘶鸣，一人一马勇猛无比地冲入了数百羌胡骑兵人群中。噗呲噗呲噗呲，一连串血肉切割声响起，长槊挥舞，血花迸溅，一颗颗人头抛向天空，一具具无头尸体坠落马下。面对重重包围，为首黑旗轻松斩杀数十人，恐怖的身影让周围羌胡骑兵彻底胆寒。逃！快逃！他不是人！看着周围不断落马而亡的同伴，一名羌胡骑兵被吓得肝胆俱裂，纵马狂奔而逃。杀啊！这时，数以百计的黑旗军也冲到跟前，对数百被吓破胆的羌胡骑兵展开屠杀。哈哈，痛快！身披黑色铠甲的雷千山右手挥舞着黑色大刀，将一名鸣羌胡骑兵如砍瓜切菜般斩杀，眼神充满了兴奋。白统领，你率领200人进攻左翼；雷统领，你率领200骑进攻右翼；小鱼儿率领200骑，随我进攻中军。单人冲锋的黑旗正是王虎，此时他全身被黑甲包围，全身上下只有2只眼睛露在外面。诺！白鱼双3人领命，率领各自的骑兵对周围羌胡骑兵展开进攻。杀！王虎轻松击溃数百羌胡骑兵后，直接率领200骑兵朝着尤达山所在的中军冲去。拦住他！见到王虎带领的黑旗军眨眼间冲破了数百骑兵的阻拦，时刻关注战局的尤达山脸色大变，命令周围的亲卫骑兵上前阻拦。黑旗一出，天下无敌！王虎放声大吼，全然不把冲来的上百胡骑亲卫放在眼里，一个冲杀就将为首的亲卫百夫长斩于马下。杀呀！小鱼儿率领的200黑骑紧跟在王虎身后，收割着被冲散的胡骑亲卫。滚开！王虎目光如炬，很快在混乱的人群中发现了被众多骑兵保护的尤达山，立即纵马朝着人群中冲去。快快拦住他！拦住他！尤达山也发现王虎的冰冷目光紧盯着自己，被吓得脸色苍白道：挡我者死！王虎手中长槊挥舞，没有任何羌胡骑兵能靠近他的身体，一路冲杀之下，上百具尸体摔落马下。大人，快撤！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我们没有人能拦住他。一名胡骑千夫长看到王虎身影越来越近，对着尤达山急迫道：撤！
尤达山面露不甘，但最终还是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你跑不了的。王虎发现尤达山想要逃跑，纵马急追，沿途想要阻拦他的羌胡骑兵纷纷被一硕击杀。万夫长快跑！4名千夫长见到王虎对尤达山紧追不舍，立即联袂朝着王虎杀来，想要挡住王虎继续追杀下去。土鸡瓦狗也敢阻我！王虎眼神冰寒，手中长槊如雷如电，连续刺出4枪，将并排而来的4大千夫长全部击杀。4位千夫长联手都不是他一合之敌，这人太恐怖了！快逃！快逃！他不是人，是上天派来惩罚我们的。等等我，我不想死！面对凶悍无敌的王虎，数百羌胡骑兵被杀得抱头鼠窜，纷纷落荒而逃。而此时，白鱼霜和雷千山率领的400黑骑军已经对胡人的部族展开冲杀，一时间，整个战场彻底乱成了一锅粥。死！没有了羌胡骑兵的大规模阻拦，王虎骑着马匹追上了埋头逃跑的尤达山，手中长槊化成一条黑龙，一槊刺穿了尤达山的肥肥硕身体。啊！身体被洞穿，尤达山发出一声惊天惨叫，庞大身躯被王虎一槊挑到了半空，模样凄惨无比。万夫长被杀了，快逃！快逃！万夫长被前人杀死了！万夫长，快撤！快撤！撤回西山关！周围羌胡骑兵见到王虎一槊击杀了尤达山，彻底崩溃，恐慌的情绪蔓延至整个战场。兄弟们，给我杀！随着胡人大军开始全面溃逃，隐藏在3里外的魏猛等人也率领2500部族朝着战场压来。城墙上是宁山堡的兵马，胡人大军开始溃逃了。望着战场上出现的魏字大旗，刚收复城墙的张华满脸激动道：张县尉，本官现在命你率领全城将士出城追杀胡贼。孟之温满脸意气风发的大声道：诺！张华抱拳领命，立即率领城内的上千士卒冲出了城门。胡球已死，谁敢与我一战？王虎用玄铁槊挑着尤达山的尸体，声音传遍整个战场：杀！杀！杀！陈峰、狗娃、李二牛率领的部族方阵抵达战场边缘，将零散的羌胡骑兵和胡人部族一一击杀。所有黑骑军集合！王虎眼见战场的胡人大军彻底丧失了斗志，开始聚集所有骑兵，准备对胡人大营展开进攻。雷千山道，江小鱼道，白鱼霜道。白鱼霜3人率领的600骑兵很快聚集到王虎身边，所有人都目光崇敬地看着王虎。众将士，随我冲锋！王虎将尤达山的尸体扔到地上，率领600黑骑军朝着胡人大营发起了冲锋。杀！白鱼霜、雷千山、江小鱼纷纷发出怒吼，紧跟在王虎的身后，朝着胡人大营冲去。砰！王虎一马当先，一槊将挡在胡人大营门口的巨马掀飞10几米远。杀！随即600黑骑冲入大营，对许多慌忙骑上马背的羌胡骑兵展开屠戮。战斗从傍晚持续到深夜，直到胡人大军主力彻底溃逃，王虎才下令停止追击。临清县城门口，我们真的打赢了！全身鲜血的孟之温走出城门，看着打扫战场的宁山堡士卒和临清县士卒，眼神充满了激动。孟大人，这几位乃是宁山堡的军卫，就是他们带人打败了黑山部。张华带着陈峰、狗娃、李二牛、陈二狗等人走到城门口道：魏将军呢？孟之温满眼疑惑道：我们魏头有其他安排，所以就让我们带人前来驰援临清县城。陈峰代表众人出声道：不管如何，此次多谢诸位前来援助，孟某感激不尽，也代表全城百姓感谢宁山堡兄弟的救命之恩。孟之温抱拳躬身，把姿态放得很低，没有在陈峰几人面前摆任何官架子。大人不必如此，这都是我们分内之事。陈峰抱拳还礼道：敢问将军，那些黑甲骑兵可是来自永安城的黑骑军？孟之温满脸期待地问道：哈，那并不是黑骑军，而是我们虎头自行组建的黑甲骑兵。陈峰忍不住大笑道：敢问将军口中的虎头是？孟之温心中虽有猜测，但还是轻声问道：虎头正是我们宁山堡的副校尉王虎，他正带着黑甲骑兵追杀黑山部残兵，应该很快就会回来。陈峰满脸自豪道：陈军尉，虎头有令，所有士卒不得入城，全部入驻胡人大营。另外，没有虎头的命令，任何闲杂人等不准进出大营。一名传令兵骑马来到陈峰等人身旁，大声宣布道：回去告诉虎头，陈峰接令会立即前往胡人大营。陈峰面容严肃道：诺。传令兵骑马离去，丝毫不理会一旁的孟之温和张华等人。孟大人，军令你也听到了，那我们就先告辞了。陈峰朝着孟之温拱拱手，便带着陈二狗、李二牛等人离去。这位虎头好大的威风啊！跟随在孟之温身后的一名官吏小声嘀咕道：闭嘴！
张华转头目光严厉，吓得官吏脑袋一缩，不敢再有半分言语。若不是王虎将军率军击败了胡人大军，尔等哪有机会在这里聒噪？县城周岩冷声道：张县尉、周县城，这里就交给你们了，夜间还需紧闭城门，以防胡人卷土重来。孟之温面色平静道：是。张华和周岩一同抱拳低首道：黑山部大营。虎哥，我们这次发财了，足足有上万匹战马，还有堆积如山的粮食。小鱼儿将整个大营检查一番后，来到王虎的面前惊喜道：等陈峰他们接管大营后，你们赶紧好好休息，另外每人再挑选2匹战马，我要带你们干票大的。王虎拿下脸上的黑铁面具，眼神凛冽道：他也没想到黑山部如此不堪一击，让他之前的想法有了转变。3大部落虽然人多势众，但经过连日来的攻城战，早已经疲惫不堪，实力远比他想的要下降很多。所以在彻底击溃黑山部大军主力后，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海中浮现：虎头，我们来了。说曹操到。王虎话音刚落，陈峰几人就骑着马匹来到了大营北门处。陈老哥，大营就交给你了，粮食可以分一半给临清县城，剩下的马匹和物资全归我们宁山堡。另外，狗娃、二牛、大山，你们率领麾下人马，每人2马，明日一早立即前往西山关东南10里处的赵家屯与魏头会合。王虎对着陈峰几人说道：诺。众人抱拳低首，没有人质疑王虎的命令，只有坚决服从。王虎已经不断用实力证明了他的能力，放眼整个大前，谁能连续打出如此辉煌的战绩？经此一战，王虎的形象在宁山堡士族中已经被彻底神化，无人可以替代。好了，所有人抓紧休息，检查马匹、武器装备，接下里还有几场恶战等着我们。王虎从马背上跳下来，大声道：诺。众人齐齐大喝，纷纷下马。夜半子时，出发。大营门口，王虎一声令下，经过2个时辰休整的600黑甲骑兵，外加200亲卫骑兵，全部跟着他消失在茫茫夜色中。清晨，沙河县城随着火红朝阳冉冉升起，白狼部大营迅速躁动起来。咚咚咚，隆隆战鼓声响起，数以千计的白狼部士族冲出大营，跑到了沙河县城外整齐列阵。二王子，今天属下一定会拿下沙河县城，否则以死谢罪。大营门口，一名白狼部万夫长对着马背上的白狼部二王子铁勒大声说道：窝里台将军，请记住你的话，本王等你的好消息。二王子目光眺望人头攒动的沙河县城头，眼神充满杀机道：是。窝里台大声应道，随即带领着上百名亲卫骑兵朝着沙河县城南城门奔去。沙河县南城门10里外，树林中，虎哥，这白狼不够嚣张的，竟然连由骑斥候都没放出，这简直太不把我们大前将士放在眼里了。刚刚探查完情报的小鱼儿回到树林中，立即对着蹲在地上的王虎说道：白狼部兵马族有3万，目前还有1万人在盯着安西郡城，整个安西郡除了我们，谁还能来打他们？不过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们会不远百里跑过来偷袭他吧。王虎嘴角轻笑道：白狼部实力比黑山部要强很多，虽然经历了3日鏖战，但他们的人马估计还有1万多。白鱼霜语气凝重道：无妨，这次我们只需击溃他们的部族主力即可，无需跟他们死战到底。王虎轻轻摇头道：只要跟着虎头，别说1万多人，就是10万人，我雷千山也敢冲锋。此时此刻，雷千山已经被王虎的恐怖战力彻底折服，完全把王虎当成了偶像。嘿嘿，我虎哥天下无敌，区白狼部算个屁啊！小鱼儿也拍着马屁，让白玉霜简直没眼看。关键周围众人还非常认可的点了点头。虎头，我们什么时候动手？李长安眼神充满渴望道：不急，等他们打起来再说。王虎目光眺望北方，隐隐听到低沉的号角声响起。小鱼儿，你带人继续探查，确保沿途没有胡人斥候。白鱼霜对小鱼儿说道：好。小鱼儿点点头，继续带人去前路探查。时间一点一滴过去，1个时辰后，小鱼儿却儿复返。虎头，白姐，白狼部和沙河县城彻底打起来了，投石车、工程车都用上了，就连工程塔都竖起了来好几座。江小鱼微微有些气喘道：所有人上马，目标沙河县城，匀速前行。王虎当机立断道：诺。众人领命，纷纷翻身上马。沙河县城南城门外，给我使劲冲，今天拿不下沙河县城，所有人军法处置。万夫长窝里台骑在马背上，右手高举着弯刀，大声厉吼道：杀！数千白狼部部族冒着城墙上的箭雨，疯狂地朝着城墙下冲去。攻城塔、云梯、攻城锤齐齐上阵。放箭！放箭！城墙上负责战斗指挥的县尉李贺不停拼命大吼，
但还是无法阻止白狼部大军的不断逼近。战斗从早晨持续到中午，白狼部部族已经接连换了几批，并且数次登上城墙。反观城墙上的沙河县士族，个个身心疲惫，满身鲜血，明显支撑不下去了。咚咚咚！忽然，正当白狼部大军再次发起冲锋时，一阵猛烈的马蹄声从后方传来，让整个大地都在颤抖。哪里来的骑兵？望着西南方向出现的黑色洪流和漫天烟尘，二王子铁勒眉头轻皱道：“会不会是铁蛮部或是黑山部的人马？”万夫长托尔泰回答道：“立即派人过去探查。”铁勒下令道：“是，二王子殿下。”托尔泰对身后的亲卫队长使了个眼色，对方立即率领上百名骑兵朝着西南方向而去，准备进攻。800铁骑在王虎的率领下，眨眼间冲到了白狼部大军的3里处，并发现了急速冲来的上百名骑兵。杀！看着越来越近的白狼部骑兵，王虎、白鱼霜、雷千山3人冲在最前面，犹如3把利刃，瞬间把冲过来的白狼部骑兵切成了3份。仅仅一个照面，上百名白狼部骑兵就被杀得所剩无几，剩下的10余骑疯狂朝着白狼部大营逃去。而这一幕也被铁勒和托尔泰看在了眼中。托尔泰立即让大营中的所有人上马，我要灭了这支骑兵。望着如黑色洪流般冲来的800骑兵，铁勒脸色铁青道：“二王子，那好像是大前王朝的黑骑军，我们还是暂避锋芒，等摸清情况再跟他们决战不迟。”托尔泰心思缜密道：“我白狼部铁骑就没怕过谁，给我吹号聚兵，本王倒要看看号称天下最强的黑骑军有多厉害。”铁勒一意孤行道：“是，二王子殿下。”托尔泰无奈，只能听从铁勒的命令，开始召集人马。虎头，他们似乎开始召集骑兵了。雷千山目光眺望白狼部大营，发现大量的骑兵开始在营门口聚集，不用管他们，直接冲击他们的攻城不足。王虎眼神冷酷，调整马头，率领800骑兵朝着白狼部的攻城大军冲去。可恶，他们的目标是攻城大军，给我拦住他们！铁勒发现黑骑军调转了方向，脸色气得发白道：“随我冲！”托尔塔也发现黑骑军的目标不是铁勒，立即率领召集好的上千骑兵朝着王虎的800骑兵冲去。杀！王虎3人充当箭头，率领800骑兵凶猛冲进了胡人部族大军中。砰砰砰！800骑兵犹如一柄黑色尖刀，直接将数千人的部族大军切割成了2块。数以百计的白狼部部族被马头撞飞，又或是死在了一根根长枪下。继续冲！一个集体冲锋干掉了数百白狼部部族。王虎继续调转马头发起进攻。杀！雷千山怒目大吼，手中大刀不断左右劈砍，接连击杀了10几名白狼部部族。都闪开！当王虎率领800骑兵来回冲杀白狼部部族大军时，托尔泰率领的上千骑兵也追了过来。可因为战场太过混乱，导致白狼部骑兵寸步难行。白统领、雷统领，你们继续冲杀，我来陪他们的骑兵玩玩。话语说完，王虎手持玄铁槊，直接单人匹马朝着托尔泰率领的上千骑兵冲去，沿途所过尸山血海。杀了他！托尔泰看到王虎竟然敢一个人冲过来，大声怒喝道：“死！”王虎手中玄铁槊不断挥舞，凡是被触碰到的白狼部士卒非死即伤。杀！上千白狼部骑兵将王虎团团包围，手中高举弯刀朝着王虎身体砍去。当当当！一阵金铁交鸣声响起，10几柄砍来的弯刀全都被王虎手中的玄铁槊崩成2截，让周围的白狼部骑兵满眼惊骇。噗呲噗呲噗呲！在10几名白狼部骑兵愣神间，王虎手中玄铁槊横扫一圈，10几名骑兵刹那间喉咙鲜血喷溅，坠马身亡。城墙上，看着城外突然出现的黑甲骑兵，县尉李贺满眼惊喜，大声呼喊道：“是黑骑军，我们的援军来了，兄弟们杀啊！”城墙上的士卒也看到了城下的黑骑军正在大杀四方，不禁士气大振，开始拼命的反击。很快，冲上城墙的白狼部部族又都被赶下来城墙，并且再也无力发起进攻。此时，数千人的部族大军已经被800黑骑军冲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只有少量人马退回了大营中。挡我者死！王虎目光如炬，在上千骑兵包围圈中左冲右突，最终发现了人群中的托尔泰，立即纵马朝着托尔泰冲去，拦住他。发现王虎朝自己冲来，托尔泰面色沉着，指挥着大量骑兵朝着王虎围去。挡得住我吗？王虎嘴角勾起，连日来的杀戮让他身体3大属性值暴涨，如今就算是7品武夫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放箭！见到数百人都拦不住王虎单人单骑，托尔泰眼神流露出一丝慌张，随即大声喝道：“咻咻咻！”一支支利箭袭来，王虎手中玄铁槊挥舞，将迎面而来的几支箭矢全部击飞，没有任何一支箭矢射中他的身体，射他的马。
看到王虎轻松挡下10几支箭矢，托尔泰继续大声道：“找死！”王虎双脚猛蹬马镫，身体一跃来到半空，紧接着双脚踩着10几名白狼部骑兵的脑袋，朝着托尔泰急速杀去。嗖！当王虎距离托尔泰还有不足10米时，一支利箭朝他脑袋呼啸袭来。吭！王虎手中旋铁槊一荡，将袭来的箭矢磕飞，而他也顺势骑到了一匹战马背上。多谢二王子相救。托尔泰看到射箭之人正是纵马奔来的铁勒，满脸感激地说道：“算你命大，下次可就没有这么好运了。”王虎看到铁勒又带领上千骑兵冲来，对着惊魂未定的托尔泰咧嘴一笑，接着纵马冲出了包围圈。追！铁勒骑马来到托尔泰身旁，直接下令追击，是要将王虎彻底擒杀。兄弟们，撤！王虎骑着马一路冲杀到白鱼霜和雷千山等人面前，大声下令道：“兄弟们，走了！”雷千山大声高呼，率领800黑骑军紧跟在王虎的身后，往北方大地冲去。追上去，一个不留！铁勒周围此时已经聚集了2000多骑兵，望着王虎和800骑兵离去的背影，立即下令追击。是！托尔泰大声领命，率领着2000骑兵朝着王虎的800骑兵追去。咚咚咚！听着震天动地的马蹄声越来越近，冲在800骑兵前头的王虎慢慢放缓了速度。虎头，他们追上来了！雷千山转头望着身后的大量白狼部骑兵，眼神威凝道：“吴帮，你们先撤，我来断后。长安，弓箭给我。”王虎调转马头，接过李长安递过来的弓箭和箭袋，静静等待着2000白狼骑兵的到来。小鱼儿，你带领骑兵军到前面30里处的两河村等我们，我们一会就到。白鱼霜对着小鱼儿下令道：“诺。”小鱼儿点点头，继续带领着骑兵大部队前进，只有王虎、雷千山、白鱼霜几人停留在原地。找死！王虎看到2000白狼骑兵越来越近，立即张弓搭箭，并且一弓3箭，弓弦拉至满月。嗖嗖嗖！王虎手指松开，3根箭矢如同3根黑色流星射入2000白狼骑兵人群中。砰砰砰！3支箭矢连续射穿9名白狼部骑兵的身体，才狠狠地钉在地上，惊得上百名白狼部骑兵乱作一团。上前者死！王虎双脚踩在马鞍上，继续一弓3箭，目标直指冲在最前面的几名白狼部骑兵。嗖嗖嗖！3箭齐发，如同死神之手，瞬间又带走了9名白狼部骑兵的性命。恐怖的贯穿力让见到这一幕的托尔泰胆寒不已。再来！王虎越射越兴奋，继续弯弓搭箭。这次他将目标选在了人群中的托尔泰和身穿精良铠甲的千夫长小新。托尔泰话音刚落，3根利箭迎面袭来，他连忙俯下身体躲过了致命一箭。噗呲噗呲！不过他身旁的2名千夫长就没有那么好运了，直接被2箭洞穿了胸膛，坠落马下。停止前进！王虎的这9箭彻底将托尔泰震慑住。他没想到王虎不但武力惊人，就连箭术也通神。为何停止前进？铁勒带领100名亲卫骑兵赶来，大声质问道：“二王子，那人箭术太厉害了，刚才1箭3发，直接射杀了我麾下的2名千夫长，就连我也差点被射中。”托尔泰满脸惭愧道：“哦，1箭3发，竟然还能如此厉害，那本王还真要见识一番。”铁勒在亲卫骑兵的保护下，来到2000骑兵的前头，目光紧盯着站在马背上的王虎。可敢与我比上一箭？铁勒同样站到马背上，对着100步外的王虎大声道：“有何不敢？”王虎嘴角轻轻勾起：“好，接本王一箭。”铁勒摆开姿势，左手握住弓身，右手拉开弓弦，一根箭矢猛地击射而出。雕成小计！王虎眼神轻蔑，依然是1箭3发，一箭朝着袭来的箭矢射去，两外2箭则射向铁勒身后2杆画着白狼图腾的大旗。当一声清脆的金铁碰撞时响起，铁勒射出的箭矢直接被王虎射出的箭矢从箭头一分为2，锋利的3角箭头划开箭身后，继续朝着铁勒身体射去。二王子，小心！看到箭矢凶猛袭来，托尔塔大声提醒道：“咔咔！”连续2声脆响传来，铁勒闪身躲过了袭来的箭矢，可身旁的2杆大旗却被箭矢直接射成2截。1箭3发，不但能强压我一头，还能射断我的2杆王旗，此人绝不能留。铁勒眼中杀意滚滚道：“再敢追来，必杀你！”王虎射出最后3箭，转头带着白鱼霜几人离去。二王子，我们追不追？看着王虎几人离去的身影，托尔泰脸色复杂道：“他知道今日的这场剑术对决严重打击到了铁勒的自信。以往铁勒经常自诩剑术乃是草原年轻一代第一人，可没想到刚进入前朝就被人狠狠上了一课。尤其是那人转身离开时说的那句再敢追来，必杀你这句话，很明显真的让铁勒害怕了。撤！今日之事谁也不许说出去，违令者斩！”铁勒满脸阴沉的调转马头，
头也不回地朝着大营奔去。这场仗，我们白狼部彻底败了。托尔泰看了看屹立不倒的沙河县城，还有画成黑点的王虎戟旗，心中叹息道：沙河县城，城墙上，兄弟们，我们赢了！望着城外满地狼藉的尸体，还有全部缩回大营的白狼部骑兵，县尉李贺满眼激动道：赢了，赢了！太好了，多亏了那些黑甲骑兵，我们终于守住了。那些黑甲骑兵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从来都没见过？好像是我们大前最强的黑骑军，不过黑骑军远在黄都永安城，应该赶不过来吧。不管是哪的骑兵，都是我们沙河县的大恩人。城墙上的士卒欢呼不已，所有人都在庆贺着劫后余生，同时都无比感激前来救援沙河县城的800黑甲骑兵。北山县沙河村，虎哥，村子我已经探查过了，没有活口，所有男女老少都被杀光了。王虎几人骑马来到村头，就看到一棵大树上吊死着10几名青壮男子，而小鱼儿则带着几名斥候刚从村子里走出来，把他们尸体都放下来，集中掩埋。另外派人去北山县城探查，看看战况如何了。王虎看着树上的10几具尸体，眼底深处浮现一丝波澜。一路上这样的事情他见得太多了，许多村子只要稍加反抗，就会惨遭羌胡3大部落的屠戮，并且还会将杀死的成年男子吊在村头，用来震慑周围的村落。诺，小鱼儿点点头，命人将树上的尸体放下来，自己则带着7、8名斥候朝着10几里外的北山县城奔去。雷统领让所有人在村头休息，清点人数，等小鱼儿他们回来就继续出发。王虎又对雷千山说道：诺。雷千山抱拳低手道：经过清点，800骑兵目前还剩下720余人，2场大战下来，总共阵亡了70余人。有时3刻，小鱼儿几人平安归来。虎哥，北山县城外正在爆发大战，铜山堡的兵似乎正在进攻铁蛮部部族的后方。小鱼儿来到村头，从马背上跳下来道：所有人上马，立即赶往北山县城。闻言，王虎当机立断道：诺。众人领命，立即收起手中的肉干和大饼，起身上马，出发。王虎一声令下，700余骑紧随其后，朝着北山县城狂奔而去。10几里的距离并不算远，700余骑用了一盏茶的功夫，就冲到了北山县城的战场外围。杀！此刻，整个北山城外的战场乱成一团，上万铁蛮部部族一边进攻着北山县城墙，一边和后方的铜山堡3000士卒激烈厮杀。另外，铁蛮部的数千骑兵正不断袭扰铜山堡士卒的后方和两翼，似乎想要将铜山堡的士卒全部包围绞杀于此。兄弟们，顶住！此时，率领着3000士卒的柳征北陷入重重包围，眼神充满了懊悔。他就不该贸然前来救援北山县城，以至于落入了铁蛮部的圈套之中。虽然此举他确实帮了北山县很大的忙，但却把自己和3000士卒给栽进去了。面对铁蛮部数千骑兵的围攻，他现在进退不得。照这样下去，3000士卒早晚将全部葬身于此。咚咚咚，杀！正当柳征北彻底绝望时，一股黑色洪流忽然从南方大地出现，那震天的喊杀声让他精神陡然一震。柳校尉，那好像是我们的人。一名骑在马背上的军士满眼激动道：有点像黑骑军，难道是朝廷发兵了？一名都头神色振奋道：不管是谁，只要是来帮我们的就行，让兄弟们狠狠杀，我们的援军来了。柳征北手持长枪大喝道。雷千山率领300人进攻骑兵左翼，白鱼霜率领300人进攻骑兵右翼，剩余人马跟着我。王虎看着越来越近的战场，大声下达命令，随即带着100多人朝着铁蛮部最多的骑兵群冲去。只要击垮了铁蛮部骑兵，剩余的部族将不足畏惧。诺！雷千山和白鱼霜接令，带着各自的300骑兵朝着铁蛮部骑兵冲杀而去。死！王虎依然一马当先，手中旋铁槊横扫，直接将2挡路的铁蛮部骑兵轻松击杀。紧接着，他纵马冲入骑兵群中，如入无人之境，一路无人能挡，直接将铁蛮部的骑兵包围圈撕开了一个大口子。那是我柳家的玄铁槊，是王虎。柳征北看到王虎手持玄铁槊，纵马杀穿了铁蛮部骑兵最厚重的包围圈，眼神震惊的喃喃自语道：有兄，我来了。王虎冲破包围圈，见到了双目圆瞪的柳征北，拿下脸上的黑铁面具，放声大笑道：虎兄弟，真的是你！柳征北满眼激动，恨不得直接冲过去和王虎拥抱在一起。咱们先把这些胡贼解决了再叙旧，你现在带人立刻退出战场，且战且退。王虎担心误伤铜山堡的士卒，所以才让柳征北慢慢退出战场。好！柳征北见到王虎如此凶悍，立即下令所有士卒缓缓撤退，同时下马亲自冲在第一线，稳稳地压住阵脚。那些是什么人？从哪里冒出来的？铁蛮部大营的一处哨塔上，
作为此次铁蛮部主帅的万夫长富尔泰大声道：“有点像大前的黑旗军，但好像又不是。”另一名副帅万夫长尔冬天眼神疑惑道：“不管他们是谁，都给我灭了他们！”主帅富尔泰怒不可遏道：“原本形势大好，突然冒出来这么一支骑兵，顿时让战场的情况扑朔迷离起来。传令，让何勒灭和铁木尔全力进攻这支黑甲骑兵，杀他个片甲不留。”尔冬天大声下令道：“是！”一名塔下的传令兵领命，骑马朝着大营外冲去。而这一幕正好被不断观察战场情况的王虎发现，顿时让他眼前一亮。擒贼先擒王，终于找到你们了！王虎认准大营内哨塔上观战的富尔泰和尔冬天一定是这支铁蛮部大军的主帅，毕竟全场能那么悠闲观战的人可找不出几个。而且哨塔下方还聚集了数百名铁蛮部精锐骑兵，一看就是属于胡人万夫长的亲卫骑兵。普通胡人骑兵大多身着简单皮甲，或者根本没有甲胄，只有胡人万夫长的亲卫骑兵才会身着清一色的铁甲，单凭这一点，他就能断定哨塔上的几人身份不简单。杀！原本混乱的战场在王虎700余骑的加入下变得更加混乱不堪，尤其是毫无防备的铁蛮部骑兵，更是被突然出现的黑甲骑兵杀得不知所措。一时间数千骑兵乱作一团，被雷千山和白鱼霜趁机疯狂猎杀。小鱼儿，你们跟紧我！王虎眼眸紧盯哨塔，率领100余骑发起冲锋，将周围的铁蛮部骑兵冲得七零八落，无人能挡。富尔泰，那支骑兵好像是冲着我们来的。王虎这支100多骑的动向很快被哨塔上的万夫长尔冬天发现。区100多骑也敢冲击我铁蛮部大营，多加尔，你带人消灭他们！富尔泰满脸不屑地对哨塔下一名千夫长大声道：“遵命，富尔泰将军。”名叫多加尔的千夫长接到命令，立即率领大营内的300名亲卫骑兵朝着王虎冲去。来得好！见到多加尔率领的300亲卫骑兵冲出大营，王虎嘴角勾起，手持玄铁槊冲向了最前头的多加尔。杀！死！多加尔大吼一声，手中长矛刺向王虎的胸口，被王虎轻松躲开，而王虎手中的玄铁槊则一击刺穿了他的心脏。啊！多加尔的身体被王虎手中玄铁槊高高举到半空，吓得大营中冲出的300亲卫骑兵满眼惊恐。多加尔竟然一个回合就被杀了！哨塔上见到这一幕的尔冬天满眼震惊道：“怎么可能？就算对方是5平5夫，也不可能一招就杀了多加尔。”富尔泰对多加尔的实力还是非常有自信的，但眼前的这一幕场景实在太过耸人听闻。哈哈哈，挡我者死！王虎看着周围铁蛮部骑兵惊悚的眼神，大笑一声，将多加尔的尸体砸向对面的骑兵。砰！杀！多加尔尸体携带巨大的冲击力，将7、8名铁蛮部砸落马下。王虎趁势率领100余骑冲杀而来。杀！小鱼儿等100余骑满眼兴奋地紧跟在王虎身后，手起刀落，一名明铁蛮部的精锐骑兵斩于马下。富尔泰，我们赶紧撤，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尔冬天见到王虎如猛虎入羊群，手中长槊不断击杀着2人的亲卫铁骑，不由得面色惊慌道：“走！”富尔泰此刻也胆战心惊，王虎所展现出来的武力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根本不是人力可以阻挡的。都给我死！王虎眼眸瞄到富尔泰2人下了哨塔，手中玄铁槊狂舞，杀得周围铁蛮部骑兵人仰马翻，四散而逃。追！很快，王虎将300铁蛮部精锐铁骑彻底击破，打开通往铁蛮部大营的道路，径直朝着富尔泰和尔冬天10几骑追去。拦住他！察觉到身后的王虎紧追不舍，富尔泰命令身边的最后10几名亲卫骑兵前去阻拦胡贼哪里逃。王虎大喝一声，纵马越过一道巨马，犹如天神般冲入10几名亲卫骑兵中间，展开血腥屠杀。噗呲噗呲噗呲，鲜血飞溅，10几名亲卫骑兵连10息都没坚持住，就被王虎斩尽杀绝。此人到底是谁？为何从未听说过？纵马奔逃的尔冬天朝着富尔泰大声问道：“不知道，前朝青年武将全都在边疆州府，要么就是在永安城，从来没有听说过此人。”富尔泰满脸阴沉地说道。嗖嗖，2人话音刚落，2支利箭从身后袭来，瞬间射中了2人的身躯，让2人身躯从马背上一头栽落到地面。咚咚咚，100余骑紧跟在王虎的身后，将坠落马下的2人团团包围了起来。虎哥，都死了！小鱼儿翻身下马，上前查探2人的伤势，发现2人胸口中箭，都已经气绝身亡，将2人的腰牌和脑袋割下来，围着战场传颂3遍。王虎眼神冷漠道：“诺。”小鱼儿点点头，手脚麻利的将2人头颅一刀斩了下来，又从2人的怀中摸出2块金色令牌。走！见到小鱼儿将2颗人头拎在手中，王虎调转马头，朝着大营外冲去。此刻
大营外的铁蛮部数千骑兵和近万部族群龙无首，战场混乱无比，出现了大量逃兵。你们主将已死，降者不杀！你们主将已死，降者不杀！你们主将已死，降者不杀！王虎冲出大营，朝着混乱的战场边冲边喊道：“你们主将已死，降者不杀！”小鱼儿和李长安用手中长枪各挑着一颗头颅，紧跟在王虎的身后，大声喊道：“那2颗人头真的是2位万夫长的。伏尔泰万夫长和尔东天万夫长都死了，我们败了，大家快逃！2位万夫长都死了，前朝大军来了，大家快逃！”随着铁蛮部2位主将被杀，恐慌情绪蔓延至整个战场，大量的铁蛮部骑兵开始四散而逃。撤！快撤！几名铁蛮部千夫长聚集在一起，下令部族大军开始撤退。兄弟们杀啊！见到铁蛮部部族大军开始溃逃，柳征北抓住机会，率领3000铜山堡士族开始疯狂追杀。兄弟们，将他们赶尽杀绝！另一边，雷千山和白玉霜合兵一处，也开始对铁蛮部骑兵展开追杀。北山县城城墙上，县令万德全见到铁蛮部大军溃败而逃，满脸激动地高呼道：“我们赢了！我们赢了！大人，末将请命带兵出城追杀胡贼。”县尉吴刚抱拳大声道：“好，尔等速速出城，配合铜山堡兵马和黑旗军一起追杀胡贼。”县令万德全大手一挥道：“是。”县尉吴刚抱拳领命，立即带领着北山县的上千士卒出城追击。整场大战从王虎率领的700余骑入场，一直持续到深夜才彻底停止1日。清晨，经过简单休整的王虎等人和柳征北在铁蛮部大营门口会合，并见到了北山县以县令万德全为首的一众官员。吾乃北山县县令万德全，见过2位将军，此次大战多谢2位将军出手相助，否则整个北山县将生灵涂炭，城池变为废墟。万德全满脸情真意切地对王虎和柳征北拱手弯腰感激道：“守土抗敌，本就是我们大前军人的职责，万大人不用如此客气。”柳征北神采飞扬地客气道：“万大人，这大营中还有铁蛮部的2000多俘虏，就交给你们北山县处理了。”王虎出声道：“敢问将军尊姓大名，可是黑旗军的将领？”万德全满脸恭敬道：“我叫王虎，乃是宁山堡副校尉，这些都是我们宁山堡的骑兵，并不是朝廷的黑旗军。”王虎面色坦然道：“原来将军就是名震整个凉州的王虎呀！”万德全白皙的胖脸上写满震惊道：“万大人，我和柳将军还要赶往西山关，这里善后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王虎神色平淡，脸上并无任何傲慢之色。西山关，万德全收敛笑容，声音低沉道：“将军是打算一举收复西山关？目前黑山部已经被我彻底击溃，白狼部亦被我偷袭损失惨重，铁蛮部也完全溃败，正是收复西山关的最好时机。”王虎声音斩钉截铁道：“黑山部和白狼部也被将军打败了。”万德全越听越震惊道：“黑山部2名主将万夫长皆被我斩杀，残余骑兵四散而逃。白狼部在沙河县城外遭到我袭杀，损兵过万，加上安西郡城外的1万人马，应该还有2万人马。所以我想提醒大人一声，若是西山关被我成功拿下，北山县一定好守好城门，以防白狼部来袭。”王虎叮嘱道：“我明白，多谢将军提醒。”万德全震惊之余连连点头：“既然如此，我们就先撤了，大营内的物资和马匹就先交由大人看管，等我和柳将军凯旋而归再做分配。”王虎骑上马匹，对着万德全抱拳拱手道：“2位将军放心，铁蛮部的战利品我北山县绝不拿1分1毫，全凭2位将军做主。”万德全抱拳保证道：“营内的粮食大人可分发给百姓们，其余马匹物资暂时封存。”柳征北也骑上马背上道：“多谢2位将军，我代表北山县百姓感谢2位将军的大恩大德。”万德全抱拳躬身至90度道：“万大人无需多礼，我们先走了。”王虎和柳征北相视一眼，皆是调转马头离去。目送王虎、柳征北一行人的身影走远，县尉吴刚才走过来道：“大人，大营内的2000胡人俘虏怎么办？”“杀！”万德全面容森寒道：“全杀了。之前我听王校尉他们喊的可是投降不杀。”吴刚双目微瞪道：“你都说了那是王虎将军喊的，又不是我喊的，再说了2000多人，你怎么看管？”万德全心中明白，这2000多铁蛮部的俘虏是王虎专门留给他处理的，如果他连这一点都处理不好，以后也别想着跟王虎打交道了。从王虎这几日的辉煌战绩来看，不用多久，王虎必将受到朝廷封赏，青云直上，成为大前王朝一颗冉冉升起的将星。此时不趁机和王虎打好关系，等待何时？属下明白了。吴刚点点头，眼神中杀意逐渐凝聚。杀符虽然不好听，
但羌胡三大部落在安西郡犯下滔天罪行，死亡已经是对他们对打的宽恕了。想通这些时候，吴刚立即带领上千北山县士族，气势汹汹地朝着铁蛮部大营走去。很快，铁蛮部大营中就传来一阵阵惨烈的哀嚎声和求饶声，让没走多远的柳征北眉头轻轻皱起。虎兄，你是故意将铁蛮部的2000多俘虏交给北山县处理的？柳征北骑在马背上，声音沉着道：柳兄是觉得他们不该杀吗？王虎笑着反问道：该杀。柳征北略微犹豫片刻，深吸一口气道：柳兄，可愿与我一起赶往西山关？王虎嘴角轻翘道：西山关城墙高大，城关两边皆是悬崖峭壁，还有宁河之水绕关而过，仅凭我们这点人马，如何能攻下它？柳征北原以为王虎只是说说，没想到王虎竟然要玩真的。如今羌胡三大部落中的铁蛮部和黑山部都已经溃败，只剩下白狼部还保留着2万人马，只要我们抢在白狼部之前进入西山关，必然可以将其成功拿下。而且不瞒柳兄，我早在数天之前就已让魏猛校尉率领数百人乔装成黑山部溃兵，隐藏在西山关东南10里处的赵家屯。除此之外，我宁山堡的2000士卒也早已赶往西山关，现在只等柳兄一句话了。王虎眼神真诚无比地说道：虎兄如此信任我，那我就舍命陪君子，干了。柳征北面色发狠道：哈哈，我就知道柳兄一定会答应的。王虎大笑道：西山关东南10里，赵家屯，一间古朴小院。魏头，虎头让我来告诉你，今夜丑时3刻将对西山关发起总攻，请魏头务必在此前拿下东面关口，打开城门。小鱼儿带着10几名斥候赶到赵家屯，找到魏猛后急声道：白狼部和铁蛮部真的都被王虎击败了。魏猛见到小鱼儿到来，满眼震惊道：白狼部被我们偷袭了一波，损失惨重，铁蛮部被彻底打垮了，2名万夫长主将皆被虎头射杀了。小鱼儿咧着嘴笑道：这个王虎真是了不起。魏猛满眼惊叹，一旁的狗娃、李二牛、张大山等临清县老族脸上都露出自豪的神情。你现在立刻回去告诉王虎，丑时3刻我一定打开关门，届时我会点燃城关上的烽火台，还有兄弟们胳膊上都会绑上白布，让他别砍错人了。魏猛拍了拍小鱼儿的肩膀道：诺。小鱼儿点点头，又带着10几名斥候离开了赵家屯。你们3个晚上带兵悄悄摸到关口外3里处，也是以烽火为号，到时跟王虎一起冲入城关。魏猛又对着狗娃3人大声道：诺。3人领命，转身回到自己的队伍中。王灭狐，你立功的机会来了。众人走出院子后，魏猛对着站在一旁的愣神的达瓦尔说道：大人放心，我一定帮助大人拿下西山关。达瓦尔满脸坚定地说道：最好如此，你若有2心，知道下场怎么样？魏猛语气充满威胁道：属下早已经弃暗投明，绝不敢有心。达瓦尔右手高高举起道：你去休息吧，等到傍晚随我一起前往西山关。魏猛摆摆手道：是。达瓦尔抱拳低手，轻轻离开了院子。要说之前他确实想要逃跑，但在听到羌胡3大部落数万大军皆败于王虎之手时，这个念头就完全消失了。或许跟着王虎彻底投靠大前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傍晚，西山关下方何人？城关门楼上，一名胡人千夫长对着城关口假扮成黑山部溃兵的魏猛等人大声喝问道：快开城门，我乃黑山部千夫长达瓦尔。王灭狐大声回应道：达瓦尔千夫长，确实是他。一名黑山部百夫长仔细观察王灭狐的面容，发现确实是达瓦尔。打开城门，让黑山部的兄弟进来。胡继千夫长听到身旁黑山部百夫长的确认，毫无戒心的让城下胡兵打开了城门。吱呀，看着缓缓打开的高大城门，魏猛强压心头想要动手的冲动，率领着乔装打扮的300士卒和王灭狐一起入了城。一走进关内，众人就看到原本繁华无比的西山关早就被3大部落洗劫一空，街道两边的商铺住满了胡人溃兵。当魏猛率领300士卒进入一处临时军营中，耳边隐隐传来一些女人的惨叫声和胡兵疯狂的大笑声。这些千刀万剐的畜生！沈峰跟在魏猛身旁，眼神充满杀机道：这些胡贼为了发泄战败的耻辱，竟然折磨我们大前女人，一会定要将他们斩尽杀绝。朱一刀同样眼含杀意，吓得身旁的王灭狐心惊胆战，生怕将他也给宰了。都给我忍住，谁也不许破坏今晚的行动，否则军法从事。魏猛压低嗓音道：诺。两人低声应道，不再去看周围的营帐。深夜丑时，整个西山关死一般的安静。夜幕下，魏猛率领300士卒悄悄离开军营，朝着东面城关口快速走去。你们大半夜不睡觉，来这里做什么？临近城门时，
一队巡逻兵发现了魏猛等人，大声询问道：“来这里，当然是杀你们！”魏猛手起刀落，一刀将领头的10场斩杀，剩余的10几名胡兵也被300士卒瞬间淹没。一路上解决了3支巡逻队后，众人顺利来到了城关口。沈峰，你带100人从左边进攻城墙，朱一刀，你带100人从右边进攻。成功拿下城门楼后，立即点燃烽火台。魏猛对着朱一刀和沈峰两人低声道：“诺。”两人抱拳领命，带领着各自的人马，朝着两边的城墙阶梯快速突进。你们要干什么？看守城关口的胡兵发现来势汹汹的魏猛众人，立即大声质问道：“杀！”魏猛没有多余废话，率领100士卒迅速将城关口的10几名胡兵击杀。与此同时，沈峰和朱一刀也很顺利地杀上城门楼，并点燃了烽火台。噼里啪啦，熊熊烈火照亮了大半个西山关，也让许多胡人从睡梦中惊醒。怎么回事？是谁点燃了烽火台？负责留守西山关的白狼部万夫长花木里从2名女人温暖怀抱中快速走出大帐，望着城墙上被点燃的烽火台，大声怒吼道：“大人不好了，有人杀死了巡逻队，占领了东城关口！”一名百夫长满脸惊慌地跑到大帐前，单膝下跪道：“混蛋，立刻调集人马，给我把关口抢回来！”花木里大声怒吼，心中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自从前2日不断有黑山部的溃兵逃回城关，他就意识到了不对，但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有人赶来偷袭西山关。整个西山关目前有白狼部2000兵马，再加上这2日逃回来的溃兵，总人数超过了5000人。5000人若是连西山关都守不住，若让二王子铁勒知道后，必定饶不了他。想到此处，他立即返回大帐内，穿好盔甲，率领100亲卫骑兵朝着东城关快速奔去。城关外东北3里荒野，600余骑和2000铜山堡士卒静静站立，没有发出半分声响。魏头成功了，兄弟们随我冲入关内，杀他个片甲不留。王虎手持玄铁槊，望着被点燃的烽火台，率领600余黑甲骑兵朝着西山关快速突进。前进，目标西山关。柳征北也下达军令，率领铜山堡2000士卒紧跟在王虎600余骑的后面。另一边，狗娃、李二牛、张大山率领的青阳谷2000兵马也朝着西山关快速冲去。结阵。城关口看着城内街道上汹涌而来的胡兵，魏猛率领200士卒死守城门。放箭。城墙上，朱一刀率领100弓箭手不断射击，将汹涌而来的胡兵不断射杀，杀光他们，夺回城门。骑着马匹的华木里来到宽敞街道上，命令前方的白狼部部族发起冲锋。杀！白狼部部族大声怒吼，顶着箭雨朝着魏猛的200人不断冲去。杀！魏猛同样不甘示弱，手持大刀顶在最前面，惨烈的厮杀彻底展开。咚咚咚！当满身鲜血的魏猛快要坚持不住时，城门外传来剧烈的马蹄声，他知道王虎终于来了。闪开，全都闪开！沈峰率领剩下的100余士卒，将意识逐渐模糊的魏猛拖到一边，给王虎的骑兵让开了一条道路。杀！王虎一马当先，冲入了关内，手中玄铁槊挥舞，将城门口的几名白狼部胡兵轻松击杀。杀！很快，600余骑随着王虎冲进了关内，在王虎的带领下，凶猛无畏地从东城门一路冲杀到了西城门。面对汹涌而来的黑甲骑兵，白狼部守军被打得晕头转向，花木里更是直接带人逃出了西山关。杀！杀！杀！而随着柳征北和狗娃率领的大量部族到来，整个西山关被彻底攻占，许多还没睡醒的胡兵被杀死在营帐中。大战从深夜持续到清晨，直到太阳彻底升起，这场惨烈的城关大战才彻底结束。午时，西面城关口又可以攻守一行了。王虎站在城墙上，目光眺望远处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豪气顿生道。此刻整个西山关上空弥漫着浓烈的血腥气，几条主要街道上更是被残肢断臂和尸体铺满，无数的鲜血汇聚成河，流入了城关外的宁河之中。虎头，柳校尉让我来问你，接下来怎么办？小鱼儿来到城墙上问道。他若想返回铜山堡，就让他先行离去，关内所有战利品他可以带走一半。王虎目不转睛道：明白了。经过多场大战，小鱼儿成熟了许多，脸上少了几分稚嫩，多了几分坚毅和稳重。西山关东城大营，魏头伤势如何了？王虎走进营帐，看着躺在床上脸色苍白昏迷不醒的魏猛，询问道。刚才郎中说没有生命之危，但魏头伤势严重，估计要好好休养数月。陈二狗满脸伤心地说道。等魏头伤势好些，将他转移到临清县疗养，那里的条件比这里好。王虎上前弯腰探查魏猛的伤势，看着魏猛整个上半身都被绷带包裹，多处绷带都被鲜血染红，最后摇摇头说道：虎哥，
柳校尉他们走了，只带走2000匹战马和10几车粮食，其他东西都没要。知道了。王虎点点头，站直身体道：让狗娃、二牛和大山分兵驻守东西关门，另外你派人去临清县、沙河县和北山县，让他们近几日各派1000青壮前来西山关。诺。小鱼儿抱拳领命，转身离开了营帐。虎头，我们发现了1000多人的羌胡人，他们自称是纳兰部的人，是被3大部落抓来做苦力的。王虎刚走出营帐，雷千山跨步走过来道：走，去看看。王虎目光闪烁，想到了纳兰琪儿，不就是纳兰部的公主吗？很快，两人来到了关押着众多胡人俘虏的营区。营区分成2个俘虏区域，每边各有1000人左右，泾渭分明的相互瞪视着白狼部、黑山部、铁蛮部。你们也有今天，真是长生天有眼啊！一名纳兰部的千夫长蓬头散发的仰天大笑道：虎头！负责看守营区的士卒见到王虎到来，立即低头大喝道：王虎点点头，朝着纳兰部的营区走去。你就是打败了白狼部、黑山部和铁蛮部的大前勇士。纳兰苍鹰见到王虎走来，眼眸瞪得大大道：你是何人？可认得纳兰琪儿？王虎神色淡漠道：我叫纳兰苍鹰，乃是纳兰部的一名千夫长。你认识我们公主？纳兰苍鹰眼神激动道：你们公主已经是我的女人，你们愿意归顺我吗？王虎面不改色地说道：你成了我们纳兰部的驸马。纳兰苍鹰眼神古怪，有些难以置信道：怎么，不行吗？王虎嘴角微抽道：我等拜见驸马。纳兰苍鹰单膝下跪大声道，周围的纳兰部众人见状也纷纷单膝下跪。起来吧，过几日我会让纳兰琪儿来见你们，这3大部落的人就交给你们处理了，给他们200柄弯刀。王虎话语说完，转身离开了营区。看好他们，若有人敢冲营，格杀勿论。雷千山对着周围的300黑甲骑兵冷喝道：诺。300黑甲骑兵蹲坐在马背上，静静地看着俘虏营区，眼神异常的平静。哗啦啦，很快上百名部族拿着2筐弯刀扔到了纳兰部的众人面前，接着快速退到营外，严阵以待。兄弟们，报仇的时刻到了。纳兰苍鹰率先拿起一柄染血弯刀，眼神狠辣道：杀光他们。随后200名纳兰部族人捡起地上的弯刀，冲向了满眼恐惧的3大部落俘虏。啊！一名白狼部俘虏被纳兰苍鹰一刀劈杀，接着一场惨烈的屠杀在俘虏营中全面上演。不愧是虎头，3两句话就解决了一个大麻烦。那可不。站在营外注视着这一切的沈峰和朱一刀满眼惊叹道：东城关城墙上，将军，关内的粮草物资、马匹、女人和匠人都清点完成了。一名刚从俘虏营被解救出来的中年文书走到王虎身后，小心翼翼道：说说看。王虎目光望向城外急速冲来的白狼部骑兵，眼神平静道：是。中年文书点点头，清了清嗓子道：目前关内粮食有2万余石，金银珠宝17箱，铜钱120万贯，马匹3200余匹。另外女人有2400余人，各种匠人有600余名，纳兰部俘虏有1078人。将军，这就是具体的数目。听完中年文书的汇报，王虎沉默片刻，才开口道：阵亡士卒每人100两，伤残者80两，其余士卒每人50两。另外所有女人、匠人和金银珠宝，后日全部送往宁山堡。是，将军。听到王虎派发如此高昂的抚恤金和赏银，中年文书满脸震惊道：所有人准备迎战。王虎望着已经冲到关口不足100米的白狼部骑兵，大声厉喝道：战！战！战！刚才王虎所说的话语被城墙上的士卒都听在耳中。此刻所有士卒都满脸兴奋地大吼着，一股冲天战意直冲云霄。100两抚恤金足够一家4口生活10年，而50两赏银才是最致命的诱惑。怎么回事？骑在马匹上的二王子铁勒听到西山关城墙上传来的巨大喊声，眼神惊疑不定道：二王子，西山关好像被前人拿下了。万夫长窝里台目光眺望城墙上的旗帜，已经由白狼部的王旗换成了大前王朝的赤红龙旗。华木里这个蠢货，我要将他千刀万剐。铁勒此时也看清了城墙上的旗帜，同时还见到了最不想看到的那一张脸。西山关已重回我大前怀抱，有本事你们就再抢回去。城墙上王虎霸气无比地对城下铁勒大喝道：混账，给我进攻！铁勒满脸暴怒，气急败坏地大声道：二王子不可，西山关坚不可摧，我们还是绕道回草原吧。窝里台连忙说道：可恶，可恶！铁勒眼神狠厉，恨不得飞上城头，一刀砍下王虎的脑袋。此次3大部落出征7万人马，如今只剩下白狼部的2万人，
黑山部、好铁蛮部全都全军覆灭，这对整个羌胡部落来说简直是天大的耻辱。走！冷静过后，铁勒深吸一口气，率领大军朝着北离国的方向快速前进。他现在想要返回草原，只能绕到北离，然后跨过宁河，再穿过崎岖的山路，才能回到大草原。虎哥，白狼部撤兵了，我们是不是彻底赢了？望着远去的白狼部2万大军，李二牛满脸兴奋道：没错，我们赢了。王虎目光灼灼道：太好了，我们真的赢了！李二牛大声高呼道：赢了，赢了，赢了！城墙上近千士卒齐齐高呼，巨大的声浪席卷整个西山关，让关内的众多女子和匠人们喜极而泣。虎头，我想用西山关副将的名义上书朝廷，启用800里加急，将这段时间的战报全部发给兵部，请您准许。雷千山、白鱼霜、狗娃、张大山、陈二狗等人齐聚城墙，都用着期待的眼神看着王虎。准了！王虎大手一挥，随即又道：另外抄送2份，一份给郡守秦大人，一份送到凉州城。这2份战报可以晚点，不用着急送出去。诺！雷千山抱拳低手，转身朝着城墙下快步走去。恭喜你，要升官了。白鱼霜走到王虎身旁，望着城外静静流淌的10丈宽宁河水，轻轻说道：也恭喜你，马上也要升官了。王虎嘴角轻笑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白鱼霜已经知道王虎收服纳兰部1000余人的消息，面色有些迟疑道：先组建一支3000人的骑兵，你雷千山和纳兰苍鹰各领1000人，其他事情待定。王虎毫不犹豫地说道：你似乎对骑兵情有独钟，看不起步兵吗？白鱼双嘴角轻翘道：不是看不起步兵，而是骑兵拥有强大的机动性，又兼具最强的攻击力，想要震慑草原部落，必须拥有一支可以镇压他们的强大骑兵军。王虎目光遥望远去的白狼部骑兵道：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我们青阳谷马场最多能养3、4千匹战马，再多就装不下了。白鱼霜觉得王虎很有远见，也说到了他的心坎里。那就寻找新的马场，如果找不到，就去草原上抢一块。王虎眼神凌厉道：你牛！白鱼霜无言以对，觉得王虎是越来越膨胀了。5日后，永安城、皇城、太极殿。哈哈哈，好好好，王虎，好个王虎！前帝赵龙兴端坐在黄金龙椅上，双目盯着手上兵部递上来的奏折，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大。王虎是谁？此刻站在大殿右侧的数十名文官，满脑子的疑问，都在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位列左侧的一众武将则闭口不言，但从众人的神情中可以看出，似乎了解些什么。孙景泰，你来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朕又为何如此高兴？前帝赵龙兴满脸微笑地说道：臣遵命。兵部尚书孙景泰走出队列，朝着大殿众人清了清嗓子道：西山关传来捷报，宁山堡副校尉王虎大破白狼部、黑山部和铁蛮部7万大军，斩杀胡贼数万余众，所获马匹3万余匹，并且王虎还收复了西山关，将白狼部2万人马彻底赶出了凉州。长长的战报被孙景泰浓缩成了2句话，但就是这2句话却引爆了整个朝堂。怎么可能？区区一个副校尉竟然能打败羌胡7万大军，太不可思议了！这王虎到底何许人也？安西郡不过寥寥数千士卒，是怎么打败羌胡7万大军的？7万大军被数千郡兵击败，这简直是战争史上的奇迹啊！天佑我大前，竟然出了这么一位神将！前帝赵龙兴静静地看着颇为混乱的朝堂，但这次他不但不生气，反而饶有兴致地看着众人闹腾。父皇，不知这位王虎将军是何许人也，竟然能击败3大部落的7万人马？早已得到风声的太子赵鸿运笑着出列，躬身拱手问道：哈哈，这位王虎非常了不起，按照兵龄来算，他入伍才不到2个月，还是个新兵蛋子啊！前帝赵龙兴开怀大笑道：不可能，区区一个新兵，怎么可能带领几千废物郡兵打败如狼似虎的7万草原骑兵？大皇子赵红军走出来，满脸不信的大声道：住口！你打不过草原骑兵，难道别人也打不过吗？这是西山关副将雷千山亲笔写的战报，你睁大眼睛给朕仔细看看。赵龙兴将手中的战报扔到大殿中，满脸的愤怒道：父皇息怒，大哥常年待在军中，最了解边军实力，此番也是太过着急，才言语有失。六皇子赵弘真站出来急声道：战报就在这里，你们相互传阅，上面清清楚楚详细记载了王虎从踏入安西郡开始的一切战斗。安西郡城外一战击杀13名胡骑，还一枪击杀了1名百夫长。李家村之战夜袭胡营，斩杀300胡骑，大胜而归。宁山堡之战再次夜袭胡人大营，斩杀2000余胡骑，斩杀万夫长1名。临清县城之战，亲率600黑骑军击破黑山部1万余人，
杀得黑山部彻底崩溃。沙河县城之战，亲率700余骑偷袭白狼部，击杀数千人，成功救援沙河县城，避免沙河县城失守。北山县城之战，再次率领600余骑冲击铁蛮部数千骑兵，一箭射杀2名铁蛮部万夫长主将。西山关之战，宁山堡校尉魏猛甲扮成黑山部溃兵潜入西山关，深夜由魏猛率兵300攻占关口，点燃烽火台。此战校尉魏猛身先士卒，死战不退，成功为王猛的骑兵争取到入关时间，并因此身受重伤，现在还昏迷不醒。你们告诉我，这些都是假的吗？赵龙兴越说越激动，最后直接从龙椅上站起身，目光冷冽地扫视整个大殿。静！在赵龙兴的暴怒下，大殿死一般的静谧。最终看完战报的大皇子赵红军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声喊道：父皇，儿臣知错，是儿臣目光短浅，没想到我大前竟然出现了一位绝世猛将。好了，起来吧，这事也不怪你，毕竟这战报确实有些匪夷所思，就连朕刚开始也认为是假的。赵龙兴摆摆手，面色潮红，重新坐回了龙椅上。陛下，臣有本上奏。镇国公武长河气定神闲地走到大殿中间道：镇国公有话请讲。赵龙兴面色潮红，微微有些气喘道：启禀陛下，数日前臣收到了一份来自安西郡的礼物，里面放着一颗人头、一块令牌和一封书信。武长河大声说道：哦，何人的人头和令牌？信上又写了什么？赵龙兴颇感兴趣道：人头乃是黑山部万夫长莫干山的，令牌也是真的。信上的内容则是王虎说他收下了西山关800边军，说要带他们将功赎罪。武长河声音沉静道：哈哈，这个王虎做事倒有些规矩，收留边军之事情有可原，无需计较。做得不错。赵龙兴最后又加了一句，3言2句就将王虎擅自收留雷千山和800边军的罪责全部免去。至于不错2个字，更是让大殿中的朝臣们明白，现在的王虎就是赵龙兴最看重的宝贝。陛下，王虎率领宁山堡士卒，成功击败白狼部3大部落联军，解决了边疆之危，应当给予封赏。兵部尚书孙景泰大声说道：说得没错，王虎出身寒微，却能熟知兵法，勇猛无畏，此番击败白狼部3大部落联军，当居首功。各位爱卿，都来说说该怎么封赏。赵龙兴面带笑容，显然心情极佳。父皇，儿臣觉得可以封他为镇北将军，赏金1000两，绸缎100匹。大皇子赵红军主动说道：父皇，按照军功，王虎此番大胜草原骑兵，斩首数万狐贼，可以封侯了。六皇子赵弘真说道：这王虎才年仅20岁，现在封侯是不是为时过早了？老臣觉得镇北将军外加1等县伯尚可。位列文官之首的左相州百伦站出来说道：臣觉得左相大人说的有道理，20岁的军侯太过惊世骇俗，正3品的镇北将军职位和1等县伯都已经很高了。工部尚书徐昌年站出来附声道：孙景泰，你是兵部尚书，你觉得应该如何封赏？赵龙兴微微皱眉道：陛下，臣觉得镇北将军之职可以给王虎，至于爵位如何封赏，微臣也不敢妄议。孙景泰面色纠结道：太子、镇国公，你们来说说。赵龙兴目光望向太子赵鸿运和武长河道：父皇，儿臣觉得现在封侯确实有点为时尚早，如果这位王虎以后能为我大前开疆拓土，到时封侯也不迟。太子赵鸿运思索片刻道：按照大前军律，唯有为大前开疆拓土者方可封侯，王虎虽然军功盖世，但确实没有达到封侯的标准。武长河面色平静道：哦，看来你们都不同意王虎封侯了。赵龙兴右手五指抚摸着龙椅，脸上看不出丝毫情绪。陛下，20岁的镇北将军已经是非常难得了，若是再给他封侯，老臣担心他少年得意，恃宠而骄，反而会害了他。周百伦苦口婆心地说道：左相说的有理。赵龙兴点点头，随即面容威严道：你指校尉王虎，年方20，英姿卓落，勇冠3军，执狐贼7万之众，寇安西，陷万民于水火。危难之际，王虎率麾下数千锐卒，直戈前驱，鏖战沙场，以寡击众，气吞河山，尽破贼阵，斩将夺旗，解安西之围，就黎庶于倒悬。其忠勇可嘉，功在社稷，实乃国之干城。今特封王虎为正3品镇北将军，兼安西郡行军大总管，总管安西郡、西山关全境军政要务，5品以下官员可自行任免处置。令赏黄金1000两，锦缎100匹，赐爵1等临清县伯，望其再接再厉，尽忠报国，勿负阵望。至于其麾下如何封赏，由兵部自行拟定。就这样吧，退朝。赵龙兴话语说完，也不管文武百官是反对还是赞成，
自行起身离开了大殿，只留下面面相觑的大殿一众朝臣。退朝！见到赵隆兴离去，司礼太监王瑞和才夹着嗓子大声喊道：“左相，陛下怎么还将安西郡划给王虎管辖了？这不是明摆着打凉州刺史郭奉贤的脸吗？”吏部尚书袁明朗皱着眉头道：“你觉得陛下需要顾及郭奉贤的脸面吗？”左相周百伦横了袁明朗一眼，转身朝着大殿外走去。郭奉贤自恃之前征伐北黎之功，竟然纵然羌胡骑兵在安西郡内劫掠，陛下没有治他的守土不利之罪，已经是法外开恩了。户部尚书周元年冷笑道：“20岁的镇北将军兼安西郡行军大总管，可有权组建2万镇北军，郭奉贤恐怕要坐不住了。”英国公曹长元走在武长河身边低声道：“郭奉贤可是太子的人，你小声点。”晋国公程远山翻着白眼道：“走，今天高兴，去我府上喝一杯。”武长河没有接两人的话，龙行虎步地走出大殿道：“派人告诉郭奉贤，让他给孤收连点，父皇已经对他非常不满了。”太子赵弘运离开大殿后，对着身后的庆阳侯张玄策冷声道：“是，微臣一定好好派人敲打他一番。”庆阳侯张玄策点点头道。不远处看着太子赵弘运和庆阳侯张玄策身影走远，站在柱子旁的六皇子赵弘真才嘴角轻笑道：“这个王虎要想尽一切办法拉拢，至少不能让他倒向太子和大皇子那边。”“是，殿下。”站在一旁的安远侯钱万钧和宜阳侯李春生同时点头道。很快，王虎的名字就传遍了整个永安城，街边酒肆茶楼都在传唱着王虎勇猛无畏，以数千老弱残兵击败草原10万大军的消息。同时，各方势力也开始关注这一位冉冉升起的年轻将星。20岁的3品镇北将军、一等县伯、安西郡行军大总管，这些头衔加起来，放眼整个大前王朝的300年历史，也找不出几个。而为了庆祝王虎大败草原7万铁骑，皇宫大摆宴席，皇后、贵妃、皇子公主们全部出席，文武百官同样受到了邀请。但没有人注意到，宴席期间，前帝赵隆兴最宠爱的9公主赵玉珍，在听说王虎这位传奇猛将的事迹后，竟然黑溜溜大眼珠一转，偷偷溜出了皇宫。11月初，西山关，寒风料峭，凉意袭人。一支插着黄色龙旗的马车队伍和上百名黑甲骑兵，缓缓驶进了西山关内队伍中。藏在马车内的9公主赵玉珍透过车窗偷偷打量着关内的士卒，发现关口每个士卒的脸上都充满着肃杀之气。虎头，朝廷来人了！营帐中，正和白鱼霜、雷千山几人观察着草原地图的王虎，听到沈峰禀报，缓缓抬起头道：“走，去营门。”很快，众人浩浩荡荡地来到营门口，看到了手持圣旨的中年太监和身后的上百名精锐禁军。100名精锐禁军，个个身材魁梧，气宇轩昂，身着黑色重甲，手持黑色长枪，腰间悬刀，乃是禁军黑骑军中的一支100人重甲骑兵。单单这一队100人重骑，就能轻松击溃1000人的羌胡骑兵，乃是大前禁军精锐中的精锐。看着那些身穿黑色重甲的黑骑军，王虎身后众人都露出垂涎的目光。光这一副重甲和武器，加起来就需要上百两银子，并且有价无市。来人可是王虎将军。中年太监见到王虎，率领众人走到营门前，夹着嗓子说道：“末将王虎，见过公公。”王虎朝着中年太监抱拳低手道：“中年太监见到王虎态度恭敬，鼻子轻嗯一声，随即打开手中圣旨，大声念道：“王虎接旨。”臣王虎接旨。王虎率领白鱼霜、雷千山等人全部双膝下跪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校尉王虎，年方20，英姿着落，勇冠3军，执胡贼7万之众，寇我安西，就黎庶于倒悬。其忠勇可嘉，功在社稷，实乃国之干城。今特封王虎为正3品镇北将军，兼安西郡行军大总管，总管安西郡、西山关全境军政要务，5品以下官员可自行任免处置。令赏黄金1000两，锦缎100匹，赐爵1等临清县伯。望其再接再厉，尽忠报国，勿负阵望。钦此。王将军，接旨吧。中年太监将长长的圣旨念完，双手捧着圣旨递到王虎的面前。末将接旨，叩谢隆恩。王虎双手接过圣旨，大声喊道：王将军，恭喜了！20岁的正3品镇北将军，外加1等临清县伯，这在大前历史上可是绝无仅有的。中年太监对着王虎拱手恭贺道：多谢公公，公公远来舟车劳顿，还请先进营休息，等会我在大帐设宴，欢迎诸位到来。王虎笑着说道：那就多谢爵爷了。中年太监点头笑道：哦，对了，这是兵部给这次有功将士的封赏文书，差点给忘记了。中年太监从宽大衣袖中拿出一张折子，递到了王虎面前。多谢。王虎接过折子感谢，
接着转头对小鱼儿说道：“好好招待公公和诸位禁军将士。”诺。小鱼儿抱拳点头，带着中年公公等人朝着大营中走去。慢着！队伍行进到一半，王虎忽然发现5辆马车的最后一辆马车内有人躲藏其中，还偷偷暗中观察他怎么了。爵爷，中年太监走过来，皱着眉头道：“那辆马车有人藏在其中。”王虎手指着最后一辆马车道：“什么？李校尉，赶紧将车帘打开，看看什么人竟敢如此大胆，偷偷藏匿在皇家车队中。”中年太监伸出兰花指，气得脸色发白道：“陈公公，属下不敢，要不还是你自己打开车帘看看吧。”禁军校尉李孝明走到马车前，有苦难言道，显然知道马车中藏着的人是谁。咱家倒要看看是谁那么大胆，敢偷藏在马车中。陈公公踩着凳子踏上马车，拉开车帘的刹那间，看到了一张精致无瑕、如花似玉的俏脸正呈现在他的眼前。陈公公，你好呀！赵玉珍朝着满脸惊恐的陈公公挥挥手，黑溜溜的大眼睛还扑闪扑闪眨动着。哎呀，我的小祖宗呀！九公主，您怎么偷偷跟过来了？陈公公欲哭无泪，要是让前帝赵龙兴知道九公主跟着他偷偷溜出了永安城，还不砍了他的脑袋。九公主！站在马车旁的王虎闻言，目光望向马车中的九公主，眼眸不禁微微一怔。马车中的九公主虽然身着一身蓝色太监服饰，但那张精致无瑕的白皙俏脸却让人见之不忘，尤其是那一双仿佛会说话的黑色大眼睛，更是灵动可爱，非常的充满灵性。相比于美丽端庄的萧景之，眼前的九公主少了几分成熟，但却多了几分天真无邪，尤其是笑起来，脸上还有2个可爱的小酒窝。别担心，要是父皇怪罪下来，本公主会给你顶着的。九公主一把推开陈公公身体，扑通一声从马车上跳了下来，拜见九公主。见到赵玉珍直接走到自己面前，王虎抱拳低手道：“你也不像他们说的那样，身高9尺，膀大腰圆，面如猛虎啊！你真的只用几千老弱病残就打败了草原3大部落的10万铁骑？”赵玉珍黑亮的大眼睛仔细地在王虎脸庞上打量几卷道：“不是10万铁骑，是7万人马，也不是老弱病残，大多是青壮士卒和一些新兵。”王虎嘴角微微抽搐，没想到永安城对他的事迹已经传得那么离谱了。我就说嘛，谁能长得像老虎，还能带领一群老弱病残，打败如狼似虎的草原骑兵？赵玉珍右手捏着雪白的小下巴，很是认真地点点头道：“公主殿下舟车劳顿，还请先入营休息。”王虎看着眼前脑袋只到自己下巴的九公主，嘴角轻笑道：“本公主确实有些累了，这几天都没安稳睡过好觉，就先让我美美的睡上一觉吧。”赵玉珍左手捂着樱桃小嘴，轻轻打了个哈欠，睡眼惺忪道：“赶快给九公主准备一处最好的营帐，再找几个女子来服侍公主就寝。”陈公公手忙脚乱地走过来，哭丧着脸道：“白统领，你带九公主殿下先去营帐内休息，再找几个心灵手巧的年轻女子来服侍公主殿下。”王虎转过头去，对着躲在人群后面的白玉霜说道：“诺。”白玉霜低着头走到赵玉珍身旁，故意背对着众人，似乎不敢让自己的脸被一旁的百人禁军骑兵看到。咦，他的背影怎么有点眼熟？李孝明看着白玉霜走远的高挑背影，眼神充满疑问。李校尉，怎么了？陈公公看到李孝明目光紧盯着白玉霜的背影，不由得询问道：“哦，没事，只是觉得这位白统领的身影有些眼熟，像黄州的一位故人。”李孝明眼露思索道：“李校尉认得白统领？”王虎眼眸闪烁道：“不认识，应该是我看错了。”李孝明轻轻摇头道：“诸位先去营帐休息，马匹可以交给营内士卒照料。”王虎点点头道：“多谢王将军。”李孝明抱拳低头，并没有摆出一副禁军高傲的架子。大帐内，各位，你们的封赏也都下来了，各位都看看吧。王虎打开折子，看了看上面的内容，将折子递到了雷千山手上。我被晋升为5品偏将了。雷千山看着折子上的内容，满脸惊讶。他原本都是要被杀头的罪人，现在朝廷不但没有治他的罪，竟然还给他升官了。想到这里，他非常庆幸加入了王虎的麾下，不然这军功折子上哪会有他的名字？我看看，我被封为啥了？陈二狗走上前，满脸期待道：“我成6品校尉了。”李二牛看到自己的名字，满脸兴奋道：“我们几个都是6品校尉，只有白统领、雷统领是5品偏将，魏头被晋升为4品游击将军了。”狗娃看完折子上的内容，满脸惊叹道：“都看完了吗？”王虎看到差不多了，坐回主位座椅上道：“都看完了。”小鱼儿最后将折子递到王虎面前道：“看完了，我就来给大家说说后面的规划。”王虎满脸正色道：“虎哥，要不要等等白统领？”小鱼儿小心翼翼地说道：“不用等，我来了。”小鱼儿话音刚落，
白鱼霜就眼神淡漠地走进了大帐中。既然人都到齐了，我就简单先来说说我的想法，大家听完有意见可以提。王虎摆手示意众人都坐下，接着才继续说道：既然朝廷封我为镇北将军，那我打算组建镇北军。镇北军编制暂定为21000人，其中西山营、铜山营、宁山营分别为5000战兵，骑兵营为战兵3000，府兵3000。西山营我决定交由陈峰统领，副营主陈二狗；宁山营暂时由李俊统领，副营主张娃子；铜山营继续由柳征北统领，副营主李二牛；骑兵营营主雷千山，副营主白鱼霜。另外，我打算再组建一支斥候亲卫骑兵队，暂定500人，由小鱼儿担任亲卫队长，副队长李长安。各位可有什么异议？听闻王虎的提议，众人陷入短暂沉默。最后，小鱼儿才站起身道：虎哥，沙河县之前逃跑又回来的县令拒绝向我们西山关提供1000轻壮，咱们现在距离2万人马还差得很远啊。现在我已经是朝廷任命的安西郡行军大总管，有权节制安西郡所有地方官员。等会骑兵营随我前往沙河县城，我倒要看看一个临战而逃的县令怎么有脸回来的。王虎眼中寒芒毕露道：没错，虎头已经是安西郡总管，哪怕是郡守秦卫宁也要听从虎头吩咐，一个小小县令竟然敢违抗军令，简直太不把我们这些浴血奋战的将士放在眼里了。陈二狗怒容满面道：小鱼儿，你派人去将柳征北叫过来，另外通知安西郡所有7品以上官员全部来西山关议事，包括校尉级及以上所有军官。王虎眼神冷酷道：诺。小鱼儿抱拳领命，转身离开了大帐。陈峰，西山关暂时交由你管制，所有人只许进不许出。王虎站起身道：诺。陈峰起身抱拳低手。骑兵营随我前往沙河县城。王虎踏步走出大帐，亲率新组建的2000骑兵朝着沙河县城飞奔而去。中午，沙河县城，咚咚咚，站在城墙上的县尉李贺听到城外传来的震天动地马蹄声，如临大敌。所有人准备战斗！李贺大吼一声，城墙上一众士卒严阵以待，所有弓箭手都做好了射箭准备。镇北将军、安西郡行军大总管王虎驾到，还不速速打开城门。雷千山率领100余黑甲骑兵冲到城门下方，朝着城门楼上的李贺大喊道：是宁山堡的骑兵，王虎成镇北将军了。一名都头看着城墙下的雷千山和后面急速奔来的2000骑兵，满眼震惊道：算算日子，朝廷的圣旨确实应该到了，速速打开城门，迎接镇北将军入城。李贺目光闪动，带领几名都头朝着城墙下快速走去。吱呀，高大厚重的城门被缓缓打开，王虎带领白鱼霜、纳兰苍鹰等人迅速冲入了城门中。沙河县令何在？王虎纵马冲到城门内的李贺几人面前，冷声质问道：陶县令目前正在县衙。李贺眼见果然是王虎亲至，面容一震道：带我去见见你们的那位逃跑县令。王虎眼神冷冽道：属下遵命。李贺抱拳低手，骑上城门口的一匹战马，带着王虎等数百黑甲骑兵朝着县衙冲去。都闪开，都闪开！城内大街上到处都是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流民，当看到数百黑甲骑兵纵马在城内狂奔时，纷纷吓得躲到街道两边。沙河县衙后院宴会大厅，诸位美酒佳人，今天我们不醉不归。县令陶安林举起酒杯，醉眼朦胧地看着大厅内10几名青衫曼舞的歌姬。此刻大厅内作陪的嘉宾全都是沙河县有头有脸的人物。恭喜大人带领我们沙河将士赶走了胡贼，这才让我们沙河县城幸免于难啊！一名大肚翩翩的富商举起酒杯，满脸恭维道：是啊，要不是陶大人英明神武，率领士卒英勇奋战，我们今天哪里有机会坐在这里歌舞升平。另一名颇有名望的中年员外满眼荧光地盯着大厅中10几名歌姬道：哈哈，这全都有赖于诸位的帮助，要不是大家有钱出钱，有人出人，这沙河县城本官也不是那么容易守住的。来来来，大家一起举杯，庆贺赶跑了胡贼。县令陶安林高举手中白瓷酒杯，脸部红气不喘地吹嘘道：砰！众人刚刚举起手中酒杯，大厅紧闭的房门就被人一脚暴力踹开，紧接着数十名如狼似虎的黑甲士卒冲入了大厅中。你们是什么人，竟敢擅闯我沙河县衙？看着杀气腾腾冲入宴会大厅的数十名黑甲士卒，陶安林故作镇定大喝道：城内流民饥饿难耐，食不果腹，你们竟然还在这里公然饮酒作乐，这还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王虎高大身影踏入大厅，左手按住腰间长刀，目光冷冽横扫大厅内众人身前的丰盛美酒佳肴。你是何人，竟然私闯县衙？陶安林目光惊颤地看着王虎道：此乃朝廷亲封的正3品镇北将军，
兼安西郡行军大总管，一等临清县博王虎，王将军。雷千山站在王虎身旁，大喝念道，声音震得大厅内众人头晕眼花，满眼惊悚。下官沙河县县令陶安林拜见将军。听完雷千山的话语，陶安林直接被吓得脸色苍白，扑通一声双膝跪地道：拜见将军。周围的宾客和歌姬们见状，也赶忙双膝跪地，不敢抬头。来人，将他官服脱了，绑到县衙门口，我要亲自审问他。王虎双目圆瞪，下达命令后，转身朝着县衙外走去。县衙门口，下官沙河县县城周子良拜见将军。王虎刚走到县衙门口，风尘仆仆的县城周子良就恭恭敬敬地上前拱手弯腰道：你做什么去了？王虎看着周子良发白的嘴唇，满是泥土的官服和脚上破损的官靴，眼神冷淡道：回禀将军，下官刚刚在城内赈济流民，所以来晚了，请将军恕罪。周子良身体弯得更低到胡人前来攻城时，你在做什么？王虎眼神略微柔和道：胡贼前来攻城时，李县尉负责守卫城防，下官负责城内安抚流民，招募青壮，补充兵员等事。周子良不卑不亢地回答道：李县尉，他说的可都是真的？王虎目光看向一旁的县尉李贺道：回禀将军，周县城所说句句属实，全城的百姓都可以作证。李贺抱拳拱手大声道：好，从今日起你就是沙河县县令了。王虎满意的点头道：多谢将军。那陶大人呢？周子良看着被五花大绑押到县衙门口的陶安林道：胡人攻城期间，他不顾全城百姓死活，临战而逃。胡人退却，他又跑回来作威作福，大摆宴席，且不顾城内流民死活，此等官员留之何用？王虎眼神冷冽地说道：此等狗官就该斩了他的狗头。没错，周大人才是真正的为民好官。将军，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那狗官还抢了我们的女儿，入府充当歌姬。大人，这狗官和城内奸商勾结，故意抬高粮价，让我们根本没钱购买粮食，已经有好多人饿死了。大人，请为我等草民做主。县衙门前聚集的流民越来越多，所有人都跪在地上，请求王虎为城内百姓做主。父老乡亲们，大家都起来，我王虎既然能打退胡人，就一定会为你们做主。王虎看着黑压压跪倒一大片的流民，大声保证道：谢大人，感谢将军。王将军是真正的大英雄，大好人。众多流民高呼大喊，声音传遍了整个沙河县城。我给你解释的机会，你还有什么话说？王虎目光冷然地盯着面如死灰的陶安林道：我乃朝廷亲封的正七品县令，你无权杀我。陶安林身体哆嗦地挣扎道：周县令，你可知道他之前逃到了哪里？王虎对着周子良询问道：他在城东10里外有一处隐秘庄园，应该是藏在那里了。周子良面色从容道：周子良，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竟敢出卖我！见到老底被周子良揭开，陶安林气急败坏地大骂道：雷千山，你带领100人去城外庄园仔细搜查，看看这位陶大人在那里藏了什么好东西。王虎深知陶安林这种官员贪婪无度，必定会在城外庄园隐藏大量金银财宝，所以才让雷千山带人去搜查一番。王将军，下官知道错了，我岳丈乃是凉州刺史郭大人身边的幕僚，求求你看在他的面子上，饶我一命，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敢了。陶安林压着嗓子在王虎面前小声哭泣道：区区一个幕僚就想让我给面子，今天就是凉州刺史郭大人亲至，你也要死！来人，斩了他的狗头！王虎大声沉喝道：莫！纳兰苍鹰拔出腰间环手刀，将陶安林身体推到台阶前，手中环手刀高高举起。王虎，你不能杀我，你无权杀！咔嚓！陶安林话语还没说完，声音就戛然而止，一颗喷洒着鲜血的头颅从台阶上滚落到了台阶下面。杀得好，杀得好，杀得好！数千流民亲眼目睹了这一血腥场面，纷纷大声高呼着杀得好。周县令，从今日起，我希望你能承担起县令的职责，开仓放粮，赈济流民。另外，等会你跟我一起前往西山关议事，我有重要事情宣布。王虎对着满脸痛快的周子良说道：是，下官遵命。周子良抱拳低手道：白统领，你将县衙内的所有食物全部发放给城内流民，明日再从西山关调集一批马肉和粮食过来。王虎对着白玉霜说道：好。白玉霜看着衙门前饿得脸色蜡黄，双目无神，皮包骨头的数千流民们轻轻点头。傍晚，西山关大营，好舒服呀，好久没有睡得那么香了。每每睡了3个时辰的赵玉珍高举着手臂走出营帐，看着营门口守卫的10几名女兵，眼露好奇道：王虎何在？回禀公主，王将军带人去沙河县城了，现在还未归来。身着铠甲的孙大猛上前拱手低头道：九公主，您终于睡醒了。
赵玉珍刚想继续问话，陈公公带着几名小太监走了过来。怎么了？找本公主何事？赵玉双双臂抱胸，满脸娇憨道：九公主，此处乃边关凶险之地，不宜久留，老奴还是带您去安西郡城休息吧。陈公公哭丧着脸道：不去，本公主哪里都不去，就待在这里，还有不许随便透露我的身份。赵玉珍声音娇俏道：九公主，现在整个西山关谁不知道您的身份，就连安西郡守秦卫宁都准备过来拜见您呢。陈公公满脸的无奈道：不见，谁都不见，我只想见王虎将军。赵玉珍右手来回摆动道：将军回营了。赵玉珍话音刚落，大营门口就传来王虎回营的消息，引得赵玉珍双目微亮。随我去大帐。赵玉珍稍微整理了下仪容，迈着轻快的步伐，朝着军营中心的最大营帐走去。九公主，您慢点，千万别摔着。陈公公小跑到赵玉珍身旁，连忙将手臂抬起，想要赵玉珍扶着，却被赵玉珍一把推开。本公主没有那么娇惯，要不是父皇拦着，本公主早就成为一位纵横沙场的女将军了。赵玉珍嘟着樱桃小嘴，满眼倨傲地说道：是，公主殿下聪明伶俐，能歌善舞，若不是女儿身，一定能为大钱开疆拓土，守护边疆。陈公公满脸谄媚道：女子怎么了？你看他们不都是女人吗？还有那位英姿飒爽的白将军，不也是女儿身吗？赵玉珍皱着可爱的眉头道：公主乃千金之躯，怎能和这些粗狂妇人相提并论？他们1万个也比不上公主您一个人珍贵。陈公公丝毫不顾及周围孙大猛几女的感受，语气阴柔地说道：住嘴，不许你这么说他们，要是没有他们，胡人大军还不一定会被赶走呢。赵玉珍为孙大猛几女大声辩解，让孙大猛几女眼神充满了感动。女子本弱，哪怕身体素质堪比男子，在军中也时常受到男子的歧视，而赵玉珍这番话却是肯定了他们女兵的战绩，自然让他们感同身受。公主殿下说的没错，在我镇北军中不分男女老少，只要能上阵杀敌，勇敢无畏，就是最好的士兵。王虎带领秦卫宁等一众安西郡官员走过来，大声认同道：嘻嘻，看到没有，连镇北将军都认同被公主的话。赵玉珍黑眸眨动，俏脸轻扬道：公主和镇北将军说的都对，是老奴说错话了，老奴向营中的女兵们道歉。陈公公满脸惭愧地说道：安西郡守秦卫宁率领安西郡一众官员拜见九公主殿下。秦卫宁率领一众安西郡官员对着赵玉珍双膝跪拜道：诸位起身，我这次是微服私访，你们就当没看见本公主，不用行如此大礼。赵玉珍满脸俏皮地说道：行了，都起来吧，就按九公主殿下说的办，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公主殿下自有杂家伺候。陈公公扯着公鸭嗓说道：卑职遵命。秦卫宁等人满脸汗颜，默默站起了身。公主殿下，我已命人在大营备好了酒菜，请公主殿下前往用膳。王虎微微躬身，伸出手臂道：好，正好肚子有点饿了。赵玉珍毫无形象地用雪白玉手揉了揉小肚子，在场除了王虎，其他人都将头转向了一边。公主殿下，请。王虎嘴角轻笑，发现这位九公主不但人长得漂亮可爱，性格也是天真烂漫，像一株铃兰，自带纯净又灵动的气息。走。赵玉珍背着双手，与王虎肩并肩，朝着军营中间的大帐走去。大帐中摆放着10几张低矮长桌，每张长桌可坐2人，桌面上摆放着各种烤肉，主要以烤好的马肉和羊肉为主。众人进入大帐，王虎当仁不让地和赵玉珍坐在了主位上，陈公公和李孝明则坐在赵玉珍右手边的第一张桌子，秦卫宁和郑远山则坐在王虎左手边的第一张桌子，其他人则是文武官员各坐2边，几乎坐满了整个大帐。各位不用客气，给吃吃，该喝喝，肉食管够。王虎端起桌上的酒碗，朝着脸色难看的众人说道：王将军，只有这些油腻的烤肉吗？咱家倒是无所谓，但不能让公主殿下也吃这些粗食吧？陈公公摆着脸色道：没有啊，我感觉这些烤肉秀色可餐，味道应该也不错吧。赵玉珍拿起一块焦香四溢的羊肉，放入嘴巴中，微微咀嚼一番，发现味道格外的香嫩可口。诸位大人可知道，现在各县城的流民都吃些什么东西吗？王虎拿起桌上的小刀，割下一块烤焦的马肉，放在眼前凝视道。此话一出，秦卫宁等一众文官脸色微变，似乎明白王虎今天为什么要把他们聚集在这里了，这是要拿他们立威来了。县城内的流民都吃些什么？赵玉珍放下手中的一块烤羊排，满眼好奇地问道。发霉的大米，掺着沙土的陈米，麸皮、糠秕，各种变质的杂粮，只要能吃的东西都会成为流民争抢的食物。王虎红着眼睛一点一点地说道。啊，他们那么可怜，都没有粮食吃吗？赵玉珍听到王虎这么说，顿时觉得眼前的烤肉不香了，甚至有种想哭的冲动。有人趁着战乱官商勾结，抬高粮价，大发战争财，
所以才让无数流民饿死街头，甚至易子而食。今日我前往沙河县城，亲眼看到县令陶安林勾结城内富商，大摆宴席，置百姓生死而不顾，所以我当着城内数千百姓的面斩了他的狗头。王虎目光横扫大帐，目之所及，所有人都低下了头。杀得好！众人沉默不语时，赵玉珍豁然起身，拍手称快。对，这种狗官就该凌迟处死。陈公公也连忙站起身道：真没想到安西郡的百姓过得如此艰难，外有狐贼，内有狗官，真是我大前之耻。李孝明同样站起来冷喝道：九公主、王将军，下官身为安西郡一郡之首，没有管理好郡内属官，致使百姓生灵涂炭，狐贼肆虐，是下官之罪。下官愿意辞去郡守之职，听候朝廷发落。秦卫宁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满脸悲戚道：准了。未等王虎说话，赵玉珍素手一挥，让一旁的陈公公双眼瞪得圆溜溜的，满脸焦急。我的小祖宗爱，这都是王虎故意想给安西郡官员们的一个下马威，你乱掺和什么呀？陈公公欲哭无泪，又不敢当面指责赵玉珍，只能用眼神示意王虎不要让赵玉珍做得太过火。任谁都能看出来，如今安西郡只有王虎才是真正的掌权者，其他人谁的命令都不好使。公主殿下，秦郡守被狐贼大军困于郡城之内，无暇他顾，但我去过郡城，城内流民安置的还算妥当，所以不至于罢了他的官。王虎觉得赵玉珍太过天真，小声的在他耳边说道。如此亲昵的举动，让从未和男子有过近距离接触的赵玉珍瞬间耳朵通红。那该怎么办呢？赵玉珍黑溜溜的大眼睛凝视着王虎，俏脸微红道：秦郡守虽无大过错，但确实御下不严，如今正是安西郡用人之际，罢官就不必了，罚其2年俸禄，用来赈济流民。公主殿下觉得如何？王虎目光审视着跪在大帐中央的秦卫宁，沉声说道：就按王虎将军说的办，罚你2年俸禄赈济灾民，起来吧。赵玉珍摆出公主的架子，满脸威严道：多谢公主，多谢王将军。秦卫宁满脸惭愧地站起身，重新回到了座位上。诸位，朝廷封我为安西郡行军大总管，监管安西郡一切军政要务，对5品以下官员有先斩后奏之权，所以从今以后，安西郡大小事务皆要向我汇报，无需再劳烦刺史大人。现在我颁布一项重要法令，从明年起免征临清县、沙河县、北山县、平凉县、东平县5县百姓3年赋税。另外，所有流民按人头每人发放2担粮食、5斤马肉和2两银子，遣其归家。马肉和银两由西山关来出，粮食由西山关和各县各筹集一半。诸位有没有意见？王虎目光扫视在场的安西郡所有官员道：临清县没有意见。孟之温第一个站起来说道：沙河县也没有意见。见状，周子良也起身拱手道：北山县没有意见，平凉县没有意见，东平县没有意见。其余3位县令也纷纷站起来说道：王将军，安西郡内的流民，我也会按照你说的标准去发放，粮食和银两由郡城府库来出，马肉则需要王将军来帮忙筹集。最后，秦卫宁站出来表态道：马肉供给全部由西山关来出，秦大人不必担心。王虎微微一笑，大帐中的气氛顿时缓和了不少。是，多谢王将军。秦卫宁满眼感慨地抱拳道：他怎么也没想到，才短短不过2个月，王虎竟然就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兵，一眨眼成为正3品镇北将军，兼安西郡的行军大总管了。其成长速度之快，简直令人啧舌。想到这里，他非常庆幸当初没有为难王虎，否则他这郡守的位置，今天真的要退位让贤了。秦大人，怎么不见周都尉和周校尉2人啊？王虎早就发现周尚和周莽没有跟随秦卫宁来到西山关，只是故意拖到现在才发问。周尚叔侄已经被刺史郭大人调往凉州军任职，目前郡都尉一职由郑远山接任。秦卫宁声音平静地说道：那真是太可惜了，我原本还想着将周都尉和周校尉调入镇北军中担当要职，没想到他们竟然去凉州了。王虎嘴角勾起，满脸惋惜地说道：他确实没想到周尚和周莽跑得那么快，竟然逃去了凉州。呵呵，确实可惜。秦卫宁尴尬一笑道：安西郡城谁不知道周尚叔侄得罪了新任镇北将军，他们能不跑吗？诸位，今晚招待不周，还请不要见怪，大家请。王虎见到目的达到，重新坐了下来，举起桌上的酒杯道：请。众人纷纷举起酒杯，相互共饮杯中酒。哇，好辣！赵玉珍浅尝了口杯中酒水，发现跟他在宫里喝的果酒完全不一样。眼前的酒水辛辣异常，仅仅喝下去一小口，喉咙和肚子就像被火烧一样。哎呀，公主殿下，这军中酒水不是您这种千金之躯能喝的，赶快给公主倒一杯茶水。
陈公公看着赵玉珍被辣得通红的小脸，急忙走过来，弯着腰说道：“没事，本公主能喝。”赵玉珍面露微醺道：“王将军，九公主殿下不胜酒力，咱家就先扶公主殿下回去休息了。”陈公公对王虎满脸无奈道：“好，我让人送公主殿下回营房休息。”王虎朝着白玉霜点点头，后者会意，起身朝着大帐外走去。王将军，我也先告辞了。见到赵玉珍被2名女兵搀扶离开了大帐，吃得半饱的李孝明也赶紧起身说道：“王虎点点头，知道李孝明要去守护赵玉珍，所以也没有挽留。赵玉珍几人走后，王虎才清了清嗓子道：“今天将大家聚集于此，不单单是为了留名之事，还有一事，我要跟大家商量商量。将军请说，我等一定全力配合。”周子良率先表态，让慢了一步的万德全满脸懊恼：“我打算在安西郡全境实行屯军制度，并组建2万余人的镇北军。”王虎朗声说道：“何为屯军制度？”秦卫宁微微皱眉道：“屯军制度很简单，凡是安西郡境内所有18岁至45岁青壮，闲时无事都需要进行军事训练，农忙时则以耕种为先。凡参与军事训练者，全部算作府兵，每月有固定银钱，战时要全部编入军队序列。另外，凡是愿意加入镇北军的战兵，每月固定银钱1两，战时翻倍，若是战死，抚恤金20两起步。”王虎面色沉静道：“将军说的这个屯军制度，我非常赞同。至于组建镇北军，我安西郡上下也会全力支持。”秦卫宁毫不犹豫地说道：“诸位县令呢？”王虎目光望向安西郡5大县令道：“我等也全力支持。”孟之温、周子良5人齐齐拱手，大声道：“好！既然各位都同意，自明日起，优先在县城招募留名青壮，加入镇北军。临清、沙河、北山3县限额1000人，东平、和平两县限额2000人。至于安西郡城，优先从郡兵中挑选出4000人并入镇北军，然后再另行招募2000人。另外，除郡城保留1000战兵外，其余县城只可保留200战兵。各县城多出的战兵，优先并入县衙捕快序列，也可选择加入镇北军。镇北军一旦组建完成，我向各位保证，绝不会再让一名羌胡骑兵踏入安西郡的地盘。”王虎最后掷地有声地陈喝道：“王将军放心，我等全凭将军调遣，绝不会阳奉阴违。”秦卫宁积极表态，他相信王虎组建镇北军是真心为了守护安西郡百姓，心中颇为感动。我等全凭将军差遣。孟之温5人也是大声陈喝道：“好，诸位共饮此杯，让我们一切守护好安西郡。”王虎目光炯炯地举起酒杯道：“干了！”柳征北听到王虎的各项安排，心神澎湃，站起来将杯中的2两酒一饮而尽。哈哈，干了！众人在柳征北的感染下，共同举杯，喝尽杯中酒。王将军，属下有个不情之请，还请将军准允。郑远山借着酒意，站起身拱手道：“郑都尉请说。”王虎面带微笑道：“我也想加入镇北军，请将军允许。”郑远山走到大帐中央，单膝下跪道：“准了，那我镇北军就在嘉义营，你任营主。”王虎豪气干云的大手一挥道：“虎头，我们现在有了西山营、宁山营、铜山营、骑兵营，在嘉义营叫做什么？”陈二狗拿着一根烤羊腿道：“大家说说，这营起个什么名字？”王虎集思广益，想让大家想一个名字，要不就叫安西营吧，大家觉得怎么样？陈峰提议道：“安西军还差不多，安西营肯定不行。”李俊摇了摇头道：“我看就叫虎字营好了。”柳征北忽然说道：“虎字营好，虎字营好，我同意。”郑远山右手高高举起道：“我也觉得虎字营不错，现在整个大前谁不知道王虎将军的威名？”秦卫宁笑着说道：“好，既然大家都同意，新营就叫虎字营了。郑营主，你可不能弱了我的名头。”王虎开着玩笑道：“将军放心，我一定带领虎字营冲锋陷阵，成为镇北军的一把尖刀。”郑远山眼神坚定道：“将军有所不知，其实当初郑营主一直想要出城偷袭白狼部大营，可每次都被周尚否决，要不然那1万白狼部骑兵根本不可能完好无损的逃走。”秦卫宁满脸的可惜道：“无妨，以后在镇北军有的是立功机会。”王虎大笑道：“愿为将军笑死。”郑远山单膝跪地，双手抱拳，郑重其事地说道：“郑营主不必如此，快快请起。”王虎走到大帐中央，将郑远山扶了起来。他能感受到郑远山想要上阵杀敌的迫切心情。噼里啪啦，大营火光明亮，整场晚宴持续到深夜，众人才全部醉醺醺回到各自营帐。这一场晚宴奠定了安西郡未来的发展布局，也让秦卫宁等人见识到了王虎的魄力和手段。任谁也没想到，从军不过2月的王虎居然能走到这一步，见识和眼光也非常人可比。
如果说来之前，众人还对王虎存在几分其他心思，但通过今夜的交谈，众人全都认可了王虎的能力。从今夜过后，安西郡只任镇北将军王虎，其他人别想插手安西郡的任何事务。翌日清晨，王虎和秦卫宁一众官员告别，并让李二牛调集了上百辆马车，给各大县城送去了大量马肉和粮食。要说这几番大战下来，缴获最多的战利品，除了战马，就是大量受伤的马匹。许多马匹因为受伤严重，只能就地屠宰，充当军粮，这让不少士族天天吃马肉，都快吃吐了。但对于安西郡的众多流民来说，马肉可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既能饱腹，又能补充身体能量。王将军，你是个好人。看着一辆一辆装满马肉和粮食的马车离开大营，站在大营门口的赵玉珍黑亮大眼睛扑闪扑闪道：既然公主说我是好人，那微臣能不能请公主殿下帮个小忙？王虎咧着嘴，像一头大灰狼，准备诱骗天真无邪的小红帽了。你说，只要本公主能帮得上，都没问题。赵玉珍用手拍着微微鼓起的胸脯，让一旁的陈公公眼皮直跳，觉得王虎似乎没憋什么好屁。我想和陛下做笔生意，想请公主殿下传个话。王虎咧嘴一笑道：你想和父皇做什么生意？赵玉珍瞪着黑溜溜的大眼睛，满脸的天真无邪道。见到这一幕，陈公公欲言又止，担心自己出言会坏了王虎计划，这样的后果可能会让他走不出安西郡，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赵玉珍一步一步陷入王虎的圈套中。我想用1万匹战马跟陛下换3000套黑旗军的装备，另外再换3000柄弓弩和3万根弩箭。王虎满脸微笑地说道。就这些吗？赵玉珍天真地说道。就这些，当然公主殿下也看到我们安西郡的情况了，如果公主殿下能让陛下给我们安西郡再拨点银两和粮食，那就更好了。王虎脸不红心不跳地说道。行，没问题，等我回去就跟父皇说。赵玉珍信誓旦旦地说道。不知公主殿下打算何时返回永安城？王虎小心翼翼地问道。你要赶我走？赵玉珍蹙着眉头，嘴唇合拢微撇道。微臣怎么会赶公主走呢？只不过西山关地处边关，城外就是如狼似虎的数十万草原铁骑，我担心他们要知道公主殿下在这里，肯定会不顾一切的来攻打西山关。要是公主殿下有个什么闪失，微臣万死难辞其咎。王虎满脸认真地说道。他们怎么会知道本宫我在这里？赵玉珍想起皇宫中那些宫女所说的话，羌胡骑兵个个凶悍无比，青面獠牙，还喜欢生食血肉，顿时被吓得俏脸发白。西山关乃是边关重地，胡人斥候经常会来探查，关内也有可能隐藏胡人探子，一切皆有可能。王虎满脸叹息地说道。那我明天就走，今天你能陪我在关内走走吗？赵玉珍满眼希意地看着王虎那张胡子拉碴的脸庞道。公主殿下之命，莫敢不从。王虎弯腰抱拳道。哥，平身吧，今天你这个镇北将军属于本公主的了。赵玉珍笑靥如花地说道，让一旁的陈公公看得直摇头。傍晚，西面城关上，望着西方火红的晚霞，还有不时吹来的寒风，赵玉珍双手紧了紧身上的棉衣。公主，时候不早了，要不我们回去吧。站在赵玉珍身旁的王虎有些担心道。再看一会，这次返回皇城，不知何时才能跑出来。赵玉珍微微有些伤感地说道。自古皇家难自由，不过只要公主愿意，我安西郡永远欢迎公主到来。王虎望着天边大如磨盘的火红落日道。真的吗？赵玉珍扬起精致的俏脸，满眼欣喜地看着王虎脸庞道。当然是真的。王虎莞尔一笑道。王虎，你有娘子了吗？赵玉珍忽然有些害羞地低着头问道。有了。王虎眼神有些恍惚道。那你喜欢她吗？赵玉珍声音带着几分颤抖和哭音道。说不上喜不喜欢，她们都是北离国的可怜女人，是被我大钱掳来专门送给我们做媳妇的。王虎想到萧景之舞女的美丽容颜，心情复杂道。她们？赵玉珍抬起头，满眼好奇地问道。你有几个老婆？目前有5个。王虎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道。5个。赵玉珍黑眸连连眨动，最后用拳头重重捶了王虎胸口一下，娇声骂了句花心大萝卜，便跑下了城关。确实是花心大萝卜。不远处看到这一幕的白玉霜同样丢下一句，接着快步跟上赵玉珍，一起朝着军营走去。我这是招谁惹谁了？王虎情不自禁地摸了摸鼻子，满脸无奈地摇了摇头。女人心海底针啊。清晨，城关外，宁河边，公主殿下，这是我给陛下写的一封书信，麻烦您亲手交给陛下。马车旁，王虎从怀中拿出一封密封好的书信，递到了赵玉珍的面前。我会亲手交给父皇的。赵玉珍依依不舍地说道。虽然仅仅在西山关待了2天，但她已经渐渐喜欢上了这里。王将军，那我们就先启程了。陈公公对着王虎拱手微笑道。公公请。王虎抱拳点头道。
启程归京。陈公公扯着嗓子喊了一句，100禁军立即翻身上马，整个车队缓缓行动起来。小鱼儿，调500骑兵过来，我要亲送公主一程。王虎看着赵玉珍从车窗里偷偷露出来的小脑袋，大声说道：诺。小鱼儿抱拳低手，迅速朝着关内大营跑去。大。不一会儿，500黑甲骑兵冲出关口，整齐划一地来到宁河边。追！望着已经走出2里地的车队，王虎翻身上马，扬起马鞭大喝道：驾！500骑兵紧跟在王虎身后，纵马狂奔，如一股黑色洪流，眨眼追上了赵玉珍的车队。什么情况？听到车外传来的震天动地马蹄声，陈公公满脸惊慌地掀开车帘问道：禀公公，是王虎将军率领的黑甲骑兵，好像是来送我们的。李孝明看着并未拔刀冲锋的黑甲骑兵，眼神镇定自若道：吓死咱家了，我还以为遇到羌胡骑兵了呢。陈公公用手拍了拍胸脯，伸头朝着后方望去，只见王虎单人单骑冲到了赵玉珍所在的马车旁。你怎么来了？听到马车外的马蹄声，赵玉珍伸手挑开了车帘，看到了骑着马匹紧跟在马车旁的王虎。我来送公主殿下一程。王虎飒然一笑道：王虎，我以后若来不了西山关，你能来永安城看我吗？赵玉珍眼圈微微泛红道：我王虎封侯之日，便会前往永安城拜见公主殿下。王虎眼神充满自信道：吹牛，封侯很难的。赵玉珍又哭又笑道：对于我王虎来说，天下没有什么难事，1年之内我必封侯。王虎目光灼灼地盯着赵玉珍，精致俏脸道：好，那我在永安城等你。赵玉珍伸手抹去眼角泪水，眼神格外认真道：一言为定。王虎咧嘴一笑：驷马难追。赵玉珍嫣然一笑，犹如出战的白海棠，皎洁无瑕，令天地失色。500骑兵护送车队行进了10里地，最终默默停了下来。花心大老虎，我在永安城等你。赵玉珍最后看了眼屹立在寒风中的一人一马，嘴里轻轻念道：回关。王虎目送赵玉珍的马车逐渐远去，直到马车化成一个黑点，才带领500骑兵返回西山关。接下来的几日，王虎命令各县丈量土地，将无主的土地全部收归镇北军管理，同时在铜山堡附近建立马场，各村周围建立一座座军护所，积极剿灭附近山贼，打压地方豪强势力，并对没有土地的流民集中分发良田和过冬衣物，让全境百姓都可以安然度过即将到来的寒冬。一切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11月下旬，永安城皇宫御书房端坐在龙椅上的赵荣兴专心致志地批阅着奏折，浑然不知一道纤细身影偷偷打开房门，溜进了御书房中。猜猜我是谁？纤细身影蹑手蹑脚走到赵荣兴的身后，一双白嫩玉手悄悄蒙住了赵荣兴的眼睛。你还知道回来啊？赵荣兴充满宠溺，不用眼睛看也知道是赵玉珍。父皇，侄儿知道错了，下次再也不会偷偷溜出宫了。赵玉珍走到桌案旁，用手拉着赵荣兴的龙袍衣袖，轻轻摇摆撒娇道：要不是你偷跑前还知道留下一封书信，朕都想把你身边的太监宫女全部拉出去斩了。堂堂大前的9公主竟然私自溜出皇宫，这要是传出去，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赵荣兴故意摆着脸道：父皇，我这次出宫增长了许多见识，也明白父皇为何日夜如此操劳，那还不是因为父皇心系天下黎民百姓，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好皇帝啊。赵玉珍走到赵荣兴的身后，双手一边按着赵荣兴的肩头，一边乖巧地说道：哼，这次偷偷溜出宫的事情就算了，再有下次，父皇可不会轻易饶了你。赵荣兴对赵玉珍的奉承话语很受用，脸色也缓和了下来。多谢父皇，就知道父皇最疼侄儿了。赵玉珍满脸欣喜，灵动双眼都笑成了弯弯月牙。你此去安西郡，见到王虎了？赵荣兴享受着赵玉珍的按摩，眉头轻轻舒展道：见到了。赵玉珍真手轻点道：那个王虎怎么样？有没有像他们说的那样，身高9尺，膀大腰圆，面如猛虎啊？赵荣兴用着玩笑的语气询问道：王将军身高8尺，体格健硕，不胖不瘦，面容硬朗中带点小粗狂，还有点不修边幅，下巴周围都是胡渣子，不过模样呢，其实还不错。赵玉珍回忆着王虎的身材样貌，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闪过一抹羞涩道：哦，没想到小九对他评价那么高，倒让朕想亲眼看看他了。赵荣兴嘴角微微上扬道：对了，父皇，他还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还说要和你做笔生意。赵玉珍从怀里掏出王虎临行前给他的信封，放到了赵荣兴面前的桌案上。哦，要和朕做生意。赵荣兴来了兴趣，伸手拿起桌上的信封撕开，取出了里面的信纸。父皇，信上都写了什么？赵玉珍踮起脚尖，目光瞟向赵荣兴手中的信件。这个王虎好大的胆子，竟然真想和朕做生意。赵荣兴看完信上的内容，
一巴掌将信件拍在了桌案上。父皇，您消消气，别跟他一般见识，他其实什么都不懂，就会打猎杀人。赵玉珍端起桌案上的茶杯，递到赵龙兴面前，宽慰道：他居然跟朕说要用1万匹战马换取3000套黑旗军的装备，还要3000张弓弩和3万弩箭，真是胆大包天。赵龙兴越说越气，觉得王虎实在是目无朝廷，更没把他这位大前皇帝放在眼中。父皇，1万匹战马价值几何？赵玉珍俏生生问道。普通战马市价在100两银子左右，优秀战马可价格翻倍。赵龙兴脱口出道。那一套黑旗军装备和弓弩箭矢呢？赵玉珍美女轻眨道。一套黑旗军的装备价格也在100两银子左右，弓弩便宜，只需5两银子，弩箭100-200文一支。赵龙兴不假思索道。那这样算下来，其实我们是赚的呀，并且还赚不少呢。赵玉珍扒着手指头算了算道：朕乃大前皇帝，他是朕的臣子，哪有臣子和皇帝做生意的？赵龙兴面容寒怒道：父皇，我在西山关亲眼看到那些将士们身着残破的黑色皮甲，只有中间有一块铁皮，其他部位都是用缴获来的胡人皮甲缝制而成的。但就是这样的装备，他们却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羌胡骑兵，父皇不觉得他们很可怜很厉害吗？赵玉珍声音微微颤抖道：他们确实很不容易，是朕的好将士。赵龙兴面露感慨道：父皇，安西郡全境都遭到了胡人的劫掠，百姓流离失所，连吃的都没有，如果不是实在没有办法，我想王将军也不会和父皇做这一笔交易的。赵玉珍双目通红道：这个王虎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你处处为他说话？赵龙兴面露不愉道：珍儿只是实话实说，将自己所见如实陈述，并没有偏袒王将军的意思。赵玉珍满脸认真道：好了，你先下去休息，去看看你母妃，这半个月来她天天担忧你的安危，茶不思饭不想的。赵龙兴摆摆手道：是，珍儿告退。赵玉珍点点头，慢慢退出了御书房。2年之内扫平草原3大部落，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赵龙兴看着信上最后结尾立下的军令状，有些欣慰，也有些无奈。最后他还是忍不住陈贺道：宣镇国公、左相、兵部尚书、户部尚书、黑旗军统领叶云长、太仆寺、军器监，还有太子以及诸位皇子前来御书房议事。是，陛下。守在门口的一名太监大声应道，随即急匆匆离去。11月底上午4时，一辆由上千名黑旗军守护的庞大车队缓缓进入了西山关哨兵的眼中。咚咚咚，隆隆的战鼓声响起，惊动了整个西山关。王虎带着白鱼、雷千山、纳兰苍鹰及数百骑兵冲出了西山关。来者何人？兵部侍郎于太明看着冲到眼前的数百骑兵，大声喝问道。于侍郎为首的那人便是镇北将军王虎。骑在马背上立于于太明身旁的李孝明出声道：哦，这镇北将军果真如此年轻。已经年近40的于太明望着王虎那张硬朗中带着几分秀气的脸庞，满脸惊讶道：王虎将军刚满20岁不久，比我还要小上2岁。李孝明满眼惭愧地说道：呵呵，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100岁啊。于太明轻抚3岁胡须，笑着道：王将军，是我。见到王虎走上前来，李孝明骑马主动迎了上去。李校尉，你们这是？王虎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车队，强压心头激动道：王将军，你不是要和陛下做生意吗？陛下同意了。哦，对了，这位是兵部侍郎于太明于大人，也是这次押运物资的主官。李孝明闪开身为王虎介绍道：王虎见过于大人。王虎朝着于太明抱拳道：两人品级一样，所以也不用太过谦卑。于太明见过王将军。于太明也朝着王虎拱手回礼。诸位远来舟车劳顿，还请入关休息。王虎主动闪开一条道路，身后黑甲骑兵见状，纷纷退到官道两边，让数百辆马车缓缓进入了西山关内。王将军，你要的东西，陛下全部同意了。另外，陛下还让户部给你拨了3万石粮食和20万两白银，这可是陛下从户部衙缝里硬挤出来的。于太明与王虎并排齐行，小声说道：叩谢陛下天恩，我代表全安西郡百姓感谢陛下。王虎满脸真诚地说道：不过你答应给朝廷的1万匹马可也要兑现啊。于太明直言不讳道：放心，1万匹战马早已备好，于大人可随时前去查验。王虎笑着说道：哈哈，不急不急。两人心照不宣地笑道。夜晚营帐中，王虎兄弟，陛下让我给你带句话，别忘了你的承诺，要是完不成，陛下可要砍了你的脑袋。几杯烈酒下肚，于太明已经和王虎勾肩搭背，称兄道弟起来。于大哥你放心，回去转告陛下，2年之内我一定扫平草原3大部落，还我们大前西北一个朗朗乾坤。王虎半醉半醒地说道：对了，还有6皇子临行前
让我告诉你，要小心凉州刺史郭奉贤。你现在成了安西郡大总管，等于当面打了郭奉贤的脸，他不会轻易饶过你的。于太明双眼朦胧道：没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是他自己把安西郡拱手让给了胡人，现在凭什么来指责我？王虎摆摆手，满不在乎道：嘿嘿，也是，凭虎兄弟你的本事，区区一个郭奉贤算个屁啊！于太明手拿着酒杯，朝嘴里灌了一大口，道：于大哥，你一定要在西山关多待上几日，让我好好尽尽地主之谊。王虎面色通红道：没问题，这都是小事。于太明醉醺醺的摆摆手道：两位大人都喝多了，小鱼儿你叫几个人把他们带回营帐中休息。白鱼霜看着两人几乎同时醉倒在桌子上，皱着柳眉说道：好。小鱼儿打着酒嗝，摇摇晃晃站起身，可还没走出营帐，就直接摔倒在了营帐中。这小鱼儿明明酒量不行，还喜欢贪杯。陈二狗摇摇晃晃站起身，结果一个踉跄，也摔倒在了小鱼儿身旁，引得帐内众人大笑不止。一群酒鬼！白鱼霜非常无奈，只能自己走出大帐，让营门口的士卒将大帐里的一群酒鬼全部抬回了各自营帐中。你是叶如霜姐姐吧？众人被抬走后，李孝明带着几分酒意走出大帐，对着营帐旁的白鱼霜问道：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什么叶如霜。白鱼霜背对着李孝明，抬头望向夜空的明月道：你就是如霜姐，虽然你离开永安城5年了，脸上不知为何多了一块胎记，但你的声音和背影却一直没变。李孝明目光灼灼道：我说了，我不是叶如霜，我是白鱼霜。白鱼霜转过身来，美目冰寒道：叶统领很想你，这次若没有郑国公和叶统领的全力支持，陛下是不会轻易答应这次交易的。当然，这其中九公主也占了很大的功劳。李孝明借着醉意说道：我不认识什么叶统领，你赶紧回营帐休息吧。白鱼霜嘴唇紧抿，眼神闪烁不定道：我把你在西山关的事情跟叶叔说了，他其实已经后悔，当初不该逼你嫁给柳明川，现在柳明川已成婚生子，叶叔不会再强迫你嫁人了。李孝明声音平静地说道：你好好休息，我回营帐了，记住，在西山关没有什么叶如霜，只有白鱼霜。白鱼霜话语说完，转身离去，不给李小明继续说话的机会。3日后，关外宁河边，虎兄弟，以后来永安城，为兄一定请你去太白楼大吃一顿，再带你去望月阁好好消遣一番。河边官道上，于太明依依不舍地对王虎说道：于大哥放心，小弟日后一定去永安城拜会你。王虎笑容满面道：好，我等着。兄弟不用远送，为兄这就走了。于太明脚踩马蹬，跨上马背，准备离去。于大哥一路保重。王虎抱拳拱手道：虎兄弟再见。于太明抱拳回礼，接着调转马头，纵马而去。望着远去的数千匹战马和1000黑骑军，小鱼儿在王虎身旁低声道：虎哥，怎么感觉你和这位于侍郎演的好假？你懂什么？这就叫官场的社交礼仪。王虎给了小鱼儿一个白眼，朝着关内走去。朝廷给的粮食和银两，你打算怎么处理？白鱼霜走到王虎身旁问道：全部送往安西郡城，让秦卫宁根据各县的实际需要分发给流民百姓。另外派人告诉秦卫宁，只要有流民愿意来安西郡，发钱发粮发老婆，还分房分田。王虎眼露金芒道：你这是想跟其他州郡抢人，不怕被弹劾吗？白鱼霜眉头轻皱道：我怕个锤子，安西郡此次遭劫，流失了多少百姓，我要点人口怎么了？王虎满脸霸气道：虎头说的没错，怕个锤子，我们现在可是有3000套黑骑军装备，只要给我们时间，一定能打造出媲美黑骑军的强大骑兵。雷千山在一旁眼露憧憬道：不是媲美，而是要超越，我组建的黑甲骑兵必须是天下第一。王虎雄心勃勃地说道：该小说通过新鱼开发的开源免费新闲下载器下载，如果您通过代下载获取该小说文件，且商家未提供软件源代码或开源地址，请立即退款并举报商家。作者邮箱 sin_yv@outlook.com， 作者 QQ 2017593710，官方 QQ 交流群1490508332，官方 TG 交流群 https://t.me/fq2。没错，必须天下第一。小鱼儿眼神坚定，右手五指紧握成拳，手臂高高举起，大喝道：王虎，我有个疑问，我们黑甲骑兵不是有更加锋利耐用的环手刀和新式骑兵枪吗？为什么还跟朝廷要那3000套骑兵武器？如果我们不要那3000套兵器，只要铠甲，是不是可以换点别的东西？白鱼霜有些疑惑不解道：陛下和朝廷可不是傻子，目前朝廷还不知道我们掌握了灌钢法和新式锻造法，但纸包不住火，灌钢法和新式锻造法早晚都要上交朝廷，在此之前，我们能拖一天是一天。还有，若是让朝廷知道
我在宁山堡隐藏了大量铁匠，只要铠甲，不要武器，不是自己把自己卖了吗？王虎微微摇头道。虎头说的没错，宁山堡以往可是凉州最主要的锻造兵器所之一，后来要不是铁矿石越挖越少，凉州也不会轻易放弃宁山堡。雷千山出声道，三位，现在装备全部配齐，我给你们1个月时间，1个月后我要马踏草原。王虎目光冷冽道，1个月都进入冬季了，我们要去主动进攻羌胡部落吗？小鱼儿满眼惊讶道，没错，越是这种时候，草原上的那些部落越不相信我们会主动出击，而我就是要狠狠给他们上一课。王虎嘴角勾起道，以往都是羌胡骑兵主动攻打我们大前，现在终于轮到我们反击了。雷千山满脸激动道，此事需要保密，除了你们3人，谁也不许告诉我。王虎语气严肃道，诺。白鱼双3人齐齐抱拳低手，不再讨论。小鱼儿下午跟我去趟安西郡城，我要去看看虎字营招募怎么样了。王虎对着小鱼儿说道。好。小鱼儿点点头道。下午未时3刻，安西郡城军营教场。王虎带着小鱼儿10几骑进入军营，老远就看到郑远山和张大山在点将台上训练新入伍的士卒。杀杀杀，整个教场上数千新兵士卒手持长枪，不断练习着进攻和防守阵型，一会杀声震天，一会退如潮水。从整体来看，数千新兵士卒训练还不错，可见郑远山还是非常用心的。停！点将台上，张大山见到王虎一行人到来，立即大喝道：所有人立，拜见将军！郑远山朝着缓缓走来的王虎单膝下跪，大声高喝道：拜见将军，拜见将军！随着张大山也单膝下跪，整个教场上的数千新兵士卒全部单膝跪下，黑压压的一大片，场面极为壮观。都起来吧！王虎双目威严，大手一挥，抬脚登上了点将台。多谢将军！郑远山带头大喊，数千新兵士卒整齐划一地站起身。郑营主，新兵训练得不错吗？王虎走上点将台，嘴角含笑道：都是将军新兵训练手册编得好，要不然我也无法短时间将他们训练成这样。郑远山笑呵呵道：新兵训练手册乃是王虎耗费足足3个日日夜夜编写而成的，如今已经成为镇北军的镇军之宝。上面不但详细记载了如何训练新兵士卒，还有王虎根据大前军队中的枪术，重新自创了一套游龙枪法。虽然游龙枪法只有简单的9式，但却非常实用，杀伤力丝毫不弱于血战8刀。目前虎字营士卒招募够了吗？王虎望着教场上的数千士卒，估摸着应该有4、5千人了。只多不少，光是教场上就有5000之众，另外还有1000士卒前几日送去铜山营了。我听秦大人说，5座县城的募兵处都快被挤爆了，几乎所有的青壮男子都想加入镇北军。郑远山满眼惊叹道：没办法，谁让虎头开出的待遇那么好，不想加入镇北军才是傻子。张大山在一旁黑笑道：说的也是，据我所知，凉州军最精锐的4大营待遇也赶不上我们镇北军的一半。郑远山笑着道：镇北军的待遇未来只会更好，我要让大前所有的军队都羡慕我们。王虎笑着道：兄弟们，知道他是谁吗？郑远山朝着教场上的5000士卒大喝道：他是镇北将军王虎。一名站在前排的士卒大声说道：没错，他就是击败草原7万铁骑，收复西山关的大英雄王虎。我们虎字营也是取自王虎将军的名字，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辱没了虎字营的旗号。郑远山大声怒吼道：虎字营，虎字营！张大山拔出点将台上一杆崭新的虎字大旗，使劲摇旗大喊道：虎字营，虎字营，虎字营！5000士卒放声呐喊，震动云霄，声音响彻整个安西郡城，引来无数百姓在军营附近围观。郡守府，来人，去看看军营那边在喊什么。大厅中正在议事的秦卫宁对着门口守卫说道：诺。守卫连忙走出府衙，没过多久折返而回。郑远山在搞什么？大白天弄出那么大动静。坐在秦卫宁下手的柳青山吹胡子瞪眼道：回禀大人，似乎是镇北将军来了，所以军营才欢呼不已。守卫低头拱手道：王将军来了。闻言，秦卫宁豁然起身，直接走到了门口。秦兄，我和你一起去军营。柳青山拿起拐杖，快步走到门口道：你腿脚不方便，还是在这里等我吧，现在天色也不早了，等会我在府上设宴，一起招待王将军。秦卫宁轻轻拍了拍柳青山的肩膀道：好吧，那今晚你可要好好陪我喝几杯。柳青山觉得自己这样冒冒失失的前往军营确实也不太好，于是也不再坚持。放心吧，今晚一定让你喝个痛快。秦卫宁嘴角轻笑，急匆匆朝着院外走去。大哥，发生了什么事？如此慌忙？
秦卫宁刚走出院门，耳边忽然传来一道美妙轻柔的声音：“魏娘，你来的正好，王将军来郡城了，你赶紧去安排晚宴，今晚我要好好设宴招待他。”见到来人，秦卫宁踌躇满志地说道：“王将军，可是那位连战连捷击败7万羌胡骑兵的王虎将军吗？”来人正是秦家的大小姐，秦卫娘也是秦卫宁的亲妹妹。虽然秦卫娘如今已20有8，但还是待字闺中的黄花闺女。不过虽年近30，但秦卫娘却生得花容月貌，闭月羞花，皮肤容颜保养得非常好。只见她眉如远黛，眼似秋水，肌肤胜雪，体态丰盈，身形曲线极是曼妙，盈盈一握的杨柳腰更如风中细柳般柔韧，将上下身段衬得愈发分明有度。饱满丰腴的双峰，线条圆润挺翘的臀部，无不彰显出她成熟妩媚的风姿。城内传言，要不是秦卫娘常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安西郡第一美人的称号还落不到柳如雪的头上。10年前，有一位书生无意间看见秦卫娘的惊世容颜，不禁感叹道：“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从而让秦卫娘名声大振，引来无数官宦子弟和富家子弟的追捧爱慕。后来，若不是因为连续3任未婚夫全部意外身死，让她落了个克夫的名头，她也早已嫁作人妇了。正因如此，年约28的秦卫娘依然保留着清白之身。这件事甚至已经成为城内百姓茶余饭后的笑谈了。没错，正是那位王虎将军。秦卫宁点点头道：“好的，我明白了，大哥你去忙吧。”秦卫娘美目闪烁，轻点真手道：“辛苦你了。”秦卫宁不再啰嗦，快步朝着郡城大营赶去。叶儿，让膳房和茶房准备最高规格的晚宴，速度要快。秦卫娘对身旁的贴身丫鬟叶儿吩咐道：“是，大小姐。”丫鬟叶儿微微欠身，急忙朝着府中的膳房方向走去。这位王虎将军身体应该很不错吧？秦卫娘眼眸深处闪过一抹愁思，白皙玉手轻轻抚摸着自己的如玉脸庞，心中似乎暗暗下了什么决定。傍晚，郡守府偌大的宴会大厅中，烛火通明，座无虚席。在场除了王虎、秦卫宁、郑远山、小鱼儿、张大山、郡城李长仙、长史孙守望等一众官员外，其余座位上的宾客也大多是安西郡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比如军旅世家的柳家、柳青山，城内最大粮商的沈家、沈三千都在此列。众人纷纷落座后，一阵美妙的乐声在大厅中缓缓响起。紧接着，9名身段妖娆、面容娇媚、身着雨衣和彩裙的美丽舞姬从大厅外鱼贯而入，随着音乐的伴奏声，在大厅中央慢慢舞动起来。诸位，让我们共同举杯，一同感谢王将军为我们安西郡打跑了胡贼。宴会开始后，与王虎并列宴席主位的秦卫宁朝着大厅众人举起酒杯道：“多谢诸位。”王虎笑着举杯，同众人一起喝下了杯中酒。将军终日为安西郡奔波劳碌，这次回到郡城一定要多待上几日。我已命人在之前都尉府的基础上加以扩建修整，暂时征用为镇北将军府。这样一来，将军在郡城也算是有一座府邸了。日后将军若不喜欢，我再命人重新为将军建造一座镇北将军府。秦卫宁对着王虎举起酒杯笑道：“秦大人有心，新建将军府就不必了，有一处能落脚的府邸就可以。”王虎微微摇头，他可不想劳民伤财，被人诟病。好，那我尽快督促匠人们完工，再给将军府配好歌姬、仆人，让将军可以尽早入住进去。这几日，将军就先住在我府上，让我好好依尽地主之意。秦卫宁见到王虎没有拒绝，嘴角轻笑道：“哈哈，温柔乡可是英雄种，秦大人，你这是想让王将军乐不思蜀啊？”柳青山坐在下手的桌子旁，开着玩笑道：“近日军务繁忙，我确实无法长时间在城内逗留，明日一早就要赶回西山关。”王虎顺着柳青山话语说道：“如今大战初定，又恰逢冬季来临，将军确实有很多事务要忙碌，是我想的不周到。”秦卫宁满脸感叹道：“将军在下沈家粮铺沈三千，早闻将军雄姿英发，卓尔不群，今日有幸见到将军真容，实乃三生有幸。”沈三千站起身来，朝着王虎拱手自我介绍道：“秦大人跟我提起过你，说你在胡人围城期间大开粮仓，救济流民，做得非常好。从下月起，镇北军粮全部由你沈家粮铺来供应。”王虎目光炯炯地说道：“多谢将军，沈家今后一定以将军马首是瞻，绝不负将军大恩。”沈三千满脸惊喜地躬身一拜道：“只要诸位真心为安西郡着想，我王虎也绝不让各位吃亏，希望大家今后同心协力，将安西郡发展得越来越好。”王虎对着众人举杯大声道：“将军放心，我们一定上下一心，绝不负将军所托。”秦卫娘代表众人表态道：“好，大家一起干。”王虎大笑着将杯中酒一饮而尽。酒过3巡，菜过5味，大厅内的气氛逐渐热烈起来，众人相互攀谈，
气氛融洽。音乐也从合奏换成了琴音独奏，9名歌姬依次退出宴会大厅，重新走进来一位蒙着白色面纱的宫装女子。宫装女子体态丰盈，秀发高盘，随着身体翩翩起舞，头上的凤钗金步摇也连连摇晃，熠熠生辉。咦，喝得半醉半醒的秦卫宁忽然发现大厅中跳舞的歌姬极为眼熟，尤其是那一双带着淡淡伤感的秋水眸，更是让他一激灵。怎么了，秦大人？王虎此时正悠闲地欣赏着大厅宫群女子的曼妙舞姿，准确来说是曼妙身姿。盈盈可握的柳腰，挺拔丰满的双峰，优美的臀部曲线，一双柔情似水的眼眸，都让他有些口干舌燥。没事没事，好像有点喝多了。秦卫宁摇了摇脑袋道。时候不早了，秦大人要不先去休息吧，我也准备就寝了。王虎伸着懒腰打了个哈欠道。也好，那我让人安排将军去沐浴休息，明早我们共同用膳。秦卫宁点点头道。好。王虎起身与秦卫宁一起朝着大厅外走去，而随着王虎和秦卫宁离席，众人也纷纷散场离去，只有柳青山盯着站在大厅门口候着的蒙面宫装女子，眼露好奇。小魏娘。柳青山走到大厅门口，试探性地唤了一声。您认错人了，我是月娘。宫装女子轻声回应道。哎，年纪大了，眼睛也花了，回家去了。说完，柳青山摇摇头，拄着拐杖一瘸一拐走出了郡守府。燕儿，去给王将军准备热水，我先回房了。宫装女子正是秦卫娘，她对着大厅门口候着的丫鬟燕儿吩咐一句后，急忙朝着后院走去。雾气缭绕，热气腾腾的房间中，王虎舒服地躺在巨大浴桶中，浸泡着略微疲惫的身体。下午，他在教场亲自率领5000士卒操练游龙9式，由于用力有些过猛，让他这远超常人的身体竟也有些乏了。不过相比于其他人，他这副身躯已经非常牛叉了。古铜色的肤色，健硕的身躯，微微隆起的胸肌和腹部6块腹肌非常匀称。在系统属性的加持下，他这具身躯既不缺乏美感，也不缺乏爆发力。咔咔咔，王虎右手五指紧握，一阵清脆的骨骼咔咔声响起。虽没测试过，但他觉得如今自己的一拳之力应该能轻松轰碎一块万斤巨石，堪称人形暴龙。吱呀！正当王虎闭着双眼享受沐浴时，房门被人轻轻地推开。来得正好，帮我揉揉肩，擦擦身体。王虎眼眸半睁，若隐若现看到一名身着白色纱裙，体态曼妙的女子走到了他的身后。他以为这是秦卫宁专门为他安排的宴后节目，自然欣然笑纳。殊不知，真正来服侍他的2名貌美歌姬已经被守护在院子门口的丫鬟给打发走了。说实话，作为一名20岁的小伙子，正是火力猛的时候。这段时间他没去碰那些被胡人劫掠来的良家女子，已经是非常有道德了。而且在他的带头下，镇北军军纪严明，并未发生侮辱女子的事件发生，这在大前王朝军队中也算是一件稀奇事了。毕竟很多军队经常用女人来犒赏士卒，也算是激励士卒的一种方式。当然最主要是省钱。是。曼妙女子温声细语，站在浴桶后，伸出一双白皙细嫩的藕臂，轻轻抚摸着王虎的2边肩膀和坚硬胸膛。哗啦，感受到曼妙女子手指若有若无的挑逗，王虎从浴桶中豁然站起，阳刚完美的身躯全然呈现在女子一双柔情似水的眼眸中。陪我一起洗吧。王虎看着眼前女子惊人的绝美容颜，心神微震，手掌抓住女子的手臂，将其一把拉入了浴桶中。啊！绝美女子发出一声惊呼，嘴唇被王虎霸道的吻住，曼妙娇躯也被王虎紧紧抱住，一双大手不停在她身体各处游走。将军，不要在这里。一番激吻过后，绝美女子察觉到王虎气息越发狂野，双手轻轻推开王虎胸膛，媚眼如丝地说道：好。看着绝美女人嘴角的晶莹，王虎嘴角轻笑，决定尊重她的要求。哗啦，王虎双手抱着绝美女人柔弱无骨的娇躯，大步走出了浴桶。擦拭完身上的水渍后，王虎又将绝美女人拦腰抱起，一步一步朝着红烛摇曳的卧房中走去。将军，请联系奴家。绝美女子两眼水汪汪地看着近在咫尺的俊朗脸庞，丰腴的白皙身体轻轻扭动道：好。王虎眼中含笑，4片嘴唇相交，享受着身下女人的温柔与缠绵。春宵帐暖，红烛摇曳，整个房间泛起无边春色。早晨，辰时3刻。王虎从睡梦中醒来，发现枕边人已不在，想起昨夜的疯狂，嘴角不禁流露出一抹轻笑。一夜7次郎，哥还是那么猛。掀开身上的鸳鸯被，王虎发现床单上的一抹嫣红，又想起昨夜女人刚开始的痛苦神色，心中微微惊讶。这秦卫宁真不错，竟然为我准备了那么一份大礼。王虎想到昨晚的极尽缠绵，那绝美女子身体就像是水做的一般，无论什么姿势都能满足他。宿主，
王虎20岁，伴侣萧景之、萧景月、萧景书、陆烟儿、梁诗诗、秦卫娘，每跟伴侣同房一次，有机会获得1点随机属性点。体力45，正常成年者5；力量45，正常成年者5；敏捷38，正常成年者5；智力18，正常成年者5；幸运3，幸运点越高，宿主获得奇遇的几率越大。功法0，功法可依靠属性点提升品级。武技血战8刀，熟练度11，有龙9式，熟练度10。武技无法使用属性点提升，只能自行修炼提升。猎杀系统，猎杀各种生物，有几率获得随机属性点。注：当体力、力量、敏捷、智力4项属性点全部提升至100点时，新获得属性点可以保留3日，并可以自由增加某种属性，或者用来提升功法品级。注：幸运属性和武技熟练度无法使用属性点数提升。她叫秦卫娘，难道她是秦卫宁的妹妹？看着系统面板上出现的第6位伴侣名字，王虎目光微微闪烁。一个晚上，秦卫娘居然为他贡献了3点属性，比萧景之他们5人3天加起来都多。这是巧合，还是说秦卫娘乃是他的先天炉鼎，让他有些捉摸不定？算了，有机会和他再试试就知道了。王虎散去脑海中的系统面板，回忆起秦卫娘的绝世容颜和如水娇躯，心中升起一股想立刻将秦卫娘娶回家的冲动。实话实说，秦卫娘的美貌与萧景之相比也丝毫不落下风，但若论身段，哪怕是萧景之都要略逊一筹。秦卫娘，难道秦家这是想跟我彻底绑定了？王虎起床穿衣，简单洗漱一番后，走出了房间。将军大人正在客厅等你用膳，还请随女婢来。一名守候多时的娇俏丫鬟见到王虎走出房间，立即上前躬声道：好，带路。王虎点点头，行走到半路，忽然开口道：秦卫娘可是你们秦家的大小姐？回将军，确实是我们秦府大小姐。丫鬟回答道：那她年方几何了？王虎面露好奇道：大小姐年方20有8。丫鬟轻声回道：28了。王虎目露思索，28岁还未出阁，放在这种年代可是极不合理的。而且秦卫娘无论身材样貌都属于祸国殃民级别的，不可能这么多年没人上门提亲。难道这其中有什么难言之隐？王虎一边思索一边行走，不知不觉来到了秦卫宁用膳的客厅门口。将军昨夜睡得可好？见到王虎走来，秦卫宁满面笑容地迎上来道：甚好甚好。王虎微笑点头，昨晚你把自己的亲妹妹都送过来了，能睡不好吗？睡得好就行，将军若是觉得不错，可以在府上多住上几日。秦卫宁将王虎领进客厅，坐下来后笑道：这恐怕有点不太好吧。王虎想了想，最近好像也没有什么要紧事情处理，在秦家小住几日似乎也无妨。没什么不好的，我秦家主脉老小都远在永安城，这府邸除了我和舍妹2人，就只有些家丁奴婢，若将军能多住些10日，也让我这座府邸蓬荜生辉啊。秦卫宁笑着说道：哦，秦大人还有一位妹妹留在郡城？王虎眼眸微动道：没错，舍妹秦卫娘因为前3任未婚夫婿皆意外身亡，导致她心灰意冷，不愿再谈嫁娶之事。如今她已28岁，还待字闺中，实在让我这做兄长的汗颜啊。秦卫宁摇头叹息道：3任未婚夫婿全都意外身亡。王虎眉头轻皱，觉得是有蹊跷。不过从秦卫宁的言语中，似乎并不知道昨晚服侍他的女子乃是秦卫娘，那为何秦卫娘又会主动献身于他呢？仰慕他，美人爱英雄，还是另有所图？是啊，全是在2家定下婚约后不久意外身亡，第一位战死沙场，第二位溺水而亡，最后一位乃是坠马伤重而死。秦卫宁满脸无奈地说道：这样看来确实都是意外。王虎点点头道：是啊，正因如此，坊间无聊之徒还给舍妹冠上了克夫的名头，使得数年来都无人敢再登门提亲。秦卫宁眼中闪过一抹怒气道：拜见老爷。王将军，大小姐说她身体有些不适，就不前来用餐了。2人交谈间，秦卫娘的贴身丫鬟燕儿走进客厅，躬声道：昨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身体不适了？去找大夫来看看，另外让膳房熬点粥送过去。秦卫宁眉头轻挑道：是，奴婢告退。丫鬟燕儿偷偷瞄了王虎一眼后，转身快步离开了客厅。不好意思，让将军见笑了，原本还想让舍妹给将军问安，看来只能等下次了。秦卫宁满脸抱歉地说道：无妨，以后会有机会见的。王虎嘴角轻笑，昨晚2人都坦诚相对了，还谈什么见不见的？不过秦卫娘身体不适可能是真的，毕竟昨夜要了她7次，正常女子身体肯定是吃不消的。吃过早膳，王虎和秦卫宁走出后院，刚来到府门口，
就见到小鱼儿面色匆匆地纵马而来。虎头，铜山马场斥候来报，说有一支2000人左右的精锐骑兵正在朝着马场方向而去。小鱼儿翻身下马，快步踏上台阶，走到王虎面前，低声道：“可知是哪里的骑兵？”王虎微微皱眉，羌胡骑兵刚撤退不久，不可能悄无声息地杀回来，况且只有2000人而已。事后说他们全部身着银白锁甲，手持银枪，还扛着一根赤红色的染字大旗。小鱼儿仔细回想道：“是凉州的银甲骑兵，领兵的应该是凉州骑兵都尉冉洪，他是郭奉贤麾下的4大金刚之一，为人张扬跋扈，但实力极为不俗，听说有着6品5夫的战力。”秦卫宁目光闪烁道：“凉州骑兵跑到我们安西郡做什么？”小鱼儿满脸愤愤不平道：“他们是想来要马。”王虎一眼看穿郭奉贤的意图，明摆着是忍不住来抢占利品了。而他和朝廷做交易的事情，郭奉贤肯定也知道了，否则不会等这么长时间才过来。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小鱼儿眉头紧锁道：“你立刻去青阳谷马场，让雷千山他们带领所有骑兵赶往铜山马场，我倒要看看他们如何从我手里抢走一匹战马。”王虎眼眸冰寒道：“诺。”小鱼儿抱拳点头，立刻走下台阶，骑上马匹，带领着几名骑兵朝着城门口快速奔去。秦大人，我先去铜山马场看看，改日再登门拜访。王虎对着秦卫宁抱拳道：“将军，需要不需要将虎子迎调过去？毕竟郡城距离铜山马场并不算远。”秦卫宁提议道：“不用，区区2000人就敢跑到安西郡来撒野，他们也太看不起我王虎了。”王虎咧嘴一笑，眼眸深处闪过一抹凶芒。老虎不发威，还真当自己是病猫啊！7万羌胡骑兵都被他打得落荒而逃，区区2000金甲骑兵就想来抢马，简直是笑话。那好吧，将军一定要多加小心，能不冲突最好不要冲突，毕竟凉州可是拥有6万大军。秦卫宁善意地提醒道：“放心，我做事有分寸。”王虎嘴角勾起，转身走下台阶，骑上一匹战马，带着10几名黑甲骑兵朝着铜山马场快速奔去。郡守府后院，小姐，王将军好像骑马出城了，您确定不跟他表明自己的身份吗？丫鬟燕儿端着一碗菜粥走到床前，对着面色酡红依靠在床头的秦卫娘轻声道：“我头顶着克夫的名号，年纪又比他大上8岁，如何与他坦白身份？我只希望能怀上一个孩子，成为一个完整的女人，此生就算无憾了。”秦卫娘用手轻抚着小腹，希望昨夜的疯狂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小姐，你明明长得倾国倾城，干嘛要这样委屈自己？燕儿替秦卫娘打抱不平道：“我没有委屈，名分对我而言如浮云，我只想安安稳稳地度过此生。”秦卫娘眼神温和，想起昨夜王虎对她身体的迷恋，嘴角不禁流露出丝丝笑意。铜山堡议事大厅，报！启禀营主、副营主派人前来求援，说有一支数千人的银白铠甲骑兵正在朝着马场行进。一名传令兵走进大厅，对着正在议事的柳征北抱拳，大声道：“银白铠甲骑兵！”柳征北眉头紧皱，目光闪烁片刻，急声道：“是凉州的银甲骑兵，快传我军令，3000大盾枪兵立即赶往马场。”诺！大厅众人纷纷起身抱拳，不明白凉州骑兵跑到安西郡做什么。当初羌族骑兵肆虐安西郡全境时，6万凉州军没有丝毫动作，如今羌族骑兵被赶走了，他们倒是来耀武扬威了。想到这里，众人满脸愤慨，都对这支到来的银甲骑兵报有极大敌意。铜山马场东北10里处，对，前面10里就是铜山马场了。身着银色铠甲，头戴银盔的周莽手指着前方无尽田野道：“目标马场，加速前进。”在他身前，身着一套暗金色铠甲的浓眉男子，正是这支银甲骑兵的统领冉洪。咚咚咚，2000银甲骑兵纵马狂奔，犹如一股银色洪流，快速穿过茫茫原野，出现在马场哨兵的视野中。砰砰砰，沉闷的战鼓声在马场内响起，上千名手持大盾长枪的士卒快速冲出马场，在马场大营门前排列成整齐的防御战阵。咚咚咚，2000银甲骑兵距离马场越来越近，沉重的马蹄声犹如闷雷般敲击在上千大盾枪兵的心头。全军列阵，准备死战！副营主李二牛大吼一声，排在战阵最前排，双目紧盯着快要冲到眼前的银甲骑兵大军。以冉洪和周莽为首的银甲骑兵在距离马场大营门口还有30米时，勒住马绳，胯下战马陡然停止奔跑。扑通，一名站在前排的新兵士卒在2000银甲骑兵强横气势冲击下，心神不稳，竟然晕倒了。哈哈，竟然被吓晕一个！这一幕引得2000银甲骑兵哈哈大笑起来。一群泥土子新兵也敢阻拦本将军？纵马来到上千名大盾枪兵面前的冉洪面露讥讽道：“
你们主事的呢？让他赶快出来拜见冉将军。周莽骑马来到冉红身旁，朝着1000名大盾枪兵厉喝道：我便是马场主事，你们是何人？来此有何目的？身着一套黑色战甲，披着一件黑色披风的李二牛从战阵中向前迈出2步道：佟山堡不是柳征北管辖吗？你是谁？周莽面露不屑道：我乃镇北军旗下铜山营副营主李二牛，奉命镇守铜山马场。李二牛中气十足的大喝道：哼，安西郡乃归凉州管辖，没有刺史大人手谕，谁允许你们在此私建马场的？今日我等奉刺史大人之命，要将马场拆除，所有马匹全部迁往凉州马场，尔等还不速速退下？周莽目光凶悍的大喝道：我不知道什么刺史大人，我只知道我奉命保护马场，闲杂人等不许靠近马场。李二牛虽然慑于银甲骑兵的威势，不敢驱逐对方，但也寸步不让。哼，你是奉谁的命？难道在凉州还有比刺史大人更大的官吗？周莽面露冷笑道：他是奉我3品镇北将军的命令，有什么不可以吗？王虎人未到，升先至，10几名黑甲骑兵如狼似虎地冲到马场大门前。王虎见到来人，周莽面色大变，眼眸深处更是闪过一抹恐惧。他就是王虎。一直没有说话的冉红目光灼灼地盯着王虎身影道：没错，他就是王虎。周莽点点头道：真是好大的魄力，仅带10余骑就敢跑过来跟我2000银甲骑兵对峙。冉红眼中闪烁着丝丝杀意，似乎在考虑要不要将王虎一举斩杀于此。李二牛拜见将军。李二牛见到王虎到来，顿时底气十足的单膝下跪道：我等拜见将军。1000大盾枪兵全都随着李二牛单膝下跪，声浪震天。诸位兄弟请起，有我在，没人能欺负你们。王虎大声沉喝道：好大的口气，你以为仅凭区1000新兵士卒能挡得住我们2000精锐铁骑吗？周莽看着王虎享受众人敬仰的目光，忍不住出言嘲讽道：周莽，还记得我当初跟你说过的话吗？王虎目光冷冽地盯着周莽道：他真没想到周莽竟然还敢跑回安西郡，并且还好死不死地带人来抢他的马，这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吗？真是不知死活啊！王虎，你休要嚣张，我已是刺史大人亲封的银甲骑兵军副都尉，就算你是3品镇北将军，也无权管我。周莽抬起下巴，满脸嚣张地说道：谁人敢来我铜山堡撒野？周莽话语刚说完，柳征北率领的铜山营3000大盾枪兵也及时赶到，直接将2000银甲骑兵给半包围了起来。柳都尉，按照大前律法，下官见到上官若不行礼拜见，该当何罪？王虎眼神玩味道：回禀将军，按以下犯上论处，轻则重打100军棍，重则斩首示众。柳征北故意仰着脑袋大喝道：你们2人见到本将军为何不见礼？王虎目光冷冽地盯着冉红和满脸憋屈的周莽道：冉红拜见将军，因有戎甲在身，不便行礼，还请将军见谅。冉红不卑不亢地朝着王虎抱拳拱手道：这样的举动倒让王虎有些意外了，他还以为冉红会无视自己，甚至出言嘲讽自己的不自量力。现在看来，这冉红并不像秦为宁所说的那般张扬跋扈，至少对方还算有脑子。周莽，见过将军。见到冉红都低头服软，周莽也是满脸不服气的瓮声道：听不清，大点声。王虎面容淡淡道：末将周莽拜见镇北将军。周莽面色涨红的大声怒吼道：那么大声做什么？我耳朵又不聋。王虎满脸无语的说道：你不要欺人太甚。接连受到侮辱，周莽觉得要控制不住自己了。镇北将军何必跟一个下属斤斤计较？今日我来此处是奉刺史郭大人之命来借马的。冉红脸色平静道：不见。王虎想都未想，直接拒绝。王将军，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冉红目光陡然森冷，身后的2000银甲骑兵也个个目露凶芒。耳聋吗？本将军说不见。王虎嘴角冷笑，随即话锋一转：想要马很简单，拿银子和粮食来换。王将军，你可知道拒绝刺史大人的后果？冉红左手轻轻按照腰间刀柄道：什么后果？我还真想知道。王虎嘴角上翘，眼神充满挑衅道：噌！周莽豁然拔出腰间战刀，大声厉喝道：冉将军何必跟他废话，直接杀了他，将这马场夷为平地。你敢对我拔刀？王虎眼睛微眯道：我不但敢对你拔刀，更敢杀了你。来之前刺史大人就说过，允许我等便衣行事，天塌下来也有人顶着。周莽目露凶光道：是吗？王虎嘴角勾起，刚想有所动作，一阵阵宛如闷雷般的马蹄声从南方大地席卷而来。这是哪来的骑兵？望着南方地平线出现的黑色洪流，
冉红默默松开了刀柄，眼神充满了惊骇。据他得到的情报，安西郡最多不过1000余骑兵，但眼前出现的黑色洪流，少说也有3000人马。3000骑兵对2000骑兵，还有4000虎视眈眈的不足，怎么看他都没有任何胜算。雷千山拜见将军，白鱼霜拜见将军，纳兰苍鹰拜见将军，李长安拜见将军。3500余骑抵达马场周围，雷千山、白鱼霜4人纵马来到王虎面前，抱拳低手，大喝道：“把他们给我围起来，一个都不许放跑！”王虎目光冷然道：“诺。”4人点头，随即率领各部人马将2000银甲骑兵团团包围了起来。在4000部族的配合下，2000银甲骑兵被团团围困，根本没有逃跑的机会。他们身上的铠甲竟然都是巨装重甲。一名银甲骑兵校尉看着那些身披黑色重甲的黑甲骑兵，双目震惊的在冉红身后小声嘀咕道：“不是说他们的铠甲都是用羌胡骑兵的皮甲东拼西凑缝制而成的吗？怎么会突然变成与黑旗军一样的巨装重甲了？”另一名银甲骑兵校尉同样满眼惊骇道：“黑旗军的巨装重甲可是实打实的重装骑兵装备，战士人马皆披重甲。眼前的黑甲骑兵虽然马匹没有披挂重甲巨装，但人身上的甲胄却是真正的重装铠甲。面对3000人的重甲骑兵，哪怕没有周围的4000大盾枪兵不足，他们2000金甲骑兵也根本不够看的。金甲骑兵虽然也身着铠甲，但甲胄要比重甲防护弱上许多，两者若是厮杀起来，一个重甲骑兵就能对付4、5个金甲骑兵。在大前军队中一直流传着黑骑不满万，满万不可敌的说法，就足以说明重甲骑兵的强悍战斗力了。都给我闭嘴！听到身后的议论声，冉红低喝一声。他其实也发现黑甲骑兵不对劲，又联想到前段时间朝廷给安西郡送来的数百辆物资补给，不禁心头一震。以往朝廷绝不会让骑兵重甲装备流入边军的，可没想到现在竟然拿出来数千套送给了镇北军。由此可见，镇北军在朝廷心目中的地位远胜凉州军了。王将军，今天是场误会，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冉红皮笑肉不笑地说道。他知道这是王虎故意给凉州军的一个下马威，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明白，如今的安西郡可不会再任人揉捏了。误会吗？王虎目光望向手持马刀的周莽，嘴角冷笑道：“赶快把刀收起来，谁让你擅自拔刀的？”冉红面容大怒，真想一巴掌呼死周莽，早知道就不带这蠢货一起来了。柳都尉，以下犯上，该当何罪？王虎见周莽还未将刀收起，大声喝问道：“以下犯上，对上官拔刀相向，按律当斩。”柳征北双目杀机毕露道：“将周莽拿下，按军法处置。”王虎冷喝道：“诺。”柳征北等的就是王虎这句话，立即带领几名校尉朝着周莽走去。谁敢过来，我斩下他的狗头！见到王虎真要斩了自己，周莽面露惊恐，纵马挥刀阻拦柳征北几人的靠近。王将军，可否给俺某一个面子，此事就此作罢？我现在立刻带兵返回凉州城，就当今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我可向你保证，刺史大人也绝不会追究此事。冉红见到王虎真要动手，立即对王虎低头服软道：“你最多一个五品偏将，我需要给你面子吗？”王虎眼眸淡漠地看着面色清白变幻的冉红，就是想要故意激怒他镇北将军，确实不需要给我面子，但凉州刺史乃是从2品大员，郭大人还身兼正2品征北将军之职，他的面子够吗？冉红强压心中的怒火道：“别拿郭凤贤来压我，别说他今天不在这里，就算他在这里，我照样不给他面子。”王虎满脸狂傲地说道：“你不是张扬跋扈吗？老子比你还张扬跋扈，看你能怎么办？王将军，你这是要跟我们凉州军彻底撕破脸吗？”见到王虎不依不饶，冉红牙齿咬得咯吱作响道：“你不觉得自己这话说得很可笑吗？是谁刚才说要移平我的马场，还要强行建马的？冉将军的记性不会这么不好吧？”王虎一脸嘲弄地说道：“冉将军何必跟他废话，我们直接杀出去，凭我们2000能征善战的精锐铁骑，不相信打不过这群泥土子新兵。”周莽摆出一副英勇无畏的模样道：“蠢货，你给我住嘴！”冉红真想一刀宰了周莽，傻子也能看清现在的情势对他们非常不利。真要打起来，将近8000镇北军能轻轻松松把他们2000人吃干抹净。确实聒噪，给我滚下来！王虎面容冷冽，抓起身旁一名黑甲骑兵手中的长枪，朝着周莽身下的战马用力掷去。砰！一枪掷出，血花迸溅，周莽胯下马匹脖颈瞬间被洞穿一个拳头大的血窟窿，战马直接被一枪毙命。扑通！马匹连哀鸣都没来得及发出，巨大尸体就带着周莽身体一起仰头再倒在地面。拿下！见状，柳征北报喝一声，4名如狼似虎的亲卫士卒立即提刀上前，
将周莽身躯从战马的尸体下拖了出来。你们想干什么？我乃凉州骑兵营副都尉，你们无权抓我！周莽大声怒吼，两条手臂被2名亲卫士卒死死抓住，另外2名亲卫士卒则将手中的刀刃架在了周莽的脖子上，让他根本不敢死命挣扎。一旦挣扎过度，锋利的刀刃可以轻松割断他的喉咙。将军，醉将周莽已被擒拿，是否就地处决？柳征北眼神无比痛快道：以前周莽仗着周尚是安西郡都尉，没少欺压他，今天他终于有机会报仇了。杀！王虎面容冷峻道：诺！柳征北大声应道，右手拔出腰间环手刀，一步一步走向面无血色的周莽。柳征北，你若敢杀我，我叔父不会放过你的。周莽双腿被按压跪地，抬头看着柳征北手中映射寒芒的长刀，眼神极为惊恐道：周莽，你在安西郡城作恶多端，强掳民女，没想到会有今日吧？柳征北双手握住刀柄，眼神冷酷地走到周莽身旁道：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看着柳征北缓缓举起的长刀，周莽奋力挣扎道：你不是知道错了，而是知道自己要死了。咔嚓！柳征北话音刚落，手中锋利刀刃迅猛斩下，一颗喷洒着鲜血的头颅咕噜噜滚落到了冉红等人的马蹄下。王虎，你敢擅杀朝廷命官，我定要刺史大人狠狠参你一本。冉红看着周莽死不瞑目的头颅，又惊又怒道：我乃朝廷亲封的安西郡行军大总管，对5品以下官员有先斩后奏之权。周莽身为安西郡城校尉，羌胡骑兵肆虐安西城外时，他不想着对抗胡贼，反而私自弃城而逃，论罪当诛。今日杀他，乃是明正典刑，并不仅仅因为他对本将以下犯上，本将军气量可没那么小。王虎义正言辞的大声道，让冉红无言以对。众所周知，周尚和周莽都是安西郡的人，王虎用临阵而逃的罪名杀周莽，他还真无法辩解。甚至只要王虎愿意，连周尚也能用这个罪名直接杀了，朝廷也不会真的怪罪于他。人你也杀了，威也立了，现在能让我们走了吗？冉红嘴唇紧抿道：你把我们安西郡当成什么地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李二牛怒气冲冲地说道：那你们想怎么样？冉红满脸铁青道：谢家。王虎冷喝道：你说什么？冉红以为耳朵听错了，双目不可置信地问道：镇北军，我刚才说什么？大声告诉他！王虎大声高喝道：谢家，谢家，谢家！8000士卒连续3声谢家，声浪直冲九霄，震得2000银甲骑兵个个脸色惨白，在吴之前高高在上的姿态。士可杀，不可辱！冉红右手死死握住腰间刀柄，但最终在王虎冷酷眼神的注视下，没敢真的拔刀。他知道，一旦真的拔刀，局面将彻底不可挽回。而王虎似乎也在等着他拔刀。想到这里，他不禁冷汗连连，差点踏入了王虎的圈套中。李二牛，准备1000匹上等战马，用来交换凉州兄弟给我们送来的2000副骑兵铠甲。见到效果差不多了，王虎声音淡淡道：诺。李二牛大声应道，转身朝着马场内快步走去。作为王虎从小到大的铁杆小弟，他自然能听出王虎话语中上等战马的意思。1000战马换取2000套金甲，看似吃亏，实则赚了一大笔。当初王虎带领他们打败3大羌胡部落，缴获了3万多匹战马，但其中有数千匹战马都是老弱病残。而王虎口中的上等战马，自然就是那些老弱病残的战马。若是放到市面上，这样的战马连10两银子都不值。很快，李二牛带人从马场里真的牵来了1000匹战马，不过傻子都能看出来，这些战马每匹都有问题。冉将军，你不是想要战马吗？给你们牵来了。作为交换，请你们把身上的甲胄都脱下来。王虎非常有礼貌地说道。王虎，你不要欺人太甚。看着那些骨瘦如柴、伤痕累累的马匹，冉红差点一口老血喷出，脸色极为难看。怎么，还是不肯脱？难道还要我们替你们脱吗？王虎双眼闪烁着危险的光芒道。全军卸甲。面对王虎的威胁，冉最终红选择了屈服，主动脱下了身上的甲胄。对，脱！一名校尉想要说话，被冉红直接出声打断。哗啦啦！最终2000银甲骑兵全部把身上的银色铠甲脱了下来，个个低着头，满脸憋屈。哈哈，还是虎头会做生意。见到不可一世的凉州铁骑，不费吹灰之力的就被王虎缴了械。雷千山对着小鱼儿、白鱼霜、纳兰苍鹰几人大笑道：敢来招惹虎哥，算他们倒霉。小鱼儿也忍不住笑道：这个家伙做事总能出人意料。白鱼霜美目轻眨，没想到王虎会把2000两凉州骑兵给扒光了。将军太厉害了，凉州骑兵太惨了，嘿嘿嘿。
纳兰苍鹰嘿嘿直笑道：“好了，马匹你们可以带走了，欢迎下次再来。”王虎大手一挥，周围的黑甲骑兵纷纷散开，给冉红和2000失去铠甲的骑兵让开了一条宽敞大道。我们走。冉红翻身上马，强忍着阵阵袭来的寒风，带领2000凉州骑兵马不停蹄地快速离去。喂，你们的1000匹上等战马不要了吗？李二牛对着飞奔逃离的2000骑兵放声大喊道：“哈哈，我看以后谁还敢来我们安西郡打秋风？”柳征北开怀大笑道：“小鱼儿，找几个兄弟把周莽的尸体给周上送过去。”王虎看着地上尸首分离的周莽尸体，眼神冷漠道：“诺。”小鱼儿点点头，立即唤来几人，将周莽的尸体和头颅收敛了起来。今日你算是和凉州彻底撕破脸了，郭奉贤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白鱼霜骑马来到王虎身边，语气清冷道：“无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王虎可不是什么软柿子。”王虎双眼透露出强大的自信道：“虎头说的没错，一群软蛋，有什么好怕的？”雷千山几人一同走过来，横眉怒目道：“这些甲胄，铜山营、西山营、宁山营各领100件，当作轻兵铠甲；斥后清卫营领500件，剩余甲胄一律送到宁山堡改制成步兵群甲，之后全部送到郡城虎字营。”王虎对着众人说道：“诺。”众人抱拳领命，虽不明白王虎为何这样分配，但对于王虎的命令，众人绝无异议。大军各自回营，你们几个跟我回西山关，另外通知虎字营和宁山营4位正副营主也到西山关议事。王虎对着白鱼霜、小鱼儿几人道：“诺。”众人点头，纷纷骑马跟着王虎离去。斥候传令兵则在小鱼儿的指示下，分别朝着安西郡城和宁山堡的方向奔去。至此，一场兵不血刃的闹剧就此结束。凉州城刺史府军议大厅，砰！暴怒的郭奉贤摔碎手中的茶杯，眼神充满着冰冷的杀机。他怎么敢呢？原本面容颇为儒雅的郭奉贤，此时如同一头暴怒的雄狮，怒发冲冠，满脸阴沉。大人请息怒，王虎此子少年得意，又被陛下器重，自然嚣张跋扈了些，但这也说明了他城府不深，空有一身蛮力罢了。身为刺史府2大幕僚之一的江峰面容平静道：“江先生说的没错，区区一个毛头小子，仗着立了些军功，就敢不把我们凉州军放在眼里，明显不知道我们北疆4州的谁有多神。”4大金刚之一建瑞营都尉莫寒目光冷冽道：“大人，王虎此子狂妄自大，连大人都不放在眼里，我请求立即发兵安西郡，擒拿此子。”单膝跪地，衣衫单薄的冉红满脸憋屈道：“冉都尉请息怒，目前安西郡受到朝廷重视，王虎又刚被陛下封爵拜将，若是贸然出兵，必会遭到朝廷严惩。”2大幕僚之一的于安氏轻轻摇头道：“我们北疆4州同气连枝，坐拥16万大军，我就不信朝廷真的会为了一个王虎跟我们北疆4州撕破脸。”4大金刚之一大丰营都尉李破军满脸狂傲道：“我同意于先生的说法，王虎刚击败羌胡3大部落联军，风头正盛，我们没必要此时触碰他的眉头。而且就算真打赢了镇北军，损兵折将不说，还会彻底失去安西郡的民心，更会让大人落一个没有度量的名头。”4大金刚之首凉州营都尉百里旋风仔细分析道：“百里将军说的有道理，你们几个就知道打打杀杀。”郭奉贤此时怒气消了大半，重新恢复往日从容不迫的模样。“大人，难道我们就这么算了吗？那可是价值10万两的2000套金甲啊！”冉红满脸不服气地说道：“谁让你那么蠢，被王虎牵着鼻子走，还有脸跟我提2000套金甲？自己下去领50军棍，罚俸3个月。”郭奉贤越说越气道：“诺。”冉红虽然满脸不甘，但也不甘违抗郭奉贤的命令，起身走出了大厅。“大人，王虎擅自斩杀一名从五品副都尉，这件事还是要往上报一报的。”江峰云淡风轻地说道：“江先生说的没错，就算不能真的让朝廷降罪于他，也要让朝廷警告一番，免得让他真以为自己成了安西郡的山大王了。”建瑞营都尉莫寒冷声道：“那就麻烦江先生起草一份奏折，尽早发往永安城。”郭奉贤左手揉了揉太阳穴，有些头疼道：“江某遵命。”江峰点点头道：“入夜，西山关大营。”哗！营帐内，王虎将卷成一团的羊皮地图铺开在桌面，上面清楚地标记着草原各大部落的所在位置。虎头，你拿着草原部落地图做什么？陈二狗满眼好奇道：“今天叫你们过来，是想告诉你们我们接下来的进攻目标。”王虎看着地图上，目光聚集在离西山关最近的几个部落位置道：“虎头，是打算进攻草原部落吗？”陈峰面色微凝道：“没错，这几个部落距离我们西山关最近，你们觉得应该先打谁？”王虎手指着地图上的几个黑点道：“从地图上看，这个莫兰部距离我们最近，我觉得可以先打他。”
围在桌前的柳征北手指着地图上的莫兰部说道：“纳兰统领，这几个部落你了解吗？”王虎目光望向面露沉思的纳兰苍鹰道：“草原上的部落我都有所了解。莫兰部原本属于我们纳兰部麾下的一个小部落，人数只有5000余人，牛羊不过数千头。自从我们纳兰部被白狼部、铁蛮部和黑山部联合击败，莫兰部就被划给了黑山部。不过，我觉得如果要出兵，应该先打黑水部和羌离部，这两大部落都拥有2万多人口，并且牛羊马匹众多。另外，这两大部落都是黑山部和铁蛮部的死忠部落，这次3大部落联军中就有不少是这2大部落的骑兵。”纳兰苍鹰手指着位于莫兰部西南和西北的2大部落道：“各位，你们觉得呢？”王虎目光扫向众人道：“虎头，我觉得保险起见，还是应该先拿莫兰部试试刀。黑水部和羌离部距离我们太多遥远，不宜太过深入。”狗娃首先出声，并获得了大多数人的点头认可。我觉得应该先打黑水部和羌离部其中之一，要打就打强的，一个莫兰部还不值得我们出兵。白鱼霜面色清冷道：“我也认同白统领和纳兰统领的意见，而且这个莫兰部我知道，他们之前和我们西山关有不少来往，对我大前也没有多少敌意。”雷千山也站在白鱼霜和纳兰苍鹰这一方道：“既然大家意见不同，我们举手表决，觉得要打黑水部和羌离部的人先举手。”王虎目光扫视营帐中的所有人道：“刷刷刷！”毫无意外，白鱼霜、雷千山、纳兰苍鹰、小鱼儿都举起了手，最后李长安也默默举起了手。好，放下，现在同意进攻莫兰部的举手。王虎目光沉静道：“刷刷刷！”这次人数更多，4大营8位正副营主有7人都举起了手，只有郑远山1人没有举手。老郑，你咋不举手呢？右手举得高高的张大山满眼疑惑道：“我想了想，还是觉得应该进攻黑水部或者羌离部。”郑远山眉头轻扬道：“老郑，你来说说为什么要先进攻黑水部和羌离部？”王虎眼露兴趣道：“第一点，如果我们先打莫兰部，黑水部和羌离部日后必定会加强防范，这样我们后面就会失去偷袭2大部落的最佳机会。第二点，雷将军刚才也说了，莫兰部人少牛羊少，打他没有多大意义。第三点，莫兰部我之前也听说过，跟我安西郡常年贸易，口碑也不错，我觉得确实没必要打他们。”郑远山仔细思索后说道：“啪啪啪！”王虎对于郑远山的分析给予了鼓掌肯定，说得很不错。现在我来说说自己的想法。王虎目光紧盯地图上的黑山部和羌离部，继续道：“作为我们镇北军成立后的第一战，我们要打就要打一场漂亮的战役。莫兰部太弱，不符合我们的战略目标，只有黑水部和羌离部符合我们镇北军的进攻目标。另外，要打，我们就要一次将草原部落打疼，让他们知道我们镇北军的厉害。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以后消停点，不敢随意进攻我们安西郡。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们不想吃烤羊腿、卤牛肉吗？”听着王虎最后半开玩笑的话，众人先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起来。“虎哥，别说了，就打羌离部和黑山部，我想吃烤全羊。”李二牛咂巴着嘴巴道：“哈哈，我也改主意了，就打羌离部或者黑山部。”陈峰大笑道：“看来大家目标都一致了，虎头你来确定吧，到底先打谁？我们都听你的。”柳征北目光灼灼道：“我想把这2个部落都吃掉。”王虎咧嘴一笑，让众人面容陡然一惊。虽然对王虎的天马行空想法，众人都有些习以为常了，但一次进攻2大拥有5000人以上骑兵的中大型部落，众人还是觉得有些太过冒险。虎头，这2大部落相距近百里，想要一举吃掉他们，恐怕有些困难啊。作为军中资历最老的郑远山首先提出质疑道：“没错，确实有些冒险，可如果我们放弃这次机会，你们觉得还会有下一次机会吗？”王虎反问众人道：“干，不就是100里吗？我们黑甲骑兵不在乎。”雷千山面色发狠道：“纳兰统领，你是草原人，你觉得一晚上偷袭2大部落现实吗？”李俊目光看向面色沉着的纳兰苍鹰道：“如果是1人3马，外加府兵协助，还是有很大机会的。”纳兰苍鹰想了想道：“我赞同虎头的提议，我们是骑兵，就是要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不过，我们骑兵营也需要步兵帮我们善后，毕竟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浪费在战后打扫战场上。”小鱼儿眼神坚定道：“我们虎字营愿意跟随将军出征，这也算是我们虎字营的第1场立名之战。”郑远山抱拳说道：“我们铜山营也愿意出战，我们宁山营也愿意，西山营更愿意。”柳征北、李据、陈峰3人先后表态道好。既然大家如此战意高涨，现在我宣布。王虎目光扫视众人，微微停顿后沉喝道：“1月后，12月底，大军出征。黑甲骑兵军虎字营全员出动，铜山营、宁山营、
西山营各出兵2000，战争目标黑水部、羌离部，此战必须打出我们镇北军的威风。我现在给你们1个月的时间训练士卒，修整武器装备，12月底我要看到你们训练的成果，有没有信心？有。众人纷纷大喝道：好，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王虎一拳头砸在羊皮地图上的黑水部和羌离部中间道：12月下旬，大雪降临，天寒地冻，呜呜的风雪寒风中，一辆马车咕噜咕噜地行驶到了西山关护城河前。来者何人？城头上的士卒见到马车停在城门下，伸着脑袋大声喊道：我是你们将军的娘子，请帮忙通传一声，就说纳兰琪儿来了。一身皮袄包裹全身的纳兰琪儿从马车上一跃而下，朝着城关门楼用力大喊道：公主，你怎么说是那人的娘子呢？小脸被冻得通红的蒙烟不断朝着双手哈着热气道：我要不那么说，城墙上的士兵会帮我通报吗？纳兰琪儿毫不在意道：好，你先等着，我这就去通报。城墙上的士卒大声应道，便有人朝着关内的大营快速奔去。你看是不是？纳兰琪儿面露得意道：公主，你身体伤势还没好利索，干嘛着急忙慌的来这里见他啊？蒙烟满脸不解道：他现在是镇北将军，又是安西郡的行军大总管，有能力帮助我们纳兰部了。纳兰琪儿美目闪烁道：可他会帮我们吗？蒙烟秀眉紧皱道：会不会帮，谈谈就知道了。纳兰琪儿嘴唇轻抿，心里也有些不太确定。吱呀，随着一声刺耳的响声传来，沾满冰雪的厚重城门被缓缓打开，一队黑甲骑兵飞快从城内奔涌而出。公主，真的是你？为首的黑甲骑兵冲到马车前，待看清纳兰琪儿的容颜后，立即翻身下马单膝下跪道：你是纳兰明德？纳兰琪儿看着纳兰明德有些熟悉面孔，满眼惊讶道：是的，公主，我是纳兰明德。纳兰明德满脸激动道：你为何会出现在这里？纳兰琪儿又惊又喜道：是驸马救了我们，我们现在都在驸马麾下的镇北军效力，苍鹰大哥今早出关了，所以未能前来迎接公主。纳兰明德眼圈泛红道：胡说八道，公主尚未成亲，哪来的驸马？未等纳兰琪儿开口，蒙烟便出声训斥道：将军不是驸马吗？刚才公主不是亲口对哨兵说自己是将军的娘子吗？纳兰明德双目有些迷茫道：你是说驸马是王虎？纳兰琪儿美目闪烁道：是啊，当初驸马攻入城关内，当着我们纳兰部上千人的面，亲口说他是公主的驸马。纳兰明德满脸认真的说道：王虎是否在关内？纳兰琪儿用眼神制止了蒙烟到嘴边的话语，声音沉静道：驸马此刻就在军营大帐中议事，属下这就带公主去军营。纳兰明德低头拱手道：你来给我驾车，我有些话想问你。纳兰琪儿转身登上马车道：属下遵命。纳兰明德抬起头道：咕噜噜。马车缓缓驶动，10几名黑甲骑兵守护在马车两边，不紧不慢地朝着关内行进。你们在西山关目前有多少人？纳兰琪儿用手撑着车帘，对着纳兰明德轻声询问道：我们在关内只有300多兄弟，但在青阳谷马场还有600多兄弟。纳兰明德回答道：王虎对你们好吗？纳兰琪儿看着纳兰明德一身的重装铠甲，美目复杂道：驸马对我们亲如兄弟，从来不把我们当外人，我们在镇北军的兄弟，吃得饱穿得暖，驸马还说明年给我们每人找个媳妇来。纳兰明德言语中充满着喜悦道：他没有看不起你们，是羌胡人吗？纳兰琪儿嘴唇轻咬道：没有，驸马曾经说过，人人生来平等，不分什么种族人种，如果真有高低贵贱之分，那也是人为判定的。纳兰明德摇摇头道：他真这么说的？纳兰琪儿双目明亮道：真的，不信公主可以在关内看看，我们纳兰部的族人和前人没有任何分别，大家都是手足兄弟，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一视同仁。驸马还说，只要加入了镇北军，不管你是达官显贵之子，还是奴隶乞丐出身，在他眼里都一个样。纳兰明德越说越激动，似乎把王虎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记在了心里。王虎他平时都做些什么？纳兰琪儿满眼好奇道：驸马大多时间早晨都会跟我们一起操练血战八刀或者游龙九式，完事后跟我们一起吃午饭聊天，下午我们会继续练习队列和阵法，他一般会去忙别的事情。等到了晚上，他经常会在大营组织大家一起烧烤，并让我们上去表演自己拿手的节目。纳兰明德如数家珍地说道：这个王虎他到底想做什么？坐在马车另一侧的蒙烟满眼疑惑道：不可直呼驸马名字，要称呼他将军或者虎头，当然你也可以跟我们一样称呼他为驸马。纳兰明德对蒙烟满脸自豪地提醒道：哼，我才不叫他驸马呢。蒙烟满脸傲娇地说道，显然不认可王虎驸马的身份。公主，我们到了。纳兰明德驾驶马车
缓缓驶入军营辕门，最后将马车停在了距离中军大帐100米处的位置。我现在可以去见他吗？纳兰齐儿美目轻眨道。刚才驸马说了，让我先安排公主去休息，等她议事结束，就会去见公主。纳兰明德脸色有些为难道。无妨，那就先带我去休息，都已经到军营了，也不在乎这一时半刻。纳兰齐儿看出纳兰明德的为难，不禁在心里叹息道，他真没想到，才短短3个月不到，王虎竟然就能将1000名纳兰部的勇士收服得如此死心塌地。这种笼络人心的能力，他还从来没见过谁能运用到如此地步。原本他还想带着纳兰明德这1000人悄悄离去，现在看起来根本不可能。他甚至觉得，如果让纳兰明德在他和王虎之间做出选择，纳兰明德可能80%会选择王虎。这种恐怖的信任让他不敢做出任何试探。公主，请跟我来。见到纳兰齐儿如此善解人意，纳兰明德也暗暗松了一口气，随即便带着纳兰齐儿和蒙烟朝着王虎营帐相邻的一处营帐走去。傍晚，夕阳落山，当纳兰齐儿站在营帐门口，目光打量着军营中的巡逻士卒时，一道高大身影闲庭信步地朝着他走来。看什么呢？来人正是王虎，那一身暗红色棉军衣搭配着黑色裙甲，将王虎身影衬托着高大而又威严。纳兰齐儿，见过镇北将军。纳兰齐儿先是一愣，随即反应过来，微微欠身道：你我可是夫妻，这么叫可有点见外了。王虎嘴角微翘，满脸从容的一头钻进营帐中，轻佻的话语更是让纳兰齐儿脸庞微微一红。放肆，你根本不是我们纳兰部的驸马。王虎刚走进营帐，守在营帐内的蒙烟就拔出腰间短刀，刀尖指着王虎胸膛交喝道：蒙烟，把刀收起来。见到这一幕，纳兰齐儿脸色陡变，大声呵斥道：公主，他在败坏你的名声，这样让你以后怎么嫁人？蒙烟虽满脸不忿，但还是把短刀收入了刀鞘中。把刀收好，看在你忠心为主的份上，这次不与你计较，若再有下次，别怪我手下无情。见到蒙烟满脸不愿地收起刀，王虎语气淡漠道：是蒙烟错了，我代他向你赔罪。纳兰齐儿弯腰低手道：公主，闭嘴，去营帐外候着。蒙烟急得眼圈发红，刚想开口，就被纳兰齐儿冷声打断。是。蒙烟嘟着嘴，满脸委屈，不情不愿地走出了营帐。你真不怪我，借用你们纳兰部驸马的名号行事。王虎看着纳兰齐儿卑躬屈膝的模样，眼神惊奇道：只要将军能帮我纳兰部复仇，我愿意嫁给你为妻。纳兰齐儿扬起充满英气的精致脸庞道：是吗？王虎用手捏住纳兰齐儿的尖尖下巴，脸庞逐渐靠近她的美丽面孔。我纳兰齐儿说话算数，绝不悔改。纳兰齐儿目光坚定地和王虎眼眸对视，丝毫不躲闪有意思。其实就算你不嫁给我，白狼部、铁蛮部和黑山部也是我要覆灭的目标。王虎松开纳兰齐儿的下巴，转身走到床榻旁，一屁股坐下道：我愿意成为你的娘子。纳兰齐儿嘴唇轻咬，眼神逐渐坚定道：为什么？王虎眼神平静，静静看着纳兰齐儿的身体。整个大前没有人可以帮我，只有你有实力，也有能力帮助我们纳兰部复仇。纳兰齐儿脚步轻移，走到床榻前，美目闪烁道：你不怕我既要了你的人，又出尔反尔，不帮助你们纳兰部吗？王虎看着纳兰齐儿精致无瑕、充满英气的美丽脸庞，目光始终平静无波道：你不是那种人，而我也相信自己的眼光。纳兰齐儿伸出双臂，将王虎拥入怀中，让王虎彻底失去了耐性。是吗？王虎伸手撕开纳兰齐儿身上的衣裙，将她婀娜的娇躯直接抱到了床榻之上。驸马，来征服我吧。纳兰齐儿身体被王虎压在身下，美目亮起晶莹的光芒，红润脸颊更像是熟透的红苹果。站在营帐门口的蒙烟听到营帐里传来的声音，俏脸通红，想要进去查探，又怕被纳兰齐儿责骂，最后他只能满眼委屈地守在营帐门口，不让任何人靠近。直到深夜，营帐内的声音才彻底停止，让他紧绷的心弦也彻底松了下来。早晨，朝阳初升，纳兰齐儿从睡梦中悠悠醒来，看着身旁要了自己身子的熟睡男人，眼中涌现出浓浓的爱意。从这一刻起，这个男人就是纳兰部真正的驸马了。醒那么早？纳兰齐儿的动作让半梦半醒的王虎睁开了双眼，看着眼前黑发披散、全身散发着惊人魅力的女人，王虎又有些忍不住了。天亮了，我们该起床了。看着王虎目光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纳兰齐儿娇声道：先起床洗漱，吃点东西，等会我带你出去走走，站在西山关城头看着落日西下，还是很美的。王虎掀开被褥，光着身躯，毫不在意寒冷的天气，慢条斯理地将衣服穿好道：纳兰齐儿点点头，又将身体用被子裹得严严实实道：你先出去，让猛烟打点温水过来。好。
王虎看着纳兰琪儿呈现出的小女人羞态，微微一笑，昂首挺胸走出了营帐。刚走出营帐，王虎就看到蒙烟蜷缩着身体蹲在营帐门口酣睡着，显然昨晚在门口守了一夜。醒醒！王虎用脚踢了踢蒙烟的身体，将她从睡梦中唤醒。公主，让我再睡会。蒙烟还以为是纳兰琪儿，迷迷糊糊地说道：你家公主出事了，赶紧醒来。王虎低着头在蒙烟的小脑袋旁大声道：公主怎么了？蒙烟被王虎的话语彻底惊醒，满脸惊慌地说道：你家公主身体不便，让你打点温水送进去，还有要睡觉就去营帐里面睡，等会我调几个女兵过来，今后你无需一人守夜了。王虎摇摇头道：是，多谢将军。经过一夜的思考，蒙烟彻底认清了现实，再也不敢违抗王虎的命令。中午，大营门口，公主在哪里？刚刚返回城关的纳兰苍鹰听说纳兰琪儿来到了西山关，急匆匆地朝着大营赶来。公主在营帐内。纳兰明德站在大营门口道：纳兰苍鹰拜见将军。公主。当纳兰苍鹰走进营帐，看到王虎也在营帐时，先是一愣，随即立刻单膝下跪道：起来吧，纳兰苍鹰。纳兰琪儿看着满脸风霜的纳兰苍鹰，眼眸深处闪过一抹激动道：情况打探的怎么样了？王虎则坐在桌子旁，仔细查看桌面上的羊皮地图道：道路都已经探查清楚了，一路畅通无阻，没有发现暗哨和部落巡逻队。纳兰苍鹰站起身，眼眸低垂道：如此看来，3天后我们就可以出兵了。王虎手指轻轻敲打着羊皮地图道：3天后就是黑水部和枪离部的死期。纳兰苍鹰双目燃烧着仇恨的怒火道：你们要攻打黑水部和枪离部？纳兰琪儿终于明白王虎为什么要拉着他一起看地图了，原来是要打仗了。没错，公主，我们可以为族人报仇了。纳兰苍鹰目光炯炯道：黑水部和枪离部加起来的可战之兵超过1万人，你们打得过吗？纳兰琪儿满脸担心道：公主请放心，我们将军从不打没把握的仗，而且我们镇北军可是非常厉害的，区黑水部和枪离部根本不算什么。纳兰苍鹰满脸自豪地说道：是吗？看到纳兰苍鹰说自己是镇北军时的自豪神情，纳兰琪儿眼神充满复杂。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出征，也顺便见识见识我们镇北军的鼎盛军容？王虎用手轻轻将纳兰琪儿额前的一缕刘海拨到他的耳后道：我可以一起去吗？纳兰琪儿双目一亮道：你是我的女人，又是纳兰部的公主，自然可以去。王虎笑着道：公主若是同去，我们黑甲骑兵军必定军心大振，到时一定杀得黑水部和枪离部片甲不留。纳兰苍鹰满脸兴奋道：好了，你现在立即通知小鱼儿，让他派人通知虎字营、明山营、铜山营和青阳谷马场，告诉他们可以全部过来了。王虎面容肃穆道：诺。纳兰苍鹰抱拳低手，转身离开了营帐，似乎都忘记要来做什么了。你真要出兵灭了枪离部和黑水部吗？见到纳兰苍鹰离开营帐，纳兰琪儿才半信半疑道：1个月前我就准备计划进攻草原部落，只是一直没有确定好目标罢了。王虎点点头道：那你想先进攻其中哪个部落？纳兰琪儿目光看着地图上的2个黑点道：你觉得呢？王虎低头思索道：我觉得应该先打枪离部。纳兰琪儿手指着地图上的枪离部道：哦，为什么？王虎伸手轻轻搂住纳兰琪儿的紧致腰身，满脸宠溺道：枪离部实力要弱一些，而且枪离部往北30里都没有任何部落存在，他们就算有人逃脱，短时间也无人来救他们。而黑水部则不同，黑水部距离西边的黑山部仅有20余里，一旦有人逃亡黑山部报信，不到半个时辰，黑山部的数万大军就会杀到。纳兰琪儿细心地解说道：说得很好，我确实打算优先进攻枪离部。王虎点点头道：以往大前王朝可从未主动出击过草原，你这算是开了先河。纳兰琪儿眼眸闪烁道：不管是为了大前还是为了你，这场仗我打定了。王虎嘴角轻笑道：相公，这墨兰部你打算如何处置？纳兰琪儿手指着距离西山关最近的墨兰部道：目前先放着，等他们自己找上门。王虎眼眸微动道：你是想用攻打枪离部和黑水部来震慑墨兰部，让他们主动归顺吗？纳兰琪儿美目轻眨道：没错，黑山部和枪离部将墨兰部放在西山关眼前，不就是想让墨兰部来监视西山关，当成一颗钉子吗？可他们2部根本不会想到我会绕过墨兰部，直接去攻打他们。王虎嘴角含笑道：相公果然聪明，等我们大军返回时，可否让我去墨兰部跟他们谈一谈？纳兰琪儿主动请缨道：当然可以，你是纳兰部的公主，原本就是他们的主子，由你来去跟他们谈，再好不过了。王虎右手食指轻轻刮了一下纳兰琪儿挺翘的琼鼻道：纳兰琪儿很享受王虎的宠溺，
将脑袋放入王虎的胸口上。对了，你来之前家里怎么样了？王虎两手搂着纳兰琪儿的娇躯，轻声询问道。自从你被大前朝廷册封为镇北将军和临清县伯后，清平县的县令就亲自带人来村里，将我们全部接到了县城内生活。现在县城里几乎每天都有些贵妇人和小姐们登门造访，但基本都被大娘子给婉拒了。纳兰琪儿小声地回答道。我原本想要回去看看，但安西郡刚经历过战乱，事情繁多，镇北军又刚组建完成，所以才耽搁了下来。王虎轻轻摇头道。五位娘子都能理解相公，临行前大娘子还叮嘱我，让相公不必挂念家里，还说等相公在安西郡彻底站稳脚跟，再接他们前来不迟。纳兰琪儿突然有些不好意思道，萧景之五女对她都很不错，可她如今却抢了五女的相公，等这次出征结束，我便亲自回清平县接他们过来。王虎心中有些汗颜，同时也觉得有些亏欠萧景之五女，这才离开家没多久，自己又多了2个女人，并且身份还都不简单，一个草原部落公主，一个正四品郡守亲妹妹，身份都完全碾压萧景之五女。若是让萧景之五人知道这些，不知他们该如何作响。3天后傍晚，灰色的云层压得极低，凛冽的寒风伴随着鹅毛大雪簌簌而下。关口处，黑甲骑兵军的3000骑兵外加3000府兵，携带着6000匹战马，浩浩荡荡地走出城门，不紧不慢地消失在风雪夜色中。紧接着，扛着宁山营、铜山营、西山营3杆大旗的6000部族也目光凛凛，精神抖擞地从城门中慢慢走出。最后，也是唯一全营出动的虎字营5000士卒，以1000营甲军为先锋，全部斗志昂扬地作为压轴走出了城门。呼啸的寒风裹挟着雪花，像无数把冰冷的刀子刮过17000士卒的脸庞，但每个士卒的眼神中没有丝毫惧怕，只有一往无前的坚定。离开城门前，每个将士都喝下了一口烈酒，此刻所有人的内心都火辣辣的，身体热烘烘的。走！看着一望无际的黑色长龙，城关下的王虎带领纳兰琪儿、白鱼霜、雷千山等人纵马狂奔，很快来到了大军的最前头。迎着风雪和黑暗，大军一路前行，直到子时，作为先头部队的黑甲骑兵军6000人马才来到距离羌离部落10里外的一座土坡上。望着10里外星星点点的朦胧火光，王虎骑在马背上，目光远眺道：小鱼儿，你率领500斥候游猎在大营外围，猎杀一切从大营中逃出的骑兵。诺。小鱼儿抱拳接令，开始带着500亲卫斥候慢慢朝着10里外的大营靠近。纳兰苍鹰，你先带人将大营打开一处缺口，事成以火把挥动为号。雷千山、白鱼霜，你们跟随我前进到大营3里处等候，不许发出任何声响。王虎又对白鱼霜3人下达命令道：诺。3人抱拳领命。纳兰苍鹰则带领200骑兵悄无声息朝着羌离部大营靠近。我做什么？纳兰琪儿满脸紧张地问道。你和3000府兵留在这里，等候部族大军到来。王虎沉声道。哦。听到王虎不许自己跟过去，纳兰琪儿满眼失望地轻哦了一声。出发。王虎骑着马匹，带着2800黑甲骑兵，慢慢朝着羌离部大营靠近。黑夜中，狂风呼啸，飞雪漫天，整个羌离部大营死一般的安静。大营周围哨塔中的哨兵全都缩在护栏里面躲避着风雪，丝毫不知道一支200人的队伍已经摸到了大营西南周围的木栅栏下方，动作麻利点，最少要50米缺口。黑暗中，借着大营内的零星火光，纳兰苍鹰对身边的200士卒下达命令。诺。很快，200人迅速行动，将一条条2指粗的麻绳套在一根根不过手臂粗的木栅栏上。走。见到麻绳全部套好，纳兰苍鹰带人迅速撤离，回到了数十米外的马背上。拉！望着不远处的羌离部大营，纳兰苍鹰沉喝一声，200骑兵立即拉动手中麻绳，朝着大营的反方向纵马奔去。砰！一声沉重的闷响，数十米长的木栅栏瞬间轰然打探，剧烈的响声让距离最近的哨兵猛然从瞌睡中惊醒。怎么回事？一名胡人哨兵借着周围火光，目光朝着下方望去，发现不远处的大营木栅栏竟然出现了一块巨大缺口。你看那是什么？另一名胡人哨兵忽然发现大营外面有着火把在晃动。轰隆隆！紧接着一阵地动山摇的马蹄声忽然从黑夜中传来，让2名胡人哨兵脸色巨变。杀！急速奔涌而来的黑色洪流犹如囚笼中放出的猛虎，凶猛无比地朝着羌离部大营内冲去。嗖嗖！2名胡人哨兵刚想大声叫喊，黑夜中袭来的2支利箭倏地洞穿了2人的胸膛。扑通！伴随一具尸体从哨塔上摔落地面，黑甲骑兵军的铁骑顺利穿过大营缺口，开始如暴风般肆虐整个羌离部大营。什么人？一名被马蹄声惊醒的胡人百夫长刚走出营帐，
喉咙就被一柄寒光凛冽的刀锋切开，鲜血喷溅在灰白的营帐上。当当当，敌袭！敌袭！大营周围的哨兵望着滔滔不绝涌入营内的黑甲骑兵，满脸惊恐地敲打铜鼓，发出震天的嘶吼。首领，大事不好了，有人偷袭我们大营！大营中心营帐，枪离部首领铁力木从女人温暖的怀抱中醒来，听到亲卫百夫长的禀报，脑子轰然爆炸，瞬间清醒了许多。什么人敢偷袭我们枪离部？铁力木光着身体走下床榻，满脸愤怒道：不知道是哪个部落，他们全都是清一色的黑色铠甲，有点像大前王朝的骑兵。亲卫百夫长满眼惊悚道：可恶，立即召集人马，给我顶住！铁力木一边穿上精致的铠甲，一边大声怒吼道：是！亲卫百夫长低头退出营帐，吩咐门口的数十名亲卫骑兵立即去召集人马，准备反击。枪离部的小崽子们，你们纳兰部的爷爷来报仇了！一名纳兰部的黑甲骑兵校尉带着上百名骑兵冲到了铁力木的大帐前，还未等周围数十名枪离部亲卫骑兵离去，就展开了一场血腥的杀戮。慌乱中，亲卫百夫长只能返回营帐，带着铁力木快速逃离此处。雷千山、白鱼霜、纳兰苍鹰，你们率领各部分头进攻，凡是走出营帐者，皆杀！冲入大营的王虎朝着身边的雷千山三人大声下令，自己则单枪匹马朝着枪离部骑兵最多的地方冲去。诺！白鱼霜三人领命，各自率领数百黑甲骑兵，分成3个箭头，从里至外来回冲杀。凡是走出营帐的胡人，无论男女老少，身体都被黑色旗枪洞穿，或被环手刀劈杀。一场惨烈的杀戮在风雪夜中彻底拉开序幕。哈哈，痛快！纳兰苍鹰和纳兰明德率领300余名纳兰部黑甲骑兵，在大营中四处冲杀，没有任何枪离部骑兵可以阻挡他们的脚步。放火烧营！雷千山看到因为视线不清，有几方骑兵从马背坠落，立即大声下令道：诺！数十名黑甲骑兵纵马急掠，将手中点燃的火把抛向一座座被风雪压盖的营帐。呼呼呼，寒风呼啸，熊熊烈火很快点燃了整个枪离部大营。无数女人的惨叫声，男人的怒吼声在黑夜中汇聚成一首惨烈的旋律。杀戮还在持续，3000黑甲骑兵如同疯狂的野兽，见人就杀。很快大营中的惨叫声越来越少。枪离部勇士们，跟随我一起杀出去！枪离部首领铁力木在一众亲卫骑兵的保护下，身边聚集了上百骑兵，想要冲出大营。嘿嘿，你们逃不走的！雷千山率领数百名黑甲骑兵，朝着铁力木周围聚集的骑兵发起冲锋。凛冽的寒风此刻也挡不住数百黑甲骑兵眼中充斥的杀意。撤！见到雷千山率领数百骑兵冲来，铁力木想都未想，直接率领上百胡骑朝着北面的营门冲去。你们想去啊？上百胡骑刚冲出没多久，单人单骑的王虎便手持玄铁槊挡在了他们想要逃跑的大营门前。他就一个人杀了他。铁力木见到王虎仅仅一人，就敢阻拦他的上百名骑兵，举起手中的弯刀大吼道：区区百骑也敢对我冲锋！王虎眼中寒芒闪烁，纵马迎面冲向数百胡骑，手中玄铁槊化成死神的镰刀，不断收割着枪离部骑兵的生命。噗呲噗呲噗呲，一个冲锋便有8、9骑死在了王虎的槊下。而王虎距离铁力木也只间隔10余骑了。杀了他！看多王虎快要冲到自己的眼前，铁力木喉咙发出颤抖的声音，命令周围的胡骑全力围杀王虎。来吧，让我今夜杀个痛快！王虎目光冷冽，手中玄铁槊不断挥舞，一名鸣枪离部骑兵不断坠落马下。是虎头，兄弟们给我杀！雷千山看到王虎犹如杀神般不断杀戮着枪离部骑兵，大吼一声，率领数百黑甲骑兵冲了过来。撤！快撤！看到自己即将被包围，铁力木疯狂大吼，想要在数十名亲卫骑兵的保护下冲出大营，一个不留。王虎目光横扫，很快发现想要逃跑的铁力木，立即纵马追了上去。噗呲，王虎一槊捅死了想要阻拦他的亲卫百夫长，并将尸体砸向前面疯狂逃跑的10余名枪离部亲卫骑兵。扑通，连续2名亲卫骑兵被尸体砸落马下，吓得一旁的铁力木眼神惊恐不已。逃不掉的！王虎纵马直追，在铁力木即将冲出营门时，来到了他的身后，拦住他。察觉到身后追来的王虎，铁力木大声嘶吼，剩余的10几名亲卫骑兵疯狂地朝着王虎杀去。噗呲噗呲，王虎目光如炬，手中玄铁槊不断挥舞，轻松将围过来的10几名亲卫骑兵击杀，最后只剩下铁力木一人一马在黑夜中狂奔搜。黑夜中，刚冲出营门的铁力木还未来得及欣喜，一支利箭忽然从黑暗中袭来，瞬间射中了他的胸口。啊！吃痛之下，铁力木发出一声惨叫，身体直接从马背上一头栽下。看看还有气没？
手持弓箭的小鱼儿率领数十名银甲骑兵从黑暗中冲出，将坠马的铁力木团团包围。回鱼头，没气了。2名下马的银甲骑兵经过一番检查后，对着小鱼儿抱拳道：“斩下他的脑袋，继续在大营四周巡猎，不许放跑一个胡人。”小鱼儿声音冷酷道：“做得不错。”骑着战马而来的王虎见到小鱼儿干净利落的射杀铁力木，大声赞赏道：“多谢虎头称赞。”小鱼儿大声笑道：“你带人先去接应老郑他们，部族大军应该也快到了。”王虎回首望着完全被点燃的大营，还有四处乱逃的牲畜道：“诺。”小鱼儿领命，迅速带领10余骑朝着东南方向奔去。虎头，这个被杀死的好像就是枪离部首领铁力木。雷千山率领100余骑冲出大营，来到王虎身旁道：“哦，是吗？”王虎看着地上被割去脑袋的铁力木，那身精致的黄金铠甲看起来还不错，将他的尸体拖回大营。可惜脑袋被小鱼儿他们割走了。王虎嘴角微微抽动，调转马头朝着火光冲天的大营中冲去。诺。雷千山点点头，示意1名黑甲骑兵将铁力木的无头尸体绑在马后，也率领重骑紧跟在王虎的身后。杀！大营中杀声震天，还有不少的枪离部骑兵负隅反抗。可惜面对身披重甲的黑甲骑兵，枪离部起步毫无还手之力，最终皆被杀戮殆尽。哒哒哒！很快，虎字营、铜山营、宁山营、西山营的部族大军到来，进入大营，展开了最后的清场。面对压倒性的兵力优势，许多枪离部族人最终选择放下手中兵器，满脸恐惧地跪在了地上。虎头，这些俘虏怎么办？满身血污，连杀数十人的纳兰苍鹰骑着马来到王虎身旁问道。男子皆杀，年轻女子全部带回西山关，另外聚集所有黑甲骑兵，准备撤出大营。王虎目光扫视周围跪在地上的枪离部男女老少，眼神冷漠道：“诺。”纳兰苍鹰抱拳低首，随即转身对着聚集过来的上千黑甲骑兵大喝道：“男子皆杀，女子可活。”诺。上千黑甲骑兵齐齐发出低吼，接着举起手中的环手刀，劈向那些跪在地上的枪离部男子。啊啊！一声声惨叫划破夜空。当白鱼霜等人赶过来时，地上躺满了密密麻麻的尸体。怎么回事？白鱼霜看着地上大小不一的尸体，眉头轻皱道：“回白头，将军有令，男子皆杀，年轻女人全部带回西山关。”一名黑甲骑兵抱拳说道：“男子皆杀。”白鱼霜心神微震，他明白王虎说出这4个字的含义，代表凡是枪离部的男人，不分老幼，全部处死。至于那些年老色衰的女人，也会被丢弃在大营中，任由他们自生自灭。白头，将军有令，所有黑甲骑兵立刻赶往南门外集合，不得有误。一名传令兵骑着马来到白鱼霜面前道：“知道了。”白鱼霜点点头，不再去看地上的尸体，整理好心绪，率领着麾下黑甲骑兵浩浩荡荡地朝着大营南门前进。大营南门外，风雪渐停。虎头，我们4营大军已经将整座大营完全占领，躲藏在营帐内的胡人也都被搜出斩杀，现在只剩下老弱妇孺了。郑远山、柳征北、陈峰、李俊等人全部聚集在大营门口道：“善后的事情交给你们了，接下来我会率领黑甲骑兵军突袭黑水部，这里能带走的全部带走，不能带走的全部烧掉。”王虎对着几人下令道：“诺。”众人纷纷抱拳领命。虎头、白统领他们都来了，可以准备出发了。纳兰苍鹰看到白鱼霜和雷千山等人从大营中冲出，对着王虎说道：“清点人数和马匹，检查装备，等府兵过来换马轻装前进。”王虎点点头道：“诺。”纳兰苍鹰大声应道。没过多久，纳兰齐儿和李长安就率领3000府兵到来，望着熊熊燃烧起来的大营，纳兰齐儿眼神充满了震惊。肉眼可见的尸体铺满了草地，让他不禁想起纳兰部被3大部落联手偷袭的惨状。那一夜，成千上万的族人惨死在3大部落刀下，最后只有少量的族人得以逃脱，剩下的女人和孩子全都成为了3大部落的战利品和奴隶。所有人卸甲换马，府兵从大营再挑选出3000马匹，带好铠甲，天亮前务必要赶到黑水部。王虎的大喝惊醒了失神的纳兰齐儿，让他眼中的复仇火焰逐渐凝聚。对待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纳兰齐儿在心中狠狠地说道：“虎头，黑甲骑兵军人数清点完毕，战死57人，剩余2943人。”纳兰苍鹰走过来说道：“知道了，大军休整3刻，恢复体力，丑时3刻准时出发。”王虎沉声道：“诺。”纳兰苍鹰、雷千山、白鱼霜等人齐齐抱拳应道。这样的一支恐怖重甲骑兵，足以横扫任何一个5万人的大型部落了吧？站在纳兰齐儿身旁的蒙烟，双目震惊地看着黑压压的3000黑甲骑兵军道：“
就算是白狼部最精锐的狼骑，也不是他们的对手。纳兰琪儿满眼骄傲道：“这支黑甲骑兵可是属于他男人的军队，并且里面还有着1000名纳兰部的勇士，你要跟我去黑水部吗？”王虎走到纳兰琪儿的面前问道。要。纳兰琪儿满眼坚定道。好，等会跟着我，千万别跑丢了。王虎看着纳兰琪儿一身的银白甲胄，将身体的曲线完美勾勒出来，要不是有披风遮挡，他还真不想纳兰琪儿跟过来。给，吃点肉干补充体力。白鱼霜忽然走过来，将2块肉干塞进王虎的手中，接着头也不回的又走开，全程没有看纳兰琪儿一眼。我不饿啊。王虎看着手中被强行塞入的肉干，小声嘀咕道：“哥哥，夫君，这位白统领是不是喜欢你啊？”纳兰琪儿在王虎耳边小声说道：“有可能，毕竟你夫君年轻有为，长得又不错，喜欢我不是很正常吗？”王虎在纳兰琪儿红扑扑的小脸上偷亲了一口，满脸自信道：“夫君，你真是不害臊，怪不得景之姐姐他们那么喜欢你。”纳兰琪儿看到四下无人注意这里，方才白了王虎一眼道：“好了，不跟你开玩笑了，接下来我们要长途奔袭进百里，你要做好准备。”王虎满脸正色道：“夫君也太小看我了，我可是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区区百里算得了什么？”纳兰琪儿满脸傲然道。深夜丑时3刻，黑甲骑兵军出发。随着王虎一声大喝，500亲卫斥候，3000黑甲骑兵军，外加3000府兵和6000匹战马，浩浩荡荡地离开羌离部大营，朝着黑夜中的黑水部落前进。长长的队伍延绵数里，犹如黑色的巨龙横亘在雪白的大地上。寒风呼啸，大军砥砺前行，任由飞雪漫天。经过2个时辰的急行军，500亲卫斥候和3000黑甲骑兵军率先来到了距离黑水部西北的3里处草原。望着东方天空的鱼肚白，王虎骑马来到一处高坡上，目光眺望3里外的黑水部庞大军营。府兵还有多久抵达？王虎对着身后的雷千山几人询问道。还需要半炷香时间。雷千山抱拳回答道。让所有人原地休息，补充体力，府兵抵达后立刻换上铠甲，随时准备进攻。王虎冷声道。诺。雷千山几人抱拳应道。站在王虎身后的纳兰琪儿看着王虎镇定自若地指挥全局，心中明白自己的这场豪赌是赌赢了。他坚信只要给王虎足够的时间，王虎一定可以帮助纳兰部复仇，灭掉白狼部、铁蛮部和黑山部。半盏茶时间眨眼即过，在3000黑甲骑兵焦急的等待中，3000府兵和6000匹战马姗姗到来。穿甲换马。伴随着雷千山一声冷喝，3000黑甲骑兵立即在府兵的帮助下穿戴好身上的重甲，同时也给新到的马匹披上了巨装铠甲。一切准备就绪后，所有人都将目光聚焦在高坡上的那道挺拔身影上。回将军鱼头率领500斥候兄弟已经摸到大营北面营门，随时可以发起偷袭。一名斥候亲卫纵马来到高坡下，大声道：“北风呼啸，天时地利人和，优势都在我，兄弟们，随我冲锋！”王虎举起手中选铁槊，骑着体格健硕的高头大马，率领3000铁甲骑兵朝着大雪笼罩下的黑水部发起冲锋。灰蒙蒙的天空下，3000黑甲骑兵发起冲锋，犹如地动山摇，很快惊醒了远处沉睡的黑水部大营。黑甲骑兵军开始冲锋了，兄弟们给我杀，夺取营门，优先击杀哨兵。潜伏在足以2米高木栅栏下方的小鱼儿听到远处传来的阵阵马蹄声，立即紧握手中的环手刀，带领500斥候亲卫朝着营门迅速杀去。什么情况？10几名负责看守营门的黑水部胡兵听着北方大地传来的剧烈震动，还没反应过来，上百支弩箭就朝他们铺天盖地射了过来。噗呲噗呲噗呲，一轮箭雨落下，10几名胡兵死伤殆尽，剩下一口气的也被迅速冲来的500斥候亲卫一刀砍杀。分成3队，2队占领附近岗哨，1队将所有巨马杂物搬开，坚守营门，阻击大营内的巡逻骑兵。小鱼儿眼见3000黑甲骑兵组成的黑色洪流距离大营已经不足500米，立即大声下令道：“诺！”500斥候在各自都头的带领下，迅速将营门口的巨马障碍全部清除干净。又有200斥候亲卫手持弓弩，开始定点清除大营周边的岗哨，抢占制高点。咚咚咚，震天动地的马蹄声让整个黑水部大营躁动不安，数以百计的骑兵开始朝着大营门口处冲来。射！面对冲来的数百黑水部骑兵，小鱼儿镇定自若，命令营门两边的300斥候亲卫发射手中的弓弩。嗖嗖嗖，3轮百人齐射，上百名黑水部骑兵坠马身亡。而当剩下的黑水部即将冲到营门时，一道狂暴无比的身影纵马冲入了大营中。死！一马当先的正是王虎，只见他横眉怒目，手中玄铁槊疯狂挥舞，冲在最前面的几名黑水部骑兵被锋利的槊头一一斩杀。
数颗人头抛向半空，鲜血喷溅，惊得后方的数百名黑水部骑兵戛然而止。兄弟们，杀啊！这时，雷千山、白鱼霜、纳兰苍鹰率领的3000黑甲骑兵也如黑色洪流般冲入大营，对大营门前的数百黑水部骑兵展开屠戮。杀！王虎充当3000黑甲骑兵的箭头，一路冲杀，将数百名黑水部骑兵杀得人仰马翻，落荒而逃。很快，黑水部大营中心响起了低沉的号角声，许多黑水部男子手持弯刀走出营帐，想要阻挡黑甲骑兵军的进攻。500人一队，分散冲锋，不要让他们抱团聚集。王虎看着混乱不堪的大营，大声下令道：“诺！”雷千山几人领命，6位正副统领分别率领500骑兵，朝着大营各处不断冲杀。白鱼霜，随我进攻他们的中军大帐。王虎见到白鱼霜跟在他的身后，立即大声下令，朝着号角声传来的方向冲去。诺！白鱼霜大声点头，率领500黑甲骑兵紧跟在王虎的身后。公主，你慢点。蒙烟看到纳兰琪儿紧跟在白鱼霜身后，不由得面色焦急道：“我纳兰部的勇士怎能甘于人后？”纳兰琪儿手持一柄环手刀，美目闪烁着凛冽寒芒，一刀将一名迎面冲来的黑水部骑兵拦腰斩成2截。不错。白鱼霜见到纳兰琪儿出手凌厉果决，眼眸冷淡道：“多谢夸奖。”纳兰琪儿嘴角轻笑，纵马疾行，想要跟上王虎的脚步。挡我者死！此时王虎犹如猛虎下山，凡是挡在他冲锋路上的，不管是人是马，都被他一槊轰飞。恐怖的力量让身后的纳兰琪儿和白鱼霜满眼震惊。虽然众人都知道王虎天生神力，但一槊将1头1000斤重的战马拍飞出10几米远，简直闻所未闻。这已经不能用天生神力来形容，简直就是天神下凡了。哈哈，谁敢与我一战？王虎仰天大笑，声音传遍大半个黑水部大营，让无数黑水部族人胆寒。此人实力绝不低于8品武夫，他是谁？一名黑水部胡继千夫长亲眼目睹王虎一槊将一人一马轰飞，那恐怖的画面让他终生难忘。低沉的号角声还在大营中响彻，位于大营中央的首领大帐前已经聚集了数百名黑水部精锐骑兵。儿郎们，随我冲锋！黑水部首领阿里不达身着一身铁甲，手持一柄2米长大刀，骑上战马，在上百名亲卫骑兵的拱卫下，朝着王虎冲去。来得好！见到阿里不达率领数百骑兵冲来，王虎双目兴奋，单枪匹马迎了上去。当一声清脆的金铁撞击声响起，王虎和阿里不达手中兵器碰撞，火花四溅，一错即过。好恐怖的力量！此人难道真是8品武夫？简单的交手试探，阿里不达迅速调转马头，回到亲卫骑兵人群中。刚才的碰撞让他掌心虎口震裂，整条手臂都在发麻颤抖，丝丝鲜血顺着刀柄不断滴落地面。不错，竟然能挡得住我一槊，报上名来。王虎右手持槊，眼神颇有兴趣地打量着阿里不达道：“我乃黑水部首领阿里不达，你是何人？为何偷袭我黑水部？”阿里不达看着王虎身后的数百名黑甲骑兵，满脸阴沉道：“我乃大前镇北将军王虎，今日就是来覆灭你们黑水部的。”王虎没想到对方就是黑水部首领，不由得满脸傲然道：“你就是王虎？”阿里不达满眼震惊，没想到眼前的青年男子就是不久前打败白狼部、黑山部和铁蛮部7万联军的王虎。如今王虎的名字可以说是名震整个草原，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没错，我就是王虎。王虎仰天大笑道：“王虎，我们黑水部和你无冤无仇，为何要来攻打我们？”阿里不达满脸愤怒道：“阿里不达，可还认得我？”纳兰琪儿骑马来到王虎身旁，美目含煞道：“纳兰琪儿，你竟然还活着！”阿里不达见到纳兰琪儿，满眼惊讶，隐隐猜到了什么。没想到吧，我不但还活着，今日还要灭了你黑水部。黑山部进攻大前王朝，别说你们黑水部没有参与，当初你们黑水部跟随黑山部灭我纳兰部，可有想过今日？纳兰琪儿俏脸冰寒道：“哈哈，参与又如何？没参与又如何？今日你们主动送上门来，那就都别走了。”阿里不达见到又有数百骑兵汇聚过来，满脸嚣张的狂笑道：“别跟他废话了，直接杀光他们！”白鱼霜来到王虎的另一侧，举起手中的银枪道：“杀，一个不留！”王虎非常同意白鱼霜的提议，直接带头朝着阿里不达冲去。杀！白鱼霜和纳兰琪儿同时发出交喝，率领500黑甲骑兵紧跟在王虎的身后。谁能杀了王虎，我封他做万夫长，地位仅次于我，可以享受部落中的所有女人。阿里不达深知自己不是王虎的对手，只能用人数上的优势来围杀王虎。为此，他不惜让出一部分的部落权力，只希望有人可以杀掉王虎。可惜
他还是小瞧了王虎的实力，接下来的战斗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统统下地狱吧！面对包围自己的10几名黑水部骑兵，王虎眼神冰寒，手中旋铁槊横扫，将冲过来的几名胡骑轻松斩杀。阿里不达，今日就是你的死期！王虎轻松击杀几名胡骑后，继续朝着人群中冲去。凡是想要阻挡他的胡骑，皆被一槊捅杀。渐渐的，竟然无人敢再冲到前面。阿里不达周围的骑兵越来越少，一起上，杀了他！面对距离自己赫然不足10米的王虎，阿里不达大吼一声，右手紧握2米大刀，率领数十名亲卫骑兵朝着王虎冲去。哼，不知死活！王虎嘴角冷笑，持槊冲锋，一个侧身，轻松躲过阿里不达劈砍而来的刀锋，紧接着一个回马枪，一槊刺中了阿里不达的背部。噗呲，锋锐槊头刺穿铁甲，但并未洞穿阿里不达的身躯，让他捡了一条命。嘶！吃痛之下，阿里不达身体猛然摔落地面，引得数十名亲卫骑兵面色大惊。保护首领！亲卫骑兵百夫长大吼，率领数十名骑兵阻挡王虎的靠近。螳臂当车！王虎再次纵马冲锋，一个冲刺，玄铁槊左突右刺，不停挥舞，连续又击杀10几名亲卫骑兵撤。这时，阿里不达重新骑上了一匹战马，不敢再跟王虎交手。你逃不了的！王虎挥舞手中玄铁槊，将悍不畏死的数十名亲卫骑兵屠戮一空，朝着逃跑的阿里不达追去。拦住他！紧跟在阿里不达身后的亲卫骑兵百夫长命令周围的黑水部骑兵阻挡王虎追击，但无人是王虎的一合之敌。胡贼，哪里逃！当阿里不达率领仅剩的10余骑亲卫骑兵和100余骑部落骑兵逃至大营南面的营门处时，前方道路忽然被纳兰苍鹰率领的数百黑甲骑兵挡住。冲出去！阿里不达满眼发狠，右手托着2米大刀，强忍着后背伤口的疼痛，朝着纳兰苍鹰和数百黑甲骑兵冲去。他宁愿面对纳兰苍鹰的数百黑甲骑兵，也不想回头和王虎交手。仅仅2次交手，他就身负重伤，若是再来一次，他必死无疑。弓弩准备！面对阿里不达和上百名骑兵的冲锋，纳兰苍鹰沉着冷静地下达命令，等待最佳射杀距离。放！随着纳兰苍鹰一声令下，严阵以待的数百名黑甲骑兵齐齐扣动扳机，数百支弩箭射向50步外的黑水部骑兵。嗖嗖嗖！狂风暴雨般的弩箭将一名名黑水部骑兵从马背上射杀。眨眼间，上百名骑兵只剩下寥寥20-30骑。狡猾的前人！肩膀挨了一箭的阿里不达满眼愤怒，迎头撞上了纳兰苍鹰为他准备的森冷骑兵枪阵。杀！纳兰苍鹰率领数百黑甲骑兵发起冲锋，沾满鲜血的骑枪将剩余的20-30名黑水部骑兵全部挑飞击杀。最终，整个大营南门处只剩下满身鲜血的阿里不达一人还活着。你想多了，我只是想把你押送到永安城，交给我们大前皇帝亲自来发落，仅此而已。王虎眼神平静道：我黑水部勇士只会站着生，绝不会跪着死。想把我押到你们皇城，做梦！阿里不达自知逃脱无望，满脸愤怒道：纳兰苍鹰，成全他！王虎眼神冷漠道：诺！纳兰苍鹰左手抬起，数十支弩箭刹那间瞄准了阿里不达的身体。今日我死，来日我草原大军必定踏平你安西郡，为我黑水部复仇！阿里不达大声怒吼道：放箭！纳兰苍鹰见到阿里不达死到临头还敢叫嚣，立即大手一挥，嗖嗖嗖，数十支箭矢准确无误射中了阿里不达的身体，让他瞬间变成了刺猬，身体也从马背上坠落地面。首领死了，大家快逃啊！这一幕被许多的黑水部族人看见，让黑水部众人彻底失去了抵抗的信心。兵败如山倒，随着阿里不达的死亡，黑水部再也无法阻止有效的抵抗。大量的黑水部男子被杀戮，剩余的男子和老弱妇孺全部跪在大营中，不敢有丝毫的反抗。一些逃出大营的游骑也被小鱼儿率领的500亲卫斥候截杀。整场大战进入了收尾阶段。纳兰苍鹰、雷千山将所有的男子集中到一起看管，谁敢反抗，格杀勿论。王虎在大营巡视一圈后，对着聚集过来的雷千山和纳兰苍鹰冷喝道：诺！两人抱拳领命，率领着上千黑甲骑兵，将数千名放下武器的黑水部男子集中驱赶到了大营的东南角。纳兰明德立即传令3000府兵入营，将所有牛羊马匹集中看管。王虎又对着一旁的纳兰明德下令道：诺！纳兰明德低头抱拳，带着10几名黑甲骑兵朝着大营外冲去。孙大猛，你率领500黑甲骑兵看押好所有女人，有煽动作乱者格杀勿论。王虎一条接着一条的命令发出，让原本混乱的大营中顿时变得井然有序起来。夫君，我想去看看那些女人和俘虏，里面可能有我纳兰部的族人。纳兰齐儿骑着马
来到王虎面前道：“好，只要是纳兰部的人都可以带回西山关。”王虎点点头道：“多谢夫君。”纳兰琪儿眼露惊喜道：“白统领，你跟公主一起过去，注意安全。”王虎担心会有人报喜发难，又对白玉霜说道：“好。”白玉霜虽然心里不情愿，但还是接受了王虎的命令。有劳白统领了。纳兰琪儿微微一笑道：“他是将军，我是下属，他的命令我自然要遵守。”白玉霜面容冷漠道：“纳兰琪儿轻轻点头，不再多说什么，带着蒙烟和几名女骑朝着黑水部的女子营区走去。公主，统领。孙大猛见到纳兰琪儿和白玉霜走来，立即抱拳拱手道：“无需多礼。”纳兰琪儿淡声道：“公主是纳兰公主。”纳兰琪儿话音刚落，近万名女子中就有数百名女子躁动起来。“我是纳兰部的公主，纳兰琪儿，你们的公主回来了。”纳兰琪儿见到数百名纳兰部的女子站起身，不由得面容激动道：“纳兰部的人都出来，其他人老实蹲好，胆敢妄动者，杀无赦。”孙大猛手持一柄2米大刀，满脸凶悍道：“大家安静，相互确认对方的身份，有序走出来。”纳兰琪儿朗声道。在500黑甲骑兵的注视下，数百名纳兰部的女人井然有序地走出俘虏区，并未发生任何骚乱。“蒙烟，你来确认他们的身份，我去男子那边看看。”纳兰琪儿对蒙烟说道。“是，公主。”蒙烟点点头，翻身下马，准备去一一查验那些女人的身份。“白统领，我们去那边看看。”纳兰琪儿手指着黑水部男子俘虏被看押的大营东南角道：“走。”白玉霜骑着马紧跟在纳兰琪儿身旁，美目扫视着四周。公主，真的是公主。纳兰琪儿的到来引发了大量黑水部俘虏的躁动，上千名男子脸色激动起来。纳兰部的族人都站起来。纳兰琪儿美目扫视眼前的数千男子，大声娇喝道：“哗哗哗！”纳兰琪儿话音刚落，上千名衣衫褴褛、身形消瘦的男子都站了起来，许多人手上和脚上还带着铁链。“纳兰苍鹰，清点人数，把他们都放出来。”纳兰琪儿对着纳兰苍鹰说道。“是，公主。”纳兰苍鹰看了白玉霜一眼，在白玉霜轻轻点头后，才抱拳低手道：“所有人不得喧哗，依次排好队，谁敢乱动，杀无赦。”纳兰苍鹰拔出腰间环手刀，用刀尖指着在场的所有黑水部俘虏道。很快，在上千名黑甲骑兵的注视下，1000余名纳兰部族人从俘虏区走出，几乎人人都带着铁链，满身血污，看起来惨不忍睹。“你们受苦了。”看着眼前的族人几乎都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纳兰琪儿眼圈泛红道：“今生还能见到公主，我等死而无憾。”一名满身血污、双手和双脚全被铁链锁住的青年男子单膝跪地，声音沙哑道：“纳兰沧海。”纳兰苍鹰一眼认出单膝跪地的男子，正是当初在部落中与他齐名的纳兰沧海。“你是纳兰沧海？”看着眼前蓬头垢面、全身伤痕累累的男子，纳兰琪儿满眼的不可置信。当初的纳兰沧海和纳兰苍鹰年轻俊朗，身材魁梧健硕，两人都是纳兰部最杰出的千夫长。可谁也没想到，当初身形魁梧的纳兰沧海，如今体型被折磨得消瘦了一大半，脸庞瘦得脱相，只剩皮包骨了。“公主，我是纳兰沧海。”纳兰沧海虎目含泪，重重地以手扣地道：“快起来，你还活着就好。”纳兰琪儿翻身下马，走上前将纳兰沧海扶起来道：“那个女人是纳兰部的公主，只要抓住她，我们就能活命。”一名黑水部的千夫长认出了纳兰琪儿的身份，大声高喊道：“保护公主！”纳兰苍鹰大喝一声，上千黑甲骑兵齐齐勒紧马绳，上前2步，将躁动的数千黑水部俘虏压制得不敢动弹。纳兰苍鹰找钥匙打开他们的铁链。纳兰琪儿朝着纳兰苍鹰大声道：“我知道钥匙在哪里，我跟你一块去。”纳兰沧海有些虚弱地对纳兰苍鹰说道：“好。”纳兰苍鹰翻身下马，铿锵一声，一刀将纳兰沧海两脚之间的铁链斩断，但强大的反震力竟将环手刀的刀刃给蹦出了一小块缺口，看得纳兰苍鹰满眼心疼。要知道，每一柄环手刀都堪比百段钢的工艺，目前镇北军中也只有3000黑甲骑兵军每人装备了一柄环手刀。像其他4大部族营，只有少量人马装备了环手刀，大多人还是用着老旧的长枪和战刀好锋利的刀。纳兰沧海看着斩断自己脚上铁链的环手刀，眼中神采奕奕道：“为了你，我可是失去了一柄好刀，以后你要赔给我。”纳兰苍鹰话音落下，又将纳兰沧海双手之间的铁链斩断，结果毫无意外，刀刃处又被蹦出一块缺口。“没问题。”纳兰沧海笑着道：“上马，带我去取钥匙，我可不想一刀一刀将他们手上脚上的铁链斩断，那还不知道要废掉多少柄刀。”纳兰苍鹰让纳兰沧海上了自己的战马，自己骑上了另一匹战马。“走。”纳兰沧海点点头，
带着纳兰苍鹰朝着他们之前被关押的营区纵马奔去。大家稍等一会，等他们回来，就可以给你们打开铁链了。纳兰琪儿满眼欢喜地安抚着眼前的上千名纳兰部族人道：“谁也不许妄动，否则别怪我刀下无情。”雷千山骑马来回巡视，虎目紧盯着有些不安稳的数千名黑水部俘虏。大家跟我一起上，抓住纳兰部公主，我们还有活路，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几名黑水部千夫长经过合计，突然抱起发难，全部朝着纳兰琪儿所在的位置冲去。杀！其中一名黑水部千夫长掏出隐藏的短刀，脚蹬地面，飞身而起，掠过2排黑甲骑兵的防守，朝着纳兰琪儿的后背一刀刺去。夫人小心！雷千山见到有人偷袭纳兰琪儿，面容暴怒，想要出手阻拦，可惜距离太远，根本来不及。噗呲！千钧一发之际，一道白色身影飞身挡住了刺来的短刀，并一脚将黑水部千夫长踹飞。白统领！白色身影正是白鱼霜。纳兰琪儿回转身体之际，发现白鱼霜身体半跪在地上，腹部鲜血直流，一柄尺长的短刀插在了他的腹部。我没事。白鱼霜面色苍白，左手拄着银枪，右手捂住流血的伤口。给我杀光他们！见到白鱼霜受伤，雷千山大声怒喝，纵马朝着黑山部人群中杀去。杀！上千黑甲骑兵齐齐怒吼，纵马冲杀，一场血腥的屠杀就此展开。不要杀我，我投降！一名黑水部少年举起双手，满脸恐惧，结果还是被一名黑甲骑兵一枪刺穿了心脏。为什么会这样？一名黑水部老者满眼绝望，心中恨死了刚刚出手偷袭纳兰琪儿的千夫长，最终满眼惊恐地倒在了血泊中。混乱的杀戮引起了王虎和大营中黑甲骑兵的注意，立即又有上千黑甲骑兵前来支援。怎么回事？王虎纵马而来，看着脸色惨白、腹部插着短刀的白鱼霜，眼中怒火中烧道：“刚才有人想偷袭我，是白统领帮我挡了一刀。”纳兰琪儿眼圈发红道：“找死！”王虎目光望向正在被黑甲骑兵屠戮的黑水部俘虏，眼中没有任何怜悯。原本他还在考虑要怎么处置他们，现在完全不用操心了。一个字：杀！蒙烟，快去叫军医，白统领受伤了。纳兰琪儿见到蒙烟也赶了过来，满脸焦急道：“是，公主。”蒙烟慌忙点头，骑着马朝着大营外奔去。3000府兵中就有着上百名学习过包扎的医者，也有着10几名随军大夫，他们是王虎专门为3000黑甲骑兵配置的医疗队伍。正是因为这些军医的存在，才让许多受了轻伤的黑甲骑兵继续战斗，避免伤口感染。整场杀戮持续了半个时辰左右，数千手无寸铁的黑水部俘虏全被斩尽杀绝。怎么回事？找到钥匙回来的纳兰苍鹰看着满地的残肢断臂和尸体，满眼震惊道：“刚才有人想偷袭公主，幸亏白统领用身体护住了公主。”一名纳兰部的黑甲骑兵说道：“这些该死的家伙！”纳兰苍鹰满脸愤怒，恨不得下去将那些尸体再砍上几刀。雷千山、纳兰苍鹰，你们率领2000黑甲骑兵断后，其他人将所有能带走的物资全部带走，准备返回西山关。王虎对雷千山和纳兰苍鹰下令道：“诺！”雷千山和纳兰苍鹰抱拳领命，接着率领各自麾下人马朝着大营西面冲去。虎头，这些女人怎么办？见到王虎骑马而来，孙大猛抱拳问道：“愿意跟我们走的，随大军返回西山关；不愿意走的，留下3日口粮给他们。”王虎看着黑压压的近万名女人，眉头轻皱道：“诺！”孙大猛抱拳应道。很快，3000府兵赶着数万头牛羊马匹，踏上了返程的路途。而让王虎惊奇的是，居然有一大半女人愿意跟着他返回西山关，并且还都是年轻力壮的女人们。经过询问才知，这些女人大部分都是黑水部掳来的，其中有不少都是大钱和北离的女人，也有一些其他小部落的女人。一路上，小鱼儿率领500斥候在前面开路，中间浩浩荡荡的上万人马驱赶着数万头牛羊前进，1000黑甲骑兵则在两侧巡弋保护。庞大队伍从上午4时出发，直到下午申时7刻，才走了不到20里路，距离西山关足足还有60余里。身处队伍后半段的王虎望着夜幕即将降临，立即让队伍停止前进，就地扎营。夫君，按照这种速度，我们恐怕后天才能抵达莫兰部，要不我先赶去莫兰部，避免莫兰部误会我们。队伍停下安营扎寨后，纳兰琪儿对着王虎说道：“我让小鱼儿率领300亲卫与你一同前去，另外你也可以明确告诉他们，若是不愿意归顺于我，大军路过时会将他们部落夷为平地。”王虎眼神平静道：“我明白怎么说。”纳兰琪儿点点头道：“我期待有个好结果，毕竟这次杀的人够多了。”王虎目光闪烁道：“放心吧，我这个纳兰部公主的名头还是有些号召力的。”纳兰琪儿嫣然一笑，转身策马离去。翌日清晨，大军吃过早饭，刚准备上路，
一名黑甲骑兵忽然朝着王虎所在位置狂奔而来。将军，后方有上万骑兵正在朝我们追来，似乎是黑山部的骑兵。雷统领让我过来通知你一声。黑甲骑兵抱拳大声道：黑山部竟然敢追过来，还真是不知死活。闻言，王虎嘴角露出一抹狞笑，随即对一旁的纳兰明德和孙大猛道：纳兰明德率领500骑兵随我前去接应，孙大猛率领500骑兵继续保护大军前行。诺。纳兰明德和孙大猛同时抱拳领命，带着各自麾下黑甲骑兵迅速行动起来。驾！王虎纵马扬鞭，率领500黑甲骑兵快速前进，很快就来到5里开外严阵以待的2000黑甲骑兵阵前。虎头！雷千山等人见到王虎到来，面色大定的抱拳道：只要有王虎在场，别说黑山部只来了1万骑兵，哪怕来10万人，他们也不怕。在镇北军所有人的心目中，王虎就是不可战胜的神话，只要王虎人在，士气必然暴涨100倍。准备冲锋！王虎目光望向西北大地，无数的黑山部骑兵正呼啸而来，远远望去，仿佛无穷无尽，确实不下万人。诺！众人大声应道，左手纷纷勒紧马绳，右手紧握长枪或是环手刀，个个眼神充满了无尽战意。冲！在黑山部骑兵冲刺距离还剩下不足500米时，王虎大喝一声，一人一马如利箭般激射而出。兄弟们，杀！雷千山、东方苍鹰等骑兵将领大声怒吼，紧紧跟随着王虎的步伐，朝着黑山部骑兵大军发起冲锋。2500众骑兵奔跑起来，地动山摇，整个大地似乎都在颤抖，恐怖的气势瞬间盖过了黑山部骑兵大军。儿郎们，给我撕碎他们！黑山部此次率军追击的万夫长黑木塔看到大前骑兵不但不跑，反而对他们进行反冲锋，不由得大吼道：在他心里，大前骑兵的战斗水平根本不堪一击，1万对2000简直是碾压。可当他看到双方大军碰撞的瞬间，一种不好的念头在他心头萦绕。砰砰砰！双方骑兵展开激烈碰撞，黑甲骑兵凭借巨装铠甲的优势，几乎无视黑山部骑兵的攻击，而黑甲骑兵手中的长枪和环手刀却能轻松洞穿，劈开黑山部骑兵身上的皮甲和棉衣。仅仅一个冲锋，便有上千名黑山部骑兵被斩落马下。噗呲噗呲噗呲！此时，王虎一人一马冲入万军丛中，手中玄铁槊疯狂舞动，每一次挥动都会带走一名黑山部骑兵的生命。黑木塔大人，他们是大前最精锐的黑骑军，我们上当了。一名亲卫百夫长发现自己的弯刀竟然劈不开黑甲骑兵身上的铠甲，满脸惊恐，在黑木塔身旁大声道：不可能，大前王朝黑骑军总共不过5000人，怎么可能长途跋涉派出那么多人来偷袭草原？黑木塔满眼不相信道：就算他们不是真的黑骑军，但他们身上和战马身上披的都是巨装铠甲，这是一支战力不输于黑骑军的恐怖骑兵。亲卫百夫长满眼惊惧道：确实如此，可恶的前人，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好的铠甲？命令所有人撤退。黑木塔满眼愤怒和懊恼，面对防御力和杀伤力恐怖的黑甲骑兵，最后只能选择避其锋芒撤退。急促的号角声响起，黑木塔在亲卫骑兵的保护下迅速撤出战场，剩余的黑山部骑兵听到号角声也纷纷落荒而逃。兄弟们，他们逃了，给我狠狠地杀！雷千山发现黑山部骑兵开始撤退，立即大声吼道：穷寇莫追！王虎接连杀了数十名黑山部骑兵后，阻止黑甲骑兵继续追击，让此战大败的黑山部骑兵顺利撤出了战场。虎头为什么不乘胜追击，灭了这支黑山部骑兵？纳兰苍鹰、雷千山等一众将领围过来道：我们是重骑兵，速度根本追不上他们，况且你们谁知道他们后面还有多少骑兵等着我们？王虎目光冷静道：虎头说的没错，我们黑甲骑兵虽然战力强悍，但若长时间战斗，体力消耗巨大，一旦黑山部大军倾巢出动，我们未必能挡得住。雷千山非常认可王虎的命令，也猜出了王虎的担忧。是我考虑不周，但刚才真的杀得太痛快了。纳兰苍鹰不好意思地笑道：哈哈，刚才的交锋，黑山部最少死了2000人，我们伤亡不会超过100人。纳兰明德也大笑道：好了，让兄弟们整理队形，迅速撤退，战场不必打扫。王虎深知重骑兵的优缺点，如果黑山部真要跟他们死磕，只需要采取袭扰的方式，就能轻松耗死他们。诺！众人抱拳点头，开始收拢部队，井然有序地撤出战场。嘘嘘！此刻，逃出10几里外的黑山部骑兵纷纷停止了奔逃。万夫长黑木塔也勒住缰绳，率领近100名亲卫骑兵调转马头，目光遥望战场方向，发现黑甲骑兵没有追来后，才松了一口气。万夫长，我们这次损兵超过了2000人马，回去该怎么向大汗交代？亲卫百夫长满脸担忧道：没什么好交代的，
就算是大汉帐下的3000黑云骑，也不可能是刚才那只黑甲骑兵的对手。黑木塔眼眸闪过一抹深深的忌惮道：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付他们吗？亲卫百夫长皱着眉头道：当然有，只需5000弓骑兵，我就能轻松击败他们。可惜之前没想到他们会是清一色的巨装重骑。黑木塔眼神阴翳道：那我们要不要继续追击他们？亲卫百夫长犹豫不决道：来不及了，对方主将很明显也知道巨装骑兵的弱点，所以才没有对我们穷追猛打。而我们刚经历一场大败，士气低落，人困马乏，再追下去也没有意义了。黑木塔摇摇头道：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要撤兵吗？亲卫百夫长有些不甘心道：撤退，这支黑甲骑兵的主将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强者，我需要回去与大汉好好商议一番。黑木塔调转马头，并不知道率领黑甲骑兵军的将军正是之前打败3大部落7万联军的王虎。返程第3日中午，白雪皑皑的草原上，上万人的大部队浩浩荡荡前进着，前方不远处则是莫兰部的大营所在地。咚咚咚，王虎率领500黑甲骑兵冲在最前头，望着远处莫兰部大营冲出的上百名骑兵，抬手制止了大军继续前进。领头的是夫人，跟随在王虎身旁的雷千山目光眺望冲在100人骑兵最前方的几骑，正是纳兰齐儿、蒙烟和一名中年胡人。夫君，你们终于来了。纳兰齐儿纵马来到王虎面前，满眼欣喜道：昨天早上跟黑山部打了一架，耽搁了点时间。王虎嘴角一咧道：黑山部派人追杀你们了。纳兰齐儿美目圆瞪，目光在王虎身上打量几圈，发现王虎没有受伤后才安下心来。黑山部的1万多骑兵直接被我们2000人马打得落花流水，最后直接丢下2000多具尸体逃跑了。雷千山满脸自豪地说道：夫君真是用兵如神。纳兰齐儿满眼震惊，随后对王虎介绍道：这位就是莫兰部的首领纳西恩。纳西恩，拜见将军。纳西恩直接从马背上下来，单膝跪地，右手放在胸前道：西恩首领请起，不必如此客气。王虎嘴角含笑，显然对纳西恩的态度非常满意。将军，部落已经备好的酒菜，还请将军一驾。纳西恩黝黑瘦削的脸庞上满是殷勤道。显然刚才雷千山和纳兰齐儿之间的谈话彻底把他给震惊到了。黑山部1万多骑兵对战王虎的2000骑兵，居然大败而逃，还被斩首2000余人，这简直骇人听闻啊！哪怕是3大部落最精锐的大汉清军，恐怕也做不到如此恐怖的战绩吧？1比5还被打败了，这还是号称马上无敌的草原铁骑吗？想到此处，那西恩看着王虎的眼神都小心翼翼起来，生怕王虎一声令下将他的莫兰部给灭掉。多谢。王虎点点头，率领500黑甲骑兵跟随纳西恩前往莫兰部，后方大军则继续朝着莫兰部东面的草原前进。虎头，王虎率领500黑甲骑兵抵达莫兰部大营门口，就看到小鱼儿率领500斥候亲卫在周围持刀巡弋，明显在提防着莫兰部可能会对他不利，所有人下马跪拜镇北将军。纳西恩骑马来到大营门口，对着营门口排列整齐的上千名莫兰部骑兵大吼道：拜见镇北将军，拜见镇北将军，拜见镇北将军。上千名莫兰部骑兵训练有序地翻身下马，单膝跪地，大声道：诸位勇士请起。王虎看着气势不俗的莫兰部1000余骑兵，有点明白莫兰部为什么没有被黑水部和枪离部直接吞掉了。莫兰部虽然人少兵少，但眼前这1000余骑兵表现出的气势丝毫不弱于黑水部和枪离部的那些亲卫骑兵。如果真打起来，想要吃下眼前这1000人骑兵，2大部落恐怕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这也是为什么2大部落一直没有动莫兰部的主要原因。不过眼前的这支骑兵虽强，但在黑甲骑兵军面前还不够看的。都起来吧。纳西恩轻轻抬手，不敢在王虎面前表现得太过张扬。你们留在营外，不需要入营。王虎对着雷千山和500黑甲骑兵道：诺。雷千山抱拳低手，率领500黑甲骑兵整齐列队在莫兰部的大营门口。咕噜，莫兰部的1000余骑兵看着铁甲森森、纪律严明的500黑甲骑兵，都露出羡慕和恐惧的眼神。500黑甲骑兵虽然人数很少，但身上所散发出的肃杀气息却让整个莫兰部感到窒息。尤其是那一双双冰冷至极的眼眸，让莫兰部的骑兵根本不敢与之对视。经过多番大战，黑甲骑兵军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浓烈的杀气和血腥气，这种经历血与火所凝练出的气息是无法掩盖住的。所以此时在500黑甲骑兵军的注视下，莫兰部骑兵都有种被猛兽盯上的感觉。那种感觉让莫兰部骑兵宁愿面对数倍于己的其他部落骑兵，也不想面对这支500人的黑甲骑兵。营帐中，将军、公主请上座，我们莫兰部物资匮乏，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还请将军莫要见怪。走进营帐后，
纳西恩主动让王虎和纳兰琪儿坐到主位，自己则和几位莫兰部的将领坐在大帐两边。无妨，我也是军人，对吃的并没有太大追求，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王虎看着长桌上摆放的各种肉食和马奶酒，大笑道：“将军不嫌弃就好。”纳西恩满脸恭维道：“诸位，今日多谢你们莫兰部的款待，我借花献佛，敬你们一杯。”王虎端起桌上的一杯马奶酒，对着大帐中的莫兰部众人举杯道：“将军不必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纳西恩笑容满面地举起酒杯道：“哈哈，那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干了。”王虎大笑着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话语中的意思很明显，从此莫兰部和镇北军就是一家人了。将军说的没错，以后我们莫兰部还需要将军多多照拂。纳西恩满脸陪笑地将杯中酒水也一饮而尽道：“各位，公主应该都跟你们说了，羌离部和黑水部都已经被我灭了，你们接下来如何打算？”酒过三巡后，王虎放下手中的青铜酒杯，目光灼灼道。见到众人沉默不语，大帐气氛陡然紧张起来。这时王虎嘴角轻笑道：“大家不用担心，我王虎不会逼迫你们做什么。不过我现在已经跟草原各部结下死仇，他们没办法找我复仇，必定会把怒火发泄到你们莫兰部身上。毕竟你们莫兰部距离我们西山关最近，羌离部和黑水部都被灭了，而你们莫兰部却没有任何事，你们觉得草原其他部落会怎么想？”听王虎的分析，纳西恩几人陷入短暂沉思。众人交换一番眼神后，纳西恩直接站起身，朝着王虎弯腰拱手道：“我莫兰部上上下下5000余人，全都听将军的。将军让我们往东，我们绝不往西。西恩首领请坐。如果各位信得过我，你们莫兰部全部跟我回大前，我会亲自奏请陛下，为你们莫兰部请封。”王虎满脸真诚道：“我等全听将军差遣。”纳西恩和另外几名部落将领纷纷抱拳大喝道：“好，既然如此，事不宜迟，我希望2天之内，部落就能迁往安西郡。我会在安西郡为部落寻找一块合适的休养之地。”王虎笑着道：“遵命。”纳西恩几人点头道。傍晚，西山关城墙上，李二牛望着城外浩浩荡荡而来的大部队，眼眸圆瞪：“是虎哥回来了，快打开城门！”李二牛一眼就看到骑马走在最前头的人，正是王虎和纳兰琪儿，顿时满眼惊喜道：“吱呀！”伴随着高大厚重的城门被缓缓拉开，上万人的大部队井然有序地进入关内。我等拜见将军。听到王虎回关，郑远山、柳征北、狗娃、陈峰等一众将领全部来到关口处迎接。各位免礼，回军营。王虎大手一挥道：“诺。”众人抱拳点头，看着万人大军中的数千女人和数不清的牛羊马匹，个个难掩兴奋。大营主帅大帐中，王虎大马金刀地坐在大帐主座上，众人按军职分别坐在大帐两边。咦，雷统领呢？柳征北没见到雷千山的身影，满眼好奇道：“莫兰部已经决定归顺于我，我让雷千山率领1000黑甲骑兵保护他们部落，2天内迁移进关内。”王虎淡声道：“他将雷千山留在莫兰部，既有保护也有监视的意味。”众人一听也全都明白了。虎头，我看你们带回来那么多女人和牛羊马匹，咱们是不是可以过个肥年了？陈二狗双眼放光道：“没错，明天就是除夕，我们今年就在西山关过年。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谁都不能欺负那些部落里的女人，那都是我为兄弟们准备的媳妇。”王虎满脸正色道：“虎头放心，我们不是管不住下半身的人，谁要敢违反军纪，我陈二狗第一个不饶他。”陈二狗满脸义正言辞地说道：“好，那我封你做镇北军的监察官，专门给我抓那些不守军纪的人，抓一个处置一个。”王虎大手一挥道：“啊，虎头这就不用了吧？”对于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陈二狗满脸抗拒道：“你刚才不是信誓旦旦说要处罚那些违反军纪的人吗？现在怎么当起缩头乌龟了？”王虎翻着白眼笑骂道：“要不我来做这个恶人吧？”坐在王虎身旁的纳兰琪儿主动出声道：“对，公主来做这个监察官最合适了，我确实不太合适。”陈二狗满脸讪笑道：“哼，没出息。”王虎轻哼一声，目光看向大帐内的众人道：“大家有什么意见吗？我同意由公主来监察官，整个镇北军也没有人比公主最有这个资格了。”陈峰举手道：“我觉得老陈说的没错，我也同意。”郑远山也点头道：“我同意，我没意见，我也同意。”陈峰的话得到众人的同意。纳兰琪儿不但是纳兰部的公主，更是王虎的女人，镇北军中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要说谁适合来做监察官，也只有纳兰琪儿最合适，否则谁来做都不合适。毕竟在镇北军中能代表王虎的人，目前也只有纳兰琪儿一人。当然，要是白鱼霜也在此的话，众人可能还会犹豫一下。之前所有人都认为白鱼霜会成为王虎的女人，只是没想到纳兰琪儿会突然冒出来。
好，既然大家都同意，从即日起，那蓝琪儿便是镇北军的监察官了。他将代表我巡查整个安西郡的镇北军，若有人违反军纪，他有直接处罚的权利，无需通报任何人。王虎目光扫视众人道：他设立监察官一职，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前几天就有了这种念头。尤其是回到关内后，看到关内士卒望着那些被掳来女人时的目光，这种念头便更加强烈。一支军队如果想一直打胜仗，必须保持高度的纪律性，绝不能放任不良作风和任何败坏军纪的行为。经过这几场胜利，他能感觉到有些人内心已经滋生出各种自得傲慢的负面情绪。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遏制，势必会带坏整个镇北军的风气。他可不想眼睁睁看着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镇北军被几场胜利就冲昏了头脑，最终走向破灭。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纳兰琪儿起身对着众人躬身低头道：我等不敢。众人纷纷起身还礼。其实在大前军中向来都有监军一职，只不过镇北军比较特殊，所以监军职位一直空缺，而纳兰琪儿的监察官就相当于监军，只不过职责范围被王虎缩小了很多，只简单负责军纪这一方面。所以众人对于王虎设立监察官一职并没有多少抵触的情绪。老陈，你是西山关守将，所有女人和纳兰部族人的住处由你来统一安排，牛羊马匹分别送往青阳谷马场和铜山马场，另外挑出2000只羊送到安西郡城，其他县城各送去1000只。除此之外，告诉各大县令，今年除夕，我希望全安西郡的百姓都能过上一个好年。至于大军犒赏，由你们自己来商议确定，最后给我一份清单即可。王虎有条不紊地说道。诺。众人纷纷低手抱拳道。清晨，火红朝阳升起，温暖的光芒照耀大地。吱呀，西山关东面城门大开，一支支载满物资的牛羊车队朝着安西郡各大县城和屯军卫所行去。驾！很快，以王虎和小鱼儿为首的100余亲卫骑兵纵马离开关口，朝着安西郡城的方向快速奔去。安西郡城，郡守府。白统领，你看看谁来了？古色古香的卧房中，秦卫宁满脸微笑地走进房间，对着躺在床上的白鱼霜笑道：魏头。白鱼霜美目望向房门口，看到了身材高大的魏猛走进了房间中。白统领，多日不见，你怎么也躺下了？咦，还有你脸上的胎记呢。魏猛走进房间，看着脸色苍白的白鱼霜，满脸惊讶道：魏头，此事说来话长，等以后我再和你细说。白鱼霜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对，现在你养伤要紧，应该少说话，多休息。魏猛满脸的郑重其事道。魏头，你的伤势都痊愈了吗？白鱼霜声音带着几分关怀道。好的差不多了，不过大夫跟我说，要想上战场，还需要再休养个1-2月。魏猛摇摇头道。没事，反正现在也无战事，魏头可放心休养，况且还有那个家伙主持大局，你更不用操心。白鱼霜想到都好几天了，王虎还没有来看他，眼眸深处不禁多了几分幽怨。他知道王虎有5个老婆，不对，若是算上9公主赵玉珍和纳兰琪儿，那就是7个女人。但不知为何，他总是会在梦中梦到和王虎一起纵马飞驰，一起并肩战斗，一起在城墙上看朝阳升起，夕阳落下。这种无形的暗示让他发现自己似乎越来越离开那个男人了。哦，你说的那个家伙，可是我身后的这个家伙。魏头发现王虎不知何时偷偷溜进了房间，满脸戏谑地闪开身体道：魏头，秦大人。王虎先跟秦卫宁和魏猛打了声招呼，接着才走到床边道：抱歉，我来晚了。白统领，该喝药了。一道温柔的声音传来，只见一身白色袄裙的秦卫娘浅笑盈盈地走进房间，当看到屋内众人时，美目微微一惊，这位是舍妹秦卫娘。他们2位是魏猛将军和王虎将军，都是我们安西郡的大英雄。秦卫宁先主动介绍秦卫娘的身份，然后才对秦卫娘介绍了魏猛和王虎的身份。卫娘，见过2位将军。秦卫娘双手端着药碗，对王虎和魏猛微微欠身道：大小姐无需多礼，这是给白统领喝的药汤吗？王虎走到眉眼低垂的秦卫娘面前道：是的。秦卫娘似乎有些不敢看王虎，只是轻轻点头道：我来吧。王虎左手端起药碗，右手拿着汤勺，转身朝着床头走去。秦大人，我们先出去吧，就不打扰人家的浓情惬意了。魏猛看着白鱼霜眼中露出的欢喜，黑乎乎的大脸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哈哈哈，走，去喝茶。秦卫宁似乎也看出了什么，大笑着走出了房门。小姐，我们也走吧。站在房门口的丫鬟燕儿看到秦卫娘目光紧盯着床边王虎的背影，小声地提醒道：秦卫娘回过神来，脸色微微泛红，转身离开了房间。秦小姐，眼神看你怎么怪怪的。秦卫娘走后，白鱼霜突然对着王虎说道：有吗？王虎眼眸眨动，
将盛满药汤的汤勺放在白鱼霜嘴边，堵住了白鱼霜想要继续说话的嘴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将药汤全部喝完后，白鱼霜才有气无力地说道：昨天傍晚。王虎想都未想到，怎么那么晚？不应该上午就回来吗？白鱼霜眉头轻皱道：在你走后的第2天，我们遭到了黑山部的追击，后面在墨兰部又耽搁了一回。王虎神态轻松地说道：黑山部派人来追杀我们了。白鱼霜面色微变道：没错，不过他们准备不足，被我们反将了一军，最后死了2000多人，就撤退了。王虎满脸无奈地耸耸肩道：草原骑兵善骑射，这次他们被你击败，下次一定会找到对付我们黑甲骑兵军的办法。白鱼双眼眸深邃道：你说的没错，所以你要快点把身体养好，我们的骑兵策略也要变动了。王虎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道：我的伤没事，大夫说最多半个月就能下床。白鱼双一脸的倔强道：我等着。王虎满脸宠溺地说道。夜晚，郡守府宴会大厅，大人，紧急军情。众人半醉半醒之际，一名传令兵忽然慌慌张张地走进大厅中，大声道：不要慌张，慢慢说，怎么回事？秦卫宁正襟危坐，面色严肃道：凉州探马来报，北黎大军昨夜偷袭紫霞关，今日清晨又在暗探的协助下顺利攻下了云州城。如今北黎20万大军已经控制云州5郡全境，兵锋直指司州和北州。传令兵抱拳大声说道：蛰伏3月，北黎居然选择在除夕动手，真是能够隐忍的，这是故意要打我们大前王朝的脸啊！坐在王虎下手的魏猛重重放下手中的白瓷酒杯道：凉州现在什么动向？王虎目光闪烁，面色沉着道：他知道今夜的除夕是别想继续过下去，甚至整个北疆4州的新年气氛都将在今夜戛然而止。北黎这次偷袭明显谋划了许久，就是要大前所有人放松警惕时，突然给整个大前来个当头棒喝。目前刺史大人正在聚集凉州兵马，似乎准备去支援北州，以免北州也落入北黎大军手中。传令兵抱拳回答道：好了，你下去休息吧。王虎摆摆手道：诺。传令兵转身离开大厅。可恶的北黎，就不能让我们过个安稳年吗？魏蒙满脸怒容道：北黎这是要报3个月前的北征大仇啊！秦卫宁眼神感叹道：太和32年大年初2，永安城、皇城、早朝、太极殿。啪！前帝赵隆兴满脸怒容地扔掉手中800里战报，大声怒斥道：云州刺史员名爵玩忽职守，懈怠懒政，致使紫霞关和云州全境沦陷。如今北黎20万大军陈兵北州、司州，你们说该怎么办？大殿中，面对暴怒的赵隆兴，文武百官全都低头不语。等到赵隆兴怒气渐消，左相周百伦才越众而出，拱手道：陛下息怒，当务之急应该立即发兵北疆，击退北黎大军，以免其他3州也落入北黎之手。父皇，左相所言有理，云州刺史员名爵虽罪该万死，但他目前不知所踪，我们应当先派兵火速救援北疆，等日后寻到袁名爵再论罪不迟。太子赵鸿运此刻也站出来说道：陛下，臣觉得左相和太子说的有理，请陛下立刻下旨发兵北疆，击退北黎宵小。兵部尚书孙景泰站在左相身后大声道：此番北黎大军来者不善，你们谁愿意领兵出征？赵隆兴目光扫视下方大殿中的文武百官道：父皇，儿臣愿意领兵出征，一定杀得北黎小儿片甲不留。大皇子赵红军站出来大声道：你马上就要返回西州，北黎情况跟西部诸国情况不同，你不适合带兵出征。赵隆兴摇摇头道：他深知赵红军的秉性，打西边那些小国还行，但要主持对北黎王朝的战争还差不少火候。是。赵红军虽然内心不服，但也只能作罢，不敢反驳赵隆兴的话语。而臣也觉得大哥不太适合，所以臣举荐镇国公领兵出征。六皇子赵弘真站出来说道：陛下，臣觉得镇国公年事已高，不适合领兵出征，臣举荐庆阳侯领兵出征。吏部尚书袁明朗走到兵部尚书孙景泰身旁，大声道：臣也举荐庆阳侯领兵出征。臣附议，臣附议。文武百官有一半的大臣都站出来举荐庆阳侯张玄策领兵出征，这让太子赵弘运的嘴角不禁微微翘起。陛下，老臣确实年事已高，不再适合领兵出征，但我觉得晋国公程远山更适合领兵前往北疆，毕竟上次征伐黎朝就是由晋国公主导的。镇国公武长河站出来，语气悠悠道：父皇，儿臣觉得镇国公所言有理，若论朝堂谁对北黎情况最了解，非晋国公莫属了。六皇子赵弘真满脸认真地说道：陛下，臣觉得镇国公和六皇子所言有理，臣也举荐晋国公为这次的领兵统帅。兵部尚书孙景太朗声道：臣附议，
臣附议。臣附议。这一次，剩下的朝臣几乎全部表态，与支持庆阳侯张玄策领兵的文武百官相差不多。晋国公、庆阳侯，你二人可愿意领兵北上？赵龙兴目光朝着大殿中的两道身影望去道：“臣愿意。”晋国公程远山和庆阳侯张玄策同时大声道：“好！既然两位爱卿都愿意出征，朕宣布，报600里加急战报。”赵龙兴话语还没说完，就被大殿外的声音打断，不禁眉头轻皱。800里战报刚送来，怎么又来一份600里战报？搞什么鬼？让他进来。赵龙兴声音冷漠道：“大前自建国以来就有规定，凡是600里加急战报、奏折和800里紧急战报、奏折都可以直入朝堂。这也是为什么护送战报的信使可以畅通无阻来到太极殿门外的原因。”得到赵龙兴的允许后，一名身穿银色铠甲的镇北军骑兵斥候快步走入了大殿中。陛下，镇北军传来捷报。骑兵斥候双膝跪地，双手捧着一封战报，大声道：“捷报！”赵龙兴面色一正，随即朗声道：“呈上来。”诺。骑兵斥候站起身，漫步走到台阶近前，将手中战报递到了台阶旁站立的年轻太监手中。陛下，请过目。大太监何尝在接过年轻太监手中的战报奏折，仔细检查一番后，方才躬身递到赵龙兴的面前。赵龙兴接过奏折，仔细地查阅起来。大殿中的文武百官此刻全都默默注视着赵龙兴脸上的神情变化。哈哈，这个王虎总能给朕带来惊喜。何总管，将奏折给各位爱卿传阅瞧瞧。赵龙兴脸上的表情从刚开始的冷漠，到后来的动容，最后直接演变成欣慰和大笑。是。何尝在笑容满面地接过赵龙兴手中奏折，小跑着下了台阶，首先将奏折送到了太子赵鸿运手中。很快，大殿中的众人都将奏折上的内容快速浏览了一遍。这王虎居然偷袭了草原2大部落，还击败了黑山部前来追杀的万余骑兵，并且还顺手收服了墨兰部。王虎入伍才仅仅3个月，连半年新兵期都没过，竟然能屡立战功，真是我大前的福将啊！可不是吗？偷袭黑水部和羌离部2大部落，斩杀了2万多胡骑，又在后面返程时斩首黑山部2000余骑，真是扬我大前国威。黑水部和羌离部我都知道，算是草原上2个中大型部落，部落人数都在2万人左右。这么算下来，王虎此次征伐草原，总共杀了将近3万的胡人骑兵啊！此子了不得，日后必定能成为像郑国公一样的常胜将军。大殿中，文武百官看着奏折上的战报，纷纷发出惊叹，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嗨，肃静！听到赵龙兴轻咳2声，何尝在立刻扯着嗓子大声道：“王虎的事情稍后再议，先说说领兵人选的事情。”赵龙兴端坐黄金龙椅，眉目舒缓开来道：“陛下，我觉得可以让晋国公为主将，庆阳侯为副将，这样就比较稳妥了。”左相周百伦出言道：“左相所言有理，既然如此，众爱卿听命。”赵龙兴眼中光芒隐现道：“臣等听命。”文武百官全部站得整整齐齐道：“朕现命晋国公程远山为征北大将军，庆阳侯张玄策为副将，明日起领兵10万讨伐北黎。”赵龙兴大声陈喝道：“臣遵旨。”晋国公程远山和庆阳侯张玄策同时抱拳大喝道：“出征之事说完了，你们来说说这次该怎么封赏王虎。”赵龙兴坐在龙椅上，双手握住膝盖，身体微微前倾道：“陛下，此次镇北将军主动征伐草原部落，取得大胜，扬我大前天威，我觉得可以封侯了。”兵部侍郎于太明第一个站出来大声说道：“陛下，我觉得封侯还是为之尚早，毕竟镇北将军虽然此次斩获不少，但没有为我大前开疆拓土，还是不符合封侯的组织。”礼部尚书柳清河站出来出言阻止道：“陛下，臣也觉得封侯有些过早，不如多给些赏赐吧。”吏部尚书袁明朗也出声道：“左相，你觉得呢？”赵龙兴目光望向老成持重的周百伦道：“太祖皇帝留下祖制，是为了避免后世侯爵泛滥。如今以镇北将军的军功，确实足以封侯。但陛下向来以忠孝治天下，这祖制也不能轻易打破。所以老臣有一提议，不知该不该说。”周百伦侃侃谈道：“左相有话直说，不必吞吞吐吐。”赵龙兴露出感兴趣的眼神道：“是。”周百伦点点头，继续道：“如今我大前和北黎大战在即，如果镇北将军能在此次大战中立下大功，比如说收复一块失地，我觉得就能顺理成章的封侯了。到时我相信诸位大臣们也不会再有任何意见了。诸位爱卿觉得左相的这个提议如何？”赵龙兴目光扫视大殿群臣道：“臣觉得左相言之有理。”礼部尚书柳清河率先表态道：“臣也觉得可行。”
吏部尚书袁明朗也点头道：“儿臣也同意左相的提议。”儿臣附议。太子赵弘运和六皇子赵弘真一前一后说道：“好，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那就按左相说的办吧。不过有功就要赏，此次镇北军大捷，赏黄金5000两，白银10万两，外加绸缎1000匹。自镇北将军以下将校、军使都头全部官升一级。另外，镇北将军王虎进封镇北上将军，品级正2品，允许其在安西郡开府建衙，都督诸军事。”赵隆兴一口气毫不停顿地说道：“父皇，允许王虎在安西郡开府建衙，是不是有些不妥？”太子赵弘运眉头轻扬道：“有何不妥？”赵隆兴眼皮微抬道：“安西郡本就属于凉州管辖，之前封王虎为安西郡行军大总管，已经让凉州官员颇有微词。如今父皇又让王虎开府建衙，儿臣担心此举会让凉州官员心里更加不舒服。”太子赵弘运低头说道：“哼，那是他们自己无能，他们要是有能耐，就把北离20万大军赶出北疆，朕可以让他们做北疆大总管。他们有这个能耐吗？没能耐就给朕老实点，否则朕不介意给他们换换血。”赵隆兴面色暗沉道：“是儿臣考虑不周，请父皇息怒。”太子赵弘运察觉到赵隆兴的愤怒，在周百伦的眼神示意下，不敢再帮凉州官员说话。“太子，你作为储君，应该有容人之量，知人善用，懂吗？”赵隆兴目光炯炯道。此话一出，文武百官皆惊，大皇子和六皇子则是眼露欣喜，尤其是大皇子赵弘钧，嘴角都快翘上天了。以往赵隆兴可从未当过文武百官的面，如此训斥过任何一位皇子。今天太子赵弘运算是开了先河了。由此也可以看出，赵隆兴这次是真的生气了，明显是在故意敲打太子赵弘运。“是，儿臣知错，请父皇责罚。”反应过来的赵弘运立即双膝跪地，满脸诚惶诚恐道：“他甚至怀疑赵隆兴是不是知道了些什么，所以才会故意在文武百官面前敲打他。想到前不久凉州刺史郭奉贤给他秘密送来的18位美人和10几箱黄金珠宝，他心里就越加担心。赵隆兴向来忌讳皇子们与边疆重臣来往甚密，要是让赵隆兴知道郭奉贤背后最大的靠山就是他，恐怕自己的太子之位都有可能不保了。退下吧。”赵隆兴最终只是摆了摆手，并未多说什么。“谢父皇。”赵弘运暗暗松了一口气，知道自己这一关算是过去了。“陛下，奏折中不是还提到莫兰部的安置问题吗？”兵部尚书孙景泰出声提醒道：“没错，爱卿若是不说，朕差点给忘了。封莫兰部首领纳西恩为1等中义伯，赐黄金500两，白银1万两，绸缎800匹。至于部落选址的事情，就让王虎自己看着办吧。”赵隆兴意兴阑珊地说道：“莫兰部不过5000余人，真不值得他多么关注。封纳西恩为中义伯也是为了彰显出大钱的态度，只要你草原部落愿意归顺大钱，大钱也一定不会亏待你们部落。而莫兰部就是大钱数立起的一个典型例子。”赵隆兴甚至能猜出王虎就是这么想的，为的就是以后慢慢分化草原各部，让草原那些部落可以看到归顺大钱的好处。陛下圣明。对于赵隆兴对莫兰部的封赏，文武百官并无意见，全部大声称赞道：“好了，退朝，明日一早，朕携百官亲自为大军出征践行。”赵隆兴站起身来，大声道：“臣等告退。”文武百官齐齐拱手弯腰，直到赵隆兴离开大殿，众人才纷纷站直腰身，慢慢走出大殿。“晋国公，这次北离来势汹汹，你可要多加注意啊！”离开大殿后，镇国公武长河语重心长地对晋国公程远山说道：“上次我们趁着北离朝中内乱，才占了些大便宜，这次北离20万大军来犯，不知是何人领兵？”程远山眉头紧锁道：“我听闻北离新皇不过9岁，目前朝政由太后沈玉宁和摄政王秦无忌把持是吗？”武长河询问道：“没错，目前北离的小皇帝确实不过9岁，北离内部的诸王叛乱也是由晋王秦无忌和太后沈玉宁联手镇压的，所以现在北离的朝政大权都在秦无忌和沈玉宁手中。”晋国公点点头道：“这样看来，此次北离大军的主帅很可能就是这位新上任的摄政王秦无忌了。”武长河双目深邃道：“何以见得？”程远山面露不解道：“北离朝堂初定，你认为沈玉宁和秦无忌敢把这20万大军的军权放到别人手中吗？”武长河嘴角一歪道：“国公所言有理，是我愚钝了。”程远山用手一拍脑门道：“这位北离新任摄政王手段狠辣，善于用兵，你可要小心了。”武长河善意地提醒道：“国公放心，我会小心谨慎的。”程远山点点头道：“北疆的天要变了。”武长河走出皇宫，站在宽敞的广场上，目光遥望北方乌云密布的天空，喃喃自语道：“太和32年大年初3，大前朝廷以晋国公程远山为主将，庆阳侯张玄策为副将，率领10万禁军
出征北疆。10万禁军中不足9万，黑旗军1万，占据了禁军总兵力的70%，可以说是精锐尽出，可见大前对北离的重视程度。很快，永安城10万禁军出征的消息就传到了北疆四周，同时也传到了北离大军的耳中。云州刺史府，一身黑色四爪蟒袍的秦无忌坐在太师椅上，眼神从容地听着探子的汇报。启禀王爷，大前朝廷前日正式发兵10万，目前大军已经刚进入五州地界，预计10日后可抵达北周边界。大厅中，一名北离探子单膝跪地，大声禀报道：“再探。”秦无忌淡漠的脸庞上看不出丝毫情绪，仿佛一汪平静无波的深潭，让人捉摸不定。王爷，大前10万禁军即将抵达，我们是不是要加紧攻势了？北离上将之一，面容朴实无华的周北业坐在椅子上拱手道：“大军休养了数日，是该活动筋骨了。”北离上将之一，面容粗犷的赵秦咧着嘴笑道：“王爷，我愿意领兵10万，先将整个四州拿下，再进攻北周城。”北离上将之一，性格火爆的南宫浴火战起身请命道：“三位不要着急，此次我们北离大军不光是要复仇，更是要彻底占据北疆四州，王爷自有安排。”北离上将之一，号称智谋无双的南云天嘴角轻笑道：“不着急，你们这几日约束好手下，静等本王的军令。”秦无忌眼眸闪烁道：“我等遵令。”四大上将同时起身抱拳低手道：“太和32年大年初5，安西郡城镇北将军府。”整座将军府址修建到一半，王虎已经率领100亲卫住了进来。倒不是王虎心急，而是总待在秦卫宁的郡守府有点不太合适。于是刚过完年，王虎就带人搬进了换上牌匾的镇北将军府中。大厅中，镇北军各大将领齐聚一堂，秦卫宁和魏猛则分别坐在大厅左右两边的首位。将军到！随着一声大喝从院外传来，王虎与那蓝旗儿一同朝着大厅中走来。拜见将军。见到王虎走进大厅，众人纷纷起身见礼。都是自家兄弟，无需客气。王虎笑着走到大厅主位，目光清扫，在场除了白羽双卫道外，其余核心将领皆已到齐。将军，永安城来消息了吗？众人坐下后，秦卫宁首先开口道：“封赏圣旨不日即到，10万征讨大军也于初3开拔，10日之内应该可以抵达北疆边界。”王虎点点头道：“朝廷只派出10万大军，能打得过北离20万大军吗？”李二牛满脸担忧道：“10万禁军，再加上我们北疆3州的人马，其实我们的兵力远胜北离。”魏猛出声道：“云州已经失陷，处于最东面的司州也被北离大军阻断，现在北疆可用的兵马应该只有凉州军和北周军了。”秦卫宁面露思索道：“北周军战斗力一般，守城还行，真打起来还是要靠晋军和凉州军。”从军多年的陈峰摇摇头道：“北离大军现在什么动向？”坐在秦卫宁下手的苟娃寻问到：“北离大军自从攻下云州全境后，便一直按兵不动，似乎在等朝廷大军的到来。”小鱼儿开口道：“难道北离大军想要一战定乾坤，直接跟朝廷大军决战？”柳征北眉头轻扬道：“北离兵强马壮，20万大军中拥有4万骑兵，16万不足。如果真要正面决战，10万禁军可能不是对手，到时我们镇北军和凉州军可能都会被征召出战。”魏猛面色微凝道：“北离军队很强吗？那当初为什么被我们大前连续攻下10几座城池？”陈二狗面露疑惑道：“这其实也是众人心中想问的问题。去年6月，北离皇帝突然驾崩，因为没有留下遗诏，也没确定太子人选，导致北离皇室出现动乱。之后，北离各地藩王都想抢夺皇位，所以各方势力大打出手，导致边境兵力不足，这才让我们大前抓住了机会。而现在，北离内乱终止，大局已定，北离太后沈玉宁和摄政王秦无忌才腾出手来，找我们大前报仇来了。”秦卫宁声音镇静地说道：“原来如此，我说咱们大前军队一下怎么那么厉害了，竟然可以压着北离打，原来有这层原因。”陈二狗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道：“其实论国力，我们大前绝对碾压北离，只不过我们大前疆域辽阔，南边要防御齐、楚2国，东面要提防东海、云峰、海龙3国，西面又要震慑诸多藩邦小国，最后我们北疆还要面对北离和草原部落的双重威胁。而北离虽然北面也有鲜卑部族的威胁，但南边只有我们大前，所以边境压力要比我们小上许多，也能调集更多的军队来和我们大前开战。”秦卫宁声音不急不缓地说道：“秦大人不愧是一郡之首，比我们这些武人懂得太多了。”听完秦卫宁的讲解，柳征北满眼敬佩道：“这不算什么，毕竟我也做了好几年的安西郡太守，自然了解的多一些。”秦卫宁满脸谦虚道：“诸位，大战在即，我想对镇北军做出一些调整。”王虎适时的出声道。看到王虎严肃的面孔，
众人纷纷正襟危坐，等着王虎接下来的话语。首先，从即日起，魏头将担任镇北军副将，我若不在，魏头将全面接管镇北军所有军务。第二，黑甲骑兵军扩军5000，除3000黑甲骑兵外，另外新增2000弓骑兵，其中莫兰部1000人，纳兰部1000人。第三，无论部族、骑兵或是府兵，都是我们镇北军的将士，严禁侮辱打骂等行为，一经发现，严惩不贷。第四，日后镇北军规模会越来越大，将士会越来越多，无论是前人还是草原各部的兄弟，只要加入我镇北军，我都会一视同仁。第五，大军即将征伐，所有士卒不得随意离营，要严加训练，加强军备，随时准备战斗。各位都听明白了吗？王虎目光扫视大厅众人道：听明白了。众人大声回应道：各位还有什么要补充的？现在可以畅所欲言。王虎目光平静道：虎哥，俺听说宁山堡打造出来一批新铠甲，能不能给我们铜山营先来1000副啊？李二牛满脸憨厚地说道：二牛，你可真是敢狮子大开口啊，总共才打造出来不到2000副铠甲，你张口就要1000副。狗娃双目瞪得滚圆道：哎，话可不能这么说，你看虎字营有1000副精锐银甲，你们宁山营又进水楼来先得月，只有西山营和我们铜山营啥都捞不到，要个1000副铠甲也不算过分嘛。柳征北这时也出声道：我觉得柳营主说的没错，我们西山营也要1000副。陈二狗也连忙说道：我们宁山营驻守宁山堡，目前还一副铠甲没见到，凭啥你们各要1000副啊？李俊忍不住吐槽道：好了，你们都别争论了，这2000副铠甲是给纳兰部和莫兰部2000弓骑兵的，下次才轮到你们。王虎大声说道，终止了众人的争吵。刚才说过，北离20万大军中有4万骑兵，其中光重骑兵就有5000之众，所以我不太建议咱们镇北军与北离大军野战。秦卫宁完全把自己当成了镇北军的幕僚，面色沉着道：秦大人说的有道理，如果朝廷真的征召我们镇北军出战，我建议只派出1个营的步兵，外加5000骑兵就足够了。魏蒙满眼认可的点头道：两位说的有理，我们镇北军虽然打了几场胜仗，但北离大军不是草原上的那些部落骑兵可比，我们将士跟北离大军士卒相比，没有任何优势，反而处于兵临劣势。北离这次出动20万大军，必定有备而来，将会是一场对我们镇北军前所未有的挑战。王虎同样点点头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就不信北离人都长2个脑袋。张大山双目瞪得跟牛眼一样大道：我跟北离大军交过手，他们训练有素，士气高昂，战斗力远超我们北疆普通州兵，想要跟北离大军正面野战，只能依靠朝廷的10万禁军，否则根本无法抵挡。郑远山缓缓开口道：北离民风彪悍，常年与鲜卑部落作战，如今20万大军南下，我猜测他们应该是和鲜卑部落、羌胡部落达成了协议。魏猛忽然眉头紧皱道：所以我们还要做好防备草原骑兵的偷袭。陈峰面色凝重道：草原部落应该不会前来偷袭，但这场战争如果拖上2-3个月，那么草原部落一定大举来犯。秦卫宁断言道：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北离大军就是要跟我们打持久战，或许就是想等草原骑兵也入局。郑远山大胆猜测道：这么看来，我们北疆4州这次很危险啊。柳征北目光闪烁道：大家无需过多担心，我们能想到的，朝廷也能想到，如果草原真的有所动作，朝廷也不会坐视不管。王虎看着众人满脸凝重的表情，嘴角轻笑道：没错，就算草原大军真的来袭，我们镇北军也不怕，他们来1个我们杀1个，来2个我们杀1双。始终没有说话的雷千山满脸杀气腾腾道：我觉得除了黑山部可能会有出兵的打算，其他草原部落都不会在冬季贸然出兵。纳兰苍鹰此时也开口道：哦，展开说说。王虎眼神充满兴趣道：很简单，因为我们刚灭了黑山部的兄弟部落黑水部，又斩杀了他们黑山部2000多骑兵，现在整个草原最恨我们镇北军的应当就是黑山部了。纳兰苍鹰笑着说道：哈哈，确实如此。王虎忍不住大笑道：除了西山关，草原部落还可以从哪里进犯我们安西郡？李俊出声询问道：上次白狼部是盛夏绕到安北郡，再穿过北离朝的睦州和宁横山脉逃回到草原的，所以草原部落若想进犯我们北疆，除了西山关，就只能借到北离的睦州，再穿过安北郡，就可以来进攻我们安西郡了。秦卫宁说道：那我们只要守住安北郡，不是就能遏制住草原部落的兵马了吗？陈二狗面露惊喜道：安北郡太守李有德乃是郭奉贤的心腹，他可能不会帮我们。秦卫宁摇摇头道：都这种时候，难道他们还会跟我们玩什么勾心斗角的把戏吗？李二牛满脸天真的说道：二牛，你把人心想得太善良了，你想想，
白狼部为什么能安然无恙地穿过安北郡？柳征北摇摇头苦笑道：这群混蛋，难道他们真的和草原部落相勾结了？李二牛面容愤怒道：勾结可能谈不上，但为了自保，难免有些蝇营狗苟。秦卫宁轻轻叹息道：草原各部暂时不用管，如果黑山部真的赶来，我不介意再灭他几万人马。至于安北郡方面，更不用担心，如果他们真的敢私通草原和北离，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王虎眼中闪烁寒芒道：虎头说的没错，还是那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相信只要有虎头在，我们镇北军定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郑远山大声说道：哈哈，老郑说的没错。魏猛大笑赞同道：好，即日起各营营主全部归营，等候征召。王虎起身沉喝道：诺！众人纷纷起身抱拳道。众人散去后，单独留下来的秦卫宁才出声道：将军真的要组建安西商会吗？没错，我想让沈家牵头组建安西商会，这样我们镇北军所获得的各种牛羊牲畜就可以通过商会的名义售卖到大前内地。王虎点点头道：目前镇北军所缴获的牛羊马匹数量庞大，以安西郡目前的情况根本无法全部消化，所以从草原回来后，他就在心里琢磨着组建安西商会的事情。但这件事情他不能出面，所以才让秦卫宁出面找沈家等几大富商家族商谈。此事我昨天与沈三千聊了一会，他倒是同意组建安西商会，但具体的利润分配还需要几家坐在一起商谈决定。秦卫宁点点头道：你可以告诉他，所有货物的利润我们只要50%，剩下的50%利润由他们自己分配。另外，如果后期他们商会愿意随军出征，缴获的物资我可以再让1成利润给他们。王虎眼眸闪烁道：好，我会跟他们说明的。秦卫宁见到王虎心意已决，点头说道：太和32年中月15，北周边界。将军，前方过了河就是北周地界，目前并未发现北离大军踪迹。一名骑兵斥候，对着骑在马背上的黑骑兵副统领张霸先大声道：再探。张霸先面容冷冽，目光扫视前方左右两边的低矮山林，心头隐隐有种不安的感觉。将军，大军即将抵达，我们要不要先过河？一名骑兵校尉对着张霸先询问道：我们是先锋军，自然要为大军主力探路，过河。张霸先一声令下，1万黑骑军有条不紊地开始过河，好在河水很浅，马匹可以轻易地趟过去。1万黑骑军渡过河水后，继续一路前进，直到看见远处的城池，张霸先才逐渐安下心来。咚咚咚！然而，当张霸先率领大军穿过两边低矮的茂密山林时，一阵阵剧烈的马蹄声突然从两边的山林中传来。不好，有埋伏，快速前进！听到两边山林中传来的沉重马蹄声，张霸先面色陡变，立即率领1万黑骑军朝着远处的城池快速奔去。杀！杀！杀！两边山林传来震天动地的喊杀声，无数的北离骑兵从山林中快速冲出，朝着1万黑骑军追去。将军，前面也有骑兵。一名亲卫骑兵看着远处城池左右两边冒出的大量北离骑兵，对着张霸先大声说道：我看见了，给我冲过去！张霸先知道现在不能退，只能一往无前地冲过去。他不知道北离具体来了多少骑兵，但看规模肯定比他的人马多。杀！北离4将之一的南宫玉火一马当先，率领3000重骑和1万精骑朝着张霸先的1万黑骑军凶猛冲来，将他们赶尽杀绝，一个不留。后方北离4将之一的赵秦率领2000重骑和1万精骑，也彻底切断了1万黑骑军的后路，与北面的南宫玉火进行两面夹击。兄弟们，随我狠狠地杀过去！张霸先目光望向不远处黎阳郡城城墙上出现的黑色北离大旗，心神猛然一震，知道黎阳郡城已经被北离大军神不知鬼不觉地拿下了，而他这支先锋军也彻底落入了北离大军的陷阱之中。砰砰砰！双方大军在空旷的田野上展开激烈碰撞，鲜血飞溅，人仰马翻。只是一瞬间，双方就有数百名骑兵战死沙场。将军，我们被包围了，北离骑兵最少来了2万人，并且还来了很多重骑兵。刚一交手，黑骑军就落入了下风，人数上完全被北离骑兵压制，朝西北方向突围。张霸先当机立断，知道此时只能朝北周城的方向突围，否则一旦被北离骑兵完全包围，他这1万黑骑军今天可能就要全部交代在这里了。哈哈，大钱小儿们，乖乖受死吧！南宫玉火手持一柄大枪，左冲右突，将10几名金甲黑骑挑落马下。以前北离人从来不屑于埋伏偷袭，如今为何变化如此之大？张霸先手持一柄大刀，将几名冲来的北离精骑斩杀，心中百思不得其解。王爷果然料事如神，知道大前先锋军必定会途径此处，
不枉我们提前埋伏了1天1夜。赵秦率领上万骑兵冲杀，边冲边喊道：“大前小儿们，黎阳郡城已经被我大力攻陷，若是放下武器，还能明儿等一死。”南宫玉火率领上百亲卫骑兵直冲张霸先而去，明显想要来个擒贼先擒王。我黑旗军天下第一，想让我们投降，做梦！一名黑旗军校尉面露不屑大吼道：“杀了他！”南宫玉火大喝一声，顿时有上百名重骑朝着黑旗军校尉杀去。没过多久，黑旗军校尉就被围攻致死。所有人快撤，不要跟他们纠缠。张霸先望着漫山遍野都是北离的骑兵，知道再不走就彻底走不了了。张霸先，休要逃！南宫玉火一眼认出了张霸先，立马纵马狂追，周围赶快来的骑兵也越来越多。将军，他们追得太紧了，我们根本无法甩掉他们。紧跟在张霸先身旁的亲卫队长大声道：“那就跟他们拼了！”张霸先率领数千骑兵绕到北离骑兵的尾巴后，立即发起猛攻，打了北离骑兵一个措手不及。黎阳郡城城墙上，黑旗军领兵将领是谁？见到张霸先率领黑旗军杀了个回马枪，城墙上观战的秦无忌眼神露出几分惊奇道：“回王爷，看旗帜，应该是大前黑旗军的副统领张霸先。他曾经多次与我们北离骑兵交锋，实力非常强劲。”站在秦无忌身旁的南云天目光灼灼道：“我还以为是黑旗军主将叶云长来了呢，原来只是个副将。”秦无忌眼神露出几分失望道：“叶云常要拱卫永安城，不会轻易出征。不过我们这次灭了他手下的1万黑旗，他很有可能会率兵前来支援。”南云天嘴角轻笑道：“那最好不过了。”秦无忌眼眸深处闪过一抹杀机道：“副统领，北离骑兵太多了，根本杀不完啊！”一名黑旗军都尉冲到张霸先身旁道：“追行阵，往西北方向冲！”张霸先目光环视战场，发现整个黑旗军都处在北离骑兵的包围圈中，并且还有源源不断的北离骑兵加入战场。由此可见，为了对付他，北离的4万骑兵应该是倾巢出动了。可这么大的行动，为什么他们一点风声都没有收到？凉州和北州的探子都在干什么？诺！得到张霸先的命令，黑旗军各大将领迅速做出反应，由3000众骑兵为开路先锋，朝着北离骑兵的西北方向快速突围，拦住他们。南宫玉火和赵秦合兵一处，率领5000重骑快速追击，很快就和黑旗军的3000重骑展开了激烈厮杀。黑旗军天下无敌，兄弟们给我狠狠的杀！张霸先一马当先，率领上百名亲卫骑兵充当大军的尖刀，直插5000北离众骑兵的中心，不知死活，灭了他们。南宫玉火见到张霸先主动冲来，满脸冷笑，紧握手中大枪，朝着张霸先一枪刺去。当，两人手中兵器碰撞，发出清脆的金铁撞击声，火花四溅。不过实力相当，谁都没占到便宜，不分胜负。张霸先，可还记得我吗？南宫玉火调转马头，目光冷冽地盯着张霸先道：“南宫玉火，手下败将而已。”张霸先调整身体，眼露不屑道：“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今天就要你葬身于此！”南宫玉火满脸愤怒，再次朝着张霸先发起进攻。撤，不要跟他们纠缠。张霸先知道不能和南宫玉火再次缠斗，否则1万黑旗军真的要全部葬身于此了。张霸先哪里逃？南宫玉火见到张霸先不敢和自己交手，满脸张狂，率领大批人马对张霸先紧追不舍。此刻战场上人马嘶鸣，怒吼冲天，面对北离骑兵的大规模围杀，黑旗军节节败退。副统领，前面还有北离骑兵。当张霸先率领数千黑骑兵冲出战场的包围圈时，发现西北方向的一座山坡上再次出现大量的北离骑兵，心彻底沉到了谷底。哈哈，张霸先，我早说过，今日你必葬身于此。追赶而来的南宫玉火和赵秦率领着上万骑兵堵住了张霸先的退路，让剩下的数千黑旗军再次陷入包围之中。副统领，我们怎么办？一名黑旗军都尉满脸血污道：“冲过去，他们只不过是数千精骑，挡不住我们重骑兵的冲锋。”张霸先眼眸冷酷，纵马冲锋，朝着山坡下冲来的数千北离骑兵冲去。兄弟们，冲！黑旗军都尉发出震天怒吼，率领仅剩不到一半的黑旗军紧紧跟在张霸先身后。给我杀！南宫玉火见到张霸先还不肯放弃，同样发起冲锋，上万北离骑兵犹如饿狼般扑向冲锋的黑旗军。咚咚咚，震天动地的马蹄声响彻天地，双方再次爆发无比惨烈的碰撞，数以百计的骑兵在刹那间失去生命。慢慢的，北离骑兵越来越多，而黑旗军的数量却越来越少。最终仅剩下不到4000人的黑旗军被北离上万骑兵团团围困，再也无法冲出包围圈。张霸先，我们摄政王是爱才之人，只要你肯放下兵器投降，我保证你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满身血污，
斩杀数十名黑旗军的南宫玉火来到包围圈前头，对着身上多处受伤的张霸先大声道：“我黑旗军宁愿全部战死，也不会有一人投降。”张霸先牙齿暗咬，眼神决绝道：“不识抬举，若不是摄政王想要招揽你，你以为你能跑得那么远吗？”南宫玉火满眼嘲讽道：“那你替我谢谢你们摄政王，告诉他，我张霸先生是大前人，死是大前鬼。”张霸先满脸霸气地说道：“既然你那么想死，那我就成全你。”南宫玉火眼眸冷冽，手中高举的大枪猛地放下，大喝道：“杀光他们！”杀！一名北离骑兵都尉一马当先，高举手中的长柄大刀，朝着张霸先冲杀而去。傅统领小心！一名黑骑军都尉见到张霸先没有躲闪动作，面容大变道：“去死吧！”当北离骑兵都尉距离张霸先不足5米时，高高举起手中的长柄大刀，准备一刀砍下张霸先的人头时，噗嗤，一支利箭忽然从远处袭来，一箭洞穿了骑兵都尉的胸口，让他满眼惊愕地栽落马下。张霸先看着眼前突然被箭矢射杀的北离骑兵都尉，悄悄放下箭袋中的弓弩。惊讶之余，他不知道是谁射出的这一箭，威力竟然如此惊人。要知道，眼前的北离骑兵都尉可以一名6品武夫，就算是他近距离偷袭，也无法做到一箭击杀。无论是在大前还是北离，6品武夫已经是绝对的军中强者，可以轻松预判危险，躲避袭来的箭矢。可刚才的那一箭不但迅猛无比，并且毫无征兆，就连他事先都没有任何察觉。如果刚才那一箭是射向他，恐怕现在躺在地上的就是他了。咚咚咚，在张霸先和南宫玉火都震惊是何人射杀骑兵都尉时，大地传来剧烈震动，一支身披黑色重甲的骑兵军忽然从西北方向急速奔来。那是一名黑骑军都尉望着西北方向滚滚而来的黑甲骑兵，眼神充满了震惊和疑惑。是镇北军的黑甲骑兵。张霸先目光眺望西北急速冲来的大量骑兵，先是一愣，随即眼中光芒大放。与黑骑军一样的黑甲巨装，整个大前除了黑骑军，也就只有王虎的黑甲骑兵军了。兄弟们，是我们的援军来了，给我杀啊！一名跟在张霸先身旁的黑骑军校尉回过神来，高举手中的长枪大喝道：“杀！”听到援军到来，剩下的3000多黑骑军爆发出惊天战役，开始发起反攻，顿时杀得周围的北离骑兵人仰马翻。可恶，镇北军的黑甲骑兵怎么会突然出现？望着远处滚滚而来的黑色洪流，南宫玉火满脸愤怒道：“黑甲骑兵不过3000人，我们还有3万多骑兵，完全可以反杀他们。”赵秦骑马来到南宫玉火身边，面色沉稳道：“没错，区区3000人马就赶来救援，今天正好将他们一锅端了。”南宫玉火眼神冰寒，杀气腾腾道：“纳兰明德、吐鲁海，你们2人率领2000弓骑，负责外围游击策应。雷千山、纳兰苍鹰、小鱼儿随我冲锋。”远处，王虎收起手中的青鱼弓，伸手接过李长安扔过来的玄铁槊，率领3000黑甲骑兵军朝着北离骑兵大军的包围圈杀去。刚才那一箭，他只是想测试下自己现在的实力，没想到真能一箭射杀一名6品武夫。以他目前所展现出的实力，绝对不弱于武夫8品境界。虽然没有和武夫8品强者交过手，但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实力现在真的强得可怕。目前他的3大属性值都超过普通人10倍，达到了50点以上。而这可不是1+1等于2那么简单，他的实力完全是呈几何式爆炸性增长。很难想象3大属性若都提升到100点，他的实力又该达到何种恐怖的地步。或许就能媲美9品武夫了吧。如今哪怕不穿甲胄，他的肉身防御力也足以抵挡普通刀剑伤害，甚至10步之内的箭矢都无法破开他的肉身防御。人形坦克，名副其实。诺！纳兰明德和满脸络腮胡的吐鲁海大声应道，随后率领2000弓骑兵兵分2路，朝着北离骑兵的包围圈外围冲去。杀！望着近在咫尺的北离骑兵，王虎大喝一声，一马当先，手中玄铁槊化成死亡之锤，左右横扫，将挡在前方的北离骑兵全部轰飞。没错，就是简单粗暴的直接轰飞。这一幕让无数的北离骑兵心生胆寒，面色惊恐。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凶悍恐怖的骑兵将领，竟然能将上千斤重的骑兵连人带马一起轰飞。挡我者死！一连击杀数十名北离骑兵后，周围北离骑兵纷纷躲避，没人敢挡在王虎冲锋的路上。8品武夫，张霸先看着无人能敌的王虎纵马奔来，眼神无比震惊道：“副统领，我们有救了！”跟在张霸先身边的亲卫骑兵队长望着策马而来无人敢挡的王虎，满眼惊喜道：“镇北将军王虎果然名不虚传。”张霸先眼神充满惊叹，能在万军之中如入无人之境的人，不用猜，他也知道是王虎。早在永安城，他就听说过王虎的勇猛传奇，
可在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斩杀胡骑万夫长，如探囊取物。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甚至犹有过之。前方可是张霸先、张将军。王虎率领3000黑甲骑兵如猛虎冲入羊群，将北离骑兵的包围圈迅速撕开一个巨大的口子，让上万北离骑兵阵脚大乱。末将正是张霸先。张霸先抱拳低首，态度极为恭敬。论品级，他虽是禁军，但只是从3品阴阳将军，比现在正2品的王虎要低上3级。论武力，王虎拥有8品5夫的强悍实力，而他只是初入5夫7品，同样不如王虎。而且王虎率兵前来救援，论公论私，他都不敢托大，自然要把身段放低些。禁军的骄傲在此刻的镇北军面前一文不值。张将军，敌军势大，且随我速速撤离。王虎望着远处不断有大量的北离骑兵朝这边战场赶来，大声对张霸先说道：好，全都听王将军的。张霸先抱拳大声道：黑骑军的兄弟们，随我冲杀出去。王虎大喝一声，策马飞奔，带领剩余的3000余黑骑军朝着西北方向冲去。沿途所过，没有任何的北离骑兵能挡得住他的一硕之威。那人是谁？实力竟然如此恐怖。南宫玉火望着王虎一路冲杀，竟然无人能挡，脸色极为难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应该就是连败羌胡3大部落的镇北将军王虎。赵秦眉头轻皱道：这人以前从来没听说过，到底从哪冒出来的？南宫玉火望着快要冲破包围圈的3000余黑骑军，满脸阴沉道：据暗探来报，王虎原本只是一普通猎户，从军不到半年，但自从入伍后便展现出恐怖的战力，一路从一名新兵晋升到现在的正2品镇北上将军。赵秦眼眸闪烁，两人竟不约而同的都没有前去追杀王虎。追，不管他到底有多强，今天必须将黑骑军全部留在这里，否则摄政王不会饶了我们的。南宫玉火深吸一口气，还是决定放手一搏，否则放跑了张霸先，他和赵秦都难辞其咎。赵秦知道南宫玉火说的没错，按照秦无忌的性子，要是知道他们畏敌不前，恐怕会直接杀了他俩祭旗。打不过是一回事，不敢打又是另一回事了。给我追！南宫玉火眼神坚定，策马狂奔，率领上千骑兵朝着王虎和张霸先的身影追去。追！赵秦同样大喝一声，率领众多骑兵从左边前去阻拦黑骑军的逃跑路线。黎阳郡城城墙上，见到王虎率领5000骑兵加入战场，秦无忌先是眉头轻皱，后见到王虎如入无人之境的杀穿上万骑兵的包围圈，他双手不自觉地放在了城墙垛口上。王爷，那人似乎就是王虎。南云天目光望着战场上无人能挡的王虎身影道：看来本王还是小看他了，他不但有勇有谋，实力还如此恐怖，如果放任其成长下去，将来必是我黎朝的一大心腹大患。秦无忌面色无比冰寒道：王爷，要不我亲率800精骑前去截杀？南云天面色犹豫不定道：你不是他的对手，就算出动800精骑，也不一定拦得住他。想要杀他，必须用万骑围杀，或者本王亲自出手。秦无忌眼眸中闪烁着强大的自信道：王爷乃是8品山河境强者，难道他也是8品5夫吗？南云天满眼震惊道：7品5夫和8品5夫之间虽然只有1品之差，但实力却有天堑之别。如果说7品5夫千余甲士可杀，那么8品5夫只能依靠万人军阵慢慢将其磨死，直到其气血之力彻底耗尽，才能将其斩杀。7品5夫可称之为千人敌，而8品5夫则被称为万人敌。距离太远，我无法感知他身上的气血之力，但凭他单骑冲阵来看，他的实力应该是初入8品境，气血之力接近3万斤。秦无忌黑色蟒袍无风自扬，眼眸闪烁幽光道：真没想到一个无名小子居然是8品5夫，这大钱还真是卧虎藏龙啊。南云天满脸嫉妒道：大钱疆域辽阔，坐拥19州100郡之地，人口1万，出几个隐士强者还是非常容易的。秦无忌眼神带着丝丝惆怅道：可惜我大黎只有9州之地，人口不过2000余万，远远无法和大钱相比啊。南云天满脸感叹道：所以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要将北疆4州彻底纳入我大黎版图，只有这样，未来我们大黎才能真正南下覆灭大钱。秦无忌野心勃勃地说道：只要我们将大钱的10万禁军击败，北疆4州之地不久唾手可得了吗？南云天眼神充满自信道：派人告诉周北业，大军可以动一动了，别让北州和凉州的钱兵太闲着。秦无忌目光盯着城外的战场打道：诺。南云天抱拳低手，转身换来了传令兵：王将军，北离骑兵追上来了。纵马狂奔的张霸先发现南宫玉火率领的骑兵追来，浓眉紧皱道：你们先走，我来拦住他们。王虎骑着马匹在前方急转掉头，带领着上千名黑甲骑兵朝着南宫玉火的数千北离骑兵冲去。
杀！见到王虎策马冲来，南宫玉火眼眸圆瞪，紧握手中大枪，朝着王虎迎面撞去。来得好！王虎看着南宫玉火竟敢直面自己冲来，嘴角轻轻勾起，右手紧握的玄铁硕锤平放直，一硕朝着南宫玉火的胸膛刺去。砰！一声闷响，南宫玉火身躯被王虎手中便刺为扫的硕头一击轰飞，胯下战马也被强大的惯性摔倒在地。将军，周围亲卫骑兵见到南宫玉火摔落马下，立即围了过来，组成圆阵，用来阻止王虎的继续攻击。好快的速度，好恐怖的力量！南宫玉火手捂着剧痛无比的胸口，满嘴鲜血的从地上爬起来，目光望向王虎的身影，充满了恐惧。刚才两人相互冲杀，原本他想侧身躲过王虎手中长硕的刺激，结果王虎反应极快，居然一硕将他给拍飞了。同时他也庆幸王虎没有用半米长的硕刃横扫，否则他已经伸手溢出了。将军，快上马！亲卫骑兵队长牵来一匹战马，来到南宫玉火面前，满脸焦急道：给我杀！王虎见到南宫玉火竟然能硬抗自己一硕不死，顿时意识到南宫玉火的实力不简单。按照他目前的力量，哪怕是6品武夫也无法承受他的正面一击，可见南宫玉火实力应该在6品武夫之上。6品武夫以上的实力，又有亲卫骑兵保护，定是北离骑兵大将。撤！南宫玉火见到王虎冲来，面色发白，立即带领身边数十名亲卫骑兵钻进了骑兵大军中。无胆鼠辈！王虎见到南宫玉火躲到了北离大量骑兵中，在击杀了10几名亲卫骑兵后，率领上千名黑甲骑兵扬长而去。将军，我们还追不追？亲卫骑兵队长见到王虎离去，心神颤抖地问道。他还从未见过南宫玉火如此狼狈，竟然一个回合就被人轰落马下，简直耸人听闻。以往哪怕面对上百骑兵围攻，南宫玉火都能游刃有余的各个击破，可现在竟然被一个不知名的前兵将军打成了重伤，并且还害怕地躲在了上万骑兵大军之中。这要是传出去，南宫玉火北离第一骑兵勇武的名头可就不保了。追！南宫玉火眼神发狠，强忍胸口处传来的剧痛，沉声喝道。不过这一次他不敢再带头追击，只是隐藏在上万骑兵大军中，朝着王虎和上千黑甲骑兵追去。还真是阴魂不散。看着身后紧追不舍的北离骑兵大军，王虎眉头皱起，想着要不要再杀个回马枪。虎头，北离的一支骑兵追上张将军的黑骑军了。纳兰苍鹰骑着马匹冲到王虎的身旁，大声道：随我冲杀过去！王虎目光朝着左前方望去，果然看到一支数千人的北离骑兵拦住了张霸先的黑骑军，立即纵马冲去。虎头，北离的骑兵越来越多，那蓝明德和屠戮海的弓骑兵箭矢基本用光了。雷千山率领近1000黑甲骑兵赶来，大声对着王虎说道：命令所有黑甲骑兵向我靠拢，让那蓝明德和屠戮海的弓骑兵先行撤退。王虎临危不乱，面色镇定道：诺。雷千山大声应道，立即分出10几名斥候，朝着2000弓骑兵奔去。咚咚咚！很快，3000分开的黑甲骑兵迅速聚集到王虎身旁，携带着无比凶悍的气势，撞向赵秦所率领的数千金甲骑兵。杀！王虎策马飞奔，狂暴无比地冲入北离骑兵大军中，手中玄铁硕化成杀戮之刃，无情收割着北离骑兵的生命。撤！面对3000黑甲骑兵的猛烈攻击，赵秦面色大变，不再与张霸先的黑骑军纠缠，率领大队人马迅速撤出了战场。停止追击！王虎率领3000黑甲骑兵追出数百米后，立即高举手中玄铁硕，大声喝道：吁！3000黑甲骑兵和张霸先率领的黑骑军齐齐放缓速度，等待着王虎接下来的命令。全军撤回北周大营。王虎骑马走在众人的最前头，率领着近7000骑兵，浩浩荡荡地朝着北周城方向快速前进。大军停止追击。看着逐渐远去的黑甲骑兵和黑骑军，南宫玉火同样下令停止追击。为何不追了？赵秦此时带着数千北离骑兵冲过来道：刚才我们的重骑兵被他们弓骑耍得团团转，已经精疲力尽，只依靠我们现在的2万多精骑追上去也没什么用，说不定还会被他们反杀一波。南宫玉火脸色苍白，感觉胸骨都被王虎那一硕给拍断了。既然如此，我们先回城，看看王爷怎么说。赵秦觉得南宫玉火说的有道理，点点头道。城墙上望着王虎率领着数千骑兵逃出战场，秦无忌也失去了看下去的兴趣。此时的战场上，遗留下的黑骑军所剩无几，几乎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王爷，程远山的9万禁军怎么办？南云天面色迟疑道：让他们过河。秦无忌眼神淡漠道：是。南云天虽心有不甘，但知道仅凭目前的人马根本挡不住大前9万禁军的进攻。原本他们打算将张霸先的1万黑骑军吃掉后，
转头围攻城远山的9万部族。可谁能想到，半路会杀出来了一个王虎，将他们之前的计划全给打乱了。现在不但没有将张霸先的1万黑骑军全部吃掉，连城远山的9万禁军也要渡河进入北周境内了。北周边界，禀报大将军，张霸先将军率领的先锋军遭到北离骑兵埋伏，目前战况不明。冰冷的河水边，一名骑兵斥候对着面色暗沉的程远山大声说道。再探，程远山目光眺望北方原野，隐隐听到大量的马蹄声。诺，骑兵斥候转身离去，继续前往战场探查。程帅，我们现在就这样干等着吗？庆阳侯张玄策目光闪动道。庆阳侯，觉得我们现在该如何？程远山面色沉静道。我想先率领2万重装部族过河，这样既能接应张将军的黑骑军，又能试探北离大军的虚实。张玄策声音淡淡道。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如若贸然出兵，恐怕会落入北离的圈套，毕竟他们有20万大军，而我们只有10万人马。程远山摇摇头道。程帅这样瞻前顾后，恐怕会失去先机，最终让1万黑骑军彻底被北离大军吃掉。庆阳侯不阴不阳地说道。就算1万黑骑军真被吃掉，那也比9万大军全军覆没要好。程远山眼神冷漠道。既然程帅早有决断，我等自当遵命。庆阳侯满脸无奈地摇摇头，似乎想将此次黑骑军见死不救的局面全部赖到程远山的头上报。北离大军撤离战场，黑骑军往西北方向撤退，目前战损不详。很快又有骑兵斥候前来禀报，大军速速过河，目标黎阳郡城。程远山大声下令道。诺。众人接令，9万大军浩浩荡荡地渡河，直朝数里外的黎阳郡城而去。北周城，给我狠狠地杀！北周城外，北离14万大军严阵以待，整个北周城3面被营寨包围，只有西面没有任何人马和营寨存在。面对北离大军发起的进攻，北周城防将军安有林大声怒吼，命令城墙上的弓箭手对城下的北离兵马发起反击。嗖嗖嗖，无数的箭雨从东面城墙上落下，将为数不多的北离弓城士卒射杀，大多数箭矢都被坚固的大盾抵挡住了。将军，王爷有令，继续给北周城施加压力。北离大军阵前，一名骑兵传令兵到来，对着站在马车上镇定自若的周北业大声道。回去禀告王爷，3日之内，我必攻下北周城。周北业目光盯着北周城20米高的巨大城墙，眼神冷酷道。诺。骑兵传令兵领命，转身快速离开战场。将军，王爷并未让我们等攻下北周城，若想拿下北周城，恐怕我们要付出巨大的伤亡。一名骑在马背上的都尉营主对着周北业抱拳说道。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北周城内的前兵不过一群乌合之众，若是我北离大军猛攻3日，那刺史李安山必然会弃城而逃。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围3缺1，就要明摆着告诉李安山，要么投降，要么逃跑？周北业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道。北周城城墙高大，城内有10数万军民，若果他拼死抵抗呢？又有一名偏将出声道。李安山此人胆小怕死，与那云州刺史袁明觉都是一路货色，他绝不敢拼死抵抗。周北业眼神露出一抹讥讽道。报！很快又有一名骑兵传令兵到来，说。周北业望着10几架高大的6轮攻城云梯即将抵达云州城墙，目不转睛道。禀将军，王爷有令，暂停攻城。传令兵大声说道。什么？周北业眉头轻皱，转头看向传令兵。王爷说黑骑军主力尚存，镇北军骑兵也已抵达北周城外，不宜继续攻城。传令兵似乎知道周北业眼中的疑惑，抱拳回答道。黑骑军为何没有被灭掉？周北业满眼狐疑，之前他们计划的好好的，先灭张霸先的黑骑军，再灭程远山的9万禁军，最后再攻打北周城。可现在最应该被灭掉的黑骑军居然主力尚存，到底发生了什么？原本黑骑军陷入我大军团团包围之中，后来镇北将军王虎突然率领数千骑兵进入战场，成功救走了黑骑军主力。传令兵仔细回答道。我明白了，你回去告诉王爷，我立即撤兵，坚守营寨。周北业深吸一口气，头一次将王虎列为值得重视的对手。之前北离军役中，虽然众人都知道王虎和镇北军的存在，但所有人都未把初出茅庐的王虎和区2万余人的镇北军放在心上。一是王虎太过年轻，虽然击败了羌胡3大部落联军，但那都是偷袭的成果，并未被他们放在心上。二是镇北军几乎都是新兵，虽然有3000骑兵，但平均骑龄还不到半年，根本还未出师。三是王虎和镇北军都在北疆最西面的安西郡，距离北周城最远，根本影响不了战局走向。甚至很多人都觉得王虎根本不会来北周，但谁能想到王虎不但来了，还破坏了他们围歼黑骑军的计划，让整个战局走向彻底发生了变化。北周城往西15里，白河镇外，
镇北军大营，将军回来了。大营门口15米高的哨塔上，一名哨兵望着远处滚滚而来的黑色洪流，大声高呼道：“搬开巨马，打开营门！”站在营门口马背上的郑远山，此时也得到了传令兵的禀报，立即下令营门口的士卒搬开挡在大营门的巨马，准备迎接王虎回营。很快，王虎率领着数千骑兵抵达大营门前，勒住了马绳。恭迎将军平安归来。郑远山看着黑压压的骑兵队伍，满眼震撼道：“郑营主，这位是黑骑军副统领张霸先，张将军。”王虎侧开身体，将张霸先的身影腾出来道：“久闻张将军大名，今日一见，三生有幸。”郑远山自然听说过张霸先的名字，整个黑骑军中，除了统领叶云长外，就属张霸先威名远扬了。数月前的征伐北黎之战，就是张霸先统领着上万黑骑军一路北上，杀得北黎大军溃不成军。张某愧不敢当。张霸先满身血污，脸色灰暗道：“先入营，让兄弟们好好休息一番，来日再跟北黎骑兵一决雌雄。”见到郑远山眼中的疑惑，王虎大手一挥道：“诸位请。”郑远山闪开身体，让王虎和张霸先等人先行入营。从众人的表情来看，似乎战场情况并不理想。傍晚，中军大帐，李蒙，伤亡统计出来了吗？营帐内，坐在左手边第一位的张霸先见到黑骑军都尉李蒙走进大帐，满脸暗沉道：“统计出来了，此次大战，金甲骑兵减员5200余人，重甲骑兵减员900余人，一共战损6000余人。目前黑甲骑兵剩余2023人，金甲骑兵剩余1569人，总计3592人。另外，校尉及都尉以上军官战损17人，偏将孟云、赵广皆战死。”身形高瘦的李蒙眼神黯然道：“知道了，你下去吧。”张霸先面色发白，身体轻轻颤抖道：“骑兵军向来高职低就，所以1万人的黑骑军中，校尉、都尉高达数十人，但偏将却只有4人。如今4大偏将战死2人，校尉及以上将领战死17人，再加上损失了60%以上人马，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大败。好在重骑兵还剩下2000人，否则张霸先真要以死谢罪了。张将军不用自责，胜败乃兵家常事。虽然此次黑骑军损失惨重，但主力尚存，我们依然可以跟北黎大军周旋。”王虎看出张霸先眼神中的内疚，温声说道：“将军不用安慰张某，此战是我大意之下，才陷入了北黎大军圈套，日后我自当向朝廷请罪。”张霸先满脸灰暗地摇摇头道：“将军，接下来准备如何？”王虎目光闪烁道：“如今我黑骑军损失惨重，战马也多有创伤，恐无力和北黎骑兵再战，需要等待朝廷的支援。”张霸先直言不讳道：“我大营中尚有5000匹战马，将军可以直接拿去使用。”王虎满脸豪气地说道：“将军如此慷慨，张某实在无以为报。”张霸先站起身，抱拳低手，满脸激动道：“我等都是为朝廷效力，将军此话就有点见外了。”王虎急忙起身，将张霸先的身体搀扶起来道：“将军仁义，等我返回永安城，定然禀明圣上，为将军请功。”张霸先满眼感激道：“将军不必如此，要不是你们黑骑军当初给我送来的3000副巨装铠甲，也不会有今日的镇北军。”王虎笑着说道：“两位将军就别客套了，说说我们接下来该如何办吧。”郑远山看着两人客气没完，出声提醒道：“对，战事要紧，先谈正事。”王虎点点头，重新坐回帅位。张霸先也回了自己的位置。虎头，从今日大战来看，北黎骑兵确实悍勇，要比羌胡骑兵难对付得多。坐在张霸先下手的雷千山率先开口道：“北黎骑兵常年与鲜卑骑兵作战，虽然铠甲不算精良，但战斗力远非羌胡骑兵可比。”张霸先沉声道：“张将军说的没错，所以我们不能再用以往对付羌胡骑兵的态度来看待现在的北黎骑兵。从今天的大战来看，北黎骑兵进退有序，战力强悍，正面交战完全不输我们大前骑兵。以后我们再与之交战，一定要抱着必胜的决心，才能将其彻底击溃。”王虎给众人打气道：“只要跟着虎头，管他什么骑兵，最后肯定是我们黑甲骑兵军获胜。”那蓝明德满脸坚定道：“说的没错，今天要不是我们见识不足，一定能将北黎的那些重骑兵活活耗死。”刚加入镇北军的屠鲁海扯着大嗓门说道：“你们也别大意，弓骑兵虽然擅长对付重骑兵，但也要小心被对方的金甲骑兵包围。别忘了，今日要不是纳兰统领及时率领1000黑甲骑兵冲散了北黎骑兵的数次围堵，你们可没有那么轻松。”小鱼儿满脸正色道：“小鱼儿将军说的没错，以后你们俩也要时刻注意观察战场动向，不要猛冲猛打。今天要不是虎头嘱咐我盯着你们，你们还真有可能被北黎骑兵吃掉。”纳兰苍鹰满脸认可的点头道：“两位将军说的对，我们今后一定多加注意战场形势。”那蓝明德满脸汗颜道：“
大家战后多总结经验教训，这样我们黑甲骑兵军才会越来越强。王虎看着众人相互讨论战场上的不足，眼神充满欣慰道：王将军，可有派人联系程远山大将军？张霸先突然想起来道：我已派遣斥候前往北周边界，应该很快会有消息传来。王虎点点头道：对了，将军是如何知道我黑骑军会遭到北离骑兵大军包围的？张霸先满脸好奇地问道：将军可知道战场上最重要的是什么？王虎嘴角似笑非笑道：战场上最重要的就是料敌先机，比如我这次就没料到会遭遇北离大军的埋伏。张霸先眉头紧皱道：将军说对了一半，我觉得战场上最重要的是情报，或者说是观察敌人的一举一动，从而判断出敌人下一步要做什么。王虎眼中金芒毕露道：